半个月，谁家好人一穿越就困在悬崖底下半个月呀？姑娘，你快来呀！那儿有人！听到丫鬟喜儿惊叫出声，魏明远心里一喜，快步走过去。姑娘，她死了吗？还剩一口气。只剩一口气啊！那肯定活不了了。受这么重的伤，比我们可惨太多了。你看着他，我去就来。没有药，也没有银针，只能用这样以毒攻毒的办法了。姑娘，这男子还能救活吗？切，放心吧，有你家姑娘在，保他一条小命绝对没问题。姑娘真厉害，等她好了，就能给咱们抓鱼、抓野兔，还有修房子了。你就放心吧，就冲这个壮劳力，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从阎王爷手里给抢回来。而且看他穿戴，绝对不是一般人，掉落悬崖，肯定有人来找他。太好了，咱们都掉下来半个月了，侯府的人肯定找不到咱们了。要是有人来找他，咱们就可以一起回侯府了。我是大夫，你的断腿、眼睛失明是中毒所致，只要毒解了就能看见了。我现在给你接骨，你要不想死，就咬紧手帕。你真的是大夫？你自己中的毒应该清楚，如果没有人及时救你，你现在已经去见阎王爷了。咱们姑娘可是大善人，等姑娘治好了你也得好好报答她。我看你长得还挺好看的，要是以后回不去，不如就娶了我们姑娘吧。等男子人一清醒，明媛就连忙问：我看你穿着打扮应该是某家族的大少爷吧？你跌落悬崖，找你的人大概什么时候来？在悬崖底下有一竹筒，你找到发出信号，半天之内就有人来接我了。我去找。可是竹筒那么小，悬崖那么大，想找到谈何容易。喜儿和明媛找了整整7天才看见。你受伤了？只是脚崴了，手腕受了点伤，不碍事。果真如他所言，发出信号后不过半天，找他的人就到了。属下救驾来迟，请少主恕罪。请少主恕罪。先别请罪了，赶紧出去吧，快要下雨了。谢姑娘出手相助，姑娘是隐居于此的高人，等我们回了府，一定备上重礼前来道谢。我们主仆和你们主子一样，也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只是比他早了半个月而已。姑娘府上是？我叫苏黎。终于出来了，终于到了人多的地方了。姑娘不是能救那个男子吗？他们要带你一起进京，你为什么说自己医术一般啊？先前都是骗那男子的。我手腕受伤了，10天之内用不了银针，跟他们走也没用。你记住了，回了定北侯府，不要说我会医术的事。奴婢一定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说。说了也不会有人信，我可不想有人说我往姑娘脸上贴金片。大姑娘，喜儿，真的是没有比这更晦气的了。紧赶慢赶的回府，正好参加自己的丧礼。这大叔还挺养眼的。姑娘，是侯爷啊！竟然是我爹！这2滴眼泪倒是挺真诚的。媛儿，你不认识爹爹了啊？姑娘从悬崖上摔了下去，伤了脑袋，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回来就好啊，能活着回来就好。走，跟爹回府。媛儿，娘。哎呀，媛儿回来是好事儿啊，怎么反倒哭成了这样？媛儿，你好了。什么叫我好了？女儿一直很好啊。好啦啊，媛儿刚回来，让她先回去休息，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也不迟。之前我就说，
柔儿和四皇子的亲事先缓缓，不用那么急。现在怎么办？妍儿那么喜欢四皇子，他要是知道他失踪的时候，柔儿替他上了花轿，这宫里催得急，让柔儿替嫁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媛儿识大体，他会理解的。不是吧？替嫁？我这好不容易穿越一回，怎么还被替嫁了呢？还有婚约在身的事儿，喜儿为什么没和我说？从头到尾都没提一个字。这小丫鬟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重要的事隐瞒我了。可不提就算了，他居然还怂恿他和那男子成亲，生儿育女，这胆子也忒肥了点儿。奴婢不是以为要在悬崖底下待一辈子吗？四皇子虽然和姑娘有婚约，但他不可能一辈子不娶皇子妃啊！一旦娶妻，婚约自然就作罢了。那个什么四皇子漂亮吗？那个什么四皇子漂亮吗？说句大不敬的话，四皇子啊，不仅那男子漂亮。既来之，则安之吧。啊，古代人可真会享受啊！我上辈子哪有过这样的待遇？喜儿，我们是怎么掉下悬崖的？那天我们去佛光寺祈福，在凉亭处喝茶的时候，明柔小姐不小心把茶水泼到小姐身上了，小姐就和喜儿回马车换衣裳，刚钻进马车，就闻到了一股异香，很香甜，像果子似的。然后我们就不省人事了。但是他另外一个丫鬟雪雁说的和喜儿完全不同。姑娘去马车里换衣裳的时候，马突然发了狂，直接就往山下跑去。这些天，侯府派人把那座山翻了个底朝天，可是都没看到姑娘和喜儿，倒是找到几片衣裳碎片。很显然，有人要我的命，阻拦我嫁给四皇子。虽然不能随便冤枉别人，但继承了人家的身体，就该替人报仇。何况我还在悬崖底下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这口鸟气不出，就是往穿越前辈们的脸上抹黑。我可怜的姑娘啊，你总算是回来了。周妈妈，我没事了，你先放开我。姑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周妈妈，姑娘才回来呢，等她缓缓再问吧。姑娘先别睡，你失踪这么久了才回来，府里上下都担心坏了，还是先去给老太太请个安吧，百善孝为先嘛，咱们回来再睡，乖。虽然是询问商量的语气，可是她未曾答应。周妈妈已经吩咐喜儿把那套最新做的裙裳拿来。啊？哎，我刚回来，我哪知道姑娘新做的裙裳放在哪里啊？啊，雪雁，快给姑娘拿衣裳。姑娘啊，一会儿见了老太太，你就说身上风尘仆仆，沐浴更衣完才敢来给她请安。如果老太太不见你，你就在院子里跪着，超过1刻钟老太太不见你，你就装晕。周妈妈不是我奶娘吗？怎么教我装晕骗长辈啊？还叮嘱得这么细致，活像我是个傻子似的。雪雁，你陪姑娘去长辉院。不用了，周妈妈，让喜儿陪我去吧。方才周妈妈为什么要叮嘱我那么多？老太太是有多不喜欢我？小丫头，你之前骗我的时候嘴可麻溜了，现在怎么成巨嘴葫芦啦？还不快说！姑娘8岁的时候落过水，脑子不大灵光。周妈妈是怕姑娘你惹老太太不快，才提醒你的。那就是说，我以前是个傻子？哎，姑娘才不是傻子呢，只是胆小话少了些。老太太说的话，你有些听不太懂。姑娘许是忘了，老太太不喜欢您，不是因为您胆小话少，而是因为您1岁的时候有一回病了，久治不愈，
您的娘亲苏夫人怕您夭折，带着您去佛光寺求菩萨赐药，后让小厮回来接您大哥一起去。结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小厮和奶娘途中被杀，您大哥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老夫人这才……失踪的不仅仅是老太太的心尖儿，还是他爹定北侯唯一的儿子。姑娘现在好了呀，肯定能和三姑娘一样哄得老太太高兴的。怎么哄高兴啊？就靠长跪不起吗？除非我能把他宝贝大孙子找回来，而且还得风流倜傥，文武双全。夫人给姑娘算过命，将来就是你把大少爷给找回来的。夫人让你谨记，大少爷屁股上有块梅花的胎记，不能忘了。我要怎么铭记于心？这是要我看到和我那大哥年纪相仿的男子就扑上去扒人裤子吗？不过老太太不信啊，府里的丫鬟婆子都说，夫人是心疼你不得老太太欢心，才故意这么说的。忍着胀疼的脑袋，明媛随着喜儿去了长辉院。1刻钟后，魏明媛就和喜儿一块儿被抬出长辉院了。王太医，小女如何了？侯爷宽心，大姑娘福泽深厚，脑袋里的淤血散了，如今已和常人一般无异。突然晕倒是身子虚的缘故，调养半个月就可以了。有劳王太医了。丫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姑娘，四姑娘、五姑娘还有表姑娘来看你了。为首的是4房嫡女，定北侯府5姑娘魏明一，随后是表姑娘谢婉华，最后才是3房嫡女，定北侯府4姑娘魏明启。今天是大姐姐葬衣冠冢的日子，我们3个抄了经文送佛光寺给大姐姐祈福，又念了300遍往生经。要不是小厮告诉我们大姐姐回来了，我们这会儿还在给大姐姐念经呢。丫鬟说大姐姐你痊愈了，是真的好了吗？是的，我好了。你真的摔下悬崖了？明媛再点头，魏明启眼神就古怪了，咕噜一句：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我气死谁啦？难怪大姐姐还不知道吗？气死镇南王世子啊！同样是坠崖，大姐姐和丫鬟都平安无事，甚至更好了。镇南王世子坠崖就惨了，不但腿断了，还双目失明，太医都束手无策。镇南王府这会儿估计都急坏眼了。大姐姐果然是福泽深厚之人。镇南王世子，我们在崖底救的那位俊美公子，竟然就是镇南王世子。那将来我有难，是不是可以去试着抱大腿？哎，让表姐先歇着吧，我们明儿再来陪她说话。姑娘，您给镇南王世子留了药方，就藏在他随身佩戴的荷包里，很容易发现的。现在这世子病没好，显然是您的药方不管用呀。我的药方怎么可能不管用？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我要解不掉毒，岂不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招牌吗？肯定是还没发现解毒药方就藏在荷包里呗。人家是镇南王府世子嘛，什么太医找不到呀，肯定能治好他的病的。我这是瞎操哪门子的心呀？姑娘快起来，苏老夫人病危了，苏家派人来传话，想见您和夫人最后一面，耽误不得。娘，您怎么样？您可千万不要有事啊！媛儿，你们都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和外祖母说。都出去吧，让他们祖孙说说话。媛儿，你这是要做什么？救外祖母。你能救你外祖母？外祖母的病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大夫没能断准病根，开的药方没什么效果，才导致外祖母病情日益加重。开准了方子，不出半个月就能好七七八八了。姑娘又吹牛了。镇南王世子你还没治好呢，你又对老夫人下狠手。你怎么会医术的？怎么会的？
当然是学的啊，谁让我是半路女儿。悬崖下有小屋，里面有医经，我闲着无事就翻着看，上面正好有记载和外祖母一样的病情，我方才就试了试。不过是翻开了医书，就这样胆大，这是这么多年攒的胆子一起爆发了吗？姑娘不但吹牛，她还撒谎。小屋里是有书，可这么多年没人住，早就发霉了，全搬去当柴火烧了。小姐为什么要骗夫人呢？快把药方写下，让丫鬟抓药煎来为你外祖母服下。出来！哎，表姑娘，你怎么没出去啊？我在抄经书，不能断。我没打扰你舅祖母。明媛额头皱了下，倒也没说什么。不大会写毛笔字啊，你来写吧。表姐好像是不大会写字。表姐，祖母是得了什么病？那么多太医都断错症，你居然仅仅诊治一次就让她大有好转，传出去那些太医真是羞死了。外祖母得的是寒热往来，发热与恶寒交替出现。等他走后，明媛问喜儿：“他是谁？”姑娘不记得表姑娘了吗？那你在衙邸还冒充她的身份骗人？谁冒充她身份了？她闺名苏黎，苏家二姑娘，比姑娘小5个月。您在衙邸不就告诉镇南王府的暗卫您叫苏黎吗？奴婢还以为您是故意的呢。什么？她居然也叫苏黎？老夫人病情好转是喜，明媛失踪回来更是喜。见明媛不叫人，看谁都陌生。苏大姑娘苏曼拉着明媛，挨个的给她介绍，明媛一一见礼。喜儿给她介绍过苏家，用了3个很厉害。老太也很厉害，舅老也很厉害，表少也很厉害。表妹手腕受伤了？之前为了爬上悬崖摔下去伤了手腕，有些疼，但不碍事。一会儿赵院正会过来，让他替你看看，手腕受了伤，不可马虎对待。进屋正好听到赵院正在说话，他手里拿着张药方，啧啧惊叹：这药方开得妙绝呀！不知道这药方是哪个姑娘开的？姑娘开的？府里并未请过女大夫进府啊。娘，这药方是我誊抄的。我就先告辞了，如有需要我再来。有劳赵院正了。赵院正忙着去镇南王府，我也不好耽误他。一会儿请刘太医来给明媛看手腕。外祖父，不用这么麻烦，我手腕养几天就好了。那药方你是从哪里誊抄来的？说。你也真是大胆，都不让大夫看看就敢给老夫人用。万幸是没出事，这要是有了什么万一，你如何担待得起？舅母，药方是我从一本医书上看到的，手腕受伤写不了字，才让表妹誊抄的。啊，我就说要是梨儿知道药方，怎么不早些拿出来，让老夫人多受了不少的罪。原来是媛儿你呀，也亏得你昨儿回来了，老夫人又心心念念着你。媛儿，你可知道换药方？我知道，不过我要看外祖母情况再说，有好几个方子，用药也不同。明媛转身，只见苏阳走过来，送给表妹你的。送我礼物？谢谢三表哥。你给祖母把脉，我瞧见了。表妹这么多年一直在装病，是不是想嫁给四皇子？看破不说破。苏阳嘴角漾开一抹灿笑，伸手在明媛额头敲了下。姑父和姑母知道你有这么调皮吗？这么多年，我竟也被你瞒了过去。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他连爹娘都瞒过了，瞒过他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吗？没事，我就先走了。大伯父的事改日再说吧，让这丫头先安上2天。当真是苏姑娘救了苏老夫人。
的确是苏姑娘，她似乎对自己会医术的事情有所隐瞒。苏三少爷送了一套银针给她，她很高兴。天下藏书一半在苏家，医书自然也少不了，不足为奇。不到万不得已，苏姑娘连自己的亲祖母都不救，在悬崖下救世子爷，应该是希望世子爷带她出悬崖。现在让她来给世子爷治病，只怕没那么容易。明媛的药方管用，昨儿一夜老夫人的病就去了一半了，今儿早上吃的比以往一天加起来都多。我就说外祖母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娘偏不信。这回总该信了吧？用过早饭了？还没。先去吃早饭，一会儿跟我去给你外祖母请安，然后再去东宁侯府给人家沈姑娘赔不是。失踪那天，定北侯府的马车是连累沈姑娘撞了脑袋，可马车里坐的又不是我，我倒霉在崖底待了那么久，回来都没能好好歇一天，就急着要我去赔不是，是不是亲娘啊？方才夫人把你叫去，说了什么？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姑娘。夫人交给奴婢200两银子，说是赔罪完，时辰还早的话，让奴婢带您上街上转转，买些喜欢的东西。这句话正中明媛下怀，连登门赔不是那点不愉快，也因为可以逛街烟消云散。迈过东宁侯府门口，身后小厮叹息声传来：魏大姑娘真会挑时间来，她自己倒霉不算，还把三姑娘给害惨了。真是乱甩锅，我怎么就把沈三姑娘给害惨了？赔礼道歉就算了，怎么还得理不饶人了？三姑娘真是可怜，之前宁国公夫人明明更中意她，就因为额头撞出了伤疤，宁国公夫人就定下了2姑娘。虽然对咱们国公府来说没什么损失，可三姑娘就太可怜了。可不是可怜吗？要是撞伤三姑娘的是旁人还好，偏偏是定北侯府的大姑娘，一个傻子，还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傻子，都不能计较。姑娘，您别听他们瞎胡说，他们才是傻子呢。沈三姑娘是倒霉，可那架横冲直撞的马车又不是我家姑娘的，凭什么把错都算在我家姑娘头上呀？我家太太许是有急事，魏大姑娘随我去见三姑娘吧。明媛还没说话，那边一丫鬟快步走过来，拉了那丫鬟一把道：哎，你知不知道太太方才那么着急是去做什么？三姑娘投湖自尽了。哎呀，三姑娘为什么想不开？不都是因为脸毁容，亲事黄了吗？她最不想见的就是魏大姑娘了，你怎么还敢将她往三姑娘跟前带呢？怎么会这么严重？娘亲不是说沈三姑娘伤得不重吗？侯府已经赔过罪了，我亲自来道声歉就成了，怎么会毁容到亲事黄要自尽的地步？如果真那么严重，苏氏肯定不会让我单独来，这其中是出了什么事儿？那魏大姑娘怎么办？哎呀，送她出府吧。带我去见你们家三姑娘。不是说魏大姑娘胆小话少吗？怎么敢使唤我们？沈三姑娘已经被救上来了，但没有了呼吸。大夫呢？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略通医理，让我来吧。溺水要及时施救，一直干等着会误事的。你给我住手！哎，我家姑娘在试着救你们家三姑娘呢，你别打扰她。三姑娘活过来了。姑娘，你的手。太太，快让丫鬟扶三姑娘回屋换身衣服吧，小心冻伤了。沈大太太望着明媛，不知道该不该向明媛道谢。我失踪许久，前儿才回府，当时三姑娘伤得如何我并不知道，但娘亲告诉我并不严重。方才三姑娘额头上的伤我也看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受伤过后涂了具有腐蚀性的药，不知府内是否存有类似的药物，夫人可得好好调查一番。魏大姑娘和传言相距甚远呢，小女额头上的伤确实不能全怪你，从头到尾就不是我们家姑娘的错，那天我家姑娘根本就不在。霞儿，
不得无礼，是我没管教好丫鬟，让沈大太太见笑了。我有几句话要和沈三姑娘说。念在明媛方才救了沈三姑娘的份上，沈大太太把怒气压下。魏大姑娘请。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姑娘的委屈？傻丫头，咱们是委屈，可咱们的委屈对东宁侯府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沈三姑娘不管怎么样，都是因为定北侯府的马车才撞伤了脑袋。侯府都承认我就坐在马车里，整座山翻来覆去的找我。现在再说我不在马车里，这不是在解释，而是在推卸责任。而你家小姐我不在那架失事的马车里，又在哪里呢？到时候刨根问底，不是牵出家丑，就是我为了避开嫁给四皇子，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码。这黑锅就这样默认了是最好的选择，但他魏明媛不会白背的，将来会连本带利的从那些算计魏明媛的人身上讨回来。我知道额头上的伤对沈三姑娘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投湖自尽就太过严重了。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摔下山，四皇子也娶了我三妹妹，我不也好好的活了下来？你脸又没有毁容。沈三姑娘不是我，怎么知道我滚下山就没有毁容？我脸也受伤了，比你的伤也好不到哪儿去，失踪许久才回来，就是为了治伤。我手里还剩了半瓶药，用来治你脸上的伤应该够了。明儿，我让丫鬟把药给你送过来。你真的毁了容，还被治好了？为何不试着信我呢？半瓶药最多1个月也就用完了，有没有效果，3、5天也能看得出来。就算没有效果，你多陪你爹娘1个月又有何妨？姑娘，你哪来的药膏给沈三姑娘用呀？你还骗他们说你也毁容了，这话可不能说。我不这么说，他们不会信。哼，就是说了，他们也没有信，至少信了3分吧。3分管什么用？人家还有7分不信呢。骗别人说自己也毁容了，口没遮拦的，万一哪天真应验了怎么办？虽然认识姑娘的人不多，但姑娘待在苏家是为了守着老夫人，却在街上闲逛，这可不好。万一让侯府的人瞧见了，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府里就会派人来接咱们回府了。为了能逛街，带方纱巾不算什么，而且不止明媛，连喜儿也带了。他们在前面逛，梁小厮就在后头跟着。哎，姑娘，咱们也去看看吧。敲锣鼓吸引人的是一家书坊，坊名很霸气。明媛望着匾额的字，喜儿则一脸古怪。犬园坊，怎么取这么个怪名字？好生难听啊！我的傻丫头哎，那是状元坊。罢了，魏明媛生性胆小，读书识字本就不多，又怎么会叫丫鬟呢？能认得几个字就不错了。喜儿不知道自己认错了，她兴高采烈地打听敲锣鼓是做什么，等问清楚就垂头丧气了。是对诗文，给话题词什么的，一点都不好玩。姑娘，咱们走吧。小姑娘要买书吗？清雅轩就在前面。倒是可以挑几本书，就在这里买吧，打8折呢。姑娘，清雅轩是苏家的，是京都第1大书坊，里面什么书都有。姑娘要什么书？几位是初到京都孤陋寡闻，还是存心来砸场子的？在我们状元坊跟前说苏家的清雅轩好，也不打听打听。现在京都第1大书坊是我们状元坊，不是清雅轩了。天下藏书，苏家最多。切，苏家藏书最多又如何？难道那些孤本善本清雅轩都有的卖吗？1个多月没出门，不知道京都第1书坊的名头已经易主了，是孤陋寡闻了。祝状元坊生意兴隆。这位姑娘说话中听。明媛笑笑，转身离开。这状元坊抢了清雅轩第1书坊的名头，姑娘怎么还祝她生意兴隆呀？场面话而已，不是我祝状元坊生意兴隆，人家就真的会生意兴隆的。
还有，回去多读书，以后不认得的字不得下读。身后，小厮想起喜儿那一句犬元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才是对状元芳最大的侮辱啊！表妹这是在逛街？我来挑几本书。表妹想看书怎么不告诉我？清雅轩有的书府里都有。临时想起来的。表哥有事就去忙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我就是来清雅轩的。表少爷，清雅轩京都第一书坊的名头真的被状元坊给抢走了吗？清雅轩的生意较1个月之前差了8、9成。怎么会这样啊？唉，表妹有所不知，这事儿说来话长。祖母病重，如果真出了什么万一，大伯父和三叔他们就要辞官回府守孝。3年时间不短，朝堂上的事太复杂，苏阳怕明媛不爱听，就直接省略了。哟，三少爷，怎么是您来了？这二老爷呢？府里来了贵客，父亲走不开，就让我走一趟。出什么事了？哎，这状元坊这一回是赔本也要拖垮咱们苏家呀。状元坊出的价高，那些给咱们清雅轩抄了3年书的书生，要咱们也涨价，不然就不干了。已经走了好几位了，还有几位在后院，我是怎么劝也劝不住啊。清雅轩一直比别的书坊宽厚，每本书的钱不比他们少，还允许我们从清雅轩借书看，我们都很感激，但我们都要养家糊口。状元坊每本书比清雅轩多30文，也允许我们借书。我们几位小哥应该知道，状元坊出这么高的价格给你们，是想拖垮清雅轩。一旦清雅轩关门大吉了，你们觉得状元坊还会给你们这么好的待遇吗？做生意的事儿我们不懂，也不能说状元坊一定不会做得比清雅轩好，将来你们也不会一直抄书养家，没准儿就一举高中了呢。这话中听，不想高中的书生都不是好书生，几位书生被挤都挺直了几分。但那都是假如，今日你们舍清雅轩，他日清雅轩未必还会要你们了。不涨价，清雅轩是找不到人给你们抄书的。我们都受过清雅轩恩惠，也不想离开。我们也不是要求一直涨价，和状元坊给的待遇一样就成了，这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的确不过分，但清雅轩涨不起你们要的价。这样，清雅轩给你们一本涨10文，将来不论是状元坊价格跌到如何，只要你们继续帮清雅轩抄书，就一直是这个价。我们不同意，至少涨15文。送客。那几个书生懵了，管事的也懵了。表姑娘怎么说话这么硬，文人傲骨，就这样送客了？又有状元坊横在前头，将来可就很难再请回来了。告辞。几个书生涨红了脸，作揖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姑娘，我涨10文就够了。你为什么留下？我觉得姑娘说的对，我成了清雅轩的恩惠，不应该状元坊给一点蝇头小利，就在清雅轩危难之际弃之而去。只你一人，清雅轩也维持不下去。将来清雅轩倒了，状元坊未必会要你。我还可以给别家抄书，最多便宜些，不是非状元坊不可。表哥，给他涨15文吧。这没有人抄书了，那清雅轩迟早要关门啊。不就是抄书吗？我替清雅轩抄。哎呀，这表姑娘怎么这么天真，戴着面纱，也不知道是哪位表姑娘。这魏表姑娘，您好了。哼，大言不惭，你就算不分昼夜的抄，又能抄几本？100-200本不在话下吧。表妹是大白天的还没睡醒吗？我把抄书的都轰走了，不想办法把书补上，管事的还不得几百头啊。我还有些东西要买，一会儿和表哥你仔细详谈。你要买什么？我陪你去。三少爷，二姑娘定亲了。定亲了？和谁定的亲？明媛也好奇苏黎和谁定亲了，然而小厮的回答，他差点一脚没踩稳，从凳子上摔下来。怎么会是镇南王世子呢？唉，
镇南王亲自来府里找的老太爷，说是给镇南王世子算过，只要迎娶二姑娘进门，镇南王世子的眼疾和断腿就都能好。老太爷不好拒绝，就答应了。镇南王府是要找苏姑娘冲喜吗？十有八九是冲喜了。苦人就是麻烦，病了痛了就乖乖找大夫，冲什么喜啊？镇南王世子的眼疾和断腿明明都能好，搞这种封建迷信，苏黎岂不是就惨了？蝶儿，别哭了啊！这桩亲事是老太爷和镇南王定下的，娘没有说话的份儿。镇南王亲自登门定亲，又说了那样的话，你嫁进镇南王府，镇南王世子一定能恢复的啊！苏曼和苏瑶也在一旁劝，可是苏黎只哭，声音也沙哑了几分。你们都回去吧。等出了门，苏瑶惋惜，我一直以为二姐姐会嫁给燕哥哥，没想到。燕哥哥是谁？哦，是二表姑娘的表哥。唉，这几天镇南王府的门槛都快被大夫给踏破了，没人可以解镇南王世子体内的毒。听说半个月之内毒解不了，他就没命了。镇南王府这时候登门求亲，逼得祖父把二妹妹往火坑里推。祖父虽然应了镇南王，但他1个时辰没出书房了。姑娘，会不会是你把表姑娘给坑了？关我什么事儿？哎呀，姑娘忘记了，你在雅迪冒充表姑娘骗人来着，可是直接报的她的名字。在雅迪，姑娘要我扒镇南王世子的衣服帮她洗澡，免得她一身汗味发臭。我不干，姑娘就自己动手了，可粗暴了，把人家身子给看光光，当然要负责了。没有假冒苏黎之名好不好？用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怎么就成假冒的了？你真的觉得是因为我的缘故？奴婢觉得是。他什么反应？能嫁给世子爷，苏姑娘很高兴。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撒谎了？我要听实话。亲事定下后，苏姑娘就一直哭。她还会哭？岂止是哭，哭得可伤心了。属下待在树上都听到她的抽泣声。真能装，和丫鬟掉下悬崖都活下来了，笑声爽朗灿烂。现在只是和我定亲就一直哭，装得这么柔弱。明媛刚走上台阶，就听到屋子里有说话声传来。我要不要让媛儿嫁给四皇子做侧妃？啊，侧妃是妾啊，让姑娘给四皇子做妾，太太是疯了吗？娘，我不要给四皇子做侧妃。娘知道让你做侧妃是委屈你了，可让你做正妃对柔儿也不公平，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不是除了侧妃就是正妃的，我可以不嫁呀。娘，我已经把四皇子给忘记了，就算是在街上碰到他我都认不出来。我失踪的时候三妹妹替我上了花轿，如今我回来就要她把正妃之位让给我，哪有这样的？可让我给人做侧妃我也不愿意，既然错了就让她错到底，何必要掰正呢？你能这么想，娘自然是高兴的，可是娘不能留你一辈子。做侧妃是名声差了些，可你是情有可原。正妃又是你三妹妹，你们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比谁都好，有她护着你，娘也能放心。放心个毛线啊！我坠崖失踪一事，魏明柔嫌疑最大，如果真是她算计的，还有姐妹之情可言吗？娘，你怎么突然想我给四皇子做侧妃了？四皇子和你三妹妹来过了，你三妹妹说她和四皇子提议过把正妃之位让给你，四皇子不同意，他求了半天，四皇子才答应娶你为侧妃。这么勉强，
还使劲把我往他们俩中间塞做什么？娘，三妹妹待我好我知道，但她和四皇子间谍情深，女儿宁肯一头撞死，也不想掺和到她和四皇子中间去。那你怎么办？女儿是宁死也不嫁。好，不嫁，咱们不嫁。今儿去东宁侯府见到沈三姑娘，她脸上的伤可恢复好了。沈三姑娘额头上的伤疤有这么大，可难看了，竟然还跳湖了。要不是啊……喜儿正准备巴拉巴拉倒豆子，明媛斜眼看过来，喜儿往外蹦的话戛然而止。怎么会伤得那么严重？沈三姑娘是用错了药才留疤的，我还记得一个去伤疤的药方，方才上街买了些药材回来，试着调制给她用。虽然伤疤不是我害的，但她毁容会想不开跳湖，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只能尽力一试了。那你可要仔细些，药不是随便的东西都能往脸上抹。沈三姑娘已经毁了容，药膏没用还好，要是雪上添霜，可就是把人家沈三姑娘给害了。娘，您放心吧，沈三姑娘用错药在前，哪能不吸取教训？药膏往脸上抹之前，肯定会让大夫检查一番的，不可能会出现雪上添霜的情况。你苏黎表妹定亲了，你去看过她？看过了，她哭得很伤心。屋内，喜儿把药包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明媛抓了药嗅着，丫鬟禀告苏三少爷来了，让他进来。外面苏阳尴尬，这里虽然是苏家，但表妹住的地方就是她的闺房，她岂能随便进去？怎么傻站在那里啊？我还以为表妹真在抄书呢。和表哥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我手腕受伤，怎么抄得了书啊？苏阳摇摇头，转身要走。明媛喊住他：表哥有印章没有？表哥境界不高啊。表妹何出此言？失古人不如失造化，失造化不如失我心。父亲和祖父都不知道我印章背后的深意，表妹却能一语道破。表妹她……好了。喜儿歪了脑袋。什么好了？明媛把印章放下，敲着纸张笑道：表哥是聪明人，应该能领会我这么做的目的吧？表妹的想法我知道，状元坊能这么快超过清雅轩，就是用这种办法。这半年来，状元坊雕刻了20几本书的印章，1个月前拓印的书突然开卖，因价格便宜，才压得清雅轩喘不过气来。这办法几年前大伯父也用过，只是雕刻的成本很高，用整块木头雕刻容易雕坏不说，浸泡沫之后还会发胀，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为什么一定要用木头雕刻呢？用别的成本更高。不是成本更高，是你们没有想到便宜的。表哥可想过陶瓷呢？三少爷，严表少爷来了。表哥，李表妹不会真的喜欢燕表少爷吧？本来二妹妹和周岩的亲事早就定下来，周家知道周岩喜欢二妹妹，让大伯母提出除非她高中一甲，否则绝不把二妹妹嫁给他的要求。秋尾还有几个月，没想到外祖父既然知道苏黎表妹和周表少爷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为什么要答应镇南王府？祖父一辈子没撒过谎，二妹妹确实没有和周岩定亲。况且镇南王就世子一个儿子了，他手握大晋朝1/3的兵力，是皇上最倚仗和信任的人。皇上若是知道二妹妹有意于镇南王世子的病，也会下旨赐婚的。表姑娘可真可怜，有一种人却要嫁给别人。明媛提笔沾墨，在纸上写起来，喜儿在一旁看着。哎，姑娘手腕疼就不要写字了吧，这么难看，别人会笑话你的。被一个独自只读半边的丫鬟嫌弃字难看，明媛郁闷地想掀桌子，强忍着愤怒，明媛把信写好了，装在信封里。姑娘，你好歹吃2口粥吧，这样下去身子会熬不住的。你当真不愿意嫁给镇南王世子？
苏黎扑到明媛肩上一阵痛哭。赵峰和赵烈两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说话。方才还以为世子爷睡着了，就小声说了几句，没想到世子爷会听见。苏姑娘哭得那么伤心，不是装的，她有意中人，是真的不愿意嫁给世子爷。楚墨尘脸很沉，在悬崖底下，他的丫鬟一边炒野菜，一边怂恿她嫁给他，再生7、8个小少爷小小姐。他还打趣丫鬟知不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辛苦。这是有意中人的人说出来的话吗？难道回京才2天就有了意中人？对我又碰又摸，转过脸就喜欢别人，恬不知耻。爷，有个丫鬟给你送了封信来。赵峰接了信，看着信上镇南王世子亲启几个字，就没有了好感。明知道世子爷双目失明看不见，还写亲启这样的话，这不是拿刀捅人心窝子吗？我知道是水府上的丫鬟。丫鬟没说，把信送到，丫鬟就走了。爷，这信拆开看看。如果你娶苏家二姑娘是因为悬崖底下的事，就拆开看；如果不是，就不用拆了。信上写了什么？念给我听。这字儿有点丑，容属下捋捋清楚。等了会儿后，赵峰才复述出来。镇南王世子，你是不是傻呀？在悬崖底下，你都没有告诉我你的身份，我又怎么可能告诉你我的真名啊？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解毒，大可不必啦。我早留有药方在你随身佩戴的荷包里，照方服用，不出7天即可痊愈。苏二姑娘已有意中人，望你能退亲成全她。这是弄错了，可属下明明在苏家见到她了。她一定在苏家，不然怎么可能知道苏二姑娘有意中人的事？给我查，她到底是谁？两暗卫唏嘘，世子爷差点娶错世子妃，幸亏发现的及时，不然可就无法挽回了。姑娘，信和药膏奴婢都送到了。哦，他们怎么说？奴婢没见到镇南王世子，只把信交给了镇南王府的小厮。沈三姑娘倒是见到了，就是姑娘那黑乎乎的跟芝麻糊糊似的药膏被沈二姑娘给嫌弃了，她差点当着奴婢的面把药膏给扔了。药膏又不是给你用的，就这么半瓶，还是我家姑娘省下来的。要不是怕三姑娘毁容会想不开，我家姑娘才不会舍得给呢。怎么了？喜儿指着窗外，声音直打哆嗦。刚才有黑影闪过。哪有？许是奴婢看花眼了吧？你是说在悬崖底下救世子爷的是定北侯府魏大姑娘？正是魏大姑娘。怎么可能？她不是落水傻了吗？怎么可能学得那么高超的医术？会不会是弄错了？已经弄错一次了，怎么可能再错一次？我亲耳听见她喊定北侯夫人叫娘。魏大姑娘不是在佛光寺出事，滚落山下尸骨无存了吗？怎么会掉到距离京都那么远的山崖下？是苏二姑娘还好些，是魏大姑娘就麻烦了。也有不是非要娶她不可。谁这么手欠，砸咱们窗户？喜儿生气地过去开窗户。姑娘，是她。见过魏大姑娘。不是留了药方给你家主子吗？还来找我做什么？姑娘留的药方我们之前没发现，进了水字迹模糊不清，我来找姑娘再要一份。哦，再要一份？赵烈点头。镇南王府把亲事退了再说。赵烈错愕，还欲说话，明媛哐当一声把窗户给关上了。哼，没了药方，还怕你们不退亲？走到屏风处，就听丫鬟禀告：太太，这2日你不在府里，老太太和二太太他们逼侯爷过继，府里炒成一锅粥了，侯爷快挺不住了。你先回去，告诉侯爷，我明儿一早就回府。夫人，
人走之前叮嘱奴婢，姑娘给老夫人写了药方就可以回侯府了。若是姑娘舍不得老夫人，想多住几日也行，缺了什么了就告诉舅太太。屋子里几位太太都在。明媛坐到床边帮苏老夫人把脉。苏二太太惊讶道：不是只记得药方吗？把脉也学会了？娘，表妹也是慎重起见，她原就不怎么懂医术，全靠记忆，大家一说话吵着她就更不会了。苏阳看了明媛一眼，将药方递给赵院正过目。赵院正看了半天，一言不发。这药方莫不是有问题？这药方不止医治老夫人的寒热之症，还帮老夫人调理身子，医治一些陈年旧疾呀。明媛不是说药方是医书上的？苏老太爷望着明媛，眼神有些复杂。媛儿医术高超，是否能让她去帮镇南王世子看看？只要医治好世子，这桩亲事就可有可无了。可她一个大家闺秀，明媛只是手腕疼，才让表妹代写药方，却不想连累了她。我这就去镇南王府，试着帮镇南王世子解毒，帮表妹把亲事退了。这事错不在你，你一个大家闺秀，怎么能去镇南王府给人治病呢？苏老太爷疼她，明媛知道，但祸因她而起，她就该负责灭了。这个镇南王世子真讨厌，信也送了，也让暗卫给他传了话，为什么就是不来退亲呢？亲事退了，皆大欢喜不好吗？一旦送上门，可就落了下场了。表哥，借一套男装给我。你真打算去镇南王府？我陪你一起去。朴姑娘，镇南王府派人来了，肯定是来退亲的。去看看。话音一落，一阵轮椅的滚动声传来。怎么不说话？世子爷，魏姑娘一袭男装，回王府。赵峰怔住，执意要来的是世子爷，见到人了，药方不要转身就走的也是世子爷，这是要闹哪样啊？眼睛看不见，性子更喜怒无常了。世子爷，咱们是来求药方的。等魏姑娘亲自送到王府去。你给我站住！我是该喊你苏姑娘还是魏姑娘啊？您就是叫我一声姨，我也担得起。你拿什么当得起？不大灵光的脑袋？你脑袋才不灵光，你也就18岁，姑奶奶前世都29了，受不起你一声姨吗？去打听一下，镇南王府的人登门是不是退亲？是来退亲的。喜儿就望着明媛了，知道了他就不用去了吧？还不快去！喜儿撒丫子就跑，这么明显的不信任，赵峰很无奈。我有什么事惹到你，要这么瞪我？明媛怔了下，抬手在他跟前晃，确定他是真的看不见，才开口。在崖底我好歹救了你，你至于恩将仇报吗？出了悬崖，在驿站说救命之恩两清的，可是姑娘你啊。我说过这句话吗？你肯定是记错了。外界传闻魏姑娘落水，脑袋不甚灵光，说过的话不记得也很正常。找一个脑袋不大灵光的人治病，楚世子的脑袋是秀逗了吗？能不能两清，姑娘心里有数。明媛气羞羞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他回屋后坐在书桌前，这样干坐着也实在是无趣，就提笔沾墨将药方写下。刚刚写完，喜儿就屁颠颠跑回来了。姑娘，姑娘，二表姑娘和镇南王世子的亲事退了。算他说话算话，把药方递给了他。亲事怎么退的？镇南王府的暗卫，就是昨儿来的那一个，说算命先生的话，他们家世子爷心情不好，会错意了，不是二表姑娘，特来退亲。你到底想做什么？啊？姑娘不是承诺亲事退了就会给药方的吗？怎么又生气了？真聪明。知道我聪明，就该知道我不会轻易把药方给你。魏姑娘在药方里动了手脚。回王府。
本世子恭贺姑娘大驾。混蛋！姑娘，出什么事儿了？他和二姑娘的亲事事退了，可他还留了后手，继续威逼我。他是属狐狸的吧？那药方也给他了，他没有必要再威逼姑娘了呀。人家还指着你给他治腿呢。镇南王府退亲的事，表妹知道了吗？苏阳都知道了，那整个侯府应该都收到消息了。苏黎不用嫁了，苏家没有婚配的姑娘们可就人人自危了。喜儿已经告诉我了，走吧，只要医治好镇南王世子，就不会再登门求亲了。哎呀，苏三少爷，里面请。啊，姑娘，这可是镇南王府啊，是京都最权势的王府了，连皇上的胞弟靖王爷都要靠护的。啊，真是太威严了。去的凑巧，楚墨尘正在挨训斥呢。父王挑的，我不喜欢。王妃，苏家三少爷带了大夫来给世子爷治病。快请。这位大夫是？唤他一声明公子即可。不愧是大夫啊，明公子的手比丫鬟的还要柔软几分啊。等明媛收了手，镇南王妃才问楚墨尘病情如何。王妃多虑了，世子手里有良方，继续服用，不出几日就能看见了。那药方世子爷才服用了一回，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明公子说有效，就应该是真的有效了。眼睛能治好，镇南王妃松了一口气，又问明媛断了腿能不能站起来。先端盆水来给他洗一洗脚。去端水来，其他人都出去。母妃，你也出去。很快丫鬟就端了水来，楚墨尘让丫鬟退下，看向明媛。水端来了，你帮我洗脚。你倒是真敢想，你怎么不叫我帮你洗澡啊？你真要伺候我洗澡？那我让丫鬟准备洗澡水了。还看不看腿了？不看我走了。赵峰默默蹲下帮世子爷洗脚，一会儿带走。姑娘，咱们是来给镇南王府世子治病的，病还没治就先打劫了，这不太好吧？明媛伸手又指了几个，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打包带走。才几个就下气了？你要住这里，整个沉香轩都给你。楚世子出手阔绰，那我就不客气了。楚墨尘把脚架在他腿上，明媛帮他把固定的脚架给拆了。楚墨尘伸出手就碰到明媛的斗笠，笑了一声，然后把手伸进来。你属狗的呀？谁让你乱摸的？看不见你长什么样子，还不许摸两下了？你懂不懂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你还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给我老实点，到时候骨头错了位，吃苦头的是你。还好，骨头没有错位。于是又原样给他固定好。赵峰见了很是疑惑。就这样？我手腕受伤了，暂时没法给他施针，10天后再去找我吧。还有，不要再找苏家的麻烦了，不然就一辈子坐轮椅吧。你要不骗我，我不会和苏二姑娘定亲。那我也没让你娶我。楚墨尘摆手，赵峰就退出去了。明媛见了蹙眉，在悬崖底下你对我上下其手，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吗？你还讲不讲道理了？我那是给你擦汗。本世子孤陋寡闻，没见过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给人擦汗的。谁对你霸王硬上弓了？是没有，但晚2天出悬崖，本世子就清白不保了。忍无可忍，明媛伸脚踢了。哎，姑娘，这可不能踢呀！喜儿突然抱住脚，明媛身子站不住，直接往前栽去，一头撞在了轮椅上，晕了过去。姑娘，公子，你醒醒呀！他喊得大声，外面赵峰和走过来的镇南王妃都吓住了，赶紧进屋来。快把他扶床上去，叫太医来。
怎么回事？不是给人治病吗？怎么会晕过去？地上有水，我家公子一不小心滑了一跤。丫鬟正准备去请太医，苏阳急忙开口：“不用了，我带他恢复。”人在我屋子里晕的，人没醒过来，哪儿都不许去，都出去吧。赵峰过来请镇南王妃和苏阳出去，只留下喜儿在床边看着。你不要碰我家姑娘的额头。这是什么？是假伤吧？这样能骗谁呀？不这样，老太爷不让姑娘来王府呀。我怎么晕了？喜儿哭着认错。明媛起身看着楚墨尘：“我没撞伤你吧？”“没有。”“我还是给你把个脉吧。”“也好。”直到觉察嘴里有血腥味儿，明媛才把嘴松开，抬脚就走。明大夫醒了，晨儿他……关于腿疾，我已经叮嘱过世子了，王妃大可放心。告辞了。出了王府，赵烈就带人拎了2大箱子过来。这是明公子要的枕巾。敢点晕他，给再多的枕巾也不稀罕。下回没有下回了，以后姑娘就是一脚踢死镇南王世子，奴婢甘愿陪姑娘一起死。认错的态度倒是挺好，就是不知道真闹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誓言？姑娘，侯爷，侯爷好好的进药部做什么呀？他不是最不喜欢药的味道了吗？难道受伤了？停车！怎么了？没事儿，我要买几味药。表哥有事就先回府吧。我在一旁铺子看看，你们走的时候喊我一声。公子是要抓药吗？我抓几味药。公子稍等，我进后院去。一点好转都没有吗？没有。侯爷别急，总能治好的。我从医书上新找到一药方，侯爷吃几副药看看。难道父亲真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定北侯没有发现他们，迈步就走了。老规矩。可否进内堂说话？公子要和我说什么？方才那可是定北侯。周大夫眉头一皱，眸光带了几分警惕。定北侯为了救皇上伤了身子的事儿，人尽皆知，并非是什么秘密。周大夫还怕我害定北侯不成？我开的是药方，是否存了害人之心，周大夫一看便知。明媛开完方子，周大夫便主动说起定北侯的病症。公子可能医治啊？我开张方子，配合施针，有70%把握能治好的。公子医术之高，为何不直接去定北侯府啊？我此行并非专程报恩，还有别的事。既然碰到了，又想起来，就不能当作没看见。报恩在心，周大夫代为医治也是一样的。那边小伙计早把药材抓好了。8两银子。药材钱不用收了。可要四处逛逛？下次吧，外祖父他们指不定等着我回府问话呢。哎呦，怎么肿了？不小心撞了下，抹点药就好了。表妹累了，让她先回去歇着吧。走了好一会儿后，苏阳追了出来。方才挑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表妹心意。表哥不是才送过我银针吗？那不算。那边丫鬟来传苏阳，他就去见苏老太爷了。快打开看看，表少爷送给姑娘什么礼物呀？好漂亮的簪子啊！又让表哥破费了，礼尚往来，改日我也得送他些什么才好。我把衣裳洗干净，就给表少爷送去。还送什么？这么小的锦袍，表哥早穿不上了，留着吧，指不定哪天我们还出去玩呢。明媛在书房内练字，就被苏曼和苏瑶一人一条胳膊拉着去假山处偷听苏黎和周燕说话。你给我握紧了！苏黎满脸羞红，跺着脚捂着脸跑开了。乐极难免生悲，苏黎跑太快，踩到裙摆把脚给崴了。他们偷听的事就瞒不住了。府里的同龄女眷都在罚抄，明媛就没人陪着玩了。
在屋子提笔写画画。姑娘画的是颜真吗？表少爷不是送了一幅给姑娘吗？这是金针。金子是软的呀，怎么扎人？只有90%是黄金。表姑娘，三少爷要去清雅轩，问你去不去？清雅轩不是关门了吗？明媛懂苏阳的意思，他让喜儿带上男装，就直奔外院了。然而他还真误会苏阳的意思了。表妹，你怎么换男装了？没事儿，男装去哪儿都方便。以后出门带块纱巾就可以了，不必如此。三少爷来了。那些陶瓷字烧得如何了？这些天没日没夜的烧制，常用的字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这样弄可以印刷，而且速度很快。只是陶瓷毕竟是烧着的，很难做得一般大小，有时候它印起来会有些晃动，字体也会模糊。表妹可有好的解决办法？固定住就可以了呀。如何固定？如果用小木头卡住，终不是长久之计。就这事儿，要我跑一趟，直接问我不就好了吗？用松脂活蜡试试。是直接回府，还是去街上逛逛？苏瑶表妹他们帮我罚抄，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表哥帮我挑件礼物当做答谢吧。祖母压根就没打算罚你，要不是你在，他们两个受罚更重。要不是我，他们估计都不用挨罚。苏兄，你可真叫我好找。七兄找我有事？苏兄，我去苏家找你。小厮说你陪表妹出府了，你府上的小厮什么时候也会撒谎了？这是我的远房表弟，我带他来上街逛逛。表妹她身子不适，方才提前回府了。在下齐征。我叫袁明。姑娘叫袁明，那我岂不是要叫二喜了？一点都不好听，像儿戏似的。介绍过后，男子拉着苏阳就走，苏阳不去。你我好歹兄弟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表哥，你随齐少爷去吧，我带小厮在街上逛逛。你一个人逛街，我不放心。表少爷，我不是人啊！袁兄也一起吧，就在前头不远。七兄快松手，我表弟手腕有伤。没事，表哥是太紧张了。没事就好，先救命吧。一会儿要杀要剐，我都悉听尊便。急到这种程度，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这是出了什么事？把你们都叫来了。齐兄和孟兄去找孟老先生，不小心打翻了灯烛，将桌案上的画作给烧了。就算火扑灭的及时，也还是烧得面目全非。你也知道孟老先生的脾气，要叫他知道齐兄和孟兄闯下这么大祸，他肯定会不留情面，要常山将他们逐出学院。孟兄在书院和孟老先生周旋，齐兄则拿着被烧掉的画作找我们赶紧再补一份，可其中有2份不知道是谁的。苏兄画技高超，临摹的足以以假乱真。以临摹代替真迹，瞒不过孟老先生。画作所彩教的，孟老先生还没看过。画作在哪儿？这边。临摹可以，可这题词……这事方才我们都想过，字迹可以模仿常山和孟老先生的。常山的字苍劲又不失飘逸，书院的学生最爱他的字。孟老先生的字洒脱浑然天成，都是最不容易叫人起疑的。我是不帮忙不成了。提什么？苏兄帮人帮到底，帮忙想个。齐征眼睛扫了一圈，然后望着明媛了。袁兄一看就才华横溢，你看提什么词比较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如何？就这句，不能再合适了。这句诗很好，就是太大气了些。你确定是书院里的同窗做出来的？有没有低调一点的？没有了，能流传下来的诗句都是千古名句，怎么可能低调？就这句吧，到时候孟老先生夸赞几句，人家一高兴，指不定就不戳破了。方才帮了忙，被齐征盯上了，他的眼神太过炙热，明媛颇不适应，借口净手出了门。听说镇南王世子眼疾一直没有好转，一定要冲洗不可。
是这么说的，本来呢都挑中了苏家二姑娘了，只是不知怎么的又把亲事给退了。镇南王世子双目失明，腿还断了一只，苏家姑娘嫁给他实在是太委屈了些。现在这亲事退了，又非冲喜不可，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要倒霉了。听说啊，镇南王府相中了。声音越说越小，明媛就走过去，想知道楚墨尘打算祸害谁了。结果靠近了，背后的屋内有声音传来：他还真是命大，摔下山崖都摔不死他。双目失明，还断了腿，生不如死，比直接摔死不更惨吗？真要说命大，应该非定北侯府嫡女莫属啊！她可是……不要提她！让开，快让开！喜儿见了，手猛地把明媛往前一推，要不是他还算动作灵敏，真的要直接摔进屋了。真倒霉！还不快滚！喜儿看见屋子里的人，脸白了几分，把明媛拽着走了。屋子里的人你认识？不认识。屋内，苏阳把仙鹤图临摹好了，就差题词了。表弟可有好的题词？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长移白雪消。哇，你这表弟也太厉害了点吧！回府了。不吃饭了，我请客。下回吧。苏阳出了门，明媛紧随其后。可是苏阳走了几步就转身回头了。苏三少爷，这是躲着我呢，还是躲着四皇子？怎么会呢？我只是有东西落在屋子里，回去取。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四皇子。见过四皇子，见过荣王世子。明媛跟在后头作揖。荣王世子眸光从苏阳身上挪开，望着明媛。你是苏家的人？是我的远房表弟。方才冲撞了贵人，失礼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他方才摔进屋了，扰了我和四皇子用饭的兴。苏阳替明媛赔不是。没认出来就好。难道四皇子以前都没见过我？当然见过了，侯爷和老太太过寿，四皇子都是亲自送贺礼来侯府的，不止见过姑娘，还和姑娘说过话呢。那怎么会不认得我？姑娘羞涩的不敢看四皇子，一直低着头。四皇子可能只认得姑娘的后脑勺，不认得脸吧。喜儿，姑娘，怎么办？李妈妈和珊瑚姐姐在外面呢，咱们可怎么出去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怎么不是娘亲派人来接我？老太太本就不喜欢我，还被她的人撞了个正着，天要亡我！大姑娘，请下马车吧。死就死吧，与其躲着，不如大方出去，好歹死得有尊严一点。大姑娘你。表妹怎么没有把女装换回来？老太太让我接大姑娘回府。容表妹先进府换身衣裳吧。奴婢在苏家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再耽搁下去，老太太该动怒了。听李妈妈这话，就知道不会替我隐瞒。那我穿男装回去，还是穿女装，又有什么区别？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砍就砍吧。表哥，我先回去了，告诉外祖父和舅舅，等我手腕好了再来苏家。姑娘，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呀？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李妈妈那张脸摆明了油盐不进，怕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老太太就算再不喜欢我，也不至于将我打死打残了。老太太是不会对姑娘太狠，可我一个小丫鬟就未必了呀。12级景侯，倒霉的都是我们这些丫鬟。这辈子跟念姑娘了，要是老太太要卖我，我宁愿一头撞死。这还没见着老太太呢，怎么觉得她已经被卖了？哭得这么凶残，只要哭一路，她脑袋还转得起来吗？你要再哭，不等老太太卖你，我先把你卖了。
喜儿哭声一收，挂着修长睫毛上的泪珠颤抖着，欲落不落。明媛见了都服她。好了，别哭了，我不会让人卖了你的。真的，比珍珠还真。元儿，你怎么穿成这样？娘，我这样穿不好看吗？还不快跪下认错！认错可以，跪下认错那是不可能的。苏家自诩势力传家，赞迎士族，这就是苏家的礼仪。是我自己要这么穿的，和苏家无关。和苏家无关？哼，你倒是孝顺，替苏家摘了个干净。你是住在苏家，不是住在大街上。身后屏风处有环佩叮当的声音传来，四姑娘魏明启、五姑娘魏明一，还有表姑娘谢婉华走进来。见老太太铁青的脸色，几人脚步都放慢了一些，没敢上前，在一旁站着。元儿，告诉娘，你为什么穿男装？那天娘一早回了侯府，我知道是为了长房过继子嗣的事儿，我更知道大哥失踪是您和爹爹还有祖母心底的痛。以前明媛不懂事，现在明媛恢复了，也想尽一份力。喜儿告诉我说，道士给我算过，将来我会把大哥找回来。可我是女儿身，平常上街都不容易，又怎么敢随便在街上和外男说话？我把这事儿和外祖父一说，他说曾在书上看到过这种情形。我和大哥是异母同胞，或许是兄妹之间有所感应。我要女扮男装，外祖父不同意，我央求了表哥好久，他心疼娘，心疼我，又受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才拿了一套男装给我。本来是打算换了再回苏家的，只是街上买的唐人绒袜粘在了裙子上没法换，下马车就被李妈妈堵了个正着。不会大表哥将来真的是大表姐找回来的吧？娘就知道元儿不会无缘无故穿男装，苏家更不会如此不讲规矩。娘，你不是让我在苏家陪外祖母吗？祖母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老天爷保佑，苏家列祖列宗保佑，不仅你平安回来，你爹还遇到了神医，他的陈年旧疾能治好了。明儿你祖母要去佛光寺还愿，让你一起去，顺带再给你算算命。还愿是好事儿，说明所求愿望实现了。可他是在佛光寺失踪的呀，难道他们就不知道避讳吗？还让他去？那我穿男装去。在菩萨跟前，谁敢弄虚作假？娘相信你大哥会找回来的，快回去把这身衣裳换了。老太太居然没罚姑娘，你很希望我挨罚？喜儿摇头如拨浪鼓，她当然不希望姑娘挨罚了。姑娘都挨罚了，身为丫鬟的她只会受罚更重。姑娘没事儿，姑娘当然没事了。周妈妈担心姑娘挨罚，让奴婢过来看看，姑娘没事就好。老太太让我去佛光寺算命是怎么回事？早年夫人给姑娘算过，姑娘命里有一劫，熬过去就好了。夫人以为那一劫是指姑娘落水，现在看来是指姑娘失踪坠崖。姑娘失踪回来，苏老夫人一脚踏进鬼门关，还活了回来。侯爷10几年旧疾有了好转，长房不用再过继子嗣，侯府也不用争来抢去了，皆大欢喜。夫人认定算命的话准，坚信姑娘能将大少爷找回来。但是二太太他们不信，这不就找借口还愿，让姑娘再算一回。辛苦你再跑一趟苏家，告诉表少爷我没事儿，再把我留在苏家的东西都拿回来。另外，让表少爷给我找几本医书，一并带回来。奴婢换了衣裳就去。满满3大箱子，2箱子药材和食药，剩下1箱子是书。明媛拿了书，信手翻开，看了几页，眉头就拧了。这医书记载有误啊！这肯定是重要的东西。明媛把医书放下，把绸缎打开，结果大失所望。
哪里是怎么重要东西，只是几本字帖而已。哦，表少爷肯定是觉得姑娘的字难看，要好好练练。姑娘快起来吧，老太太信佛，她去佛光寺祈福还愿，都是早早的就去的。几位姑娘指不定早就起了，姑娘慢了，老太太会不高兴的。傻丫头，我就是第一个到，也不见得老太太就会高兴。苏轼和二太太他们都早到了，正询问大厨房准备的怎么样。明媛往左边望去，只见那边大槐树下站着一姑娘，身后还跟着个丫鬟。那边站的是谁？是二姑娘和她的丫鬟四儿啊。二姑娘在和姑娘你打招呼呢，你怎么不应一声？二姑娘怎么不用去？唉，二姑娘小时候高烧哑巴了，二太太不许她出门，没客人来的时候还能在内院转转，有客人来啊，连院门都不许她出。这侯府也忒邪门了吧？喜儿说侯府和睦，可屋里大少爷失踪，我这个半傻子还坠崖，二姑娘又失语，要我说分明是龙潭虎穴嘛。老太太握着签筒摇啊摇，从里头跳出一支签来。是中上签呢，39。王妈妈去取了签文来给老太太过目，也不知道签文写了些什么，反正老太太并不高兴，脸上没有了来时的笑容，也没有让人解签。你当真不打算让明媛嫁给四皇子做侧妃？妍儿不同意，我不想勉强她。那让明媛就这姻缘签吧。也好。明媛就跪下，学着老太太的样子摇啊摇，跳出一支签来，下签。先看看签文吧，或许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呢。喜儿将明媛扶起来，那边传来哎呦一声，丫鬟和一姑娘撞上了。明媛刚反应过来，那边被撞的姑娘笑了。我以为我的签够差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差的。差成什么样啊？他这签啊，可是克夫呢，1年之内不能嫁人，否则进门啊，夫家必遭横祸。别人的签怎么到你手里了？方才撞了下，可能拿错签了。春兰，把签还回去。欣然是定北侯府大姑娘，传闻中失踪许久，由胞妹待嫁，与四皇子妃身份失之交臂的魏大姑娘，连个签文都拿不好。丫鬟缩着脖子跪下认错。真有这么倒霉？她望向签筒，却无意触及小和尚的眸光。这小和尚似乎有些心虚啊，莫非这签有问题？明媛用眼角余光瞥了二太太一眼，就迈步上前，伸手去拿签筒，被小和尚拦下了。姑娘，你……我看看有多少支下签，我随便一抽就抽到了。明媛，你不要为难人家小师傅，这么多人看着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怀疑佛光寺的签不准。二婶这是做什么？二弟妹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时辰不早了，先用斋饭吧，这里人多，不适合谈话。老太太冷了脸，转身就走。二弟妹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嫂，明媛失踪，宫里逼嫁，是我进宫劝的孙贵妃。现在明媛回来了，孙贵妃责问我，我能怎么办？她要明媛嫁给四皇子做侧妃，你和明媛都不同意，还口口声声说明媛命好。我明里暗里压了几回，大嫂没想过为什么，还生我的气。这些话一旦传到孙贵妃耳朵里，会放过明媛吗？这么好的福气，哪怕娶回去放在后院镇宅子也好。我只能出此下策，没有事先和你说，是怕走漏风声。我更没想到明媛病愈后变得这么机灵，竟然察觉了。时间仓促，我只让丫鬟来了一趟，把原委说清楚。签文的事我也不懂，佛光寺愿意帮忙，我就谢天谢地了。大嫂，说明媛克夫的事，我实在不知情。方才我让明媛抽签之时，我还问你
愿不愿意让明媛嫁给四皇子做侧妃？你说不愿意，小和尚才把签筒拿给明媛的。我没有骗你，我更没料到会这么凑巧，签文拿错了。明媛克父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这里是佛光寺，菩萨眼皮子底下，果然不能做一点假。1年后大白于天下，不影响明媛嫁人。这1年，我想也没人敢登门求娶明媛。有些事做之前，你要说清楚，就是怪你，你也不冤。是我疏忽了，老太太教训的是。二婶这么关心明媛，明媛实在无以为报。一会儿明媛一定诚心替二妹妹祈福，明媛能恢复，相信二妹妹也一样。二婶擅作主张，你不怪二婶，二婶就高兴了。老太太，有位小师傅来找大姑娘。让小师傅进来。今日之事虽是贵府所求，但小施主蒙在鼓里，不知情，现事情闹大，有损小施主名声。方才住持已经禀告慧行大师，慧行大师请姑娘去，他亲自给姑娘算命，算作对姑娘的补偿。托二婶的鸿福，明媛才能因祸得福。哪里，本就是你福气好。为了给小施主作证，慧行大师破例准许1人跟去。见过慧行大师。呵呵，是苏老夫人，请坐。一晃眼，当年抱在怀里的婴儿都长这么大了。老和尚这话说的，怎么听着像是见过我似的？是啊，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当年要不是慧行大师出手相助，媛儿哪能活到今日呢？夫人，老太太和大姑娘回来了。慧行大师都说什么了？明媛不说话，难道他要说慧行大师说他喜事将近吗？他问近到什么程度，好歹有个心理准备。慧行大师笑道：呵呵，姑娘觉得哪一天才算近呢？明后天。那就明后天。还不容他多问，就被轰出来了，留下老太太在屋子里。天知道慧行大师和老太太说了些什么。不能告诉娘吗？不是女儿不告诉娘，而是慧行大师只和祖母说了，没告诉我。摆斋饭吧。慧行大师有没有说大少爷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老太太眉头皱了一皱。出了禅房，魏明一就忍不住问道：大姐姐，慧行大师一句话都没和你说吗？唉，我比你们更想知道。外祖母心情那么好，慧行大师说的肯定是好事。好事还分很多种呢。我去那边逛逛。大姐姐怎么存心逼看我们啊？我们都这么好奇了，何况是大姐姐自己？咱们说多了，她觉得烦了呗。哎，难得来一趟，去集市看看。那似痛苦似欢愉的声音，明媛怔了下就反应过来了。身边喜儿眼珠子咕噜噜转着，东张西望。姑娘，你听是什么声音啊？傻丫头，这还不明显吗？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1个月才一回，你可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得有多心急呀？哼，你好坏呀，明知道还要我说。你们是谁？能怎么办呢？只能撒丫子跑。不要回头。远远地看见一穿戴精美的姑娘和丫鬟走过来，明媛决定赌一把。帮帮忙。那姑娘还没反应过来，明媛已经拉着喜儿躲到假山后了。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和丫鬟跑过去？喜儿吓得脸都白了。看见了，往那边跑了。你为什么要躲小厮啊？这姑娘不止容貌天真，心思也单纯，走到哪儿小厮就跟到哪儿，实在厌烦。多亏姑娘相助，我才把这2条尾巴给甩掉。姑娘相助之恩，他日一定报答。他先找到马车，把里面备用的裙裳换了。那奴婢怎么办？衣裳换不了的话，
换个发髻。下了马车，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两小厮东张西望，显然是在找人。喜儿性子不及明媛，他回头望去，其中一小厮正好回头，四目相对，喜儿脑袋就死机了。小厮眉头皱着，喜儿反应过来明媛刚刚叮嘱告诉他的话。如果小厮对你投来怀疑的眼神，你朝他眨眼，朝他笑。一个被追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丫鬟，是不可能有这份从容的。这么做一定能打消小厮的疑心。喜儿决定照做，小眼一眨，小嘴一咧，那小厮就脸红脖子粗了。这丫鬟对我眉目传情啊！姑娘说的果然管用。大姑娘在这儿呢，时候不早了，老太太要回府了。我记得大姐姐来的时候不是这身打扮。方才在那边许愿池，裙摆不小心沾到水了，看着难受，就换了身裙裳。姑娘，到侯府了。娘，我的白玉镯不见了。好端端的，怎么会丢东西呢？只是白玉镯丢了，其他东西都在，就是娘给我的白玉镯不见了。是不是记错了？如果是贼，不可能只偷白玉镯，其他的东西还给你留着。这白玉镯是奴婢亲手放在首饰盒里的，错不了。那可真是奇怪了。出什么事了？明一的白玉镯放在马车里不见了。先进府再说吧，不少人看着呢。我看还是先查清楚再进府吧。既然只丢了白玉镯，应该就不是外贼，指不定是哪个丫鬟长了一双长手摸了去。问问车夫都有谁靠近马车了，等进了府可就不好查了。这几位姑娘下了马车后没人靠近啊，这除了大姑娘和喜儿进去换了趟衣裳。这是怀疑元儿偷了。大嫂这么生气做什么？车夫也只是据实禀报，没人说什么。明媛要是确定没有，让人搜一搜，证明了清白，也就把人的嘴给堵上了，不是？先搜身吧。不是要搜吗？让你们搜个彻底。在大门口闹起来，成何体统？我没有做过的事儿，又何惧流言？你来搜。被点了名，戴帽看了老太太一眼，老太太皱紧的眉头松开，轻点了下头。没有。身上没有，还有马车呢。明媛的东西不多，只一包袱，随手翻了两下，就倒抽吸了一口冷气。白玉镯还真在她衣裳里。衣裳是我装包袱里的，我没有碰过五姑娘的首饰盒。这是有人要故意整我。说好的侯府和睦，姐妹情深，互帮互助呢？大姐姐，你要是喜欢我的白玉镯，你直说，我不会不送你。你何必？玉镯就算在我包袱里找到了，就一定能证明是我和丫鬟偷的吗？谁看到了？马车里来去都只坐了我们3个，难道是我塞进去栽赃你的吗？那可未必。既然白玉镯出现在我的包袱里，总有人动了手脚。你确定除了我，没有人再进过马车吗？期间都没有离开过？离开过小伙儿，不过马车里放着太太和姑娘们的东西，马车软轿是不离人的。明媛走到包袱处，拿起玉镯，拂身清秀。元儿，你在做什么？娘，这玉镯上有芝麻膏香呢。戴帽拿了白玉镯闻了闻后，又嗅明媛和喜儿的手。老太太，白玉镯上有芝麻香，大姑娘和喜儿手上没有。五妹妹爱干净，我不信她的玉镯上会沾着芝麻膏，也不信丫鬟会这么马虎。我和喜儿都没有吃芝麻膏，手上自然没有芝麻香。那白玉镯上的芝麻香又是从何处来的？一定是内贼的。给我挨个的闻，看看谁手上有芝麻香。我们几个吃了糕点。吃糕点的丫鬟不少，想从他们几个中问出下手之人，只怕不容易。这白玉镯和我还真是有缘，被人塞到我包袱里。五妹妹又说我喜欢就送给我，这么剔透的羊脂玉镯，我怎么会不喜欢呢？谢五妹妹慷慨大方了。那是娘给我的。五妹妹这是舍不得了？这么多丫鬟手上都带了芝麻香，
个个都喊冤，还都有不在场证据。今儿要不是我还算机灵，这偷窃的罪名只怕是摘不下来了。平白被人污蔑一通，手足姐妹也没一个信我的，这口气我还真忍不下来。我也不强夺人所好，3天之内找出栽赃之人，这玉镯我原样奉还。那要是找不到呢？自然就归我了。这样对我妹妹太不公平了。果然是姐妹情深，互帮互助，只是帮的不是我而已，那就不能怪我不懂事了。3天时间都查不出栽赃之人，你们就这么小看侯府？娘，这事你就别插手了，不然查不出来，倒成你为了帮我妹下四妹妹的玉镯不尽力，让4婶和2婶查吧。也好，就辛苦2弟妹和4弟妹了。老太太，魏国公府大太太来了。快请进。魏国公府就是孙贵妃的娘家，四皇子的外祖家。这是怎么了？不会是明柔出什么事了吧？出什么事？定北侯夫人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还问你做什么？今儿去佛光寺还愿，刚刚才回府，明柔出什么事了？今儿早朝，好几位御史在朝堂上提到府上大姑娘，说起皇上将她赐婚给4皇子的事，圣旨赐婚。之前她失踪，不得已才让3姑娘待嫁，如今回府也有些时日了，这桩亲事也该有个说法。圣旨赐婚白纸黑字，让4皇子择日迎娶她进门。做侧妃？是正妃。明媛怎么可能做正妃？那我的明柔呢？明媛望向2太太，不懂她这么激动做什么。许是知道自己太过激了，2太太声音缓了几分。这样做对明柔太不公平了，我定北侯府的女儿不给人做妾。要真这样做了，那我当初进宫找贵妃娘娘，岂不是做错了？这事把贵妃给气坏了，知道定北侯夫人身子不适，就没有宣你进宫问话，让我专程跑一趟，问问府上这么做到底何意。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初大姑娘出事儿，3姑娘替她上了花轿，如今大姑娘回来，就要让她退位让贤。虽然都是侯府女儿，但做人做事总要凭良心吧。孙大太太觉得是我定北侯府要求御史台上奏的？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了，柔儿和媛儿都是我亲生骨肉，我一样疼，怎么会委屈柔儿？媛儿知道柔儿和4皇子间谍情深，觉得他失踪，柔儿替嫁是他的缘分，不愿意掺和到他们中间去。我做娘的还会硬塞不成？贵妃问过御史台，说是有人打了招呼，贵妃一再逼问，也只问出是皇上信任的人，他们得罪不起。皇上最信任的不是定北侯，又是何人？虽然侯爷是皇上信任的人，但要说最信任，倒也未必。难道侯爷还能越过镇南王吗？绝对是楚墨尘搞鬼的，好一招以退为进。去把侯爷找来。听说大姑娘好了，此事当真？老太太看向他，明媛就上前几步，俯身给魏国公府大太太见礼。大姑娘和上回见的确大不相同，方才瞧见了，只觉得有些眼熟，没敢多想。看来是真的好了。这么急叫我来，出什么事儿了？是你让御史提起明媛和4皇子亲事的。我好端端的提起这事做什么？不是侯爷。确实不是我。那会是谁呢？难道是2皇子？啊，不是府上我就放心了。但御史说的也不错，虽然3姑娘替嫁了，但这圣旨上写的毕竟是大姑娘。这真算起来，
当初侯府有欺君之嫌了。贵妃的意思是，定亲这么多年一直相安无事，成亲前就出了意外，三姑娘替嫁完，大姑娘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实在是有缘无分。这硬凑到一起，难保还会出什么事儿。如果大姑娘执意要嫁，她不会委屈四皇子妃，只能委屈大姑娘做侧妃了。这事柔儿与我说过，侯府女儿不与人做妾。元儿虽然恢复了，但要学的还有很多。她也不愿意掺和到四皇子和柔儿之间，让姐妹之情蒙上一层隔阂。我和侯爷也不愿意她们姐妹共侍一夫。这亲事就此作罢吧。侯爷是皇上最信任的人，这事由侯爷去和皇上说最合适。你真决定不嫁给四皇子了？真是亲爹亲娘，总担心我会后悔。别说是他现在还只是四皇子，就是皇上给我皇后之位，我都不会后悔。女儿和四皇子有缘无分，这桩亲事就此作罢吧。出什么事儿了？镇南王向侯爷提亲了。镇南王不是统帅三军吗？怎么性子这么急？难道还会有人抢我不成？侯爷答应了？还没有，侯爷深得皇上信任，不怕镇南王，所以还没有答应。姑娘不想嫁镇南王世子，要赶紧和侯爷说呀，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这事儿和定北侯说真的有用吗？我跟他说得着吗？解铃还需系铃人，得找镇南王世子才行。穿好衣裳便去长辉院。镇南王之前不是曾向苏家提亲吗？苏老太爷不都赞同了？不是我偏向外人，明远比苏二姑娘差远了3个字，二太太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大家都知道。明远怎么能和苏黎比？差着10万8千里呢。镇南王世子之前说要娶苏黎表妹，现在改要娶我，谁知道过几天又想娶谁了？指不定是五妹妹，又或者是四妹妹呢。明媛说的对，我们这边担忧不绝，指不定人家镇南王府早改主意了。镇南王府娶世子妃是为了冲喜，明媛克夫一事并未成亲，明天就能传到镇南王府了。我是为了反驳四太太他们才这么说的，不是说给爹爹娘亲听的。当初如果不是我送信，楚墨尘怎么可能会退亲？然后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能不能换个队友啊？这也太坑了，根本施展不开啊！姑娘，珊瑚姐姐来了。哎呀，肯定是姑娘没去长辉院请早安，老太太派她来问原因了。如喜儿所料，珊瑚就是奉老太太的命令来看明媛的。昨晚做了好几个噩梦，梦见镇南王世子双目失明，让我扶他。我一不小心把他扶进了莲花池里，吓得我半宿都没睡着，早上才眯眼。丫鬟没敢叫我，叫祖母担忧了，我这就起床去给他老人家请安。梦都是反的，大姑娘别太担忧了，没睡好就再接着睡会儿吧。奴婢回去禀告老太太一声，她不会怪你的。有劳珊瑚姐姐了。虽然珊瑚说让她再接着睡，但明媛睡不下，难得老太太对她改了态度，她自然要积极表现，争取拿下老太太。唉，昨儿啊，你说的那么宽，说的你爹你娘都松了口气，我还真当你想得开呢，没想到夜里竟然做噩梦啊。明媛是想得开啊，可是做梦的事根本控制不住。我从梦里惊醒，还想接着睡着，把镇南王世子从莲花池里捞出来，可是接不上了。你说他紧张吧，可这话有紧张的样子吗？那，坐下歇会儿吧。镇南王府要娶你的事，也不是你能做主的。你爹疼你，在皇上那里又说得上话，你也不用太担心。老太太，宫里派了马车来接大姑娘进宫了。不是吧？定北侯府我都还没摸熟呢，就要去皇宫溜圈了？宫里不比别处，要循规蹈矩，不能仗着皇上信任你爹，
就有恃无恐。明远谨记祖母教诲。进了皇宫后，又行了半刻钟，马车才停下。有小公公过来带路，领着明远往前。姑娘，你不要东张西望，这些东西我又看不惯。那边一女子走过来，明远朝她一笑，就从一旁过去了。哎，姑娘，你去哪儿？明远回头，那女子望着他。大姐姐真的将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这位就是替我嫁给四皇子的四皇子妃，我的胞妹魏明柔？妈呀，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啊？这可不能怪我认不出来。你怎么不提醒我一声？姑娘不是见过四皇子妃的画像吗？方才您脸上带着笑，我还以为您认出来了呢。谁知道……不止你，爹娘都给忘记了。往后多见几回就不会忘了。连四皇子也忘了？切，这是生怕我余情未了啊！我说的不够清楚吗？连爹娘都给忘了。四皇子就算是原本的魏明远，也才见过几回啊，早不知道忘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是你派人接我进宫的？不是我，是皇上。居然是皇上召见我！既然知道是皇上召见我，还来堵我，这是有事儿和我说。我知道大姐姐你倾慕四皇子，就算你忘记了，等见了也还会再喜欢上。当初我若是知道你还活着，绝不会替你上花轿。我知道你愿意成全我和四皇子，但你我是亲姐妹，不分彼此。我希望你也能嫁给四皇子。这么大度，我都不好意思了。把四皇子妃的位置让给我，你不觉得委屈吗？魏明柔脸色一僵，明媛悻悻一笑，得，想差了，人家只是想我做侧妃而已。大姑娘，你怎么能让四皇子妃把正妃之位让给你呢？你没规没矩的东西，掌嘴！他将明媛拉到一旁。一会儿见了皇上，你就说你愿意给四皇子做侧妃，有什么事咱们私下再说。我不愿意，我压根儿就不想嫁给四皇子，别说是侧妃了，就是正妃我都不稀罕，还私下再说，这是给我画大饼吗？我又不是你的亲姐姐，真当我好糊弄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执拗呢？你听我的不行吗？我是你的亲妹妹，我还能害你不成？你我一同去见皇上，只要你向皇上说你愿意将正妃之位让给我，我肯定很爽快地同意嫁给四皇子。就是不知道，你不是和我开玩笑。镇南王府求娶你的事，你应该听说了吧？镇南王世子坠崖，双目失明，腿还断了。太医院的太医都去看过了，束手无策。你嫁给镇南王世子，就是往火坑里头跳。皇上找你进宫，就是让你在四皇子侧妃和镇南王世子妃之间做个选择。我知道你心有不甘，可你张口就要四皇子妃的位置，贵妃不会同意的。这事要徐徐图之。你我是亲姐妹，我承诺你，你还不信我吗？你这是让我在四皇子和镇南王世子中间随便挑？这才是穿越女应该享受的待遇啊！只是四皇子眼神阴翳，镇南王世子难缠腹黑，都不是什么好货。我可不可以申请换几拨人？你要选四皇子。魏明柔提醒他，声音有些不容违逆。该选谁，我心里有数。御书房内有落子声，皇上和定北侯在下棋，明媛跟着见了礼。孙贵妃一边打量他，一边啧啧称赞：这双眼睛生的是漂亮又灵活，一看就是个聪明姑娘。不像定北侯，应该是随了夫人吧？这容貌、家世、气度，温柔娴静，又知书达理，给恒儿做侧妃够了。魏大姑娘是愿意嫁给四皇子，还是镇南王世子？臣女愿意嫁给镇南王世子。不愧是定北侯的女儿，够识大体。大姐姐，你要想清楚，镇南王世子他……我知道镇南王世子双目失明，还断了一只腿，
需要终日坐在轮椅上。选择嫁给他，我不是意气用事。当初镇南王府定下苏黎表妹，外祖父说了许多的话。镇南王功在社稷，镇南王世子若是死了，他就绝后了。外祖父也心疼表妹，但他应了亲事。我虽是外孙女，外祖父的教诲我也不敢忘。况且当日我出事失踪，三妹妹替我上了花轿，这是她和四皇子的缘分。我和四皇子既然有缘无分，就不应该再强求。我由衷的希望三妹妹和四皇子能举案齐眉，白首偕老。你确定想清楚了，要嫁给镇南王世子？明媛刚要点头，魏明柔跪下来道：皇上，大姐姐为了明柔才选择嫁给镇南王世子，明柔不想她将来会后悔，明柔更不愿一辈子活在愧疚中，明柔恳求您给她1天时间考虑。嗨，这小绿茶妹妹，别说1天了，就是给我1年时间，我也不会选择四皇子啊。如果真这么有诚意，为何不直接说把四皇子妃的位置让给我？真够假惺惺的。那朕就给你1天时间考虑清楚。谢皇上。出了御书房，稍稍走远了些。你是什么意思？我一再叮嘱让你选择嫁给四皇子了，你偏要和我作对不可吗？你果真有那么希望我嫁给四皇子？要不要我给你发誓，我是真心不希望你嫁给镇南王世子。明媛一把抓起魏明柔的手，转身朝御书房走，被魏明柔反拽住。你要做什么？你真心为我，我还能做什么？自然去御书房找皇上说我改主意了。我要嫁给四皇子做正妃，你心甘情愿地把正妃之位让给我，再让钦天监挑个吉日，越快嫁给四皇子越好，也省得你终日愧疚难安。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施舍我一个不需要的侧妃之位，我是不是还要对你、对孙贵妃感恩戴德才叫有良心？当日在佛光寺，但凡你还有一点良知，拿我当你的亲姐姐，你就不会痛下狠手。我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上天保佑。我没有告诉父亲和娘亲，是怕他们伤心，更怕我们姐妹为了争一个男人反目，叫人看了笑话。你还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和以前一样傻乎乎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费尽心思抢到手的四皇子妃的位置，我是有多傻才会相信你会让给我？大姐姐，你这话未免太伤人了。我好心好意替你上花轿，你还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要早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就是死也不会替你上花轿。声音未落，他就掩面跑走了。只是小小的诈吓一下，没想到他这么心虚，能怪谁呢？有这么心狠手辣的妹妹，谁又同情死在崖底的魏明媛？姑娘不去追他吗？我又不是四皇子，我去追他做什么？魏大姑娘，贵妃请你去御花园说话。明媛迈步往前，和一姑娘不期而遇。是你？没想到这么巧，昨天才在佛光寺见到他，还承他恩惠，没想到才过了1天就碰到他了。真巧，又见到你了。昨天谢谢你出手相助。那么点小忙，你都谢我2回了，是不是打算见我1回谢我1回？这姑娘性子好，我喜欢。青怡郡主，贵妃娘娘召见魏大姑娘，怕是等急了，奴婢先带她过去。你是定北侯府大姑娘？我不像吗？我只是想到昨儿佛光寺的传闻，方才我还聊到你呢。明媛克夫之名传开了，青怡郡主进宫，又得知四皇子和镇南王世子都抢着娶她的传闻，颇觉得有趣。明媛朝她扶了扶身，就跟着宫女往前了。她问喜儿：是谁府上的郡主？好像是穆王府郡主。这不是好像的事儿啊，万一弄错了，岂不尴尬？不知道贵妃娘娘叫我来是……听明柔说，你少时落过水，性子木讷，寡言少语，还没有读过什么书。知道我读书少，就不要和我卖关子了呀，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贵妃娘娘的话，明媛不明白。哪怕是只读过几本书，也该知道
这好女不是二夫的道理。这是怪我选择了镇南王世子，没有选他儿子。还好女不是二夫，我还好男人洁身自好，不沾花惹草，不三妻四妾呢。不懂。你既做了四皇子10几年的未婚妻，就不能再嫁给别人。未婚妻是妻，不是妾。你是想要四皇子妃的位置？明远此生宁死不做妾。你失踪的时候，是明柔替你上的花轿，嫁给的四皇子，这才免了定北侯府的罪责。现在你要明柔把四皇子妃的位置还给你，这样恩将仇报的做法，不是嫡妻该有的气度，你做不了四皇子妃。明柔的确比我更适合四皇子，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如果她嫁给旁人，她不会说什么，可为什么偏偏是镇南王世子？孙贵妃让明媛坐下。你不愿给人做妾的心，本宫也明白，但正妃是你的胞妹，本宫可以让你们平起平坐。贵妃娘娘的好意，明媛心领了。本宫劝不动你，希望明柔能让你改变主意。她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姐妹许久未见，好好说会儿话吧。她和魏明柔该说的都说了，没什么好谈的。不过她也的确有些口渴了。明媛端起茶，打算喝一口。我只是拒绝嫁给四皇子而已，就要我的命。神命在他们眼里就如同草芥吗？怎么不喝？这杯茶我不能喝。明柔替我上花轿，我应该向她道谢。她一心为我，我却注定要辜负她，理应向她赔罪。她是四皇子妃，没那么容易回门。这杯茶我敬她。说着，明媛把茶盏端起来，站了起来。你我是亲姐妹，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不必如此。喝下这杯茶，你只管安心做你的四皇子妃。将来我不论是嫁给镇南王世子，还是一辈子不嫁人，都与你无关，你不必心存愧疚。魏明柔心下一喜，伸手就要接茶盏。这时候，一宫女端着糕点走过来，不小心踩到裙摆，身子朝明媛扑过来。明媛手腕一斜，那盏茶往旁边一拨，溅了孙贵妃一身。肯定烫坏了，快传太医。茶水不烫，本宫没事，不需要请太医。真的没事吗？冒冒失失，拖下去，正则20大板。说完，孙贵妃就搭着宫女的手走了。孙贵妃好像很怕看太医似的。你看贵妃娘娘对你多好啊，你烫伤了她，她都没怪你，否则你家非挨一顿板子不可，你还非要嫁给镇南王世子。是啊，孙贵妃对我特别好，好的要不是我会医术，这条小命今天就交代在她手里了。这后宫果然不是人待的地方。时辰不早了，我该回府了。姑娘，你真是大胆呀，方才可吓死奴婢了。比起孙贵妃要我的命，这么反击都算是轻的了。都是些惹不起的人，敬而远之吧。明媛望着天际浮云，刚这样想，额头被什么东西砸了下，疼得她倒吸一口气。是金花生。土豪啊，居然拿金花生砸我！给我出来！是本皇子砸的，有本事你就上来呀！这熊孩子，砸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真不愧是皇家人。你给我下来！你叫本皇子下去，本皇子就要下去，本皇子的面子往哪里搁？姑娘，咱们快回府吧。喜儿，我头好晕啊，快给我请太医瞧瞧。没见过你这样的，居然敢威胁本皇子！我又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要砸我？那假山正对着凉亭，站在上头看得特别清楚。本皇子若是会唇语，你和孙贵妃说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故意泼孙贵妃茶水的事儿没瞒过她，能忍着没跳出来，看来不是孙贵妃亲生的。你砸我的事儿可没那么容易算了。本皇子是在威胁你呢，你听不出来吗？听出来了，
我在给你机会向我赔罪呢。你要我的金花生？他话还没说完，明远已经伸手把几粒金花生都拿了。算你认错态度好，我就不跟皇上告你的状了。明远走远了，熊孩子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他抬头，浩哥哥，你给我的金花生都被他给抢走了。你不是心甘情愿赏他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让孙贵妃吃瘪还忍了，她是唯一一个。可是我只想给她1颗金花生啊，现在都没了。大姑娘、四姑娘、五姑娘他们来了。大姐姐心可真大，府里府外都为你该选择嫁给谁焦头烂额，你这当事人反倒轻轻松松，该吃吃该睡睡。我3思之后做的决定，岂是别人劝劝就能更改的？我倒是想知道孙贵妃为什么不让我嫁给镇南王世子。大姐姐可知道孙贵妃胞妹是谁？我怎么知道孙贵妃胞妹是谁？其实你见过，昨天侧王妃还去佛光寺祈福了。2年前侧王世子还有镇南王府2少爷在边关惹了事，那时候镇南王才刚接手帅印没多久，没什么军威，恰逢他们惹事，就被镇南王用军法处决了。晋王世子是晋王妃唯一的儿子。镇南王真的连镇南王府的少爷也一起杀了？那可不是镇南王府的少爷，那是镇南王的嫡长子。杀子立威？魏明一几个重重的点头。明元怔住了。镇南王是杀子立威没错，但他对兵权却没有多少留恋。要不是他亲上战场，都没人知道他文韬武略样样精通。退敌之后，天下兵权尽在他手。可他班师回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帅印交给皇上。皇上硬塞，他才借了大景朝1/3的兵权。你想想，以孙贵妃和镇南王府的纠葛，怎么可能让你嫁给镇南王世子冲喜？镇南王世子死了，他才高兴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极力说服你嫁给4王子做侧妃的原因。你要真为了3姐姐好，就不要嫁给镇南王世子，否则孙贵妃会把对你的怒气都算在3姐姐头上。如果当初镇南王不杀子立威，镇主3军，到时候国将不国，他还能是高高在上的孙贵妃？镇南王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了，他反倒怪镇南王太狠心。他难道不知道什么叫慈不长兵，义不长财吗？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孙贵妃是不是真这样想，我们都不知道。出了这屋子，你可不能乱说。大姑娘，老太太让你去长辉院。昨天在佛光寺，二太太让佛光寺帮忙给她扣上一顶克夫的帽子。这事魏国公府大太太知道了，她来质问侯府是想做什么。有件事魏国公府大太太怕是没弄清楚，克夫一事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佛光寺可以帮我作证。昨儿我们去佛光寺的时候，御史台正奏请皇上要4皇子娶我做正妃。4皇子和孙贵妃什么反应？昨天不愿意娶我，现在又来争抢。魏国公府大太太觉得我魏明远傻到体会不出这其中有多少诚心，有多少是故意和镇南王府作对吗？还说之前不是装傻，一个木讷了这么多年的姑娘，能在短短1个月时间内变得这么伶牙俐齿吗？我是真傻还是装傻，不是魏国公府大太太你说了算。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太医，难道那些太医都被我定北侯府收买了？如此，你就向孙贵妃向皇上告状吧，把那些太医和我一起都砍了。你少说2句，大家不还都是为了你好？镇南王世子双目失明，难道给4皇子做侧妃还比不上镇南王子世子妃吗？二婶，现在我都和皇上说愿意嫁给镇南王世子了，现在改口再嫁给4皇子，二婶觉得4皇子还会多看我2眼吗？娘和爹爹都没有再劝我，你要真为了我好，就不要再说了。世子爷，你真的不担心魏大姑娘会动摇？她如果真愿意嫁给4皇子，就不用装这么多年傻了，放着正妃的位置不要，去做侧妃，可能吗？不过魏大姑娘装傻充愣的本事太强大了些，竟然把所有人都蒙骗了过去。等胞妹替嫁后再回府，要不是苏老夫人病重，
她都不会显露一身高超医术。不过孙贵妃这么积极地争取魏大姑娘，世子爷什么都不做，是不是不大好？万一魏大姑娘一生气就硬了怎么办？女人可是最容易冲动行事的。是该做点什么。世子爷，你不用想办法了，王爷已经派人去定北侯府了。有王爷出马，保管万无一失。很快，镇南王府的人就进来了。他上前，先是给老太太见礼。哈哈，魏大姑娘进宫的事儿，我家王爷知道。本来没打算干涉魏大姑娘做决定，但是呢，孙贵妃和四皇子妃现在啊，就连魏国公府大太太都出马了。我们镇南王府要是再不做点什么，倒显得对魏大姑娘不重视了。这封信呢，是我家王爷亲笔，请魏老夫人和定北侯过目。这封信啊，没什么不能看的。镇南王府堂堂正正，我家王爷替世子爷迎娶魏大姑娘，是为了冲喜。这一点我家王爷承认，也知道委屈了魏大姑娘。毕竟啊，这成亲是一辈子的大事儿。王爷承诺，如果1年之内我家世子爷眼疾好不了，也站不起来，亦或者脾气暴躁，有令魏大姑娘无法忍受的缺点和毛病，我家王爷会给魏大姑娘你20万两银子，保你下半生衣食无忧。将来你还想嫁人的话，王爷会认你为义女，给你郡主封号，让你从镇南王府风光出嫁。镇南王抛出这么好的诱饵，是娶妻吗？分明就是要娶个菩萨回去供着，谁能不动心啊？不用犹豫了，明天镇南王府就抬花轿来吧。等楚总管告辞后，魏国公府大太太把茶盏放下，看了眼天外。这会儿时辰还不算晚，我还能进宫一趟。有劳魏国公府大太太代我向孙贵妃道声谢。如果不是她一再的劝我改主意，镇南王府不会心急，更不会开出这么丰厚的条件。相助之情，名媛铭记于心。我一定转达。本来还以为是桩倒霉透顶的亲事，没想到会峰回路转，简直如有神功。镇南王一言九鼎，他承诺的话一定算数的。以前大嫂就偏疼明媛，方才她故意激怒魏国公府大太太，你也不阻止。别忘了，明柔现在是四皇子妃，她是替明媛出嫁的，你们就不能多替她想想？二婶太紧张了，三妹妹劝我不答应的事儿，孙贵妃比谁都清楚，又岂会因为魏国公府大太太传几句话就对三妹妹如何？再退一步说，二婶在佛光寺做的事儿，侯府没人知道，难道魏国公府大太太和孙贵妃也不知道吗？我又没有进宫，我怎么和他们商议？没有告诉，这会儿二婶就应该进宫和孙贵妃说清楚。说起来，二婶胆子可比明媛大得多。克夫之事，往小了说是咱们侯府家务事，往大了说可就是欺君了。谁都不知道，一旦事情败露，谁来承担？二婶不会一句全都是为了我和三妹妹好，就全推给我了吧？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四皇子定亲没有我说话的份儿。我失踪更没有求谁带我出嫁，让三妹妹嫁给四皇子是侯府的决定，不是我，反倒是二婶你。据我所知，最积极促成三妹妹嫁给四皇子的可就是二婶和二叔了。那些说我没良心的，大概是忘了我失踪坠崖险些丧命的事儿了。二婶和孙贵妃有什么怨气，可以痛骂背后下手之人。对，该骂背后下手之人，这些人心狠手辣，死后还会下18层。进宫，脾气还真大。姑娘，二姑娘心情不好，在花园假山里头哭呢。可知道她为什么哭？丫鬟也不知道，只听到哭声。姑娘要不要去看看？以前啊，侯府里只有姑娘傻傻的，二姑娘哑巴说不了话，姑娘和二姑娘可亲近了。
姑娘，你别哭了，大姑娘不会来陪你玩了。为什么这么笃定我不会来？是大姑娘，大姑娘来看你了，她还和以前一样。怎么了？二姑娘哭得这么伤心？二太太进宫，许是被贵妃娘娘给骂了，心情不好。姑娘又喜欢往她跟前凑，二太太不喜见到她，就骂了她几句。明媛抓过魏明慧的手，她挣扎了下，没挣脱开就没动了。坠崖时我伤了脑袋，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你不去汉代院找我，喜儿不告诉我，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在假山里等我。以后你想见我就去汉代院。话还没说完，明媛眉头就拧成一团麻花了，示意他张嘴。魏明慧不知道明媛要做什么，一一照做。姑娘，二姑娘她怎么了？天色不早了，你也不要太伤心。我能恢复健康，我相信你也能再开口说话，你要有信心。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儿来找我。真的还能治吗？姑娘，二姑娘还能开口说话？只要毒解了，调养一段时间就能开口说话了。啊，姑娘，你是说……嘘，小点声。昨儿我给你把脉了，你的雅疾是中毒所致，并非因为高烧。这碗药是我调制的解毒药，你要相信我，就喝了它。中毒？我家姑娘怎么会中毒？谁要害她？大姑娘，你真的会医术吗？不是和我家姑娘在开玩笑吧？四儿，你就放心吧，我家姑娘的医术可高了，一般人我家姑娘还不给她看病呢。不过我家姑娘会医术的事儿，你们都要保密哦，不能告诉旁人啊。我保证不告诉别人。你家姑娘的毒解起来不难，3副药就够了。但她毕竟有11、2年没有开口说过话，想要和正常人一样吐字清晰，至少也要用2、3个月时间。明媛拉着魏明慧坐下。我知道你想说话，我也能替你医治，但你要清楚，有人要害你。在找到下毒凶手之前，即便你能说话，也要小心谨慎。我不想因为救你，最后却推你入险境。这是我昨晚调制的药丸，很苦，含在嘴里慢慢融化，能帮助你早日开口。你不怕苦就吃，坚持不了就……大姑娘，宫里派人来宣读圣旨，老太太让你赶紧去前院接旨。接什么旨啊？圣旨上说了2件事，一件是解除他和四皇子的婚约，另一件就是他给镇南王世子楚墨尘冲喜的事。圣旨上怎么没说大姐姐哪一天冲喜啊？大姑娘，四皇子妃回门了。魏明柔回来了。不是说古代女子出嫁后回门不容易吗？这才几天啊，魏明柔都回门2回了。往前走了会儿，远远的明媛就看到魏明柔走过来，他身边还跟着一男子，容貌俊朗，还有些眼熟。大姐姐，瞧见我就走，我是哪儿惹大姐姐你不高兴了吗？你们难得回门，我怕扫了你们的雅兴，避开些。看来魏大姑娘是故意躲着本皇子啊。避着点四皇子不是应该的吗？有些事不是你想避开就能避得了的。去那边凉亭坐着聊吧，你我是亲姐妹，难道要一辈子都避开不见吗？不好喝吗？不及柔儿你泡的清香。我去重泡一杯。唉，不懂四皇子把魏明柔支开做什么？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好聊的呀。1年后我娶你。现在我都不嫁给你，1年后我有20万两银子，还有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还稀罕嫁给你？你这是什么表情？感动，一婚还没嫁，就有人赶着做备胎，预备我2婚了，我能不感动吗？我感动的小心肝都颤抖了。帮我扳倒镇南王，太子妃的位置就是你的，我许你母仪天下。四皇子太高看明媛了，能瞒过所有人，这份聪慧可不是谁都有的。知道我没那么笨，就不应该提这样的要求。镇南王府倒了，谁付我20万两？谁给我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有皇上保驾护航的承诺我不要，要你四皇子的空口无凭。还是柔儿你泡的茶最好了。不愧让四皇子赞不绝口，这茶清香扑鼻，喝一口萦绕齿间，久久不散。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了。姑娘，
你不会真打算帮四皇子扳倒镇南王吧？你家姑娘我有那么傻吗？可是，方才你没有拒绝四皇子呀。那么明显的拒绝都听不出来，这丫鬟。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长短。姑娘是在说四皇子是傻瓜吗？能说那样的话，是挺傻的。你们怎么都来了？怎么没陪三妹妹和四皇子多坐会儿？方才宫里来人说孙贵妃被人下了毒，起了一脸的红疹，胳膊上都是。四皇子和三妹妹火急火燎的回宫去了。大姐姐，四皇子和你说了什么？还能说什么？不就是要我不要嫁给镇南王世子吗？我就猜到是说这事。镇南王给了那么丰厚的条件，四皇子许诺你什么？要是孙贵妃能给出更丰厚的条件，哪怕是不相上下，昨天二婶也不会那么的生气回府。四皇子想用深情打动我，可惜我失忆了。要不是他来府里，在街上碰到，我都不认得他。把我在苏家画的金针图拿给我。图纸不知道去哪儿了，奴婢去苏家收拾的时候就没看见图纸，本打算回府告诉姑娘的，可是奴婢给忘了。图纸怎么会不见？我走的时候特意用镇纸压着的，不可能被风吹走。要不姑娘再画一幅？世子爷，王妃来了。眼疾还是一点好转也没有吗？没有。怎么会一点好转都没有呢？明大夫不是说你的药方管用，继续服用就行了吗？江湖术士而已，误打误撞治好了苏老夫人，未必就能治得好我。王妃，现在世子爷只能寄希望于魏大姑娘身上了。圣旨赐婚冲喜，您和王爷打算什么时候让世子爷迎娶她过门呢？虽然是冲喜，但也不能随随便便挑个日子就将魏大姑娘抬回来。她能在四皇子和你之间选择你，我镇南王府不能亏待了她。魏大姑娘的八字已经送到祠堂了，明儿送到青天监，给你和魏大姑娘合八字挑日子。麻烦。王妃，老夫人在诵经祈福时，佛珠突然断了，大太太说是不祥之兆。哎，这一回不知道孙贵妃着了谁的道，脸上的红疹一夜未消，反而更严重了。明柔才嫁给四皇子，孙贵妃要是毁容了失了圣宠，对四皇子的影响是最大的。不过胆敢算计孙贵妃，查不出来算她命大，一旦查出来，只怕这辈子连这一家老小都没好日子过了。孙贵妃要毒杀我，我只是让她起点红疹，养个3-5天就消了，我已经很心慈手软了。大嫂在想什么？感觉有些魂不守舍。我在想明媛出嫁的事呢，出嫁之日还没有定下，我没怎么教过她做针线，嫁衣她肯定是做不来的。苏家柳秀娘的手艺极好，我琢磨要不要回苏家将她请来。明媛出嫁，嫁衣她不亲自绣就算了，让苏家绣娘做，没得叫人笑话咱们定北侯府都没有拿得出手的绣娘。谁会笑话咱们？让苏家绣娘替我做嫁衣，这事除了侯府就只有苏家知道了。外祖家疼我，这么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娘亲自己做主就是了。事事禀告祖母，还不得把祖母给累坏了。明媛说的有理，镇南王府急着冲喜，何时出嫁，静儿也该定下了。等定下了，你看看还缺几个绣娘，从苏家请几个回来帮把手吧。明媛以前木讷寡言，这病一好，能说会道，我到现在还不适应呢。那二婶是喜欢以前的明媛，还是现在的明媛？这还用说，当然是现在的了。以前总低着脑袋，现在眉飞色舞，眉间透着一股子灵气，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二婶喜欢明媛就好。这2日四婶一直在查玉镯栽赃明媛一事，昨儿怒气冲冲去了西院，府里流言四起，说是二婶指使丫鬟偷了五妹妹的玉镯栽赃给明媛。明媛内心惶惶，生怕哪里做错了，惹恼了四婶。是哪个丫鬟在碎嘴？看我不撕了她！来的路上我急着来请安，也没细问。今儿是第3天，不知道四婶和二婶有没有查出是谁栽赃我的。
昨儿四弟妹怒气冲冲去西院的事，我也听丫鬟说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是我误会了二嫂，怒气冲冲去找她说理，结果弄错了。栽赃名媛的人，我来回盘问了许久，什么都没问出来。这白玉镯，名媛喜欢就收着吧。白玉镯是五妹妹的心头好，名媛岂会夺人所好？四婶是太心慈手软了，有些丫鬟你不打她，她是不会招认的。正好我闲着无聊，待会儿把丫鬟叫去汉丹院，我挨个的审问。这事儿过去就算了吧。怎么能算了？元儿差一点就背了偷窃恶名，这2天四弟妹都积极问案，现在元儿把白玉镯还给名医，四弟妹就说算了。莫非先前这么积极，只是想拿回白玉镯？大嫂若觉得白玉镯收回了，我就对栽赃一事不上心，尽管把白玉镯拿回去就是了。祖母，这白玉镯我收不是，不收也不是，只能有劳您替五妹妹收着了。什么时候背后下手之人查出来了，你再交给五妹妹。哼，府里出了手脚不干净，心怀鬼胎之人查不出来，丢的是侯府的脸。名媛出嫁之前还查不出来，这白玉镯我做主让名媛带着出嫁。大姑娘，苏家几位表姑娘来了。娘，我去前院迎他们。你真的要嫁给镇南王世子，给他冲喜？镇南王给了我那么好的承诺，我没有理由不答应啊。本来冲喜是件坏事，如此一来倒成好事了。我们方才在马车里还在想，我们来到底是来道贺的，还是来安慰你的？我才知道是我连累了你。说什么连累不连累？那几天你要不在苏家，苏家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你不怪我就好。外祖母身体怎么样了？外祖母好多了，昨儿我们还陪她在花园里逛了一圈呢，就是很想你。大姑娘，镇南王世子来了。那厮在搞什么鬼？腿断了坐轮椅还不安分？我和他有话可说吗？我知道了。姑娘，镇南王世子还在等着见您呢。不去不行吗？这奴婢不知。可真慢，是爬来的吗？镇南王世子大驾光临，名媛不胜惶恐。来之前特意沐浴更衣，换了装扮。我又看不见。你的暗卫看得见。魏大姑娘是不是长得奇丑无比啊？小女子蒲柳之姿，自然是配不上镇南王世子。所以你是来退亲的？丑点就算了，想的还挺美。这还看不见呢，这要看见了，还不知道性子得有多恶劣。为了让你答应冲喜，父王开出那么丰厚的条件，看来对你冲喜能将我冲好寄予厚望。本世子今儿来是想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大本事。怎么看？屋子里有点冷，有劳魏大姑娘推我出去晒会儿太阳。拿件披风来。丫的，捂不死你！这女人的心眼可真小，只是找个由头让她出去单独说话，至于这么较真吗？热死了我，对你有好处吗？没什么好处，但我心情好。你不好好在镇南王府待着，跑来做什么？这一趟我必须来。我可没那么好糊弄。本世子相信你糊弄别人是把好手，又怎么敢班门弄斧呢？真找我有事儿？倒没什么事儿。赵峰心急呀，他望着明媛道：昨儿王爷将姑娘的八字带回府，放在祠堂，傍晚被老鼠啃了。我来找你再要一份生辰八字。真的是要我生辰八字的？不骗你。再拿一份生辰八字来。我记性没那么差，你直接报给我就成了。我失忆了，不记得自己的生辰八字。你觉得我会信吗？要不要我给你发个誓？喜儿赶紧去找苏轼，拿了一份名媛的生辰八字来。赵峰念给楚墨尘听。确定是这个八字？没错。这八字是太太亲手写的，错不了。我娘曾经给我算过，说我命里有一劫，扛过去就好了。谁给你算的？是慧行大师给明媛算的。娘，
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娘也是前儿才知道，给你算命的是慧行大师。今儿王爷把魏大姑娘和世子爷的八字送去钦天监让人测算，陈大人说八字可能弄错了，大姑娘的八字属于早夭命格。既然慧行大师算没事，那肯定没事了。时辰不早了，世子爷该回府了。难得来一趟，也不多留我待会儿。这不是怕世子爷您冻着吗？早些回王府，烤炭炉取暖。回王府吧，早日娶你过门，有的是时间聊。大哥慢走。楚墨尘原本就黑的脸，听到大哥2个字，瞬间黑成了百年老锅底。姑娘，老太太让你去常惠院一趟。又有什么事啊？祖母，您找明媛有事？这是镇南王世子送给你的礼物，你把人晾在花园就走了，亏得人家不生你的气。他上前接了锦盒，打开一看，看来那幅图纸是被他给拿去了。镇南王世子送我金针做什么？是我太好奇镇南王世子送你的是什么礼物，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见是金针，外祖母就让丫鬟去问了。镇南王世子说是给你的，为什么给你？他说你知道。方才我丢下镇南王世子先走，是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听得我云里雾里。我多问2句他还不高兴，我懒得理会他才走的。现在看到金针，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金针是让我帮他改毛病的，不改就扎到他改为止。至于是金针，反正人不在，随便他怎么胡诌乱造都不怕。这一点啊，镇南王世子说了，只有金针才能配得上大姐姐你未来镇南王世子妃的身份，银针配不上。钱有贵贱之分吗？内司那么高贵，有本事一辈子只用黄金不用银子呀。金针是软的，扎起来没银针疼。要不要试试金针也能扎得你们嗷嗷叫啊？姑娘，苏三表少爷来了。表妹救命！表哥好端端的，气色红润，不像是身子不舒服的样子。表妹还记得那天在醉仙楼的事吗？不会是露馅了吧？岂止是露馅啊！帮忙作假的一干人等被孟老先生一网打尽。孟老先生为人正直，不喜欢弄虚作假，连我在内都要惩罚。但惩罚之前，他要见一见给那2幅画题词之人。为什么别的穿越女作诗引的是翩翩少年郎，魂牵梦绕，我吸引的却是满腹经纶的学士，还是祖父级别的？我一定要去。表妹，你若不去，我一定会被那些同窗给活拆了。我去和娘说一声，就随你出府。奴婢回去拿衣服。表哥，孟老先生不会想收我做学生吧？孟老先生的确这样说过，但大伯父拦在前头。他说如果能收，他早就收了。孟老先生就打消这念头了。那还叫我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苏阳领着明媛进屋，那边有落子声传来。苏大老爷在陪孟老先生下棋，苏阳没敢上前打扰，只在一旁站着。明媛当然也一样，一站就是1刻钟。过来见过孟老先生，他对我有授业之恩，我时常来聆听教诲。明媛上前见礼。好，没想到袁公子年纪轻轻，却有那般豪情壮志，拜我为师如何？不是说打消念头了吗？我1年后再来书院拜先生为师，行不行？哦，为什么要1年后？因为我过不了多久就要嫁人了。她是我的外甥女儿，定北侯府嫡女，未来的镇南王世子妃。要她真是个小子，我怎么会拦着不让先生收她？唉，好不容易看中一个满意的学生，唉。媛儿，你提的那2句词应该只是其中2句吧？把那2首诗完整的写下来。表哥，有劳你代笔。你自己写？我自丑。丑点无妨。孟老先生以为明媛是谦虚，没想到他是真诚。还是我来吧。早这样做不就好了吗？好歹还能给我留几分面子。现在里子都没了，我不要脸呐！孟老先生看过诗作后，很难将明媛当作一般大家闺秀看待。
你是如何看待先生一职啊？先生就是带着学生在知识海洋里畅游，可是游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只有先生一人上岸了，于是你又返回，一个一个的捞，好不容易都捞上来了，刚想喘口气，然后惊恐的发现还有往回游的，先生难为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齐征和孟文成缩着脖子走进来，孟老先生紧绷了脸问道：很好笑。两人轻点了下头。哼，你们俩就是那往回游的。你们俩听了多少？啊，没多少啊，只听到先生问袁公子话。时辰不早了，让杨儿送你回府。出了院门，想到明媛和楚墨尘定亲，苏阳望着他：表妹，1年后我娶你2个字，苏阳还没说出口，明媛就笑了。1年后我就有大把的银子，还有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多好。罢了，这事以后再说吧。哎，姑娘，是侯府的小厮。明媛怔了下，赶紧拉着喜儿的手躲到马车后去了。表少爷，我家姑娘呢？这么着急找表妹，有急事？东宁侯府大太太来找她，老太太让她赶快回府。我知道她在哪儿，这就去找她。明媛在马车内换下男装，等马车在侯府停下，她掀开车帘，就看见魏明一几个站在大门口。大姐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东宁侯府大太太还没走，半个时辰前她就走了，你回来晚了一步。三姐姐刚刚回宫。原来是送魏明柔走，她这回门回的也忒勤了点吧？可知道东宁侯府沈大太太来找我是所谓何事？孙贵妃脸上起红疹，太医开了药不管用，脸上抓住几条血痕出来。宁国公府大太太进宫探望，说起沈三姑娘脸上伤疤的事。孙贵妃知道东宁侯府有药膏，就派人去讨药。沈大太太不好拒绝，就给了一点。孙贵妃用过后，红疹就不痒了，派人多要。可是沈三姑娘没有多余的给她，就来找你了。三姐姐知道你手里有药膏，也回府了。我没有药膏给她。大姐姐，你骗人，你明明就有。你怎么知道我还留了一点？三姐姐急着回宫，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就直接去邯郸院找了。攥紧拳头，明媛拎起裙摆，3步并2步往前走。我们跟去看看。谢婉华摇头：我不去，表姐生气了，没得跟去讨不痛快。推开门就看到一地狼藉，是四皇子妃弄的。雪雁站起身，手里还拿着药包。喜儿眼尖，看见他脸上有巴掌印儿。是谁打的？是三姑奶奶的丫鬟杏儿打的。他们要翻箱子，我拦着不让，杏儿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其他药粉呢？奴婢把药膏拿了出来，其他药粉藏在了床底下，三姑奶奶没有发现。药材都毁了，这事就这样算了吗？想事情就这样算了，那是不可能的。去，告诉老太太和夫人，就说镇南王世子今儿送我的一对紫玉镯不见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东西怎么会丢呢？还是镇南王世子送你的紫玉镯？他不是只送了你一套金针吗？镇南王世子送我的是一套金针，可是装金针的锦盒下隔了一层，里面放了一对紫玉镯。我也不知道是送给我的，还是镇南王世子找锦盒装金针的时候忘记了。本来我是打算禀报祖母，由祖母定夺要不要还回去，可事情一多，我就给忘记了。方才我回来一看，紫玉镯不见了。这还真是奇怪了，府里还没听说有手脚不干净的丫鬟，况且能进内屋伺候的丫鬟并不多。要真是丫鬟拿的，这会儿功夫也出不了府，派人一查便知。来人，邯郸院上下挨个的搜一遍。很快，周妈妈就进来道：夫人，派人搜过了，没有找到紫玉镯。进过明园屋子的都搜过了，邯郸院里的丫鬟都搜过了，但是三姑奶奶带丫鬟去找药膏，不知道有没有瞧见紫玉镯。娘，紫玉镯找不见了，女儿该怎么办啊？要是紫玉镯是镇南王世子送我的还好，万一弄错了，派人来找女儿要，女儿拿什么还给他？不会，就算送错了，镇南王府也不会派人来要的。
现在是不会，可难保明媛出嫁后，镇南王世子不会问起来。而且那锦盒我瞧了，以前应该是装首饰的，保不齐是镇南王妃的东西藏在夹层里。万一是镇南王妃的心头好，将来用一对更珍贵的玉镯和明媛换，那时明媛又该怎么办？明媛一听这话，面上看着比之前更心急了。好了好了，娘派人去问问你三妹妹。苏氏看了珍珠一眼，珍珠就要退下，明媛补一句道：三妹妹带走我好几瓶药膏，记得帮我拿回来。听四皇子妃说，你的书房里有一箱子医书，还有一箱子药材，10年什么的都有。别和我提药材，我好不容易才央求表哥送了我一箱子药材，我还没用呢。三妹妹和丫鬟找药膏，把我的药材撒了一地，全给毁了。她心急孙贵妃，就能随便进我的汉丹院乱翻乱找吗？我又没有答应给她，不问自取视为偷的道理她都不懂吗？赶明儿我进宫，好好翻翻她的东西，看她生不生气。她也是心急孙贵妃，只有这样才更招人喜欢啊。侯府是她娘家，更应该尽力帮她才是。明媛选择嫁给镇南王世子，已经惹恼了孙贵妃了。明柔也是急于挽回孙贵妃的心，倒是明媛，她哪里弄来那么多药膏？奴婢和姑娘摔下悬崖，好不容易爬上来，却是一身的伤。幸好遇到一个江湖郎中救了我们。姑娘把头上的头饰给他做枕巾，那郎中找不开。姑娘觉得他的药不错，那郎中就挑了几样给姑娘。之前给东宁侯府姑娘，姑娘怕将来需要，就让奴婢留了一点儿。之前外祖母病重，太医大夫看了不知道多少，都没有效果。苏家藏书多，医书有不少。三表哥和苏黎表妹他们就自己翻医书，我也帮忙。这一看就对医书感兴趣，让表哥多给我找几本，表哥就给了我一箱子。现在药材全毁了，让三妹妹赔我一箱子。好了，不生气了。要什么药材，娘明儿让人给你买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圈，回去歇着吧。明媛摇头，我等珍珠回来。珍珠回来了，姑娘，三姑奶奶说她没有看见什么紫玉镯，那些药膏，三姑奶奶说她有用。都没有看见紫玉镯，那镇南王世子的紫玉镯能自己长脚飞吗？不是明说送给我的东西，我不会收。明儿我会让喜儿去镇南王府说清楚，别回头人家找我要，我给不了。你要怎么和镇南王府说？还能怎么说？紫玉镯是怎么丢的，我就怎么说。你就不能顾着点侯府的脸面，御下不淫，丢的是你和你娘的脸面。真是怪了，有人偷五妹妹的白玉镯栽赃我，侯府查不出来，现在我丢一对紫玉镯又找不到。偷东西的都不怕丢人，我这丢东西的反倒怕了，这是什么道理？就因为侯府顾着顾那，顾着外人名声，才会助长他人气焰。再说了，那天在侯府大门前指责我偷五妹妹玉镯的时候，谁又想起侯府的脸面了？这些天府里接连丢东西，是该好好查查了。查不出来我就报官。丢下这一句，明媛迈步走了。怎么这么晚回来？镇南王找你去，说什么了？镇南王世子的眼睛好了一半了。好了就好了，没好就没好，什么叫好一半啊？明媛有些忐忑，那20万两枕巾和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别是烫手山芋，好看好吃不好拿。镇南王没说出嫁是哪一天？定了，下个月22。1个月的时间，再怎么准备都不够。明儿我先进宫，再回苏家一趟。明媛亲事急，大嫂身子骨又没那么好，不宜来回奔波。我看大嫂明儿还是直接回苏家吧。我正好要进宫探望孙贵妃，紫玉镯的事我也知道，我和明如说。出了常辉院，明媛问道：二太太一直这么关心四皇子妃？一直这么关心。听说四皇子妃7、8岁的时候，二太太在花园里玩，一条毒蛇爬到她脚边，四皇子妃眼尖瞧见了，救了二太太一命。打那以后呀，二太太就把四皇子妃当眼珠子一样疼，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她，甚至还要夫人把四皇子妃给她做女儿呢。难怪她总觉得二太太对魏明柔关心过了分。明媛在走神，喜儿则在抱怨：姑娘和四皇子定亲10几年，夫人给姑娘准备了2间屋子的陪嫁，都是最好的东西，全给了四皇子妃。现在轮到姑娘出嫁了，反倒什么都没有了。知道的越多，明媛就越清醒，按下心中不忿，仔细琢磨，这个魏明柔还真是不简单呀。今儿五姑娘他们出去逛街，
姑娘就应该一起去，哪怕什么都不买呢，散散心也好呀。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哐当一声传来，喜儿往那边看去，就见魏明一骂道：“没长眼睛啊！一时走了神，没瞧见五姑娘，五姑娘息怒啊，真是晦气！去领20大板。”明媛眉头拧了下，走过去道：“五妹妹不是去街上买玉镯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丫鬟不小心犯错，杖责20大板太严重了。大姐姐还真是心地善良，帮一个丫鬟求情。”五妹妹怒气冲冲的过来，丫鬟来不及避让，我都看在眼里了。如果因为毁了这盆牡丹花，丫鬟要杖责20大板，五妹妹五板子怎么也跑不掉的。好了好了，五妹妹心情不好，都少说2句。没事了，下去吧。魏明一跺着脚走远了，明媛则问道：“这是没挑到满意的玉镯？比没挑到满意的玉镯严重多了。所以又把我给恨上了。对了，二伯母从宫里回来了吗？还没有。大姑娘，二太太回来了，让你去长辉院一趟。那药膏虽然难看难闻，可效果奇好。其他几瓶药膏，太医检查后都说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比贡品还要珍贵几分。因为药膏拿进宫就献给了孙贵妃，明柔也不好要回来。她让我回来找明媛问问，那江湖郎中是在什么地方遇到的，能请进宫最好，不行就多买些药膏。药膏三妹妹给了孙贵妃，我不强逼她再要回来。但紫玉镯呢？二婶带回来了吗？我进宫之前派人去镇南王府问了，镇南王世子压根就不知道什么紫玉镯，也不是镇南王妃的。你恼了明柔，未经你允许就带着丫鬟翻汉淡院，毁了表少爷送你的药材。但生气归生气，这样风风火火的闹得侯府上下皆知，让人怀疑明柔的品性。你想做什么？镇南王世子当真说不知道紫玉镯也不是镇南王妃的东西。祖母，您听见了？二婶派人去镇南王府问过，紫玉镯不是镇南王世子送的，也不是镇南王妃的，那就是不属于明媛的东西，丢了碎了，明媛也不心疼。但如果将来有谁提起紫玉镯，伸手找明媛要，明媛可就直接让他来找二婶了。我又没收紫玉镯，怎么找我要？我知道二婶没有收紫玉镯，但你去镇南王府问了，我还能不顾一切的查下去，闹得府里不安，甚至报官吗？紫玉镯凭空消失，我只当从未见过它，没人要最好。但万一将来别人找我要，我给不了，谁来担这个责任？丑话说在前头，我承担不起。二婶做事实在是雷厉风行，之前佛光寺的事没人知道，让丫鬟去镇南王府问紫玉镯的事又是如此。往后我要多和二婶学学，也省得纠纠结结，坐卧不安。待会儿我就直接让喜儿把金针送还。镇南王世子专程把金针送来给你，是他的一番心意，你送回去岂不辜负他？那金针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用来扎他的，指不定镇南王世子这会儿就等着我表态呢。太太，您就别逗大姑娘了。二太太回头，丫鬟就把一锦盒送到她手里。这是我从宫里带回来的，大姑娘认认。可是这一对，明媛看了一眼，就望着喜儿了。你来认认。喜儿嘴角一抽，她上前看了2眼，这好像不是镇南王世子送给姑娘的那一对，我瞧着也不像。明媛是医师，自然懂人的心理。这是怎么回事？我去见孙贵妃的时候，明柔就陪在左右。明柔问起紫玉镯，我正要说，谁想到皇上进来了。当着皇上的面，我没敢说实话，只说昨儿他心急孙贵妃脸上起红疹，丫鬟翻箱倒柜找药膏的时候，不小心把镇南王世子才送给明媛的紫玉镯给磕碎了。明媛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皇上听了，想起上个月新进贡的一对紫玉镯，就赏给明媛了。这一对紫玉镯是皇上赏的，不用和镇南王府说，即便将来问起来，就依照你二婶说的解释，镇南王府不会怪罪你的。紫玉镯虽然给你了，但明柔发誓她没有拿你的紫玉镯。你们两姐妹的事回头见着了再说。她托我问你那江湖郎中的事。那江湖郎中年纪有些大，头发斑白，但看起来很精神，打扮和一般江湖郎中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腰间别了个碧玉葫芦，很好认得。喜儿，我没说漏什么吧？姑娘记性好，一点都没漏。我这就派人去打听，这么醒目的打扮，想必找起来不难。五丫头怎么回事啊？在外头受了气了？魏明启巴拉巴拉一阵倒豆子，明媛注意到二太太上扬的嘴角，
得亏咱们定北侯府不是一般的侯府，不然名义当众和成国公府的姑娘吵上，肯定要结怨。好在有明启这些姐妹在一旁劝着，才没有闹大。二太太，二姑娘在花园吐了。明媛下意识地望向二太太，只见她脸上闪过一抹厌恶，一眨眼的功夫又换成了焦灼和担忧。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吐？她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大姐姐，我们也去看看吧。没事，二姑娘没事，她只是见牡丹花开得漂亮，一不小心碰掉了几片花瓣，舍不得随手丢了，让人践踏，就想着嬷嬷说过的牡丹花能吃，就吃了几片，结果反胃。谁许你出院门的？府里少你吃的了，让你饿到要吃牡丹花的地步。二婶，你话太重了，二妹妹刚刚吐过，身子不适，你该安慰她，她做的有什么不对之处，该悉心教导，而不是一味的痛骂。我话重，今儿是吃牡丹花，改明儿还不知道什么毒草都往嘴里塞。我不骂的重重的，她不会长记性，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舍得骂她吗？大姐姐，你少说两句。我们知道你和二姐姐关系好，但乱吃东西就该好好管教，不然将来后悔就晚了。你误会二婶了，快给她赔不是。我说什么重话了需要赔不是啊？担心外人笑话侯府，笑话二房，就不许二妹妹出门，整日关在院子里给点吃的，那是养女儿吗？二妹妹只是哑巴了，不是傻子，不会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再说二妹妹惜花何错之有？如果真有人来府里做客，见二妹妹口不能言，不心生怜悯，反而背后笑话，这样的人也不是什么善茬，侯府离得远远的最好。元儿说的不错。定北侯先看了魏明慧一眼，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瞧见了苏轼。二弟妹啊，顾虑的太多了，如果真有人敢笑话慧儿，这样的人我绝不允许他们踏入定北侯府半步。慧儿有元儿还有侯爷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方才我只是气坏了，当初是我没照顾好她，才让慧儿这样，我心里头难受。侯爷，皇上封四皇子为恒王了。定北侯迈步就走。二太太走了几步，想起魏明慧，又回头叮嘱四儿带魏明慧回去歇着，然后头也没回的去了长辉院。三姐姐很快就搬出皇宫了，以后回府就容易多了，我们还可以去恒王府找她玩。两人一边说一边走，神情兴奋，迫不及待。就算魏明柔住在宫里，也没见她出宫有多难。既然要完苦，就不吃了吧。魏明慧摇头如拨浪鼓，她要吃。她迫不及待地想说话，见明媛不说话，她紧张地举手做发誓状。她保证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呕吐，让娘亲生气，更不会抖出来她这样子，明媛还真不好说什么，便点了点头。正吃着早饭呢，魏明柔乒乒袅袅地进屋。我不过是心急，为了救孙贵妃，拿了你几瓶子药膏，你就这么败坏我名声，说我偷拿了镇南王世子送给你的紫玉镯。扑面而来的声音还夹带了一缕淡淡的清香，涂着她的养颜膏，还来质问她：你心急救孙贵妃，那是你的事儿，与我何干？好一句与你何干！我从来没想过大姐姐的心会这么狠。你和四皇子好歹有过10几年的婚约，孙贵妃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就算最后你没嫁，这些年逢年过节赏了你多少好东西，哪怕是路人也存几分善心。到你这里，一句与你何干就推得干干净净的了。这屋子里哪些是孙贵妃赏赐给我的？这屋子里没有。过年时，姑娘和夫人进宫给孙贵妃请安，孙贵妃会赏姑娘些东西，但是也会赏赐给其他姑娘，不是姑娘独一份，甚至什么？甚至不及三姑奶奶一半。原来孙贵妃对我这么好呢，好到我怎么听怎么觉得可笑。她是对我这个曾经的未来儿媳妇有多不满，给的赏赐还不及你一个未来儿媳妇的胞妹好。就算孙贵妃对我不错，那也是她和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替我做主。我与四皇子定亲10几年，四皇子送过我什么东西，既然我另嫁他人，留着他送的东西不合适，回头整理出来，有劳四皇子妃带回去给四皇子。四皇子哪有送过姑娘东西啊？尴尬了，前世观念害死人啊！10几年的婚约，居然都没收过四皇子的礼物，和镇南王世子才定亲，
他就送了一对紫玉镯来，果然不能收。这不，没及时还回去就丢了。我没拿镇南王世子送给你的紫玉镯，你少污蔑我！你说你没拿镇南王世子送我的紫玉镯，但紫玉镯不见了，汉代院上下翻了个遍，就是没找到。谁让你来我屋子里乱翻乱找的？不怀疑你怀疑谁啊？我没拿，我可以指天发誓，我看镇南王世子压根就没送你什么紫玉镯，你就是拿我不应该翻箱倒柜的找药膏拿回去给孙贵妃用，故意说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枉你是大家闺秀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不问自取是为偷吗？这一次全当是给你个教训，往后好自为之。我没有偷你的紫玉镯，你凭什么找我负责？怎么，你还打算要我把紫玉镯还给皇上？它本就不是你该得的。是不是我该得的不是你说了算？紫玉镯一事就是你故意污蔑我的，还没完没了了。明媛望着他，刚要开口，窗外啊的一声尖叫传来，喜儿一怔，赶紧过去推开窗户。哎呀，是三姑奶奶让我在这里的。这是激将法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魏明媛都快要承认了，你啊的一声尖叫，坏我好事。知道自己算计不成，魏明柔气得跺脚转身走了。窗外，珍珠一瘸一拐地扶着墙离开。魏姑娘，他还纳闷珍珠怎么会突然尖叫，原来是被人给打了。找我有事？世子爷脚疼。有多疼？疼得冷汗直冒。装得太过分了，一听就是假的。明媛看了喜儿一眼，喜儿则去书房把明媛昨晚熬夜调制的黑乎乎的药膏拿来。你帮了我的忙，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主子打8折，记得送8000两来。8000两？我给人治病价格一直比较亲民，不必太吃惊。有劳魏姑娘给我写张字据，这么亲民的价格，我怕世子爷不信。这是要开账单报销吗？姑娘，夫人让你去幽兰院一趟。好了好了，别哭了，哭得娘心都碎了。女儿长这么大，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过。听到脚步声，瞧见是明媛进来，魏明柔脸上有了几分笑颜的脸色又冷了下去。娘，既然三妹妹不愿意瞧见我，那等她回宫了，我再来给您请安。好了，都别闹了，亲姐妹闹得跟仇人见面似的，也不怕丫鬟们瞧了笑话。有什么不愉快的，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还不是大姐姐，她一点都不顾我。孙贵妃厌恶我，她就高兴了。娘，您找我来是？娘，你听听，她连和我说话都不愿意，当我不存在似的。你是长姐，和妹妹就别一般见识。给苏氏脸面。明媛坐下。媛儿，你把这对紫玉镯给你三妹妹吧，娘陪你去街上挑一对，保准不比紫玉镯差。那娘给三妹妹买一对新的不就成了？这紫玉镯我很喜欢。这一对紫玉镯又不是我要，是孙贵妃的心头好，连她身边的嬷嬷都劝我，不让我犯得着巴巴的回府找你要紫玉镯吗？这一对紫玉镯我拿不回去，往后她对我还有好脸色吗？你要紫玉镯可以，这对紫玉镯我看值3000两，你拿5000两来，我把紫玉镯给你。你还要我的钱？娘不是答应给你再买一对镯子吗？我不要娘的钱，我只要你的。娘，你看大姐姐，哪有她这样的？眼里只有钱，哪有半分姐妹之情？早知道我才不替她出嫁。原来以为三妹妹和四皇子是间谍情深，没想到不过如此。只是没有把紫玉镯给你，你就后悔嫁给四皇子了？我就是一俗人，钻进钱眼里爬不出来，远不及三妹妹高贵，视金钱如粪土。娘亲之前给我准备的陪嫁都给了你，现在娘亲要从宫中再准备一份给我，3审4审意见都很大，三妹妹孝顺，肯定会把我那一份还回来，替娘亲分忧的，对吧？大姑娘这么说就太伤皇子妃的心了，她是替你出嫁。掌嘴，主子说话有你一丫鬟插嘴的份吗？丫鬟说错什么了吗？大姐姐要这么生气，我不是替你出嫁的吗？自从回侯府，替嫁这2个字我都快听到耳朵长茧了。我就问一句，
我真的需要你替驾吗？马车出事，谁也不愿意。父亲如实禀告皇上，皇上自然会给四皇子另行赐婚。我需要承你这份情吗？当初既然愿意，就别跟我提委屈，这份委屈不是我给你受的。他猛然起了身，哭着就跑。你去哪儿？我的牺牲就这么不值得？宫里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以为回府能好受些，可结果呢？在屋外就听到吵架声了，这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可没有姑奶奶回门和亲娘长姐闹成这样的。娘亲还不及二婶一半对我好。大嫂，我可是拿明柔当亲女儿疼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定北侯府是她的娘家，是她靠山，可不是给她委屈受的地方。好了，我退一步行了吧？我真不知道原来孙贵妃是这样的人，好歹也是贵妃，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一对紫玉镯还揪着不放。我更没想到四皇子看着人模人样，没想到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怪我粗心大意遭人算计，才让三妹妹你有机会跳火坑。将来我嫁给镇南王世子，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让四皇子登上皇帝的宝座。这样的人做了皇帝，那天下百姓岂不是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只是为了我，更是为了天下百姓牺牲的。大姐姐我记着呢。元儿，不得胡说，真是不知所谓，妄议储君之事，也不怕掉脑袋。我知道，这不是一家人吗？不怕传出去，往后我只放心里想，默默的去做。你是我大姐姐，不帮着四皇子，还拖他的后腿，你是想害死我不成？四妹妹你嫁给四皇子都百般不愿，说明他没有魅力。一个没有魅力的人怎么君临天下？我不可能因为你是我妹妹就罔顾天下人生死。说着，明媛回头望着喜儿，去把另外一只紫玉镯拿来。喜儿撅了撅嘴，不甘不愿地转身离开。虽然镇南王府让你冲喜，但没指望你把镇南王世子医好。你翻看医书，我不拦你，但也要注意身子，熬夜耗神呢。吩咐下去，不许任何人声张。出什么事了？有丫鬟路过假山时，听到二姑娘在里面作呕，丫鬟让她吃些酸果压味儿。完了，呕吐加酸果，这是怀孕的标配啊！你过去看看。要不要请大夫进府？让孙大夫进府把脉。出了屋，明媛就见院子里丫鬟们交头接耳。跑这么急做什么？刚刚在花园假山处，二太太打了二姑娘一巴掌，逼四儿说奸夫是谁。明媛又转身去了西院，还没进院子就听到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是四儿的声音。四儿，你到底说还是不说？不说，我不能说。答应过大姑娘和喜儿，我说他们给二姑娘治病的事儿。打，狠狠的打！给我住手！可是明媛喊完，板子还是打了下去，用力一板，四儿直接晕了过去。我让你住手，没听见吗？大姑娘，这是西院的事，打四儿是二太太的吩咐，奴婢们也只是听吩咐办事。我若不管，四儿就被你们活活打死了。她嘴太硬，二太太问话也敢不说。大姑娘还是让让吧，不然一会儿冷水泼脏了你的裙裳就不好了。明媛嘴角往上勾了勾，往旁边退了几步，双手环胸。姑娘，你真不管四儿了？怎么管？没听见人家说我管太多吗？那也不能站在这儿看四儿被活活打死呀！先前白玉镯一案一直没查出栽赃元凶，今儿正好向二婶学学怎么查案。待会儿把那些手上有芝麻香的丫鬟都给我带到汉淡院去，我挨个的审问，但凡嘴硬不招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大姑娘，奴婢只是一个小丫鬟，你何必跟奴婢过不去？明媛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姑娘，二姑娘在明月院。病人没什么大碍，一点问题都没有。小女近来有些呕吐。二姑娘脉象平稳，不应该有呕吐之症。莫非近来吃了什么催吐之物？太太，这是从四儿身上掉出来的，像是药。有劳孙大夫看看，这是什么药？哎呀，可惜了几粒好药。这药是
这药是含在嘴里温养声带的，只是胃苦才会作呕。这药是谁给二姑娘的？四儿嘴硬不说。去，不论用什么办法，都要给我问出这药的来历。不用问了，这药是我给二妹妹吃的。是你？准确的说是喜儿。我摔下悬崖失忆，并不记得二妹妹，是喜儿还记得她。江湖郎中给我药的时候，他多问了一句有没有医治哑巴的，江湖郎中就给了我一瓶。是药三分毒，你怎么能随便给明慧吃？江湖郎中确保这药有益无害，我才敢给她吃。没有告诉二婶，是怕给了二婶希望，万一治不好又失望，治好了则是给二婶一个惊喜。这药效果倒是极好，但二姑娘毕竟多年没说过话，只服用了这么几粒，怕是不够啊。二婶不是派人去找江湖郎中了吗？多买些药丸，二妹妹一定能好的。能治好就好，要是能治好，二婶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既然二婶开口道谢，那我可就替喜儿讨赏了。赏？该赏！把我那只大银镯子拿来。我是被馅饼给砸中了吗？啊，姑娘是扔馅饼的高手呀！姑娘，成国公府大姑娘来侯府了。一般府里来了贵客，他们都要去见个礼。这昨儿个，我国公府的马车和府上的马车撞上，连累了魏五姑娘摔了玉镯。偏巧我昨个心情不好，言语激烈了些，我今儿个呀特地来赔罪的。街上人来人往，难免有相撞的时候。昨儿我也有不对之处，我也该跟你赔句不是。相互见礼之后，老太太就让明媛他们陪成国公府大姑娘去花园逛逛。都说这定北侯府风水好，果不其然，徐姑娘还懂看风水。我哪会看风水啊？我是听说的，定北侯救过皇上，魏三姑娘嫁给了四皇子，如今是恒王妃。这魏大姑娘又快要嫁进镇南王府了，京都这般风光的府邸可没几个呀。说着，她看向远处道：“那边是？那是清鄂院，三姐姐出嫁之前的住处。”徐娇又指了几处，谢婉华一一告诉她，然后边走边逛。差不多到汉丹院前时，徐娇脚动了动，走了半天了，要不去大表姐的汉丹院坐下歇会儿？就在明媛放下戒心的时候，徐娇不小心胳膊撞到桌角，疼得她倒吸气。伤疼了吧？没事，只是前些天受了些伤，还没好利索呢。大姑娘，九皇子来了，要见你。九皇子要见我？我不认识什么九皇子啊。明媛望着魏明一他们，希望能一起去。九皇子来找大姐姐，应该是有要紧事，你快去吧，我们就在汉丹院歇着，不陪你去了。完蛋了，姑娘在宫里打劫的就是九皇子呀！姑娘，怎么办呀？来见本皇子之前，可曾沐浴更衣呀？不曾。镇南王世子之前眼瞎了看不见，你见他之前还先沐浴，轮到本皇子了，你就这么敷衍我？九皇子是来看我衣裳的，要不我现在回去沐浴更衣，再来给您见礼。哎，不必了，下回注意些就是了。哎，你就没发现我瘦了？御膳房的伙食变差了？是被你给气的。几颗金花生，您是皇子，至于吗？我是一个穷皇子，这么直接叫穷的皇子也是第一回见。说好的皇家人都爱面子呢。打劫了本皇子，我还以为你会主动的还回来，并且赔礼道歉。等你几天，你居然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怎么配得上陈哥哥？姑娘，奴婢回去拿金花生吧。本皇子不要金花生。不要金花生，你要金瓜子啊？把你之前抹在孙贵妃身上的药粉给我一点，那金花生就当是我向你买药粉的钱。药粉用完了。我知道你有，而且还不止一种。我不给你药粉是为了你好。我在威胁你，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陈哥哥还需要我冲血，你就看着办吧。来硬的不行，那就只能来更硬的了。你不给我，我今儿就不走了。消瘦的身子看起来叫人心疼，明媛蓦的就心软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很快，喜儿就拿了一锦盒来，3瓶是毒药，另外3瓶是解药。我的药粉杀不了人，只是小惩大戒，给人下毒之前自己先服解药。
别没祸害人，自己先遭了殃。还有出了事儿，我是不会承认钥匙我给你的。哎呦，本皇子出手还能叫人给逮着，你就放1200个心吧啊！然后把锦盒夹在腋下，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金灿灿的金花生递给明远。知道你喜欢，特地带给你玩的。你不是穷皇子吗？对啊，我是穷啊，这是我从陈哥哥那里要的，他有满满一匣子。说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有谁来过我书房？五姑娘他们进来过，姑娘去见九皇子，五姑娘他们聊天的时候说到藏书，知道姑娘藏书多，成国公府大姑娘说可惜姑娘去见九皇子了，不然真想看看。五姑娘就说书房有什么不能看的，就要带成国公府大姑娘进来，奴婢要阻拦。五姑娘瞪奴婢，奴婢见明远脸色难看，姑娘不会是丢了什么吧？少了一幅画。五姑娘他们是看了画，但是奴婢一直在，不应该有人拿呀，现在丢了怎么办？明远弯腰瞧见抽屉下面有一蜜色蜡烛，便随手拿了起来。哎，早上奴婢打扫过书房呀，怎么会有蜡烛在桌子底下？先前四姑娘的丫鬟不小心打翻灯台，上面的蜡烛掉地上了，应该是落了没捡起来。灯台上可以放7根蜡烛，上面正好7根，这多出来的1根怎么回事？姑娘，这蜡烛有什么问题吗？这蜡烛混了毒药，晚上燃烧就会释放毒气，只要闻上1刻钟就会毙命。是谁要杀姑娘？明远沉思，喜儿忽然呀了一声，吓了他一跳。成国公府大姑娘会不会是替他大哥报仇呀？我把他大哥怎么了？镇南王杀子立威，与镇南王府大少爷一起被杀的，除了晋王世子，还有成国公府大少爷。这么大的事，奴婢去告诉侯爷和夫人。回来，告诉他们有什么用？还能去成国公府替我讨公道不成？不过是多2个人担心。难道就这样算了？算了，芝麻绿豆大的事儿我可以算了，攸关性命，岂能算了？明天把蜡烛给镇南王世子送去。送蜡烛的重任，明远交给喜儿去办。是喜儿的脚步声，怎么去那么久才回？蜡烛有毒，我哪敢随便交给镇南王府的小厮代送？我见到镇南王世子，才把蜡烛给他的。那镇南王世子可说什么了？当时有别的丫鬟在，奴婢不敢明言，只说这蜡烛不是用来点的。世子爷说，姑娘的意思他懂。然后呢？然后镇南王世子就去见老夫人了呀。奴婢走的时候，镇南王府丫鬟小厮啊，都还在窃窃私语，说姑娘心狠手辣，要他们家世子爷的命。奴婢还不懂，结果上街一看。喜儿顿了顿，把手里拿着的一卷纸打开。那街上这样的画都满天飞了。娘，老太太让你去长辉院一趟。看到明媛进屋，苏氏一脸责怪。是你画的？我画的都在抽屉里藏着。你倒是敢做敢当。这画是我昨儿心血来潮画的，丫鬟说你们进过我书房，我就猜到你们看到桌子上的画了。依夫姐妹，我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坑我？我们是看到你桌上的画了，但这些画不是我们画的。看过这画的，除了喜儿和雪雁，就只有你们和成国公府大姑娘了。不是你们，难道是成国公府大姑娘要害我？成国公府大姑娘也看过这些画。昨儿大表姐去见九皇子，成国公府大姑娘想看看大表姐的书房，我们不好拦着，就陪她进去了。谁想到书房上正好摆着大表姐的涂鸦之作。祖母，是成国公府的大姑娘要去书房，我们想着大姐姐在，也不会阻拦，才带她去的。谁知道大姐姐对镇南王世子有这么大火气，当时成国公府大姑娘看过后一句话没说，我们也不好叮嘱她什么。谁想到她是这样的人。不得胡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成国公府大姑娘让人把画丢得满大街都是。你这样说就是败坏人家姑娘的名声。现在这画传得满大街都是，
镇南王府肯定有所耳闻。虽然画上画的是我和镇南王世子，但闹到满大街都是，这么明显的挑拨离间，镇南王驰骋沙场，用兵如神，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你既然这么恨不得镇南王世子去死，又为何选择嫁给他？我哪有恨不得镇南王世子去死啊？我就是画着玩的好不好？明媛想申辩，苏氏朝他摇头，还不快回去抄家规？街上的事侯爷知道了。方才回府正巧碰到镇南王府的管事，画作的事儿镇南王府已经知道了。镇南王并不信，怕侯府受流言困扰，随了小人之心，特意让管事来告知一声。镇南王府没有生气就好。岂止是没有生气，楚总管说镇南王正为了军事恼火，大发雷霆，结果看到那画作，破天荒地笑了。镇南王妃一直听信流言，觉得大姑娘木讷寡言，没有什么才华。要这话真是出自大姑娘之手，那必定心思玲珑剔透，唯恐不是大姑娘亲笔画的呢。我好像懂怎么讨好未来公公婆婆了。镇南王府没有怪罪大姐姐，那我们是不是不用抄家规了？不是谁都和镇南王妃这般宽厚大度，不信谗言。他们惩罚依旧，反倒是明媛、李总管的话让老太太改了主意。出嫁之前多读些书，多练练字。魏明一他们气得脸都绿了，还得乖乖俯身告退。走到屏风处，明媛感觉到有一股难以忽视的视线盯着他。出了长辉院，见四下无人，雪雁道：姑娘，当初害你和喜儿坠崖的会不会是二太太？佛光寺一事可查到一点蛛丝马迹？奴婢能打听的人都问过了，没人知道。一路上明媛都在走神，结果脑门挨了一击，一颗金瓜子掉在地上。明媛抬头就看到楚墨尘坐在树上。把这场景记下来，回头画成画给我。什么画？比起你的画作，本世子倒觉得你装傻充愣的本事更胜一筹啊。镇南王世子是指街上的画啊？方才镇南王府的管事不是来说相信不是我画的吗？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这个别人意有所指啊，想叫你一声大哥还真不容易。我拿你当未婚妻，你却拿我当大哥。你来做什么？怕你等得着急，我提前来赴约了。谁约你了？你让丫鬟专程给我送一半蜡烛，还不是点的，不是约我晚上相见吗？虽然这会儿是白天，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回去你把蜡烛点上，有惊喜。丢下这一句，明媛转身就走。镇南王世子，你可别听我们家姑娘的，这蜡烛有毒，千万别点。说完，雪雁追着明媛跑远。明媛逛了一圈，腿有些酸，便打算回汉淡院。跑这么急，出什么事了吗？没出事儿，只是方才镇南王世子来书房找姑娘，姑娘迟迟没回去，他问我蜡烛的事儿，奴婢知道的都告诉他了。他说会替姑娘报仇。姑娘，你就别生镇南王世子的气了，他给你出气呢。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难不成还要我谢谢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被一阵争执声给吵醒了。五姑娘，我家姑娘还在睡觉，有什么事等我家姑娘睡醒再说吧。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我叫你把路给我让开。明媛刚觉得吵得聒噪，从贵妃榻上起来，那边魏明一一抬手就赏了雪雁一巴掌。明媛起身，那边魏明一推开雪雁走了进来。我就是出去逛街没叫上你嘛，你至于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吗？我什么时候在你背后捅刀子了？五表妹约了郑姑娘来府里赏花，我们想着大表姐你定了亲，不宜抛头露面，就没有叫你一起。你怎么能说侯府家规懒散呢？外祖母知道后，让我们再抄300篇家规，不抄完不许出院门一步，否则杖责30大板。这话我是在花园里说过，我不否认，但我说错了吗？侯府的家规不懒散，你们能在受罚时出去闲逛？你女扮男装的时候可想到过家规？我只在花园里和丫鬟闲说了几句，连累你们挨了祖母一顿骂，就怒气冲冲的来找我吵架。
甚至对我的丫鬟大打出手。前几日你们带陈国公府大姑娘进我的书房，连累我被街头巷尾笑话议论，我是不是该提着刀去找你们算账了？又不是我们害你的。是你们一句无心之举，把自己撇了个干净。我就是有心的吗？我若有心，何不直接去祖母跟前告一状？这府里的丫鬟什么时候也管起家规来了？真这么懂家规，难道不知道做丫鬟的就该多做事，而不是多嘴多舌？我们走吧。这里是我的闺房，不是你们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地方。大表姐，五妹妹心情不好，你何必咄咄逼人？你们几个怒气冲冲地责问我，丫鬟尽职尽责，却无辜挨了一巴掌，难道就这样算了？不这样算了，难不成大姐姐还想打我一巴掌给丫鬟出气吗？明媛抬起手，魏明一以为明媛真的要打他，魏明一的贴身丫鬟杨枝往后退了一步，明媛一巴掌扇了过去。你一个主子有难只知道往后躲的丫鬟挨了一巴掌，五妹妹都这么生气了，雪雁维护我，无辜挨你一巴掌，我就不生气了？我若是你，就换个忠心护主的丫鬟。魏明一离开，魏明启紧随其后。你怎么不和五妹妹一起离开？青儿上街发生的事，我觉得有必要和大表姐你说一声。我记得上次上街，她也生气了。也是巧，我妹妹2次逛街，2次都碰到了陈国公府大姑娘，也不知道是不是命里相冲。青儿在牵着格挑首饰的时候，五妹妹给陈国公府大姑娘做了垫背的。喜儿说楚墨尘要给我出气，难道和这事有关？五表妹接连受气，有些控制不住脾气，惹大表姐不快，我替她给你赔上不是。娘，女儿被二伯母当枪使了。怎么回事？祖母罚我怒气冲冲的出来，正好碰到二伯母，她还劝我别生气，说我不会做人，一家姐妹出府玩也该把大姐姐捎带上。我就以为大姐姐是怪我们没叫上她，然后向祖母告我的状的。哼，你二伯母啊，精着呢。虽然你大伯父的病能治好了，可年纪毕竟不小，还能不能生儿子谁知道啊？他想挑拨我们和长房结怨，他好渔翁得利。哼，不行，我可不能让他捡了便宜去。有事禀告，穆王府清怡郡主给你送了帖子来，在老太太那里，让你去长辉院一趟。清怡郡主给我送请帖，莫不是邀请我去穆王府品茗赏花吧？这不就有机会出府了吗？你认得穆王府清怡郡主？见过2回。你极少出门，怎么会见过清怡郡主？还见过2回？上回去佛光寺，第一次见到清怡郡主，后来进宫又见到她了。我连皇上都见过，见过清怡郡主很奇怪吗？这是拜帖，明儿清怡郡主来拜访你。怎么会是拜帖啊？我有什么好拜访的？清怡郡主身份不同寻常，穆王是皇上除了靖王之外最信任的亲王。穆王妃出身护国公府，是皇上的亲表妹。清怡郡主虽是郡主的身份，比公主也不差什么，绝不可怠慢呢。这么尊贵的身份，就更应该送请帖让我跑这一趟了。明媛谨遵祖母教诲。大姐姐怎么这么磨蹭，这会儿才来？晚来一步，还请清怡郡主见谅。和我这么多礼数做什么？我来拜访你，你在屋子里等我就好了呀。我今儿可是来拜师的。拜师？清怡郡主要和我学医术，她也不知道我会医术啊。本来我也不确定，只是来碰碰运气。我不喜欢画画，但是之前街上传的沸沸扬扬的画，我可喜欢了。我让人找遍京都，也不知道是谁传的，还特意拜托我大哥去问了镇南王世子，他也不知道。我只好来找你了。方才问了五姑娘他们说我找对人了。猪队友啊，这事儿能承认吗？就算清怡郡主再好学，这事儿也不能认啊。我不会泄露半个字的。郡主想学，我自然教你。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好相处，我看人可准啦。街上的画我知道不是你画的。我虽然不喜欢画画，但我会看啊。街上的画有些是临摹的，有些是仿造画的，
临摹的还有几分神韵，模仿画的虽然也可爱，但总透着一股子呆板。好吧，这话是我大哥说的，我看不出来。在花园里逛了会儿，就一起去了汉丹院。大姐姐从小和我们一起学习，什么时候学的作画？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是从别处看来自己瞎琢磨的，并没有人教过我。不给他们刨根问底的机会，明媛继续道：我的画不像山水画，讲究布局、留白和意境，怎么可爱有趣怎么来。稍微有些作画功底的人一学就会。郡主，咱们该回府了啊！都来这么久了，过几日我穆王府荷花盛开，举办赏荷宴，到时候会邀请不少大家闺秀和世家少爷参加。我给你下帖子，你可一定要来啊！明媛点头应下。那边车夫牵着马车过来，明媛随声望过去，然后眼睛就睁圆了。他怎么出府了？而且还是步行。二表妹她，大姑娘，救命啊！明媛望着青衣郡主，回头明媛姐姐把二姑娘也带去我穆王府参加宴会吧，我看着她也挺讨喜的。多谢郡主的美意，但二伯母和祖母不会让她出府的。五妹妹怎么就知道祖母一定会不同意？怎么知道？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绝无可能。想偷溜出府这一条，至少要禁足1个月，何况她还不能说话，出去只会丢人现眼。青衣郡主见他们快要吵起来了，忙道：我就先回府了，回头把帖子送来。定是这没规矩的丫鬟怂恿的，拖出去杖毙。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明慧不会说话，除了四儿，这府里还有谁懂她的意思？你把四儿杖毙了，谁来照顾明慧？这府里能伺候人的丫鬟婆子多了去了，不差她一个。你们为何要偷溜出府？又是怎么偷溜出府的？老太太息怒，这二姑娘执意要出府，奴婢拦不住。她知道二老爷寿辰在即，想给二老爷准备一番寿礼，可这二姑娘不会做针线，也不会做手工，就想拿攒的月钱出府买一份聊表心意。只是二姑娘说不了话，知道府里不许她出府，怕她丢了侯府的人，不敢和二太太说，这才带着奴婢偷偷钻了狗洞出去。明慧虽然和丫鬟偷溜出府这事儿做得不对，但她对二弟的一番孝心，这没有错。为什么劝我的总是大伯母？娘亲只会对我说些戳心窝子的话。大嫂，你就惯着她吧。今儿是小厮眼睛瞧见了，就他们主仆2个上街，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祖母，二妹妹是不会说话，但这不是她的错。偷偷溜出府给父亲买礼物贺寿，谁听到不夸一句孝顺，叫人心疼？往后咱们姐妹出府，不论是逛街还是参加宴会，您允许我们带上二妹妹吧。你二妹说不了话，谁府上愿意招呼她？方才青衣郡主让大表姐带二表妹去参加穆王府赏荷宴呢。连青衣郡主都邀请明慧，说明明慧讨人喜欢，把她拘在府里像关犯人似的，确实过于狠心了。今日之事，念在她孝心可嘉的份上，我就不罚她了。这丫鬟不知道劝阻主子，一味纵容，杖责20，罚2个月月钱。扶二姑娘回去歇息，这几天不许她随便出院门。青衣郡主派人送了2份请帖来，一份是给明媛的，一份是给魏明一的。青衣郡主上回让我带二妹妹去参加赏荷宴，也没给她下帖子，我能带她去吗？大姐姐，你还真打算带二姐姐去参加啊？不可以吗？那天你怕祖母和二婶罚二姐姐，给青衣郡主使眼色，我们都看见了，你才教了青衣郡主画画，她成了你的恩情，向着你。现在祖母和二伯母也没罚二姐姐了，你带她去，就不怕青衣郡主觉得你不识抬举吗？青衣郡主不是那样肤浅的人。明慧不会去穆王府参加赏荷宴。祖母，穆王府赏荷宴，不少人去参加呢。我正好有一套新衣裳还没有穿过，明儿我打算出府。连这2次出府都出了事，一点都不知道怕。想出府呀，过了这段时间再说。这话题就此打住。明媛拿了帖子，俯身告退。实在是想不通二太太，青衣郡主都邀请二姑娘了，她为什么不许呢？其实我也没有真打算带二姑娘去穆王府，只是可怜她罢了。再说了，帖子只有2张，
带她去了，四姑娘和表姑娘就只能去一个，我这不是招人恨吗？姑娘考虑周全，但这话呀，可不能当着二姑娘和四儿的面说，不然二姑娘非得伤心死不可。走走走，楚玉院不欢迎你。我是喜儿，你就是去儿也不让你进。楚玉院，我进进出出不下100回了，好端端的，为什么不让我进楚玉院？你和大姑娘虚伪，不想带二姑娘去穆王府不带便是，为什么要说二姑娘是累赘啊？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么蠢，我家姑娘那是故意说给丫鬟听的，不这样说，二太太能让二姑娘跟着去穆王府参加赏荷宴吗？喜儿呢？不知道呢，吃晚饭后就没瞧见她人影。姑娘，喜儿也不知道是着了凉还是吃坏了东西，肚子疼，她晚上怕是没法值夜，让奴婢替她一晚上。待会儿扶喜儿过来一趟。约莫半刻钟后，海棠就把喜儿给扶了过来。我给你把把脉。姑娘，奴婢不会死吧？我还没有活够呢。去书房拿颗止泻的药给喜儿服下，再送几颗去给二姑娘。喜儿捂着肚子望着明园，你应该是在楚玉院吃坏了肚子。奴婢去之前，四姑娘去楚玉院找二姑娘玩，府里的主子除了姑娘，谁还理会二姑娘？更别提四姑娘还给二姑娘带了2盘子糕点，还有一串糖葫芦。二姑娘知道我爱吃，就把糖葫芦转给奴婢了。二姑娘和四儿都没事，两人因为能出府，正兴奋的睡不着。他们没事，奴婢也就没把止泻药给他们了。如果真是魏明起下的泻药，没道理就他倒霉，四儿安然无恙。是我冤枉了魏明启吗？楚玉院那边怎么样了？还没有消息。把药粉给我，我亲自去。姑娘，四姑娘去西院了。时辰还这么早，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花梨木桌子上摆了2盏茶，一盏是魏明慧的，一盏是魏明启的。四妹妹怎么有空来楚玉院，还不带丫鬟？春兰在院子里帮我找耳坠，昨晚临睡前才发现掉了一只耳坠，丫鬟找了一圈也没瞧见，想着白日里来过楚玉院，结果来瞧瞧。喝茶吧。小坐了会儿，魏明启就起身告辞。我就不留下来妨碍你们说体己话了，改日我再来陪二姐姐你逛园子。1个半时辰后，魏明启腹疼不止的消息就传到了楚玉院。难怪雪雁要把二姑娘和四姑娘的茶给调换了，原来是四姑娘在我家姑娘的茶里下了泻药了。明远以为他和魏明慧算早的了，没想到魏明一早就到了，见明远和魏明慧上前见礼。时辰不早了，咱们出发吧。明远眼睛望了一圈，表妹还没来呢，不等她了。表姐去不了了，早上出门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把脚给崴了。这么倒霉。你执意要带明慧出府，她也想去，我这才同意。她不会说话，也没怎么出去过，你可要照顾好她。明远还没应下，二太太又叮嘱魏明慧，到了穆王府，你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大姐姐，出了什么事可就没有下回了。魏明慧点头如小鸡啄米，一通叮嘱完才放他们离开。明媛姐姐，你可算来了，我都等你半天了。我还想着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我方才听说今儿来的都是没有定亲的大家闺秀和世家少爷。1个月前，我母妃和其他几位贵夫人在一起闲聊，聊到大哥的亲事，都想找一些大家闺秀进府相看。这不一拍即合，决定热热闹闹的办个宴会，他们一起相看，然后就有了赏荷宴。我母妃等荷花开，都等得着急上火了。那你还邀请我来？不少人都猜到母妃的意图，母妃怕那些大家闺秀故意装出贤良淑德的模样，为了打破他们的猜测，然后我就把你请来啦。郡主，表姑娘来了。护国公府离王府这么近，你们还来得这么晚，看我一会儿怎么罚你们。这一回可不能怪我们来晚了，我们早早的就出了门，谁想到今儿苏家清雅轩开张，门前围了不少人，我们等了1刻钟，道路才畅通呢。啊，把路都给堵了？清雅轩开张，有那么多人围观吗？可不是人多，要不是急着来，我都想去瞧瞧呢。明远走过去，护国公府2位姑娘都望着明远。青姨，这位是
这位就是刚刚把你们堵在路上一刻钟的苏家外孙女，定北侯府嫡女魏大姑娘，未来的镇南王世子妃，还有可能是未来的镇南王府郡主。明媛和他们相互见礼。我们去那边玩吧，那边花园里还有不少大家闺秀在，你们正好帮我招呼下。郡主，王妃让你去看看小少爷。母妃就会给我出难题，弟弟牙疼，我去也没办法叫他别哭了。见清怡郡主一脸头疼，明媛道：切片生姜放在牙疼处，咬上1-2刻钟，会有所缓和。奴婢去厨房拿生姜。清怡郡主朝明媛一笑，就快步去找他那牙疼的弟弟。周姨叔领着明媛和魏明一去花园，迎头和一嬷嬷碰上。云嬷嬷。云嬷嬷笑着俯身见礼，抬头时魏明慧正好从一旁走过来。这世上怎么会有长得这么相似的2个人，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周姨叔看着他，又看看魏明慧。云嬷嬷啊，这位姑娘面生得很，似乎是第一次来王府，郡主新交的朋友。嬷嬷猜准了，这2位啊是定北侯府姑娘，是青姨新交的朋友。云嬷嬷退后2步，把路让开。这嬷嬷还真是奇怪，我脸上也没有脏东西，为什么那么吃惊呢？四儿帮魏明慧拍裙长，怎么拍都拍不干净。大姑娘，我家姑娘要换身裙裳。明媛就望着清怡郡主，我陪她去换衣裳。你就别去了，我让胭脂陪他们过去，有胭脂陪着，你只管放心就是。魏明慧想着她给明媛添麻烦，便点点头，做了一堆手势。姑娘说了，让大姑娘好好玩，她换了身衣服就过来，你不用担心她。清怡郡主都这么说了，她要不答应，就是不放心胭脂。哎，方才苏家姑娘还与我说话了，我才知道你竟然是打算看清雅轩开张的，你可要玩得高兴，不然我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郡主言重了，我先去找苏家姐妹。他们在那边，一会儿胭脂领了2姑娘回来，我就让她带2姑娘去那边找你。那边2姑娘走过来，明媛下意识的避让。姑娘你看，那边还有茶，穆王府考虑的真周到。要不喝一口，这会儿返回去再等上片刻，魏明慧就应该换完衣服回来了。明媛坐下，见雪雁站着，你也坐吧。姑娘，这不合规矩。这4下除了你我，哪还有别人？让你坐你就坐。谁让你们坐那儿？明媛回头，小厮的话音戛然而止。不能坐在这里吗？能。雪雁就望着明媛，明媛把凉了的茶盏放下，而后起身。雪雁眸光一瞥，指着明媛的腰间。姑娘，你的荷包呢？来的路上还系在我腰间，应该是方才让路的时候不小心掉了。明媛回想了下，和雪雁俩快步往回走。等人走远了，小厮才抬头往树上看。世子爷，王妃让您赶紧去挑世子妃，现在给您机会，您不挑，赶明儿她给您选的，您不许有微词。一抹浅笑绽放在男子清俊的脸上，朦胧如水中月影。再说明媛带着雪雁回到之前给人让路的地方，然而什么也没有看见。东张西望之际，有声音隐隐传来，带着喜悦和紧张，急问：告诉我，你快告诉我，你娘胳膊上是不是有一块莲子大小的胎记？云嬷嬷。云嬷嬷拍着膝盖，掩去眸底的慌乱，故作镇定。方才不小心摔倒了，多亏了2姑娘扶住我。雪雁则眼尖，看到地上一荷包，她惊喜道：姑娘，你的荷包在那儿呢。这天香锦的荷包是姑娘的。嬷嬷认错了，这是朝霞锦。不论是天香锦也好，还是朝霞锦也罢，这都是我做梦都要找的那块绸缎。老天爷保佑，这酷似的容貌再加上天香锦，就是我要找的人没错。看着他双眸渐渐湿润模糊，明媛越发摸不着头脑。他欲问2句，云嬷嬷却转身离开。四儿呢？魏明慧脸色一白，快步往前，只见那边假山处四儿晕在那里，地上还有根粗壮的木头，显然是被人打晕了。魏明慧朝云嬷嬷走的方向指了2下。是云嬷嬷打晕四儿的。魏明慧点头如捣蒜，
一脸云嬷嬷不是好人的神情。明媛蹲下给四儿把脉，然后掐他人中。不一会儿，四儿就徐徐转醒。谁打我？雪燕则好奇，四儿，二太太胳膊上有胎记吗？这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二太太的贴身丫鬟。这好端端的，你怎么对二太太胳膊上有没有胎记感兴趣啊？没事儿，我就是问问。魏大姑娘在这儿呢，郡主让奴婢来找您和魏二姑娘过去说话。明媛朝他一笑，就跟着丫鬟往前走。那边，青怡郡主轻快着脚步走过来。明媛姐姐，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谢我什么？你教我用生姜止牙疼，真的管用。我弟弟的牙已经不疼了。这点小事，也用得着郡主和我道谢？郡主，王妃让您带魏家两位姑娘去凉亭。母妃肯定是向你道谢。那我们先去见了我母妃，再玩投壶。明媛和魏明慧随着青怡郡主去凉亭给穆王妃见礼。母妃，这位就是定北侯府大姑娘。青怡极少夸人，那天从定北侯府回来，对你是赞不绝口，果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郡主天真烂漫，性子洒脱，能和郡主结识是明媛的荣幸。如果说穆王妃看到明媛时带了几分惊艳，看魏明慧的眼神就复杂得多。她没有夸魏明慧什么，朝明媛招手。明媛走上前，穆王妃握着她纤纤柔仪，将手腕上戴的玉镯推到明媛手腕上。王妃娘娘，这么贵重的礼物，明媛不能收。都说你有福气，冲喜能将镇南王世子冲痊愈，果然不假。镇南王世子还没沾到你的福气，倒叫我家野小子先沾了几分。往后出嫁了，可要常来我王府坐坐。玉镯稳稳地戴在明媛的手腕上，明媛也不好摘下来还他，只能道谢。穆王妃又将手腕上另外一只玉镯摘下，朝魏明慧招手。魏明慧摇头如拨浪鼓。穆王妃是谢大姐姐帮了小少爷才赏她玉镯的，她无功不受禄。快过来。穆王妃坚持，再加上明媛朝她点头，魏明慧这才上前。一旁坐着的贵夫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荷包绣得真别致。明媛眸光一动，将荷包取下。方才在路上掉了一回，万幸找了回来。王妃不嫌弃就收下吧。你替母妃绣一个漂亮荷包，当做回礼送给魏大姑娘。母妃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地找明媛姐姐要荷包，总觉得母妃今儿怪怪的。丫鬟扶身，见过成国公府大姑娘。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魏大姑娘说，你先带着魏二姑娘去宴会处吧。是。徐大姑娘有什么话要与我说啊？方才我不小心说漏了你画画蹂躏镇南王世子的事儿。不小心？处心积虑地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一句不小心就想帮我打发了？画作满天飞的时候，大家就猜到是我了。你说与不说，结果都一样。你都不生气吗？怎么可能不生气呢？不过祸福相依，镇南王和王妃一直以为我如传闻那般木讷寡言，看到画作后觉得我心思玲珑，青衣郡主还亲自登门向我讨教画作，成为知己好友，这对我来说是好事，不是吗？是好事。徐娇眸光闪了闪，笑。先去宴会吧，咱们边走边聊。明媛只笑不语，径直往前走。徐娇的脚伸了过来，明媛脚也抬了起来。徐娇一惊之下重心不稳，身子往后一仰，丫鬟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扑腾一声落水声传来。假意道歉，我接着，一边道歉一边给我使绊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徐娇落水，丫鬟吓得直叫救命。很快就来了丫鬟婆子，把徐娇从水里捞起来。我家姑娘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你也说了原谅她无心之失，你怎么能推她呢？是我对不起她在先，我家姑娘没有。雪雁，不必多言，我无愧于心。这是谁修的王府，一点都不好，把路一挡，我和九皇子都没法走了，还杵在这儿，不知道让让啊！你们俩怎么在这里？岂止是在这里，他们两个庞然大物站在路口聊天，我和九皇子不好打扰，在一旁等了半天了。庞然大物？哎呀，哪有这样形容人家娇滴滴的姑娘的？
那你看到成国公府大姑娘是怎么落水的了？看到了。穆王妃什么人没见过，心知是怎么回事。扶徐大姑娘去换身衣裳，喝碗姜汤，仔细着凉。丫鬟赶紧扶着徐娇离开。怎么就走了？我话都还没说呢。好了，你和九皇子去玩吧。让你受委屈了。明媛笑笑，眼睛往之前指责他的那些大家闺秀脸上望去，一个个目光躲闪，不敢看明媛。可有人说我什么？丫鬟支支吾吾，听到了什么？如实告诉我。奴婢拿衣裳回来，不少丫鬟都望着奴婢，奴婢凑近想听听他们背后说什么，他们就走远了。想到什么，示意丫鬟附耳过来。姑娘，你要三思啊，这……我让你去你就去。同清怡郡主告辞后，明媛朝马车处走去，身后苏曼唤他。明媛回头就看见苏瑶和苏曼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荷包递给明媛。给你的。之前送我荷包我都还没有回礼，怎么还送啊？荷包是其次，重要的是里头的东西，祖父让我们带给你的。苏老太爷让他们转交的，明媛就不能不收了。什么东西？你回去再看，时候不早，我们就先回去了。互相扶了扶身，就各自坐马车离开。喜儿回来了没有？没看到喜儿姐姐回来。这个死丫头真能跑，还不回来？喜儿又惹周妈妈您生气了呀？早上我出府买东西，喜儿非要和我一起去，我就依着她了。谁想到东西才买了一半，这丫头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到这会儿了，她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哎，呸！她和姑娘坠崖都能大难不死，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指不定是跑到哪儿玩忘了时辰，回来我非剥她一层皮不可。还是派2个人出去找找吧。周妈妈应下，让明媛回屋歇着，她亲自带人出去找。这边明媛进屋，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喜儿姐姐回来了。你个死丫头，你去玩我不拦着，你不知道和我说一声吗？害我担心半天。周妈妈，你先放手，我有急事儿和姑娘说，你待会儿再揪我耳朵成不成？周妈妈松了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晚上不许你吃饭。说完就转身走了，却是松了一口气。姑娘，我看到之前赶马车的车夫了。你确定没有看错？他就是华成辉，奴婢也认得。喜儿想看车夫落脚之地是谁扶上的人，然后再回来告诉明媛，把车夫抓了审问。可是车夫是个赌徒，一头扎进赌房。喜儿就在外面等着，一等一个时辰，就是不见车夫出来。如果车夫常去赌坊，肯定有人认得他。姑娘要不告诉侯爷抓人？先别轻举妄动，好不容易才找到车夫，绝不能让他被人灭口了。还有一件事儿，说出来姑娘肯定高兴。什么事？就是成国公府的大姑娘呀。方才在街上，奴婢回来的时候，她在马车里吓得尖叫，还直接从马车上滚了下来。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坏，在她车里面啊放了条毒蛇。怎么会那么巧？那蛇是藏在什么地方的？听说是藏在放糕点茶水的抽屉里。丫鬟一打开，那条蛇就扑过来咬上她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成国公府大姑娘让人在我们的马车里放了蛇，帮我的人把蛇拿走，放进了成国公府大姑娘坐的马车内。这个帮我的人会是楚墨尘吗？有人吗？雪雁和喜儿就见身影一闪，属下赵成奉世子爷之命守护魏大姑娘，直到出嫁为止。果然，蛇是你换的？是属下所为。明媛向他道谢，赵成忙道：这是属下分内之事。那分外的事呢？能不能帮忙？魏姑娘是指车夫的事？这听得也太清楚了吧！以后还敢随便说话吗？那车夫长什么模样？车夫眼角有块疤，右手的小拇指缺了一小节。属下的责任是看护魏姑娘，车夫的事属下让其他暗卫去办，一有消息就会禀告魏姑娘。有劳了。有世子爷的暗卫帮忙，亮了车夫插翅难逃了。明媛打哈欠，想着要不眯会儿，晚上还要调制药膏，得一气呵成。姑娘不看看苏老太爷给了您什么好东西？明媛知道荷包里装的是纸，能捏出来，她以为是信，谁想到竟然是清雅轩2成股份。苏老太爷真是疼姑娘。苏家疼我，也得为苏家着想。我想挣钱有的是办法，怎么能要苏家那点东西？明儿还回去吧。
郡主特意邀请府上姑娘去穆王府参加赏荷宴，却不想让2位姑娘受了委屈。王妃特意让我送了礼来赔罪，给府上添乱了，没有惹穆王妃不快才好。几位姑娘聪明伶俐，王妃都很喜欢呢。云嬷嬷摇头，说完望着二太太。来之前，王妃有件事叮嘱我问问二太太，不知道二太太可有时间？看来云嬷嬷来送赔罪是假，想看看二太太胳膊上有没有胎记是真。云嬷嬷和二太太走后，明媛也带着喜儿离开。姑娘，二姑娘会不会不是二太太亲生的呀？喜儿和雪雁无话不谈。云嬷嬷给魏明慧下跪的事，雪雁也告诉了喜儿。不会魏明柔才是二太太亲生的吧？如果苏氏是魏明慧亲娘，这解释不通啊。苏氏是定北侯夫人，肯定去过穆王府。不过云嬷嬷也认得二太太，不也照样登门求证？姑娘，你到底还去不去苏家了？明媛不只要去，而且心底最大的疑惑只有苏家能解。她刚走到屏风处，就听魏明柔嘴甜如蜜似的道：外祖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身子骨一天好过一天，瞧着比几个月前还要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一点都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呀，多亏了你。外祖母，大表姐也来了，你们是约好了一起来的吗？只是碰巧一起来了，还没瞧见人就叫那么大声，吓了我一跳。外祖母大病初愈，也不怕惊着外祖母。苏老夫人一把年纪了，自然明白明媛那么大声是为了打断她的话。明媛见到外祖母高兴，声音大了一些，惊扰到外祖母了。外祖母又不是你捏的，哪儿那么容易受惊？你们2姐妹能常来看我，外祖母高兴还来不及呢。好在上回苏家请的大夫医术还不错，外祖母气色渐好。前几天娘亲还想把江湖郎中请来给您瞧瞧呢。我陪娘亲等了半天，可惜江湖郎中神出鬼没，还没进府人就跑没影了。四皇子妃，老太爷回来了。外祖母，我先去给外祖父请安，再来陪您说话。说着他起了身，没有邀请明媛一起去的意思。苏黎起身陪魏明柔一起去。不用，你们陪大姐姐说话就成了，我去就来。明媛给苏黎使眼色，苏黎笑道：大表姐有3妹妹她们陪着呢，我陪你。魏明柔没法拒绝，便点了点头。怎么2姐妹这么生分了？外祖母，我会医术的事儿不是故意瞒着3妹妹，而是不能告诉她。为什么？我在四皇子和镇南王世子之间选择了镇南王世子。孙贵妃在我喝的茶里下毒，我一时生气，然后就……明媛没有说得太直白，但苏瑶捂住了嘴巴，才没让自己惊叫出声。幸好你阻拦得及时，不然外祖母……是明媛太谨慎了，就算您告诉3妹妹，她也不是一定就会告诉孙贵妃的，只是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份风险。我和孙贵妃敌对，她处在中间，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好。明媛没有多说，将怀里藏着的纸拿出来，递给苏老夫人。外祖母，这个明媛不能收。给你的，你就好好收着。如果不是你聪慧，你几位舅舅这会儿已辞官在家，给外祖母守孝。唉，清雅轩被状元坊逼得关门歇业，给你2成股份，都算委屈你了，你还不收？哪儿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呀？可我并未做什么。在表姐看来，你没有做什么，可对苏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这是你该得的。要不是不好分，外祖父要给你3成股份呢。如果明媛执意不收，苏老夫人会接，但苏老太爷会添1成，再亲自给他送去。明媛能怎么办？他只能收下呀。这会儿没人，明媛想着旁敲侧击下苏氏的身世，看看他是不是苏老夫人亲生的。可是他刚要开口，外面苏黎走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丫鬟。四皇子妃呢？怎么没和你一起进来？
许是宫里有事吧，有公公来找他，他就先走了，说改日再来看望祖母。明媛望着他，苏黎就道：四皇子妃送了幅画给祖父，是前朝大师之作。四皇子有心争储君之位，肯定要拉拢朝臣。苏老太爷官阶不高，但桃李满天下，又喜欢字画，四皇子投其所好很正常。陪了苏老夫人许久，苏老夫人一脸慈爱：今儿天气不错，你们去花园逛逛吧，在外祖母这里用了饭再回去。苏瑶几个就拉着明媛去逛花园了。不好了！苏曼回头皱眉：什么不好了？绣房出事了，朴姑娘的嫁衣起火了。苏曼几个赶紧往前走，本来是想去绣房的，不过半道上丫鬟告知着火的嫁衣送到秋水院了，他们就直奔秋水院了。正堂内，苏老夫人和3位苏太太都在。娘，方才我去看朝霞井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烧了？苏大太太看到明媛，歉意道：是大舅母对不住你，好好的朝霞锦送来，我苏家却让她被烧成这样。大舅母……明媛没说话，她走到小鸡边，把烧掉的嫁衣拿起来，她是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补救，可是一拿起来，她鼻子动了一动，眸光就冰冷了起来。表妹是独自去看朝霞井的，还是和四皇子妃一起去的？是和四皇子妃一起去的，她想看看朝霞锦做的嫁衣是什么样子的，还说如果她没有代替你上花轿，朝霞锦就是她的。当时离绣房不远，我见她实在想看，就陪她去了。说着又觉得这话是在怀疑魏明柔，再加上大太太瞪她，她赶紧道：四皇子妃看到朝霞锦，只是伸手摸了下，我也摸了。外面丫鬟禀告公公找她，我们就离开绣房了，只待了一小会儿。大表姐可是发现了什么？嫁衣上被人撒了磷粉。磷粉是什么？磷粉着火点很低，今儿太阳大，在阳光下多晒一会儿就会着火。绣嫁衣的位置正午会晒到半个时辰的太阳，方才绣娘就在旁边，嫁衣一着火就赶紧扑灭了。看这洞不大，应该能补救。能补救，可是上面的磷粉怎么办？嫁衣不能洗，更不能破损，否则不吉利。用清水洗洗，这些烧出来的洞用绣图遮掩，外人看不出来。这怎么能行呢？大舅母，没事的，哪有这么多讲究呢？苏大太太还欲再劝，苏老夫人朝她摇头。绣娘把朝霞锦嫁衣拿下去，明媛则问苏老夫人：外祖母，朝霞锦那么美，见过的人却很少，您是怎么得来的？是偶然所得，外祖母只有你娘一个女儿，原是打算给她做嫁衣的，但你娘没舍得用。明媛决定旁敲侧击：外祖母，皇上赐婚让我给镇南王世子冲喜，镇南王世子找人算八字，他说我的八字不对，后来还重新找我要了，还要了我娘的。他说要么是我的八字出了问题，要么是我娘的有问题。娘说我的八字是正确的，可是镇南王世子笃定。我今儿来是想问问您，我娘的八字准确吗？苏老夫人这一次愣神的时间明显久了一点。怎么就不对了？算命大师说我和娘亲的八字没有母女缘分，如果是亲母女，必定是有一人出了差错。可能是我记错了吧。算命大师说，如果时辰真弄错了，让娘亲的亲娘，也就是外祖母，您给娘亲绣一个荷包随身佩戴，除了叮嘱是亲手绣之外，其他的倒没说什么了。明媛觉得自己还是太心软了，顾及苏老夫人大病初愈，心疼苏氏，不敢直截了当地问，就连旁敲侧击，还怕苏老夫人胡思乱想，留了分寸。我好多年不做针线了，有机会问问镇南王世子，如果我不亲手绣，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明媛一听，心下就有了几分明了。我这娘十有八九真的不是苏老夫人亲生的呀。
那我找机会问问镇南王世子。进了二门，明媛迈步朝长辉院走去。远远的，他就看到一双喷火的眸子。在苏家碰到他，回了侯府还碰到他，他不是回宫了吗？魏明柔把明媛的去路挡了，直接朝他伸了手。你不想见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先给我。你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如果是指紫玉镯的话，有多远给他滚多远，还没完没了了。哼，看来是不想给我了。不要和我打哑谜，我猜不透。有话就直说吧。清雅轩的股份，谁告诉你苏家给了我2成股份的？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你就打算不给我了，将我的那一份据为己有？苏家是给了我2成股，但那是给我的，与你何干？把路给我让开！明媛径直往前，魏明柔伸出胳膊把明媛的去路挡了，大有不给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架势。明媛从旁边走，魏明柔的丫鬟挡上来，清脆响亮的巴掌声打得丫鬟眼泪涌了出来。明媛前脚到长辉院，她后脚就带着丫鬟赶到了。她进屋就扑到老太太怀里，要老太太给她做主。出什么事了？苏家给了2成清雅轩的股份给大姐姐，其中1成是给我的，我找大姐姐要，她不给我，还打丫鬟。苏家给了2成清雅轩的股份给你们。苏家是给了我2成清雅轩的股份，我今儿去苏家也是为了这事儿，我没打算要，但苏家执意不收，我又给带回来了。清雅轩的股份是苏家给你们2姐妹的，你不要，好歹问过明柔的意思吧，你擅自做主就算了，他找你要，你不给还打人，霸占胞妹的东西，你不怕传扬出去坏了你的归誉？只要魏明柔一受委屈，二太太绝对是头一个站出来的。而苏氏这会儿都还没赶来。三妹妹说苏家给我的股份有她一半，二婶就深信不疑。你和明柔都是苏家外孙女，一视同仁，有你的自然有明柔的。苏家自诩诗礼传家，不可能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都不懂。幸好二妹妹不在，不然让她听到二婶说一视同仁，估计会伤心死。明媛收回眸光，把怀里那张股份递给老太太过目。祖母，您看这像是让我和三妹妹平分的意思吗？纸上明确写着清雅轩的股份2成归明媛所有。我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外祖父和舅舅们要这么对我？只是以魏明柔的性子，明媛还真怕她直接去苏家问，到时候让苏家上下难堪。我也不懂，方才问了外祖母，我才知道娘亲无意间说起嫁妆的事儿，给我的嫁妆远比不上给三妹妹的，怕我心里不舒服，再加上清雅轩前些日子被状元坊逼得喘不过气，给我2成股份，一半是给我做添妆，二来是让我和镇南王世子能做清雅轩的靠山。原来如此。三妹妹执意要清雅轩1成股份，我可以给你，多你和四皇子做清雅轩的靠山，没什么不好，但请你把我的陪嫁还给我。要不要我把四皇子妃的位置一并还给你啊？好啊。好了，都别闹了。你虽然年纪小，但毕竟嫁人了，怎么还这样不懂事呢？时辰不早了，该回宫了。娘，今儿周妈妈告诉您，苏家给了我2成股份，当时屋子里都有谁在？幽兰院里有二太太的人必须要除掉。苏氏也不喜搬弄是非的丫鬟，看了赵妈妈一眼，我这就去查。明媛想看看苏氏胳膊上有没有帘子大小的胎记，正要问呢，那边过来一丫鬟，也不知道禀告了什么。苏氏都没回头，就快步走了。去把珍珠找来，就说我有话要问她。姑娘，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皇上让人送来2姑娘，说是给侯爷开枝散叶的。皇上是吃饱了撑着吗？居然赏美人给我爹。不过仔细想想，他能理解皇上赏赐的一番心意。当年定北侯为了救皇上才伤了身子，大少爷又失踪下落不明，以致膝下无子。姑娘，你不去看看夫人吗？明媛也想去劝劝苏氏，可她看到苏氏，她能说什么呢？做女儿的管父亲纳妾的事管得太宽呢。珍珠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奴婢去的时候，赵妈妈正在审问丫鬟。珍珠瞧见院子里的2等丫鬟秀儿和二太太说话，正和秀儿对峙，要过会儿才能来。
见过大姑娘。大姑娘找奴婢来是有几句话问你。大姑娘要问奴婢什么？我娘胳膊上有没有一颗莲子大小的胎记？啊，没有，夫人胳膊上没有长胎记。否决得太快，而且眼神飘忽，明显是在撒谎。当真没有？没有，夫人胳膊上真的没有胎记。姑娘，奴婢求您别问了，奴婢什么都不知道。珍珠是夫人的贴身丫鬟，平常要伺候夫人沐浴更衣，怎么可能不知道夫人身上哪处长了胎记呢？到底怎么回事？如实告诉我。夫人叮嘱过，她身上有胎记的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谁敢泄露，直接杖毙。我知道你对我娘忠心耿耿，问胎记在我看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别说是我，就是旁人问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娘亲不还指着我找回大哥吗？唯一知道的也只有他身上有颗胎记。身上有胎记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我娘怪罪起来由我一力承担，绝不会牵连到你。今儿穆王府云嬷嬷来找二太太，问二太太胳膊上有没有一颗莲子大小的胎记。二太太说没有，云嬷嬷就回去了。云嬷嬷走后，四太太问二太太，云嬷嬷找她何事。当时夫人也在场，二太太说穆王府是好心，见二姑娘哑巴但聪慧机灵，不像是高烧导致的，是被家中长辈冲中的。胳膊上长胎记会导致府中子嗣艰难，但不是没有化解的办法，搬去安堂祈福1年即可化解。可是夫人听得心直往下沉。等二太太他们走后，夫人就给几个贴身伺候的丫鬟下了封口令。夫人打算过2天去佛光寺找大师问问，看有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太好骗了一点儿？二太太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呀？姑娘，奴婢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没事，奴婢就先回去了。暗卫收回看着窗户的眸光，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如鬼魅一般出了定北侯府。怎么回来了？魏大姑娘找世子爷有事吗？有件事属下不敢擅自做主，特来禀告世子爷。什么事儿？明媛迈进幽兰院，就觉得气氛和以往大不相同，往前走了几步，就见赵妈妈领着2姑娘走出来。不愧是美人，人间绝色呀！既然喜欢，侯爷怎么没和他们一起走？谁说我喜欢了？眼珠子都差点收不回来。我嫁给你10几年，你几时这么看过我？大姑娘，怎么不进屋？明媛再抬头，就见定北侯坐端正了。那俩美人啊，不是，那俩姑娘啊，身份不同一般。皇上呢，不是真的赏给我开枝散叶的，他呢是没地方塞了，这才塞给我的。他们能是什么身份？他们是晋王献给皇上的。晋王乃太后亲生，他送的美人就算再美再舍不得，皇上也不敢放身边。元儿是来陪你娘吃晚饭的。娘亲有爹爹陪着，我才不来凑这份热闹。我是有个问题想不通，特来问问娘亲。正好你爹爹在，看能不能帮你。有一大户生了2子，长子骁勇善战，封侯拜将；次子虽不及长子，却也是人中龙凤。2子皆是爹娘的心头肉。有一天，这户人家突然发现他们的长子并非是他们亲生骨肉。多年前，至交兄弟觊觎他们的家财，偷偷将孩子调包，亲生儿子被抱走，而且过得并不好，挨打挨骂，甚至害他断了1条腿。明媛一边说，一边注意苏氏和定北侯的神情。那孩子后来认回来没有？娘，我要问的就是，如果您和爹爹生的大户，您会认回那孩子吗？认，当然要认回来。爹爹呢？如果这是真的，不是有人挑拨离间，我会认亲生儿子为义子，会尽全力医好他的腿。如果医治不好，也会保他一生衣食无忧。至于至交兄弟，他做的事儿加倍还回去。如果不是至交兄弟，而是亲生兄弟呢？谁家府上情况这么乱，一点骨肉亲情都不讲？就是你们家呀！大人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你们2个字都到喉咙了。窗户哐当一声被砸响，也把明媛的话给打断。
定北侯豁然起身，走到窗户处，就见一只猫望着他。怎么了？没事儿，这谁偷听也不准确，砸窗户分明是故意的打草惊蛇，这么做是为了打断明媛的话。媛儿方才说什么？这一打岔，我想说的话都给忘记了。又不是什么好事，忘了就算了。娘也经常忘事。从幽兰院出来，明媛就直奔汉淡院书院。他把门推开，就看到一双星辰璀璨的眸子带着点点笑意望过来。算了，她长得漂亮，窗户砸就砸了吧。看在她长得漂亮的份上，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魏姑娘平常就是这么盯着男子看的。楚世子不请自来，不就是送上门来给我看的吗？不过晚来片刻，都等不及砸窗户了。这么性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你有一点大家闺秀的做派吗？还调戏我？我可是男子。先把门锁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喜儿已经麻溜地把门拴上了。明媛再回头就看到某男伸手解腰带。你干什么？不脱光，怎么让你一次看个够啊？好啊。这么梦浪的话，绝对不是我家姑娘说出来的。喜儿捂脸，赵峰站在一旁，两眼望着天花板，肩膀直抖。爷战无不胜，今天一脚算是踢到铁板了。男子汉大丈夫，言出必行啊，看他怎么收场。这还是不是女人了？你知道怎么样才是大家闺秀吗？激将法对我没用，我要是寻常的大家闺秀，当初我就死在崖底了。楚世子一再闯我闺房，我若是大家闺秀，早就羞愤自尽了。可偏偏我不只是定北侯府嫡女，我还是一名大夫，大夫眼里不分男女。把这丫鬟带出去。他朝喜儿走过来，喜儿死死地抓着明媛的衣袖。你看安慰出去吧。姑娘，你要坚持呀！我哪里不矜持了？我就问你，我哪里不矜持了？反正明媛翻什么白眼，喜儿都不松手。放心吧，他在我眼里还没有20万两和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值钱，我不会犯傻的。楚墨尘真的有掐死明媛的冲动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是镇南王世子，镇南王府能随随便便给他20万两，足见钱多。至于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难道还比得上镇南王世子妃吗？镇南王府钱再多，那也不是我的呀。你不会吹枕边风吗？爷居然教魏大姑娘吹枕边风，她是不是疯了？书房内静谧了片刻。说正事吧。你是说砸窗户的事儿？你要告诉定北侯的事，我知道几分。你想过告诉他之后的后果没有？能有什么后果？孙贵妃和四皇子同意四皇子妃替你上花轿，是因为她是定北侯亲生。如果她不是，孙贵妃和四皇子还会在乎她吗？这件事一旦抖出来，孙贵妃一定会求皇上治定北侯府的罪，同样是赐婚，但有先后之别。到时候你我婚约作罢，你只能嫁给四皇子。定北侯备受皇上信任，苏家桃李满天下。你娘不是苏家亲生，十有八九和穆王府有关，这3大势力足够四皇子不遗余力去争取了，何况还能报复镇南王府。那就不能说了吗？至少也要等到魏大姑娘出嫁之后。之前魏姑娘让安卫帮忙找的车夫，现在也找到了，他是二太太娘家王管家的侄儿，为了不打草惊蛇，尚未将车夫抓起来。果然是二太太信得过的人。半个月时间，我等得及。可偏偏有时候半个月时间都等不及。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有件事要和老太太商议一番，正好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什么事儿？今儿下朝，陈将军拉住我，想与我结亲。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想把女儿嫁给栋儿，觉得他年纪小，亲事不着急。谁想这陈将军是想替儿子取名讳。是哪位陈将军？哦，是中武将军府。中武将军正4品，和二老爷官阶一样，只是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
我记得中武将军府上大少爷前2年上战场断了一只胳膊，原本打算得胜归来就娶妻的，后来因为胳膊断了，亲事也给退了，至今未娶。陈将军莫不是给他说亲吧？就是陈大少爷。你答应了？不，我没答应，也没否定，只说这事儿要你和老太太点头，明后天给他答复。娘，您意下如何？有人愿意求娶明慧，自是不错，就是不知道陈大少爷品性如何。我见过陈夫人，性子温和，想必陈大少爷人也不会差。慈母多败儿，在外人跟前温和，不见得就真的性子温和。既然性子不错，你们也觉得合适，我没。祖母，二妹妹极少出门，不通人情世故，我不知道中武将军府出于什么目的求娶二妹妹。如果只是觉得二妹妹是哑巴，正好陈大少爷又娶不到媳妇，两家门当户对，所以才求娶，这对二妹妹来说太不公平了。她说不了话，万一别人欺负她，她都没法解释得清。咱们定北侯府又不是养不起她，何必急于将她嫁人呢？等找到江湖郎中，或许能将她的哑疾治好呢。镇南王世子不止断了条腿，还瞎了一只眼睛，大姑娘不照样选择了他吗？我只是觉得二妹妹值得更好的，她年纪还小，不用太着急她的亲事。这亲事我应下了。你答应了，将来能不能嫁不是你说了算。老夫人，宣平侯府夫人来了。明媛心情郁闷，俯身告退。二姑娘。明媛抬头就看到魏明慧走过来，她泪流满面，看她哭成这样，就知道二太太给她定亲的事她知道了。她满腹委屈，可惜说不出来。大姑娘，二姑娘哑巴能治好的事，能不能告诉二太太？不能说，只是定亲还没有嫁，不是没有转机了。想我和四皇子定亲10几年，不照样没嫁成吗？你家姑娘哑疾还没好，空口无凭，没人会信的。一阵叮铃悦耳之声传来，恭喜二姐姐定亲，即将成为宣平侯世子夫人。宣平侯世子夫人，不是嫁给陈大少爷吗？大姐姐消息闭塞，你走之前，二伯母是同意把二姐姐嫁给陈大少爷，但是宣平侯夫人登门，她也是来求亲的。宣平侯世子四肢健全，家世也不是中武将军府能比的。人往高处走，二伯母改主意了。还有这等好事？当然没有了。明媛眸光一缩，宣平侯世子的确四肢健全，但他有26岁了，嫡妻难产而死，留下一子。田房2年前病逝，留下一女。有说田房是病逝的，有说是被活活气死的。明媛气笑了，魏明慧哭得更凶了。真的是没有对比，就不知道陈大少爷断一条胳膊算不错了。看着魏明慧哭，魏明一则望着明媛，说来都怨大姐姐你。怨我？当然怨你，要不是你执意要带二姐姐去穆王府，二姐姐至今还养在深闺人喂食。她不是生来就是哑巴，她是因为高烧导致的，生儿育女完全不成问题。要是二姐姐唯唯诺诺，上不得台面就算了，偏偏她没有一个做哑巴的觉悟。你看她在穆王府玩得多开心，连穆王妃都夸赞她赏赐她。大家一议论，那些歪瓜裂枣皆是困难的，自然就把眼睛盯到二姐姐身上来了。魏明慧当然不怪明媛，那样太没良心了，但是要嫁给那样的男子，她宁肯一头撞死。你们先回去吧。等他们走后，明媛才望着魏明慧，别哭，有我在，不会让你嫁给宣平侯世子的。可是太太都答应了。你们不信我？我家姑娘说到就会做到，到时候亲事退了，你们不是白哭了吗？哄了好一通，才将魏明慧的眼泪哄歇。许是哭累了，她竟靠着明媛的肩膀睡了过去。明媛就扶她在贵妃榻上睡下，叮嘱四儿和雪雁照顾好她，然后就带着喜儿去了幽兰院。怎么过来了？二妹妹知道二婶把她许配给宣平侯世子做田房的事儿，在我那里哭了半天，这会儿睡着了，我心里难受，来找娘说说话。娘也觉得你二婶过分了一点儿，但这是二房的事儿，娘也不好插手。当初三妹妹替嫁，我选镇南王世子时，二婶没少掺和，她能管我，娘怎么就不能管明慧了？你和明慧情况不同，
她说不了话，不嫁人，将来不是搬去庄子上住，就是青灯古佛一辈子。你二叔二婶是怎么对待明慧的，你也知道。在府里，丫鬟都敢蔑视你二妹妹，一旦搬去庄子上住，那些捧高踩低的下人还不知道怎么欺凌她。宣平侯世子是混账了些，但两家联姻不看僧面看佛面，要真委屈了还能回来告状，那时候你爹就能出面替你二妹妹出头。就算宣平侯世子对她差一点儿，侯府给的陪嫁也足够你二妹妹一辈子衣食无忧，比去庄子上好。明媛把丫鬟支开，苏氏不解：娘，二妹妹的雅疾不是高烧导致的，是有人给她下毒，我给她解毒了，要不了几个月她就能说话了。下毒？就是下毒，为了查出下毒之人，也为了替我守住会医术的事儿，我就没让二妹妹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也隐瞒，你要早点让你二叔二婶知道明慧能说话，她肯定不会答应这桩亲事的。明媛呕血，她快要被苏氏的天真给打败了，而且苏氏接下来要说的话，连明媛都要上火了。宣平侯夫人和你二婶约定，过2天就送纳彩礼来，聘礼一下，这亲事几乎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不行，我得告诉你二婶去。娘，还没找出给二妹妹下毒的人，不知道毒哑她的目的，你贸贸然告诉二婶，闹得大家都知道，亲事能不能退还不一定，但二妹妹一定会有性命危险。你不是在帮她，而是在害她。你二妹妹从小就哑巴，她那么小，能得罪什么人？娘，这事我自己办，你别管了啊。嘿，这母女俩说什么体己话呢？啊，把丫鬟都给轰出去了，还能说什么？我在教明媛，待会儿侯爷从宫里回来，少不得皇上要赏赐一番，让他开口要，免得都放到宫中，再拿还被人盯着。哎呀，这回啊，皇上倒是赏赐了我不少，这2匹云锦给老太太，其他的呢都给明媛陪嫁。这还差不多。大姑娘，宣平侯世子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宣平侯世子在百花楼喝花酒，搂着姑娘下楼的时候，一脚踏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吗？没有。喜儿高兴，回头就见明媛眉头拧着。上回成国公府大太太母女也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这一回会不会也是暗卫的杰作？姑娘，紫月和清霜2位姑娘来了。虽然他们搬去听雨轩住了，还是完璧之身，但名义上是我爹的人啊，跑来找我串门，这不合适吧？两人走到珠帘处，明媛才起身相迎。2位来是？倒没什么事，之前靖王送我们入宫，我们2姐妹准备了不少礼物，原是打算送给后妃，与他们交好的，现在也用不上了。方才我们姐妹将东西分分，让丫鬟给府里几位姑娘送去，在幽兰院见过大姑娘，观之可亲，便亲自送来了。都有份的东西，明媛就不好推辞了。道了谢，请他们坐下喝茶。大姑娘不嫌弃就好，时辰不早，我们就先回听雨轩了。等人走了，喜儿就迫不及待把锦盒打开，除了2块香罗帕，还有1支金簪，2盒胭脂。这是美人阁的胭脂，他们居然送这么贵的胭脂给姑娘。很贵吗？喜儿点头如捣蒜。听说美人阁的胭脂最便宜的也要50两1盒呢。那是挺贵的，想想我的月钱，1个月才20两。不过明媛对古代的奢侈品还挺好奇的，打开就看到桃花般的胭脂，晶莹剔透，闻之清香怡人。可是多嗅2下，她眉头就皱了起来。姑娘，怎么了？胭脂有问题。明媛把胭脂放下，又将另外1盒胭脂拿起来嗅了嗅。没事，收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帮我想想怎么回礼。明媛不喜欢欠别人东西，便挑了2匹绸缎，1对瓷瓶，还有几颗金花生，让喜儿和海棠送听雨轩去。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海棠看他们跳舞，一时间忘了时辰了。他们的舞姿极美，连3姑娘和他们比，都差太远了。伯母，你最好了，你就答应我们吧。五妹妹和表妹在求祖母什么呢？他们呢，要跟皇上上给你爹的2美人学跳舞。伯母，你就答应了吧。他们住在听雨轩，又不是在东院，您是没有看见他们的舞姿，要是瞧见了，肯定会惊为天人。
老太太啊，你就依了他们吧。紫月和清霜两位姑娘都能给皇上献舞，明一和他们学舞不算自驾身份。再者，明一本就没什么长性，等紫月和清霜开脸搬去东院住，就不让他们学了便是。只有2个月，学多少算多少。祖母，那我们去听雨轩学跳舞啦。二嫂来的这么晚，我还以为你去宣平侯府了呢。早上醒来头有些晕，今儿就不去宣平侯府了，明儿再去。二弟妹身子不适，让丫鬟跑一趟便是。这怎么行？疫情是大事，宣平侯世子昨儿才出事，我就让丫鬟登门，让那彩礼晚些送来，这不是打人家的脸吗？那我替你跑一趟吧。大嫂忙着名媛的亲事，已经是脚不沾地了，我怎么好麻烦你呢？老太太，不好了，二老爷被人给打了。谁敢打我们家老爷？是中武将军陈大人打的。不过是没把明慧嫁给陈大少爷，就动手打人，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得亏没同意这门亲事，不然明慧嫁过去还能有好日子过？二弟妹慎言。我说错了吗？结亲不成，也不能结仇吧？今儿啊，换我是陈将军，我也会狠揍二弟一顿出气。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昨儿呢，宣平侯世子从百花楼摔下来。早上，宣平侯坐轿子进宫朝臣，刚出门没多久啊，这轿子就断了。宣平侯以为亲事不急，就和二弟把亲事给退了。可二弟呢，上早朝时，陈将军问他府上考虑的如何了。二弟说想多留明慧1、2年。这边宣平侯把亲事给退了，二弟又找陈将军说他仔细想了想，决定同意这门亲事。哎呀，这陈将军啊还很高兴，可是这高兴刚没多久，就知道明慧克宣平侯世子的事儿。这再一打听，他昨个呀先替儿子求娶，宣平侯府后来，可二弟呢却骗他说想把女儿多留2年，这分明是攀附权贵。二弟挨揍啊不冤，实在是丢人现眼呐！宣平侯府实在过分，宣平侯世子那么丢脸，二婶都还想着他能悔过自新，人家倒霉却把晦气算在二妹妹身上，实在有负二婶一番维护之意。苏氏朝明媛摇了摇头，示意他别再说了。明媛也知道落井下石不好，但是他真的忍不住啊，便俯身告退。姑娘，要不你也去听雨轩和五姑娘他们一起学跳舞吧，离出嫁还有半个月呢。以姑娘的聪慧，学一支舞绰绰有余，到时候把世子爷迷得神魂颠倒。要把他迷得神魂颠倒分不清东南西北还不容易，一包迷药粉就够了。咦，姑娘慎言呀，屋外有世子爷的暗卫在呢。姑娘，二太太请了道士进府。好好的请道士进府做什么？明媛轻抹指尖，忽然想到什么，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外，吩咐了赵成几句，就带着喜儿去了长辉院。算得如何呀？不是好卦。明媛双手环胸，站在一旁看好戏。说了一通之后，二太太就问道士化解之法。小道修行浅薄，做不到直接将二姑娘煞气化去，只能借风水上佳之地来镇煞，等其虚弱之时再将其除去。这是要把魏明慧送庄子上去的意思。一定要搬去庄子上不可吗？要住多久啊？少则半年，多则3年。娘，二婶请来的道长肯定是高人，咱们听道长的。难得道长来一趟，不妨给其他人算算。针对完魏明慧，又要针对苏氏了吗？如明媛所料，道长就开始给其他人算了。先是老太太夸老太太命好，夸得老太太合不拢嘴，再接下来就是苏氏了。道长眉头拧了下，我有什么不妥吗？道长有话不妨直说。定北侯府子嗣单薄，夫人。李总管这么着急过来，可是有什么事儿？侯府门前来了2个小厮，没有鬼鬼祟祟，正大光明地盯着侯府大门。我让小厮去问，
那俩小厮就说他们是等道士的，道士前些天骗了他们少爷50两银子，等抓道士送官就办。混账！老道几时骗过银子了？道长这么坦然，那李总管就将那两小厮请进府。胆敢在定北侯府跟前堵人，想必不是一般人家的小厮。解释清楚了，也省得道长挨皮肉之苦。顿了顿，明媛笑了一声：如果真是骗人的，那就对不住了。定北侯府会帮小厮将道长送去衙门。道士脸一阵青一阵白，眼睛望向二太太。道长看二婶做什么？真是混账，骗吃骗喝，骗到我定北侯府来了。这也不怪道士，江湖术士骗子多，逮一个算一个。二婶不将人请来，道长也不知道咱们定北侯府门朝哪开啊。道长张任方才说的哪些话是骗人的，我可以让人带你从定北侯府后门走，否则就交给小厮送去见官了。这钱我不挣了，告辞。李总管带来的小厮正好把道长拦住，道长就望着二太太，指着他身边的丫鬟秋兰：是丫鬟让我这么说的，我只是听吩咐办事，放过我吧。转身抬手一巴掌朝秋兰扇了过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奴婢找道士算过，二姑娘真的命运克夫，可是那道士不进府给人算命，不得已只能找了这位道长，把之前道士算的话告诉他。我说道长方才说的有理有据，怎么会是骗人的？原来还有一个道法高深的道长呢，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道长，长得什么模样？丫鬟就和当初明媛湖州江湖郎中时一样，给大家画了一仙风道骨的道长。这么仙风道骨的道长，肯定有人见过。奴婢记得那里有一个摆摊的小伙子，记性可好了。奴婢买过一次绿豆糕，过了许久再去，他还记得奴婢呢。还不赶紧起来，带人去街上去找。丫鬟带着5、6个小厮去街上找道长，找了好几圈，才在一凉茶铺子里看到仙风道骨的赵成道长在喝茶。看模样和穿戴和丫鬟说的一般无二啊，应该就是他了吧？老太太，小厮找到丫鬟说的道长了，但是道长执意不来府里，说是怕惹上杀身之祸，这小厮们也不好硬拉他上门。什么杀身之祸？来府里算命而已，谁会杀他？我也不知道，小厮是这么回答的。但小厮给道长看了八字，小厮说二姑娘的八字很好，能做皇妃。刚走到屏风处的二太太却因为这4个字脸色巨变，转身离开。二嫂怎么走了？怕被笑话吧？到底怎么回事？奴婢只是湖州的，没想到还真让小厮找到了，而且和奴婢说的一般，死活不肯来府里。道长都说了些什么？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奴婢去的时候，李总管的儿子正告诉道长二姑娘的八字，道长看了八字后脸就难看起来，小厮还以为二姑娘的命不好，道长说非也，这八字极好，能做皇妃。只是说到这里他就停了，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否则有杀身之祸。大姑娘，苏家表姑娘来了。明媛听得一喜，迈步去迎接。我正闲得无聊呢，你们就来了。苏黎表妹呢？她怎么没一起来？她呀，在府里绣嫁衣呢。表姐无聊，我们可是来给你找事做的。什么事儿？出了府再说。等出了侯府，坐上马车，苏曼从座位下拿出一包袱来，里面赫然3套男装，还有玉冠和折扇。半个时辰后，明媛几个在马车内换好男装，掀开车帘，就看到马车外翠色苍郁，古木参天。细细看还有几分眼熟。书童领路带他们去见苏老太爷，因为派人来催问过几回，书童便领着他们抄近路。这一抄出祸事来了。苏曼胳膊被砸个正着，疼得他眼泪一下子就飙了出来。别过来！那些人果然就站着没动了，只有砸人的过来。对不起，我没瞧见你。你们……苏曼含泪的眸子抬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男子身子僵硬住，满脸涨红。有没有事？你扶他回马车，抹些活血化瘀的药膏，我待会儿去找你们。苏老太爷在哪个方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在岔路口往南走，再往前走一会儿，
院子前有溪水的就是了。明媛点点头，又看了苏瑶和苏曼一眼，就转身走了。往前走了半刻钟，也没见到小溪，连溪水声都没听到，心想可能是走错了，又退了回来。只见天上一只雪白的鸽子在盘旋，见明媛手抬着，它俯冲下来。明媛吓了一跳，连连往后退，就听到闷哼声传来，身后有人。明媛耳根微红，下意识地道了一声对不起，然后就被男子的容貌给惊艳到了。这男子的容貌和楚墨尘有那么2分神似啊！能把脚挪开吗？明媛低头，就看到自己踩在一幅画上。对不住啊，这画我给弄脏了，我赔你一副新的吧。难怪这么胆小，竟是个姑娘。你知道这画是谁画的？当然知道了，我表哥画的嘛，保证一模一样。说完，他就往前走。他不喜亏欠别人，可是走了几步后，他又转身回来。男在那边。进了院子，就听到一阵熟悉的说话声传来。你且耐心等着，我帮你找的大夫医术高着呢，保管药到病除。你诓我进京，骗我大井医术高的大夫都在京都，我来了，前后半个月，太医全看遍了，没一个能治的。锦儿想他娘，我能不带他回去吗？哎呀，邹大老爷，你就放宽心吧，父亲判你进京都判了好几年了，只要能医治锦少爷的病，你就在岳麓书院教学3年，怎么会不遗余力？只要能治好锦儿的病，别说3年，就是10年，我也答应。好，一言为定。说完，苏老太爷朝窗外看了一眼。进来吧。这就是你说的医术高超的大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明媛上前给苏老太爷请安。这是邹老先生，是我昔年同窗好友，能不能请他来书院教学，为朝廷培育栋梁之才，就全看你的了。先让他看看锦少爷再说吧。锦儿，醒醒！祖父。他坐下，示意邹小少爷把手伸出来给他把脉。能不能治啊？能治好。锦儿是什么病？缺钙。一句话，邹老先生懵了，苏老太爷和苏大老爷也懵的。这是什么病？人一段时间盐吃少了，或者不吃，或食欲不振、四肢无力、晕眩一样。而人缺钙，骨头不容易长好，所以膝盖疼。那怎么治？需要什么药材？盐，他知道是什么，也知道人必须要吃盐，不仅仅是调味。可钙是什么，他都没听说过，上哪里买去？缺钙其实不用吃药，多吃些含钙的食物就可以了，比如骨头汤，将骨头敲碎，用文火慢煮，每日1小碗，还有干炸鱼、焖酥鱼等等。能每天晚上临睡喝1碗牛奶是最好的，坚持1-2个月，再每天多晒晒太阳，邹小少爷就不会叫疼了。锦儿总吃不下饭。都是些简单东西，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可是吃不下也是白搭。我会制一些调节脾胃的药丸送来，让小少爷每日服用，不要闷在屋子里，一天至少要晒半个小时的太阳。舅舅，我让表妹他们陪我一起来的书院，路过训练场的时候，苏曼表妹不小心被醋球砸了下。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躲不开，舅舅不怪我就好。邹老先生能留在书院教学，你功不可没，舅舅怎么会怪你？出了小院，明媛就跟着书童往前走，一路欣赏美景，几次迅速回头，东张西望。公子，怎么了？没事儿。是错觉吗？为什么总觉得暗处有人盯着我？半个时辰后，马车在侯府门前停下，明媛将带回来的画递给苏瑶，把这个交给三表哥，我在书院不小心把人画作给弄脏了，让他临摹一幅，再帮我送给画的主人。这画是谁的？我没问人名字，表哥应该知道。请了早安后，苏轼拿着账册和老太太商议明媛的嫁妆。明媛听得不大懂，便打算回汉淡院。你别走，一会儿陪我上街。娘要上街买什么？给你置办嫁妆。
出嫁在即，你的头饰都还没买，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会儿你自己挑。明媛的陪嫁不及明柔，事件仓促，这是没办法的事。头饰既然买现成的，就多挑2套2000两的，这笔钱从宫中拿。大姑娘，二姑娘在长辉院外等了有一会儿了，应该是在等你。娘，二妹妹在外面等我，我去瞧瞧她。让她进来。丫鬟去院外传话，没一会儿，魏明慧和四儿就前后进来。在外头等我半天，是找我有事吗？四儿贝齿灿笑，恨不得把刚刚魏明慧能说1个字的好消息告诉明媛。可是这里不只有明媛，还有老太太和苏氏。是姑娘想和大姑娘一起赏花。二妹妹专程来找我赏花，那花肯定很漂亮，但我一会儿要上街挑嫁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要不你去找五妹妹她们玩吧。魏明慧眼底的神采暗淡下去，她也想上街，那失落的模样，苏氏蓦地心口一疼。带她一起去吧，没几天呢，就是她爹的寿辰了。谁许她带明慧出府的？不是大姑娘要带二姑娘去的，是老太太自己同意的。二姑娘想上街，正好夫人和大姑娘上街置办嫁妆，老太太就让夫人带二姑娘一起去了。是老太太发话的，二太太肯定不能对老太太表露不满，但是她不想看到魏明慧和苏氏走得太近，两人离得越远越好。大姑娘上街采买什么嫁妆？置办头饰。老太太说大姑娘的嫁妆不及二姑娘，让她多买几套头饰。二太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买了半个时辰，花了差不多5000两后，才到京都最大的首饰铺千卓阁。姑娘，二姑娘不想上楼了，她想去逛街。你陪他们去，再叫个小厮跟着，就在这条街上逛，不要跑太远。那夫人和大姑娘慢慢挑，我们去逛街了。娘居然在千卓阁，我要知道娘在这儿，早过来了。好不容易出来逛街，还能碰到魏明柔，老天爷存心给我添堵呢。怎么又出宫了？皇上赏赐的宅子，我和四皇子不喜欢的地方就修葺一新，很快就能搬进去住了。这些天我出来挑摆设，那些东西挑得人烦，女儿还是喜欢挑头饰。搬府邸那天，娘亲可要来瞧瞧女儿的布置。你和四皇子搬出皇宫，另立门户，这么大的事，娘能不去给你们暖屋吗？魏明柔连连点头。哪一天搬定下了？还没有，贵妃娘娘说让钦天监拿我和四皇子的八字测算吉日，挑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搬。孙贵妃慎重，疼魏明柔，苏氏替女儿高兴。你来的正好，娘帮你大姐挑头饰挑得眼花缭乱，你帮你大姐选。要挑几套？8套。魏明柔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凝固了。不是6套吗？我说怎么来的这么巧了，感情是来争嫁妆的呢。魏明柔撅嘴不高兴，她和明媛都是苏氏心头肉，一样疼爱的，便解释了2句。魏明柔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扶着苏氏帮明媛挑头饰。明媛挑了2套，魏明柔手里拿着一只金簪不撒手。这套头饰就像是给皇子妃量身打造的一般。娘，我想要。苏氏没说话，魏明柔就揽着她胳膊撒娇。娘，你最好了，你就给我买了吧，好不好嘛？行行行，娘给你。娘，祖母让我多挑2套，三妹妹买1套，那我再挑2套。我买1套，你凭什么再挑2套？好事成双啊！魏明柔无话可说，摇着苏氏的胳膊。娘，那我也要2套。苏氏被他摇晃的脑袋晕，心里有些不痛快了。那娘给三妹妹买1套吧，我不用添了。怎么不要了？爹爹的钱以前都在宫中，娘的陪嫁之前一半给了三妹妹，现在再给我准备，回头大哥回来了，娘还有什么给他的？想到丢失的儿子，苏氏鼻子一酸，难怪算命说将来明媛能把成儿找回来，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记着他。就买这么多了，结账吧。可怜魏明柔手里还拿着金簪，不知道怎么办好。这头饰还要吗？不要了。魏明柔赌气，转身下台阶。她刚走下来，那边丫鬟端了糕点走过来，她闻到味道，却捂着嘴干呕起来。怎么了？娘，我没事。会不会是有了身孕？
娘让你大姐姐。娘，我扶她去看大夫。我没事，就是这些天宫里宫外的跑累着了，方才下台阶又急了些，有些头晕恶心。药铺就在不远处，去看看吧。娘，我先回宫了。迈步出千卓阁的时候，那边喜儿跑进来，跑得太急，撞到了扶着魏明柔的丫鬟。丫鬟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跑这么急，赶着去投胎呢。喜儿没理会丫鬟的斥责。夫人，二姑娘的脚崴了，方才还险些被马车给撞了。明媛抬脚就往外走。除了崴脚，没受别的伤吧？崴脚不算什么，二姑娘被人给救了。一辆马车受了惊，一路狂奔，街上乱成一团。路过马路中间的时候，被慌乱避马车的行人撞了一下，把脚给崴了。马车冲过来，他躲不开。然后这时候，一容貌俊逸的男子从远处骑马过来，一脚踩在马身上，跃身而起，一把揽过魏明慧的腰肢，身子转了1圈半，就避开了马车。男子问他有没有受伤，他只低头。他身后跟来的小厮恼了：我家少爷好歹救你一命，不说谢谢就算了，用不着这么不理人吧？我家姑娘不是不说谢谢，她说不了话。不会说话，长得又漂亮，不会是定北侯府二姑娘吧？没错，就是我家姑娘。不好意思，我家少爷是中武将军府大少爷。怎么样，严不严重？魏明慧摇头再摇头。娘，我去千卓阁看看，你陪二妹妹坐会儿。不等苏氏答应，明媛转身就走。明媛一眼就看到角落里的东西，她弯腰捡起来，看着酸梅走神。2楼有2个姑娘走过来，其中一位姑娘把另外一位姑娘拉住，后退一步。你是定北侯府的大姑娘吗？我是啊。那边有个坐轮椅的漂亮哥哥，让你去墙上见他。楚墨尘要见我？他不是出门都带暗卫的吗？放着暗卫不用，使唤这么小的姑娘跑腿给他传话，他也忍心？就在他路过一家兵器铺的时候，一支短箭射了出来。明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茶盏盖给打落在地，哐当之声清脆悦耳，连同时碰到断剑的铜钱掉地声都给掩盖了过去。郡主，奴婢说了不让你碰，你还碰，你差点伤了人。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轻轻的碰了一下。要不是我家姑娘命大，有人救，就死在你不小心轻轻一碰下了。方才实在是对不起，我只是想替表哥挑件趁手的兵器，没想到会出意外。府上是哪儿？我一定登门赔罪。不用了。他转身回头，就看到斜对面酒楼上坐着一男子。谢公子出手相救。姑娘严重了，没有我，姑娘也能安然无恙。赵成在暗中相护，那枚铜钱应该是他的，但如果赵成不在呢？明媛向来有恩必报，他正打算问他是谁，结果男子转身离开。哎，人呢？不是说在这里等姑娘吗？怕是被人骗了。他们原路返回，走远了些，喜儿就看到那小姑娘了。明媛走过去，那小姑娘高兴道：姐姐，方才是谁让你给我传话，说有坐轮椅的漂亮哥哥在桥上等我的？是一个不漂亮的姐姐让我这么说的。果然是被人诓了，费心让人给我传话，应该不只是害我白跑一趟那么简单，偏巧我又差点被人不小心射杀。方才那是谁府上的郡主？奴婢之前没见过他。如果真是那位郡主想要我的命，总会见到的。二太太在侯府大门前送客，看到苏氏下马车，二太太脸青得发黑。明慧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已是万幸，二弟妹就别太生气了。二太太转身进府，喜儿为人活泼，在府里人缘还不错。刚进府就有小丫鬟朝她招手，也不知道小丫鬟告诉她什么。喜儿跑到明媛身边，小声道：姑娘，方才走的是福王府的马车，福王妃登门求娶二姑娘，本来都谈好了，结果二姑娘在街上被陈大少爷抱了腰的事情传回来，亲事黄了。这回又是怎样的一朵烂桃花呢？福王府有个傻儿子，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太太别生气了，这一桩亲事成不了，还有下一桩呢。这桩亲事是真不错，我要知道福王府会登门求亲，我就不让明慧出府了。
这情势哪里好了？大嫂是不是以为福王妃今儿是来替福王府二少爷求亲的？莫不是？当然不是，福王妃是替庶出的四少爷来说亲的。四少爷刚满17，明慧及笄出嫁，正好。好了，都别再说了。和福王府结不了亲就算了，中武将军前些天才揍了我们老爷，这让我们怎么登门道谢？我和老爷张不开这个口。大嫂，你帮我跑一趟吧。上回二弟挨揍，就是侯爷去中武将军府的。那时候二弟有伤在身，不去无妨。现在陈大少爷救了明慧，我再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明慧是我生的。上回的确是老二做的不对，趁机登门赔不是，也能让两家关系缓和。退退嚷嚷像什么呀？暗卫赵成护送明媛回侯府后，并没有回汉淡院，而是回了镇南王府。当年王爷杀了陈国公府大少爷和晋王世子，事后回京，陈国公和晋王都说杀得好，没有丝毫责怪之意。现在处心积虑杀掉魏姑娘，显然是想世子爷你一辈子站不起来。当初刺杀爷的刺客，会不会是陈国公府和晋王府派去的？娘找我什么事儿？你祖母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你爹又不在，都找不到人商议，找你过来帮娘想想办法。明媛在苏氏对面坐下。什么难题？你祖母想定北侯府和中武将军府结亲。老太太是想让苏氏两边说和，既结亲又不损二老爷的脸面，疼儿子也疼孙女儿。娘是什么想法？娘倒没什么想法。你爹上回去中武将军府回来，可惜这桩亲事毁了。现在你二妹妹又被陈大少爷救了，娘倒是希望这桩亲事能成，只是你二婶的态度。先不管二婶什么态度，如果今日换作是没有定亲的我，娘会同意女儿嫁给陈大少爷吗？这打的什么比方？要真是你，娘这会儿早去中武将军府道谢了，哪用得着这么烦恼？娘，您先别着去找二婶说，我去问问二妹妹，去把千卓阁的金簪拿一只来。喜儿屁颠颠地回了汉淡院，取了金簪后，就跟着明媛去了储玉轩。屋内，魏明慧坐在罗汉榻上，歪着脑袋在那里走神，看上去有些失落。姑娘，大姑娘来看你了。魏明慧脸上的失落去了2分，高兴地看着明媛。脚好些了吗？不知道有没有好转，姑娘一直坐着没敢动。这是送你的，你看喜不喜欢？她露出欣喜，又连连摇头。祖母有意把你嫁给救你的陈大少爷，你愿不愿意？魏明慧脸一红，头低了下来。愿意呀，当然愿意了。陈大少爷多好啊，就是他家小厮不好。话还没说完，魏明慧脸红得能滴血了，做事要打四儿。四儿躲得远远的。不过老爷和太太是不会同意的，他们肯定会劝老太太改了主意。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家姑娘在吗？翌日，明媛和往常一样去长辉院请早安。我劝了我们老爷一晚上，他死活都不愿意去中武将军府。陈大人脾气暴躁，蛮不讲理，我和老爷登门，肯定少不了一番奚落。二嫂说的不错，道谢这事儿也不是非二嫂他们去不可。大嫂是定北侯夫人，中武将军肯定会给大嫂薄面的。要不是我身份不够，我就替二嫂跑这趟。平常都闲着看热闹的3房和4房，这么积极地帮二太太说话，看来二太太是先打了招呼，专坑苏氏一人。那你跑这一趟吧。二弟和二弟妹连道谢都不去，那结亲呢？还结什么亲？中武将军把我们老爷都揍成那样，就代表了中武将军府的态度。就算中武将军府看在大哥的面子上同意了，回头明慧出嫁了，有疙瘩在，日子未必好过。与其将来后悔，还不如不嫁。我们老爷的意思是，等明慧及笄了，将她外嫁。外嫁？二弟妹觉得外嫁明慧就不受欺负，你能时时护着了。明慧嫁进中武将军府，好歹人在京都，偶尔还能见上一面。娘，你生哪门子气啊？二妹妹是2房女儿，二婶做什么都是为了二妹妹好。祖母，陈大少爷救了二妹妹，于情于理也不应该我娘代替二叔二婶去道谢呀。我觉得还是二叔和二婶亲自去比较好。陈大少爷见义勇为，
如果陈大人觉得他儿子抱了二妹妹，觉得他应该负责，之前毁掉的亲事重提起来，二叔二婶不在，我娘也不能做主啊。这要当时不答应，就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变数了。连一点考虑的时间都不给，中武将军府哪有诚意？二婶，你忘了，陈大人之前给过二叔时间考虑的。明媛不提醒还好，一提醒，二太太的脸绿了，老太太脸也难看了几分，望着苏轼。这事你全权做主就成了。明媛要的就是这一句。苏轼性子谨慎，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和老太太商议，明媛悄悄退出去。走到二门处，喜儿一把将珍珠拉住，明媛悄悄地跟了上去，头微低，一路出府竟然都没人察觉。媛儿，你夫人请。明媛挨着苏轼坐下。我不放心娘去中武将军府，要看着点才放心。你就不怕老太太知道了罚你？我是跟着娘亲出府的，有什么关系？小半个时辰后就到中武将军府了。见过定北侯夫人。没想到定北侯夫人会来，有事远迎了。昨天我帮女儿置办嫁妆，让二姑娘陪同，谁想到一时照看不周，险些出了意外，多亏了陈大少爷出手相救，我理应登门道谢。陈夫人懂是怎么回事，不过二老爷和二太太不来最好，免得瞧了生气。侯爷和夫人都是好说话的人，我也乐意与你说话，咱们进屋聊。明慧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孩子命苦，但秉性纯良。现在我知道府上二姑娘好，要是不好，我和我老爷也不会动求娶之意。只是府上二老爷实在是，你也知道我性子，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他的做法我实在看不上眼，挨了一顿揍，连道谢的胆量都没有。我不屑和这样的人做亲家。二姑娘的性子更像侯爷和夫人，而英雄救美本是一段佳话，就这样错失一段良缘，岂不可惜？陈夫人抬头望着明媛，丫鬟话多，失礼了。能让丫鬟帮着说话，足见二姑娘为人不错。犬子当众救了二姑娘，连累她被人议论，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提一句求亲。可这话，我实在是张不开口，我宁可她被人非议。说连累严重了。不是陈大少爷相救，二姑娘这会儿指不定重伤在床。二老爷被侯爷训斥后，已经……我中武将军府挑儿媳妇不看家世背景，我倒觉得这丫鬟不错，模样好，胆子大，娶回来给大哥做媳妇正好。陈夫人嗔了儿子一眼，可再看向明媛的时候，眸光就多了几分打量。小女胡闹，让陈夫人见笑了，还不快给陈夫人见礼？不敢当。媛儿和明慧从小一起长大，知道我来中武将军府可能要商量明慧的亲事，非要跟来。这不等苏轼说完，明媛手搭在苏轼肩膀上，将他的话打断。陈夫人可否让丫鬟先退下？陈夫人怔了下，摆手让丫鬟离开。连陈二少爷都走了，走之前还多看了明媛一眼。媛儿，你要说什么？娘，我只是有几句心里话要说。如果我话说完，中武将军府依旧不改初衷，我也会尽我所能替二妹妹报答陈大少爷的救命之恩。惠姑娘有话但说无妨。我二妹妹过不多久就能开口说话，将来不论她嫁给谁，她都会以定北侯府长房嫡女的身份出嫁。媛儿，怎么能随便信口开河呢？二房嫡女怎么能以长房嫡女的身份出嫁？和定北侯夫人结亲，我是1000、10000个愿意，但魏姑娘说的，陈夫人只管放心，我能说这话，就一定能办到。苏轼温和的性子，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妙人做女儿？惠大姑娘远比一般大家闺秀有主见得多，难怪会弃四皇子选镇南王世子，是个聪明姑娘。她的承诺，陈夫人相信。只要不和府上二老爷、二太太打交道，我就同意了。惠大姑娘说二姑娘能开口说话，岂不是委屈了她？将来明慧嫁过来，陈夫人多疼她一些也就是了。二姑娘雅疾多年，是找了什么神医治好的？陈夫人想找大夫给她儿子治断胳膊。苏轼望着明媛，从来都是做女儿的看娘眼色行事，怎么定北侯夫人看女儿眼色说话？到底谁是娘，谁是女儿啊？陈大少爷不在府里，叫大少爷过来见客。他走过来，唤了一声母亲，然后才给苏轼见礼。陈大少爷请坐。
这好像是我家吧？居然请我坐。陈大少爷坐下，明媛在他身边坐下，手伸出来。二弟不是告诉我，定北侯夫人身边跟着的丫鬟是未来镇南王世子妃吗？她想做什么呀？虽然不解，但陈大少爷还是照做了。令爱还会医术啊，苏家藏书多，他喜欢看医书。之前给他外祖母治病，我和他爹才知道他是真的在钻研。可惜是女儿身，他爹不许他人前显摆会医术的事儿。这回破例给陈大少爷诊脉，也是看在明慧的面子。苏轼话还没说完，脸就绿了，因为明媛直接把陈大少爷的袖子撸了起来，要检查他胳膊。这骨头哪个庸医接的？都没有接好，要打断重接。我爹接的。元儿，没有十足的把握，你不要随便打断人家陈大少爷的胳膊。我相信他。说完，他手一抬，朝自己的胳膊劈去。瞬间，明媛就见他痛得额头直冒冷汗了。姐姐敬你是一条汉子。胳膊都断开了，明媛不上也不行了。拿块毛巾给他咬上。陈夫人眼睛四下看了一眼，没瞧见有毛巾，眼睛瞥到椅子，一用力就给掰了根木棍下来，递到了陈大少爷嘴边。明媛看了看递过来的木棍，不知道是从什么家具上拆下来的。怎么不让军医给大少爷接骨？当时一场恶战，死伤无数，军医忙得脚不沾地。他爹性子急，觉得自己以前给看家狗接过骨头，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就自己上了。妻儿要不是魏姑娘说，我都不知道是他害的。看家狗治好陈大少爷的胳膊比明媛想象的要简单得多。千万不要乱动，尤其是这2天，不然骨头极容易和之前错位处长在一起。我给你开药方，回头再送药膏来。我这就派人去定北侯府提亲。此事不急，等我爹办完差事回京再商议也不迟。另外，我会医术和我二妹妹能开口说话的事儿，还请府上保密。这是一定的。事情忙完了，苏轼和明媛告辞。车夫头一直低着，但明媛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儿。车夫抬头看了明媛一眼，眸底露出乞求之色。怎么了？娘，一会儿您别叫。苏轼糊里糊涂的，等他掀开车帘，就瞧见马车里本该他坐的位置处坐了一男子，脸色苍白。明媛麻溜的进去，车夫把凳子放好，然后坐上车辕赶马车离开。这不是回定北侯府的方向吧？许是去苏家。媛儿，娘，我见过他，昨儿在街上出了点小意外，他还帮了我。马车颠簸，不好把脉，但男子的脸色一看就是中毒了。明媛从荷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解毒药丸，掰开男子的嘴塞了进去，看着他喉咙滚动，然后才道：马车靠边停下，我给你家少爷止血。拿出针线直接给男子缝伤口。媛儿，你这是做什么？娘，你别说话，我给他止血。止血也不能把人家的皮肉当衣服缝吧？很快明媛就把伤口缝好了，然后望着车夫：进来，我帮你包扎。不劳姑娘了，我的伤不重，可以自己上药。车夫走到一旁去上药，就瞧见远处有黑衣人骑马过来。车夫把药往怀里一塞，坐上马车就跑。没一会儿，马车就勒紧了缰绳，刺客前后将马车团团围住，一个不留。车夫拔出剑就杀了过去。暗处赵成过来帮忙，远处有马蹄声传来。陈二少爷带了几名护卫骑马过来。撤！他们是谁？不知道。不知道就救人家，万一是坏人呢？万幸他眼尖看见地上有血迹，担心他们被人挟持，带人追过来看看。我送他们去看大夫。刺客既然走了，应该不会回来。回府赶辆马车来，我送定北侯夫人回府。夫人总算回府了。出什么事了？先前晋王妃带着晋阳郡主登门赔罪，等了半天，老太太派人去中武将军府请您和大姑娘回来，没接到人，这晋王妃和晋阳郡主就走了。好好的，晋王妃为什么登门赔罪？昨儿晋阳郡主在兵器铺挑兵器，差点用弓弩射伤大姑娘。苏轼心口一提，望着明媛，这就是你先前在马车里说的小意外。娘别生气，女儿不是没事吗？告诉二门小厮和婆子，谁敢放大姑娘出去，我绝不轻饶。
不是去中武将军府吗？怎么是苏家马车送你们回来的？还有，明远怎么跟你一起去中武将军府了？明远怕中武将军府因为二老爷上回定亲的事讥笑我，陪着我才放心。回来的路上出了点事儿，马车弄脏了，再加上离苏家不远，就去苏家待了会儿。苏轼坐下，从怀里摸出一块玉佩来，这是中武将军府给的定亲信物。定亲了？二太太眉头一皱，语气带了几分不快。去中武将军府之前，老太太说我能全权做主，二弟妹这是怪我不应该给明慧定亲了。哪有，我就是好奇，陈大人脾气暴躁，大嫂是怎么说服陈家在与定北侯府结亲的？陈大人也只在气急的情况下脾气暴躁，我娘又没惹到陈家，为了预成此事，少不得说几句漂亮话。二妹妹从小与我一处长大，爹爹娘亲拿她当女儿疼。陈夫人笑说，陈家只当是和我定北侯府长房结亲，高高兴兴地把亲事定下了。娶二房的女儿却把二房忽视得够彻底，啪啪打脸。没待一会儿，明媛就俯身告退，带着那块定亲玉佩去储玉院。明媛把玉佩递给魏明慧，魏明慧以为是送她的礼物，连连摇头：“你还非收不可了。”这是中武将军府给二姑娘你的定亲信物，二姑娘不收，这府里可没人替你出嫁的。魏明慧脸腾的一红，可别弄丢了，有毛病呢！大老远的跑汉丹院来洗脚，楚世子大驾光临，找我有事？治腿啊？不是说好了成亲之后再给你治的吗？你跟谁说好的？这事儿好像还真没说过。但他娶我回去不就是为了治腿吗？谁惹恼你了？我很好奇，有谁这么不怕死？你说呢？这我哪猜得出来？反正肯定不会是我。你知不知道自己快嫁人了？不劳楚世子提醒，还有12天我就要出嫁了，还有377天你就是我前夫，那时候我得改口唤你一声大哥。你倒是记得很清楚。明媛坐到书桌前，大哥慢走，小妹恕不远送。然后楚墨尘推轮椅朝书房门走去。谁让你走门的？汉丹院里都是丫鬟婆子，看见他走出去，还不知道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你给陈大少爷治病，就沈大少爷、岳母都没说什么。我可是你的未婚夫，前来求医，岳母更无话可说。就算不是未婚夫，我也是你大哥，这又不是你的闺房，怕什么？有句话他一直没问过，这会儿憋不住了。在我之前，你还救过谁？你是我魏明媛救过的第一个人。楚墨尘心底的郁气一下子就消了七七八八，但明媛先前迟疑了片刻，他注意到了。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骗我？要不我给你发个誓？他可没骗人，他以前叫苏黎。发誓就不用了。我给你看看腿吧。赵峰忙将轮椅推到书房中间，搬了凳子来。明媛帮他检查断腿，骨头恢复得不错，但没有给他施针，让喜儿把调好的药膏拿给楚墨尘。等他们走后，雪雁在一旁欲言又止，有话就说。世子爷是洗脚了，可他洗的是左脚，世子爷断的是右脚呀。明媛脸绿了，他混蛋！你都不嫌弃陈大少爷胳膊脏，敢嫌我脚脏，我偏不洗。本来还打算客气的叫他一声大哥呢，现在我改主意了。镇南王府郡主又不一定要做他妹妹，我还可以做他姑姑。推我进屋，还想做我姑姑长我一辈儿，这女人不好好治一治，能翻天了。喜儿耳尖听见了，望着明媛，明媛眼珠子一转，把一盆洗脚水从窗户直接泼了出去。赵峰闪得快，可是坐轮椅的某世子反应就没那么迅捷了。呀，世子爷还没走呢，不好意思啊，没瞧见你。不过这是你自己的洗脚水，你肯定不会嫌弃的是吧？说完，哼着小调去院子里赏花去了。爷，爷什么爷？还不赶紧送我回去沐浴？用过了早饭，明媛安排雪雁去中武将军府送药膏，他则带着喜儿去长辉院请安。刚走到屏风处，就听四太太道：左车夫送大嫂去中武将军府，到傍晚才回来。
大嫂和明媛回来时身上的衣裳也和出门时不同。昨儿出什么事了？昨儿有位少爷被人刺杀，浑身是血的躲进了马车内。刚巧他就是前儿在街上救了元儿的人，为报救命之恩，我和元儿都未声张，在马车内帮他止血，衣裳上难免沾了血迹。陈二少爷发现不对劲追来，送我和元儿去苏家换了衣裳。老太太，太后传召大姑娘进宫。传我进宫？进了宫，从马车内下来，明媛都还觉得天旋地转。臣女魏明媛见过太后。起来吧。不知太后传召臣女进宫，所谓何事？这晋阳在街上差点伤了你，是他不对。昨个晋王妃带着他专程去定北侯府给你赔礼，你拒而不见，是何用意呀？晋阳郡主不小心碰到机关，差点射杀我，他无心之举。在街上他就给我赔礼道歉了，我也安然无恙。没想到晋王妃还带晋阳公主登门赔礼，我陪我娘去了中武将军府，回来才知道没有拒而不见的意思。晋阳郡主是不是误会了？昨儿我和母妃去定北侯府赔罪的时候，定北侯府说他在府里，丫鬟去请又说他出府了，我和母妃就一直等定北侯府小厮去中武将军府请他，结果等了半天又说他去苏家了。我和母妃还从来没等谁等这么久过，这不是故意不见我又是什么？那天让他受惊是我不对，但我又不是故意的。这事儿不了了，我夜里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想着太后您传召，当着您的面我跟他赔声不是。当着哀家的面晋阳给你赔声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丫丫的，大老远的颠簸进宫，听一声对不住，我招谁惹谁了？这熏香不错，魏姑娘出嫁在即，哀家给你添点喜。长者赐不敢辞，何况是太后赏赐。退下吧。姑娘，你闻闻，好香。喜儿献宝似的，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凑上来看到明媛冰冷的眸光。姑娘，把熏香合上吧，小心摔了。明媛往前走，那边蹴鞠朝他飞过来，后背的疼痛让明媛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晋阳郡主想弄死他没成功，还倒打一耙怪他避而不见。太后传召进宫，本以为只是道歉这么简单，最后还是想弄死他。现在要出宫了，还被人用鞠球砸中，明媛往前一扑，就直接晕了过去。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喜儿吓呆住了。明媛睁了只眼睛，然后闭紧了。姑娘，你醒醒呀，你别吓奴婢。公主，咱们闯祸了，现在该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还不赶紧传太医！皇上，贵妃娘娘不好了，华阳公主和宫女们蹴鞠，不小心砸到定北侯府魏大姑娘，将她砸晕了。真是胡闹！皇上到凉亭的时候，太医刚刚赶到，赶紧给魏姑娘看看。华阳公主就站在一旁，孙贵妃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要给人家一点教训，好歹有点分寸。等太医收手，孙贵妃就问道：魏姑娘无碍吧？魏姑娘无性命之忧，只脉象紊乱，受了惊吓，待臣施针就会醒过来。说完，太医拿出银针，在明媛手背上扎针。没一会儿，明媛眼皮就开始颤动了。姑娘这演技也太高了吧，就跟真晕了似的。行了，魏姑娘醒过来了。姑娘，明媛睁开眼睛，扫了半圈，瞧见皇上，忙起身。别动，免礼了。没事就好。华阳和宫女玩蹴鞠，不小心撞了你，都吓坏了。明媛嘴角挤出一抹笑来。和华阳公主无关，是我最近比较倒霉，出门要么险些被射杀，要么遇到刺客。进宫之前我眼皮子就跳，担心会出事，果然还是没能躲过去。险些被射杀？怎么回事？明媛就等皇上问起来，趁机告状呢。前2日街上不知道是谁耍我玩，让一小女孩给我传话，让我去桥上见镇南王世子，我就去了。结果走到兵器铺前，晋王府晋阳郡主不小心搬动弓弩，差点射到我，幸好有人出手相救。昨儿登门给我赔不是，我和娘亲正好都不在，
叫他误会，以为我不原谅他。太后为了这事儿传我进宫。这边明媛声音渐弱，后背疼得她说不了话。孙贵妃眸光微冷，哼，好一个魏大姑娘，当真是会告状。要不是接二连三的受惊，心头一根弦绷得紧紧的，华阳公主砸我一下，我肯定能忍得住的。我不是故意的。是你不是故意的，是你有意的，你是存心的，行了吗？禁足半个月，好好反省。母妃。那边魏明柔扶着丫鬟的手快步走过来，赶紧帮着说好话啊！罚轻了，你是耳背了还是没带耳朵进宫呢？想害死我呢？我也没大碍，就是后背疼，养个3-5天就好了，半个月不轻了。大姐姐自打失踪回来，身子骨就不太好，时常晕眩，有时候走着走着人就会晕倒，再加上这些天受惊吓，应该和华阳公主无关，请皇上收回对华阳公主的处罚。皇上看了魏明柔一眼，从库房挑2株人参，拿点冬虫夏草等补品给魏姑娘补身子，再把新进贡的玉瘦鹿山子拿来。眼角余光看到孙贵妃和华阳公主铁青的脸色，明媛心情就松快了，便小心翼翼地起来谢皇上赏赐，送魏姑娘回定北侯府。皇上，还是儿媳送大姐姐回去吧。也好。丢下这一句，皇上就摆驾回御书房了。你太过分了！我头晕，扶着我点。气死人不偿命啊！魏明柔咬牙切齿地扶着明媛起身，一步步朝马车走去。半道上，明媛手微动，装作不经意地握到魏明柔的脉搏。大姐姐这一回晕得可真直啊！三妹妹觉得值，要不我用蹴鞠球将你砸晕，皇上的这些赏赐我悉数给你，可好？魏明柔粉拳攥紧，知道明媛不乐意和他说话，他撇过脸去，也懒得和他多说。怎么和你大姐姐一起回来了？大姐姐进宫一趟就给我惹点事，我都怕了她了。不是进宫见太后吗？出什么事了？太后进宫找你何事？昨儿晋王妃和晋阳公主来给我赔礼，我和娘都不在，晋阳郡主以为我不原谅她，就去找太后告状。太后把我叫去就是为了这事儿。从永寿宫出来，半道上华阳公主玩蹴鞠砸到我后背，我晕了过去，皇上罚她禁足半个月。伤得重不重？有没有抹药啊？有点疼，在宫里没上药，我一会儿回看道院再上药。三妹妹说我给她惹事，我听不明白。人家华阳公主又不是故意的，皇上罚她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帮着说几句好话吗？说到这里，魏明柔挨着老太太坐下，揽着她胳膊。祖母，我说让她帮忙说好话，结果大姐姐听传我说罚轻了，华阳公主当时就对我没好脸色了。她就是故意的，不小心差点被射杀，不小心被人砸到后背，一个个都是不小心无心之举，不应该责怪，就我活该倒霉。华阳公主就算无心，也将你大姐姐砸晕了。皇上罚她半个月，已经轻到不能再轻了，用不着求情。魏明柔被数落的眼眶都红了。大嫂，因为明媛选择镇南王世子的事，明柔在宫里本就过得小心翼翼，怕你担心，只敢和我诉苦。明媛是晕了，但她已经晕了，嘴上说几句软话，孙贵妃听着心里也舒坦，对明柔也好些。她这做长姐的，就不能体谅下做妹妹的吗？随便你们说，等姑奶奶出嫁了再收拾你。孙贵妃为难你了。孙贵妃迁怒四皇子妃，奴婢还听朝阳宫的宫女说，要是知道大姑娘没死，她怎么也不会同意三姑娘待嫁，换个别的大家闺秀怎么也比她强。不好意思啊，我要拆台了。我是真不知道三妹妹你在宫里过得这么惨。丫鬟说只有得宠的人才能随便进出皇宫，随便回门。我出嫁了能像三妹妹你这样就好了。丫鬟还说你比出嫁时圆润了点，丫鬟骗我呀。我一会儿回去就打他们板子。老太太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多看了魏明柔2眼。让丫鬟扶你回去上药吧。皇上赏了我不少东西，有2株人参，祖母1株，娘亲1株。
明媛俯身告退，喜儿把其他赏赐都带回邯郸院了。这边明媛脱下衣裳，喜儿帮她上药，那边苏氏就来了，一起来的还有魏明柔。看到明媛白皙的后背上被蹴鞠球砸出来的淤青，苏氏心疼。三妹妹怎么不说话？我没想到大姐姐伤得这么严重，要不是疼得厉害，我也不会吝啬那一两句软话。反正说了，皇上也未必会收回惩罚，还能显得我宽宏大度。但我实在不想说。我知道大姐姐受委屈了，可孙贵妃真的没有那么好相处。三妹妹总不至于要我进宫帮华阳公主求情吧？大姐姐在宫里就应该上药，让孙贵妃瞧瞧你伤得多重。我瞧见了，说给她听，她不会信的。我知道皇上赏赐的都是些好东西，我跟你换行不行？就跟你三妹妹换吧。娘，不是我不换，在孙贵妃和华阳公主眼里，保不准认为是因为他们皇上才赏赐我的。要么三妹妹全部带回去，要么最好一件不带，免得他们瞧了生气。全部带，就不信你们开得了这个口。那我不能就这样回去吧？要不你把太后赏赐你的熏香给我？你确定要？她连连点头，一口一个好姐姐，喊得明媛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把太后赏的熏草拿给四皇子妃。谢大姐姐了。时辰不早，我要回宫了。方才二婶找我有事，我还得先去西院一趟。没见过四皇子妃这样的，不给东西死活不走，给了跑得比谁都快。明媛打着哈欠望着苏氏。娘，我没事了。在宫里头当着皇上的面也敢装晕。娘说什么呢？女儿听不明白。真不知道你从哪里学来的一身本事，亏得你三妹妹从小没受过伤，好蒙骗。这不是娘和三妹妹来得太快吗？晚一会儿你就看不出来了。娘不管你了，你有分寸就好。姑娘怎么把紫月和清霜姑娘送你的胭脂水粉一并送给三姑娘？那本来就是放在一起用的，缺一不可。一早上起来就开始下雨，淅淅沥沥，天沉闷的叫人觉得压抑。方才雨停了1刻钟，我还以为二姑娘会来呢。唉，别提了，二姑娘和四儿都开不得玩笑，姑娘受伤也不来看一眼，连五姑娘他们都来了，真没良心。我以后都不理他们了。不理可不行，二姑娘的药丸今儿吃完，他们不来取，你得送去给她，再好好捉去他们一番，看他们脸皮能薄到什么程度。谁让日子实在是无聊至极呢？喜儿点点头，把药丸装好，就等雨停了。可是一等再等，到了傍晚雨才停。外面有脚步跺地声，急切而慌乱。雪雁走过去，就见喜儿进来。四儿说晋王派人去杀侯爷，让姑娘你想办法救侯爷。雪雁脸色一变，明媛眉头皱得紧紧的。姑娘，你一定要救侯爷呀！定北侯怎么说也是他便宜老爹，知道他有难，他怎么能不救？可问题是，我连定北侯去哪儿了都不知道，怎么救啊？这么大的事，四儿是如何知道的？喜儿又是急又是生气，把知道的一五一十告知明媛。姑娘，你到底想好了怎么办没有啊？二姑娘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哎，魂儿都差点被你吓飞了。这大晚上的，你来做什么呀？我来送药丸，嫌我来的不是时候，我走就是了。我没有嫌弃你来的不是时候，只是姑娘心里烦闷，六神无主的，没有心思管其他的事。有什么事烦恼啊？说出来，我家姑娘或许能帮助二姑娘。还不是陈大少爷的事儿吗？要是因为陈大少爷胳膊断了的事儿，哎，那就不用烦恼了。我家姑娘帮陈大少爷治胳膊了。而魏明慧鼻子一酸，眼吧嗒吧嗒啦的往下掉。哎，二姑娘你别哭呀，这是好事儿啊！要不是你们这几天没去邯郸院，不然姑娘早告诉你们了。魏明慧拉着四儿，让他和喜儿说话。有人要杀侯爷啊？真的假的？哎呀，是真的，是我和姑娘亲耳听到的。晋王要杀侯爷，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知道还不赶紧告诉我家姑娘？等到现在才说，要是侯爷有什么万一，看我家姑娘可原谅你们。
明媛走到窗户处，找赵成帮忙想办法。可是明媛站在窗外喊了半天，也不见赵成人影。这一夜，明媛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天麻麻亮就醒了。姑娘，雨停了，但是暗卫不在。你去镇南王府找镇南王世子，他要是不帮忙，你就告诉他，我爹要是有什么万一，我会守孝3年。在床上待了半个时辰，天已经大亮。明媛抬头看去，就见窗户打开，楚墨尘连着轮椅飞进来，屋子里气氛十分尴尬。现在总算体会到什么叫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泼出去的洗脚水还能收回来吗？清了清嗓子，明媛干涩地打招呼：早啊。应该没料到这么快就落本世子手里吧？世子爷大人有大量，怎么会和我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见气呢？小女子？楚墨尘斜了他一眼，醇厚着声音问：这是不打算做本世子的姑母了？不敢奢望做姑母，做妹妹就好。当然最好还是做姑母。你这小辈敢这么和长辈说话，吃你个不敬之罪。明媛心中腹诽，可他忘了他什么表情都写在脸上。楚墨尘一眼就看出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直接气笑了，推了轮椅转身回王府。明媛气得狠狠地朝他后脑勺张牙舞爪。你到底想怎么样才肯救我爹？楚墨尘看着他，本世子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泼过洗脚水。那是你自己的洗脚水。楚墨尘斜眼过来，明媛就怂了。人生多了一种体验不好吗？看来你很喜欢这样的体验啊。明媛看着他，心底感慨连连。长得妖孽，再生气还是养眼。看着他长得漂亮的份上，明媛决定跟他讲道理。你看，你自己都嫌弃自己洗脚水脏，我给你治腿之前让你洗个脚过分吗？以为说话温柔一点我就既往不咎了？我没那么好说话。陈大少爷治胳膊之前沐浴了？来软的不行，来硬的更不行。明媛恼了。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帮忙？看着明媛若有所思了会儿，最后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脸颊，很干净，没脏东西。楚墨尘瞥了明媛一眼，又碰碰自己的脸，要我亲那被我泼了洗脚水的俊脸，这一招够狠。牢牢的瞪鼻子上脸，要不是为了救定北侯，我会求你。在衙邸都有胆量霸王硬上弓，现在回了定北侯府，连亲一下都不敢了。有什么不敢的？不就亲一下吗？想着，明媛嘴角微弧，正好被楚墨尘捕捉到，心里刚闪过有猫腻的念头，脸颊就传来一阵湿润柔软的触感。可是他一抬头就看见明媛一脸来自姑母般慈祥的笑容。你那是什么表情？害羞的表情啊。你还知道害羞？我怎么就不知道害羞了？亲也亲了，能帮忙了吧？刚才那一下不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明媛附身要在他脸颊再亲一下，他稍稍侧头要看一眼，结果一转头两唇相接。等反应过来，明媛赶紧站直身子。姑娘，奴婢回来了。明媛抬脚就往外走。逗我呢？镇南王世子根本就不在屋子里。明媛回头，空荡荡的屋子哪还有楚墨尘的人影，早不见了。姑娘，奴婢把事情和世子爷一说，他当即就派暗卫去救侯爷了。你让奴婢转达的守孝3年的话，奴婢都没机会说呢。哎，没有比世子爷更好说话的姑爷了。混蛋，又被他给耍了。站住！四儿小心翼翼地望着明媛，明媛还没有责怪他一句，他豆大的泪珠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好了，别哭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魏明慧抬头望着明媛，明媛四下张望，确定附近没人偷听，才望着四儿。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事儿的？姑娘现在能开口说话了，她不敢在楚玉轩练习，奴婢就陪着她在府里没人住的院子里练习说话。前2时偷偷溜去的时候，又瞧见了清霜姑娘，奴婢和姑娘见过她勾引二老爷，然后就偷偷地跟着她。就在他们准备站出去的时候，
另外一个偷听的丫鬟被发现了，被二老爷当场掐死，吓得四儿和魏明慧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然后听到了青霜和二老爷的密谋。晋王助二老爷夺得定北侯之位，但定北侯夫人的位置归青霜。魏明慧以为二太太不知情，带着四儿去告诉她。刚走到书房，就听到二太太质问二老爷丫鬟怎么没回来。二老爷说为了取信青霜，不得已而为之。二太太什么都知道，谋杀侯爷也有她一份。以后这么危险的事儿不可再做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么好运气不被发现的。四儿连连点头。姑娘，府里来客了，夫人让你去长惠院一趟。是他。看到明媛，男子起身作揖。在下沈凌风，专程来感谢魏姑娘和令堂的救命之恩。沈公子这一声谢，明媛实在不敢当，该明媛谢公子在街上相助之恩。沈凌风道谢完，然后赔罪。那天不得已打晕府上车夫，抢了马车，还连累明媛和苏氏差点被人刺杀。那天还真是多亏了中武将军府陈二少爷带人及时赶到，不然真的凶多吉少。沈凌风点头，待了会儿，沈凌风就作揖告辞。这沈公子也不知是谁府上的，模样好，性子也好。苏氏摇头，他也不知道，人家只报姓名不报家门，他也不好意思问。不过总觉得沈公子眉宇间有几分熟悉。外面李总管送沈凌风去而复返，身后还跟了好几个小厮，抬了4口大箱子进来。这是沈公子说将府上马车弄脏了，让人照着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马车里还放了4口大箱子，说是送给大姑娘做天庄的。他急着离京，来不及喝大姑娘和镇南王世子的喜酒，他日一定补上。李总管手里拿了一锦盒，递到明媛跟前，还说将来大姑娘和镇南王世子需要，就派人去柳州沈家找他，他一定鞍前马后，万死不辞。明媛打开锦盒里，赫然一块墨玉佩，这是他的承诺，也是信物。柳州沈家，莫非是那个号称家中金银遍地富可敌国的沈家？这份谢礼太贵重了，沈公子人呢？已经走了。莫非救人的是明媛？那玉佩。明媛看着他，眨眼道：二婶想说什么？二太太眸光微闪，摇头：没什么。没什么最好。随着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明媛也越来越忙起来。苏家把新做好的裙裳送来了，明媛在幽兰院试衣裳。这2套稍微有点紧，奴婢拿回去修改，明儿啊和嫁衣一起送来。苏氏点头，然后丫鬟送绣娘离开。娘，我也回去了啊。就这么不耐烦和娘待在一处吗？哪有？明媛抱着苏氏的胳膊否决。苏氏鼻子发酸。嫁了人，娘想见你就不容易了。刚说这话，外面丫鬟进来。夫人，4皇子陪4皇子妃回门了。出嫁了想回来，哪有娘说的那么难？不受宠都能隔3差5的回来，我怎么一天也能回来一趟吧？没一会儿，魏明柔和4皇子就进来了。苏氏起身给4皇子见礼。岳母大人多礼了，该小婿给岳母大人行礼才是。大姐姐礼数也多了起来。他回头看了一眼，丫鬟把一锦盒送上。大姐姐出嫁在即，4皇子陪着我去美人阁挑了一对玉镯，给大姐姐做天妆。这么客气，怎么觉得有坑呢？明媛脸上带着恰如其分的笑，接了天妆道了谢。娘，我陪大姐姐去花园逛逛。我就不用3妹妹你陪着了，你陪4皇子去花园走走吧。魏明柔摇了苏氏的胳膊，苏氏就望着明媛。媛儿，你就陪你3妹妹和4皇子在侯府四处走走。一行3人出幽兰院，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明媛浑身不自在。姑娘，4皇子妃在和你说话呢。说什么了？
听说大姐姐和娘亲救了柳州沈家大少爷，三妹妹出嫁了，侯府的消息还这么灵通。我和娘是救了一位沈少爷，至于是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位沈家大少爷，我就不知道了。不知不觉，明媛就被他们带到凉亭了。我去泡茶。就这么放心我和四皇子独处吗？明媛望着四皇子，看来四皇子有话与我说。你很聪明啊。有什么话赶紧说吧，姑奶奶没时间和你绕弯子。没忘记我嘱托你的事吧？四皇子嘱托我什么了？哼，刚夸你聪明，你就和我装傻。我都还没出嫁呢，四皇子就叮嘱我，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身上出现太多的意外了，我都不敢保证我能安然无恙地嫁进镇南王府。四皇子这么笃定？这事容后再提。没事，我就先走了。就这么不耐烦瞧见本皇子？四皇子还有事儿？沈大少爷给了你一块玉佩。是给了我一块玉佩。那玉佩给我。明媛心下好笑。那玉佩是在我手里，但沈公子说了，我和镇南王世子有事尽管找他帮忙。这玉佩是给我的，也是给镇南王世子的，我无权替镇南王世子做主，把玉阙给四皇子你。你这是在拒绝我？四皇子眸光冷暗。我是在很坚决地拒绝你。姐姐是担心镇南王世子知道。一个四皇子就不好应付了，又来一个。明媛懒得说话。那玉佩对四皇子有大用处，镇南王世子也不知道你救过沈大少爷，他是镇南王世子，也用不着沈大少爷帮忙。镇南王世子都不需要了，那四皇子不是更不需要？你们慢喝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刚走到一棵大树下，明媛脑门就挨了一颗松子，他撇头就看到赵峰推着楚墨尘走过来。这里是花园，谁让你这么招摇的？还有，你再没事砸我脑袋，我跟你没完。同样是女婿，四皇子能来，本世子怎么就不能来了？这能一样吗？人家正大光明的走正门，你一个翻墙的拿什么比？和四皇子聊得挺开心呢。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他聊得很开心呢？两只眼睛都看见了。明媛弯腰看着他，你眼睛是不是又瞎了？楚墨尘脸一黑，赵峰在一旁抖肩膀。你给四皇子下什么药了？和四皇子聊得高兴，抬抬手帮他排毒养颜。你有那么好心？要不要我也帮你排毒养颜？我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心领有什么用？要身领。爷，有人来了。明媛回头看了一眼，没瞧见有人。等他再转身，已经不见人影了。怎么就走了？真是神出鬼没的，还想问问有没有我爹的消息呢。刚走了2步，大姑娘，老太太让你去长辉院一趟。祖母唤明媛来是，你三妹妹找你要沈公子的玉阙，你没给。得富可敌国的沈家相助，四皇子夺嫡的希望更大。定北侯府能出一个皇后，那是祖坟冒青烟的事，能帮忙都应该尽量帮忙。明媛懂老太太的意思。我不给玉阙的理由已经和三妹妹说了。大姐姐说那玉佩是沈公子给她和镇南王世子的，她不能代替镇南王世子做主，救沈公子的不是娘吗？大姑娘还没出嫁呢，就这么向着镇南王世子了。明柔可是你亲妹妹，我娘都还没说话呢，二婶就这么帮三妹妹了。娘，我和四皇子更需要那块玉佩，你给我吧。苏轼脑壳疼，这不是他给不给的问题，而是玉阙是人家沈公子给明媛的，他做不了这个主。大嫂，明媛和明柔都是你女儿，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我娘不是厚此薄彼，而是有些话她一直没说。当日救我和我娘的不止陈二少爷，还有镇南王世子的人，不然二婶以为沈公子登门道谢，为什么送我天庄，把玉佩给我，还明言让我和镇南王世子有需要就找他帮忙。玉佩是李总管拿来交给我的，他当时怎么传的话，屋子里的人都听见了。这块玉佩我虽然拿着，但有一半是镇南王世子的，我给了三妹妹。回头镇南王世子问起来，二婶让我怎么说？一块玉佩而已，你就算真给了你三妹妹，
镇南王世子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吧？二叔二婶喜欢替别人做决定，但明媛不是那样的人。明媛望向四皇子，我知道四皇子和镇南王世子关系不错，只要四皇子能说服镇南王世子把另外一半玉佩给你，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不给你们提个醒，还真当四皇子对人家镇南王世子有多好呢？当初四皇子明明不愿意娶她，人家镇南王世子要冲喜，他又站出来要娶了，说白了就是不想人家好过。镇南王世子坐一辈子轮椅，他和孙贵妃才高兴。同样都是侄女，二叔二婶也替明媛着想一样。你们觉得这玉佩我能给三妹妹吗？大嫂也真是的，话不说清楚，叫我们误会了，以为玉佩是给你的。明柔嫁给了四皇子，我们侯府自然希望他们能步步高升。明媛嫁给镇南王世子是冲喜，终究是待不成的，还是应该早做。这是一个做婶娘该说的话吗？祖母，难得四皇子陪三妹妹回门，又送了我昂贵的天装，咱们别为一点小事闹得不愉快。玉佩我送来给您，我出嫁后让镇南王世子陪我回门，到时候让三妹妹和四皇子也一起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说玉佩的事，可好？镇南王世子腿脚不便，他会陪你回门吗？看来是上钩了。我会和他说清楚，如果他执意不陪我回门，我自然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同样，那天三妹妹不来，玉佩我就当你不要了，带回镇南王府。我一定来。他说完，一旁的四皇子脸绿了，猛然起身，快步走了出去。明媛憋笑，从一旁飞快地走了。姑娘蔫坏蔫坏的，刚刚二老爷眼睛都翻白了，老太太差点没吐出来。也不看看是谁调制的毒粉，威力有多强。爷，赵成回来了。四皇子走了？还没有。四皇子没走，你怎么回来了？四皇子一直蹲在长辉院茅房里排毒养颜呢，我也不能一直守着他呀。四皇子没怀疑世子妃？没有。定北侯府怕四皇子有什么万一，把太医请来了。太医说四皇子可能是昨儿吃坏肚子了，开了止泻药。我回来的时候还去看了一眼，好像不管用。娘怎么来了？三妹妹和四皇子走了？这回胡闹得过分了。娘说什么呢？女儿可从不做过分的事儿。四皇子刚刚离开，你三妹妹一个人扶不住他，你二叔送他回宫的。你祖母吓得心扑通乱跳，跪在菩萨跟前念了半个时辰的经。你倒好，睡得比谁都香。女儿要想要他的命，他哪还有机会再来侯府？女儿只是不喜欢四皇子颐指气使的样子，给他一点教训罢了。还有三妹妹，隔三差五就来找我要东西，不胜其烦。你三妹妹以前不这样。翌日，明媛和往常一样去长辉院请安，魏明一和谢婉华他们抚琴跳舞，跟着紫月和清霜学了这么多天的舞，当然要跳给老太太看看。果然不错。祖母是没瞧见清霜姑娘是怎么跳舞的，我连她的舞姿一成都没有学到，她那一身骨头就跟软的似的，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五表妹用心学，回到赏菊宴上一定能大放光彩。大姑娘，穆王府清怡郡主和护国公府两位姑娘来给您送天装了。凉亭内清风徐徐，欢笑吟吟。大姑娘，舅夫人送嫁衣来，夫人让你过去试穿。朝霞锦极美，不知道做成嫁衣是什么样子，一起去瞧瞧吧。啊，怎么做了2套嫁衣？这是……是我苏家照看不周，朝霞锦被人动了手脚，撒了磷粉，烧出来几个小洞。虽然用金丝银线弥补了，外人看不出来，但嫁衣毕竟是破损了。明媛说无妨，但我苏家觉得这事儿不能马虎，便让人挑了最好的绸缎，重新做了一套嫁衣，样式是一样的，但是远比不上朝霞锦叫人惊艳。我看了几遍也没看出哪里有破损，2套嫁衣呀，都不错。至于穿哪一套，让明媛自己挑吧。当初我就说无妨，舅母和外祖母怎么还给我另外做了一套？我还是比较喜欢朝霞锦，这一套留着，
回头指不定用的。呸呸呸，胡说八道，哪有穿2次嫁衣的？镇南王世子一定会痊愈的。你们两夫妻恩爱，白首偕老。我指的是魏明慧，她也要出嫁好吗？出了汉丹院，清夷郡主和周遗书他们还在感慨明媛的嫁衣之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嫁衣，灿如朝霞。我还是第一次见朝霞锦，这绸缎是哪儿买的？你也想买来做嫁衣？我就是问问也不许了。郡主，咱们该回府了。清夷郡主依依不舍地看着明媛。有什么不舍的？镇南王府离穆王府更近，往后来往更方便。去宋天庄，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去的巧，碰到明媛姐姐试嫁衣。母妃，她的嫁衣可漂亮了，就像是将朝霞披在身上一般。母妃你也见过那绸缎，之前喜欢还找明媛姐姐要了她的荷包呢。穆王妃微微一愣，而后不着痕迹地看了云嬷嬷一眼。云嬷嬷老泪纵横，转身拭泪。赵成在树上闭目养神，忽然他睁开眼睛，就看到月夜下一道黑影悄无声息摸到了窗边，轻轻纵身就跳了进去。哎呀，谁呀？把姑娘的绣帕给踩脏了。我昨儿睡前明明把窗户关严实了，怎么开了？啊，不会进贼了吧？博古架上东西一件没少，应该不是进贼了。姑娘，真进贼了，嫁衣少了一套。还有偷嫁衣的，这是什么癖好？而且苏家才把嫁衣送来，当晚就进了贼，这不明显是认识的人偷的吗？那套朝霞锦的嫁衣不见了，放嫁衣的地方多了一个锦盒。这不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吗？奴婢去告诉夫人。拿走嫁衣的人应该没有坏心，告诉娘亲只会让她担心。我穿另外一套嫁衣出嫁。爷，昨晚穆王府的人摸进世子妃闺房，偷走了她的嫁衣。穆王府，清夷郡主和他关系不是很好吗？你确定是穆王府的人？属下本来打算把嫁衣抢回来，可那黑衣人留下了一个锦盒，里面装的是夜明珠。属下见他没有伤人之心，就一路尾随，看着他翻墙进了穆王府。没有了嫁衣，世子妃怎么出嫁？苏家给世子妃做了2套嫁衣。2套嫁衣？他还真打算嫁2回？翌日又是一艳阳天，明媛一路欣赏风景，一边迈步去长辉院给老太太请安。大姐姐，你知道3姐姐和4皇子哪一天搬出皇宫吗？不会和我出嫁是同一天吧？啊，这都能猜到？4皇子来这么一出，满朝文武该为难了。明媛只笑了笑，并未接话。明媛迈步进屋，苏氏见她脸上没有笑容，心疼道：媛儿，你生气了？娘，我生不生气不重要，只是娘亲难办。那天在美人阁挑头饰，你可是答应3妹妹会在她和4皇子搬出宫乔迁新居的那天去给她暖房，答应的事就不能食言。还有镇南王世子，我本来有7、8成把握劝他把沈大少爷的玉佩给3妹妹和4皇子，3妹妹和4皇子却来这么一出，我大概是爱莫能助了。老太太把请帖丢在小鸡上，二太太见她脸色泛青，忙道：乔迁之日是钦天监拿4皇子和明柔的八字测算的，错过这一天就要再等半年了。孙贵妃等不及，明柔也不好开口，让孙贵妃和4皇子依着她。我就说2婶的消息是最灵通的，果不其然，祖母和娘亲都不知道内情，2婶知道的比谁都清楚。3妹妹和2婶关系最亲厚，娘亲和祖母反倒排在后头。2婶也无需替3妹妹解释，连祖母和娘亲都不知道的事儿，何况是镇南王世子了。左右这一天乔迁新居，4皇子会步步高升，要不要一块玉佩也无所谓。4太太看热闹不嫌事大，她望着苏氏：大嫂要去吃明柔和4皇子的乔迁酒。媛儿出嫁我都忙不过来了，哪有分身术去恒王府？娘，你别太生气，我相信3妹妹是有苦衷的。我估摸着3妹妹要不了一会儿就会哭着回府和您还有祖母解释了。遇到事情就只知道哭，
我没有这么没用的孙女儿。老太太，四皇子妃哭着回府了。丫鬟禀告的时候，明媛瞄着二太太，眼见她的脸绿了。这苦肉计还怎么唱得下去啊？等了小半盏茶的功夫，魏明柔就红着眼睛进屋，但和她预料的不一样。哭完了吗？我都哭得这么伤心了，你不劝我2句？我知道你委屈，二婶方才都帮你解释过了。孙贵妃一心盼着你和四皇子搬出皇宫后能顺风顺水，所以专程挑了这么个大吉大利的日子。结果和我嫁给镇南王世子冲撞了，你想着要求我和镇南王世子把玉配给你，所以求孙贵妃，结果被孙贵妃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你觉得孙贵妃不体谅你，夹在我和孙贵妃中间左右为难，你希望侯府和我能体谅你。别哭了，我体谅你的。你真的体谅我？我真的体谅你啊，和你的眼泪一样真，并真诚地希望镇南王世子也体谅你。明媛，这是把明柔当猴耍给大家看。二太太怕魏明柔直接找明媛要玉佩自讨没趣。四皇子肚子疼好了吗？已经没事了。没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好几位太医看过，都说是吃坏了肚子，但没能查出是吃什么坏了肚子。天才麻麻亮，明媛就被雪雁叫醒沐浴，然后周妈妈拿了棉线来给她开脸，再后面便是全福娘娘来给她梳头，帮她穿上嫁衣。哎，大姐姐不是打算穿朝霞锦的嫁衣出嫁吗？怎么换了？明媛不解释，只笑了笑，算作回应。新郎官来了。镇南王世子腿断了，他还能骑马吗？是镇南王府长房大少爷代替镇南王世子来迎亲的。啊，就是他。吃惊之声犹在耳畔，魏明一几个已经快步走了。我这个准嫁娘被一个假新郎官抢了风头。吉时已到，送姑娘出闺房。鞭炮炸得人耳膜生疼，花轿停下，明媛坐端正了些，喜儿扶着她进正堂。四弟，新娘我替你迎接回来了。谢谢大哥。楚墨风拍拍他肩膀，你我兄弟，不必演戏。喝酒去。明媛坐在雕花紫檀木大床上，屋子里站着好几个丫鬟。周妈妈进来，一人塞了一荷包，让世子妃歇一会儿。好饿啊！奴婢给你拿吃的。要等世子爷回来一起吃，再等一会儿。喜儿只好乖乖站在一旁，心疼地望着明媛。姑娘一天没吃东西了。方才镇南王妃身边的曲妈妈瞧见我，问丫鬟书房的床有没有铺好。周妈妈也是人精一般的人物了，这不明显是说给她听的，好让她给世子妃传话。要是不同意圆房的话，可以把世子爷轰书房去，书房有地方睡。我知道了。祝世子爷、世子妃夫妻恩爱，白首偕老。赏。楚墨尘进来后，喜娘也跟着进来了。楚墨尘帮明媛掀开盖头，两人喝了交杯酒，然后说了几句吉利话就退下了。等人都走了，明媛坐下来拿筷子夹菜。这些菜都冷了，还吃什么？我让人给你换一桌热菜来。不用。不用吃这么急，这会儿时辰尚早，我们有1晚上的时间圆房，为夫不急。明媛呛了喉咙，一咳嗽，一口饭全喷了出来。吃饱了，明媛吩咐喜儿，把我的金针取来。明媛让喜儿搬凳子来给楚墨尘架腿。楚墨尘看着床榻，先扶我上床。上床做什么？就在轮椅上看就是了。楚墨尘收回眸光，就看到明媛防备的眼神，心里有些不痛快。那是什么眼神？活像我霸占了他东西似的。这是我的床，我不能先上床上坐着？当然可以，只是我觉得没必要，一会儿还要扶你下来，多麻烦呀。楚墨尘一听就知道明媛什么意思了。我晚上在这里睡。明媛先一步坐到床上，把床霸占了。床是我的，
你母妃给你另外安排的睡觉的地方，你睡书房。赵峰。屋外，赵峰推开窗户，闪身进屋。爷，你唤属下何事？母妃真的打算让我在书房住？爷不知道这事儿。我要知道，还用得着问吗？本来王妃打算把世子妃安排在跨院住的，王爷觉得委屈了世子妃，就让爷住书房，把正屋给世子妃住。咱们做小辈的，还是听长辈的话比较好。楚墨尘气笑了，明远以为他会反驳的，谁想他道：娘子说的对。这么好说话，这厮是哪根筋搭错了吗？可楚墨尘不只顺着他，而且他推轮椅就走，连赵峰都糊涂了。爷，你不治腿了？明天再说。真的走了？去看看。喜儿连连点头。明远把东西都收拾好，喜儿进屋。姑娘，世子爷真去书房睡了。他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只让丫鬟给他打了一盆热水。白天累得慌，晚上睡得香，一觉睡到天大亮。世子爷知道姑娘医术高超，他怎么还请太医进府呀？怎么了？奴婢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丫鬟从书房出来，急着叫人请太医。明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雪雁伺候他洗漱，帮他梳好发髻。那边镇南王妃带着丫鬟急匆匆赶来，明远俯身给他请安。王妃朝他一笑，就迈步去书房了。明远紧随其后。怎么回事？眼睛怎么又看不见了？我就说他没那么好说话，果不其然在这里挖坑等着我呢。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昨晚世子爷从世子妃房间出来，没一会儿眼睛就开始胀疼，以为用热水敷一下就没事了，没想到早上起来就看不见了。什么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远算是见识到了。明远走过去，打算戳破他的谎言，结果他一靠近，楚墨尘就用手挡住眼睛。怎么了？能看到一点亮光了。王妃微松了一口气，然后楚墨尘就指着明远：你过来，帮我揉揉眼睛。我算是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这厮绝对是属狐狸的。感情我嫁进镇南王府，头一个宅斗对象就是他呢。王妃看着明远，明远脸颊微红，慢步走过去，帮楚墨尘揉太阳穴。算你狠！揉了好一会儿，楚墨尘抬手把明远的手挡住。如何了？母妃，我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了。说完又看了明远一眼。以后有劳世子妃每天给我揉眼睛1刻钟。你不要太过分了。算命大师说的果然不错，冲洗管用。他有没有好一点？楚墨尘摇头。赵成就道：昨晚爷疼得半夜都睡不着，再加上书房睡不习惯。屈妈妈站在一旁，看看楚墨尘，又望望明远，在王妃耳边嘀咕了几句。王妃先是为难地看了明远一眼，又看看楚墨尘。那还是搬回内屋睡吧。母妃的安排，世子妃没有意见吧？明远蓦地想起了昨晚他说的那句：咱们做小辈的，还是听长辈的话比较好。这才一晚上，他就原封不动地还回来了。好困，我再睡会儿。不能再睡了，老夫人他们都在松鹤院等着你和世子妃敬茶，一会儿敬茶回来，你睡多久都没关系。那母妃先走吧，世子妃留下。王妃回头看了一眼，嘴张了张，终是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扶我起来。你不会自己起吗？腿断的还没好。他很认真地回答，顺带好心提醒明远：待会儿敬茶晚了，可是会挨训斥的。我就知道我是在与虎谋皮。虽然你我已是夫妻，但娘子也无需这么真诚地告诉为夫你是只母老虎吧。娘子，为夫，母老虎。深呼一口气，明远笑意盎然。坦诚点好，这样接下来1年时间才能相处得更愉快，不是吗？
至于1年后，不好意思，姐姐不伺候了。推着楚墨尘从回廊上走，转角处只见一男子走过来。等他靠近的时候，明远把脑袋低下了。当初就觉得他看起来有那么点似曾相识，原来他和楚墨尘是兄弟，也是镇南王府的少爷。四弟气色似乎没有所好，四弟妹见过大哥。我还有事儿，先出府一趟。我的那杯茶等我回来再喝。他笑了一笑，转身离开。等走远了些，还回头看了一眼。大哥已经走了。你们镇南王府的基因还真是不错，你大哥的容貌可丝毫不比你差啊。所以你看上我大哥了？你大哥难道还没有娶妻吗？明远只是好奇一问，可这话听在楚墨尘耳朵里意味可就重了。都关心人家有没有娶妻，这不明显是看上了吗？哼，我大哥年满20，1年后他早娶妻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没动过这样的心，又怎么死心啊？见明远推着楚墨尘进来，所有人眸光都落在他们身上。一坐半天都腰酸背痛了，总算是来了。这杯茶还真是不容易喝。明远望向他，再看他坐的位置，他应该就是镇南王府三太太了。镇南王府有3房，长房就是以前的镇国公，是老国公原配嫡妻所出，难产而亡。王爷是老国公田房所出，在生下王爷不多久也溘然长逝。现今的老夫人是老国公的田房，而且她另外一个身份是老国公原配嫡妻的同母胞妹，是长房的继母，也是亲姨母。快上前给老夫人敬茶。丫鬟拿了蒲团来，明媛跪下给老夫人敬茶。模样标致，气质也不错，但我老婆子实在是眼拙。京都大家闺秀也不少啊，怎么就只有你能把世子冲喜给冲好了？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会医术啊。明媛想了想，很认真地回道：大概是因为缘分吧。想到冲喜，老夫人不着痕迹地斜了楚墨尘断腿一眼，笑意未达眼底。既然有缘，希望世子能早日站起来。屋子里其乐融融。王爷起身道：敬完茶了，都散了吧。王爷，方才东王府派人送了帖子来，说是东王府和东王妃要来，有事和您还有王妃商议。明媛和楚墨尘敬茶过后，楚墨尘打算走人的，结果明媛找了个地方坐下，一心瞧热闹。没一会儿，东王爷和东王妃就进来了。东王爷和东王妃登门，有失远迎了。你我是亲家，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东王爷笑道，说着看向老夫人。老夫人气色红润，老当益壮啊。你们俩可是有段日子没来府里坐坐了，来，快坐。之前王妃忙着给世子娶世子妃，我们就没登门叨扰了。去把二少奶奶叫来。我和王爷今儿来，不是为见郎环来的。王妃看着他，我知道不该来这一趟，但郎环是我生的，是我的心头肉。我知道王爷和王妃对他很好，但我这做娘的实在不忍心他膝下孤单，在镇南王府守寡一辈子。他还那么年轻，世子娶世子妃，镇南王府给的承诺，还有圣旨赐婚，我都知道。我希望王爷和王妃能一视同仁。王爷眉头狠狠地皱了下，随即松开。你们是想接郎环郡主回东王府，还是从我镇南王府出嫁？回东王府。王爷望向王妃，王妃意下如何？是我镇南王府亏欠了郎环郡主，东王府要接她回去，我没有意见。东王妃喜极而泣，镇南王重信守诺，只要放郎环郡主回东王府，就不会在郎环郡主再嫁人的时候有微词从中使坏。这事王妃做主即可，军中还有事要忙，我就先行一步了。
王爷，事情还没有商议完呢。是还没有商议完，甚至重头戏还没有开始呢。请说。王爷还许诺给世子妃20万两，既然都是儿媳妇儿，一视同仁，是不是也该给郎环20万两作为补偿啊？东王爷觉得本王应该补偿郎环郡主20万两。和世子妃比，郎环受的苦是他的100倍不止。我东王府只要求和世子妃一视同仁，并不过分。王爷笑了，笑声苍劲有力。好一句并不过分。臣儿触犯军法，被处以极刑，是本王和王妃教子无方，愧对郎环郡主，他不必替逆子守寡。我镇南王府准许他回闺中再嫁，但补偿他20万两，东王爷让本王用什么身份来补偿？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东王爷的女婿的是大将军，他对郎环郡主的愧疚只有教子无方，再无其他。王爷态度坚决，东王妃的脸色也变了。我的郎环何该命苦一些吗？明媛坐在那里，眼珠子灵动地转着。和定北侯府差别太大了，要是这么大的事儿，定北侯府肯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镇南王府居然上到老夫人，下到太太姑娘们，没一个接话的。刚这样想，那边老夫人开口了：那依世子妃看，镇南王府该不该给郎环郡主20万两？这一脚踢的明媛脸皮都抽了下，这要是接不好话，就是给自己拉仇恨。老夫人您和母妃还有几位婶娘都还没说话，哪有明媛说话的份儿？好一个聪明的世子妃，老夫人刁难她，她居然拿我们做挡箭牌。大太太笑道：这是二房的事，20万两又因你而起，你怎么没有说话的份呢？只管大胆地说，说错也没有人会怪你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明媛都还没有弄清楚。明媛才刚嫁给相公冲喜，相公的眼睛虽好了，但断腿还没有恢复。父王许诺写入圣旨中的20万两，离兑现之日还有整整1年时间。对明媛来说，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当初父王许诺，魏国公府大太太也在帮孙贵妃劝说，爹爹和娘亲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幸好皇上替他们做了决定，这样争执下去只会伤了亲家情分。父王和东王爷与皇上的关系都不错，都是皇上信得过的，何不找皇上讨一道圣旨？明媛有圣旨，郎环郡主也有，这才是真的一视同仁。王爷赞赏地看了明媛一眼，望着东王爷：这件事怎么处置，听皇上的吧。东王爷带着圣旨来找本王就成了。本王约了几位将军商议军情，已经迟到了。这一回东王爷和东王妃没有叫住王爷，他们提的一视同仁，明媛有圣旨，郎环郡主也应该有。东王妃投过来的眼神里像是加了冰块。明媛一脸无辜望着楚墨尘：相公，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东王爷和东王妃该谢谢你才是，没有你出嫁冲喜，东王府也没理由登门。再者，他们只想到让郎环郡主再嫁和让父王爷补偿郎环郡主20万两，却忘了讨一道圣旨。有圣旨准许郎环郡主再嫁，绝对没人敢指责她嫁过人的身份。东王妃，你说是吧？东王妃一口银牙险些咬碎。是呢，真该好好谢谢世子妃。明媛惭愧一笑，气死人不偿命。不敢当，东王妃执意要谢，就谢老夫人和大伯母吧。很快东王妃脸色又恢复如初了，望着王妃道：弥补的事稍后再说。郎环毕竟嫁过人，我不让她从镇南王府出嫁，是怕她伤心，觉得有愧于琛儿。将来若是有了合适的人选，还请王妃帮忙牵线，让郎环可以嫁得心无旁骛。外面郎环郡主走进来，时间掐得这么准，不知道是不是在外头听了一会儿了。
环儿，母妃这就带你回东王府。母妃，郎环想在王府再住几个月。为什么？女儿想去相公守满3年。东王妃觉得不公，替女儿觉得不值，可是郎环郡主坚持，她也就不说什么了。我不会亏待郎环的。东王妃知道王妃的性子，守满3年，我就来接郎环回去。这几个月，我希望郎环过得快乐，王妃对待他能像对待亲生女儿一般。我待世子妃如何，就待郎环郡主如何。东王妃可随时接他离开。热闹看完了，明媛推楚墨尘一把，打算和他离开，结果刚要起身该告退呢，那边三太太不阴不阳的来了一句：同在一个王府住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王爷那么有钱，随随便便就拿出20万两。当初要是多给一点给二少爷，他何至于去贪那么一星半点儿，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我想想都觉得他死得冤枉委屈。明媛坐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东王爷和东王妃被打消的念头又那么蹦了起来。楚墨尘没有上前，推了轮椅离开。明媛倒还记得扶了扶身，然后追着楚墨尘离开。方才东王爷和东王妃要20万，他还一脸云淡风轻，怎么转过脸就这副神情了？你也觉得你二哥死得冤枉？被人捧杀，当然死得冤。楚墨尘眸底闪过一抹讥笑，明媛眼睛睁圆。为什么捧你二哥？以前郑国公府不是长房继承吗？当年祖父一直想把爵位给父王继承，但大伯父才是嫡长子，再加上大哥才华洋溢，远胜过二哥，祖父权衡再三，放弃了父王，让长房承袭爵位。这也就是说，如果当初楚二少爷不比楚大少爷差，或者逊色一点点，老国公都偏向王爷了。明媛没再说话，推着轮椅上前。去花园走走。你不回去治腿吗？明媛好心提醒他，本来昨晚就该给他施针，结果他推了轮椅就走，但想到他走得那么决然，是为了更好地算计他，从而搬回屋子里睡。明媛狠狠地瞪了他的后脑勺。楚墨尘一回头，就看到明媛带着小火苗的眼神，还有脸上略显凶残的表情。可能是被你传染了，我眼睛难受。可我还用得着装吗？那边有丫鬟路过，楚墨尘一脸笑容。要不要为夫给你吹吹？世子妃，王妃让你去恒芜院一趟。走了半盏茶的功夫，明媛就到恒芜院了。喜儿推着楚墨尘在后面，不过他跟进了院子，却被丫鬟挡在了屋外。王妃只有话与明媛说，不让他进去。楚墨尘一张脸臭着，这女人哄得父王向着她，现在母妃也向着她了。赶明儿这王府里还有我的位置吗？见过王妃。怎么还叫我王妃？该叫我母妃才是。明媛看着王妃，王妃知道太为难明媛了，她道：你能放弃四皇子选择辰儿，母妃感激你，但今儿早上的事你也瞧见了，是母妃把冲喜想得太简单了。母妃打算让辰儿搬回内屋住，这对你的归育肯定会造成影响。你选择出嫁冲喜，心里也应该有数。母妃希望辰儿能站起来，你能做她真正的世子妃。王爷给你的承诺，1年后我会让王爷兑现。另外母妃有的将来都给你。虽然这钱很多很多，但我只卖我是卖医术，收诊金。可是王妃一番慈母心，叫她怎么开口拒绝？母妃，您别太紧张了，相公没有您想的那么脆弱。母妃就没看出来，相公今儿早上是装的眼瞎吗？装的。明媛点头如捣蒜。是装的，相公就在屋外，母妃不信可以问相公。王妃好看的眉头拢紧，她朝屋外喊道：让世子进来。楚墨尘推了轮椅进屋，一进门先挨了王妃2记瞪眼。你给母妃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什么迷魂汤？当然是正义的迷魂汤。要不是世子妃告诉我，母妃都不知道被你骗了。你为什么要装看不见骗母妃？
装眼睛疼不是装给母妃看的，是装给那些想瞧热闹看笑话的人看的。我只装眼睛看不见，但确确实实是早上见到世子妃另外一只眼睛才看见的。楚墨尘说的时候，眼睛盯着明媛，用眼神提醒他见好就收，再拆台对他没好处。明媛没再说话，他既然打着冲喜的名头嫁进来，要是一点用都不管，那20万两怎么拿到手？母妃，没什么事，我和世子妃就先回沉香轩了。王妃叮嘱了2句，尤其是让楚墨尘不要欺负明媛。你是怎么让母妃以为你好欺负的？你抱着母妃哭了？明媛回了他一记白眼。知儿莫若母，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母妃还能不知道？为夫是什么样的人？就凭为夫2个字，就足够证明你脸皮厚了。相公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自然是真话，假的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听真话，那他就不客气了。只是明媛刚要说，楚墨尘忽而笑道：先别急着说，我叫几个丫鬟过来一起听。可话放出去了，楚墨尘就等着他夸他呢。相公别的不说，至少眼光够好。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自己啊？难道我说的不对？为夫的眼光嘛，比娘子还是要稍逊一筹。再不理会楚墨尘，明媛迈步就走。喜儿再一次陷入两难，恨不得晕过去才好。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松鹤院一趟。我和老夫人有什么话可说的？他口渴的只想回屋喝杯茶，可是人家老夫人派丫鬟来请他了，他又没病没痛，是去的去，不去也得去。明媛转了身，让丫鬟前头带路。不知道老夫人叫明媛来是？老夫人凌厉的眸光从明媛脸上扫过。你嫁进镇南王府冲喜，是打算留着完璧之身再嫁？问得直白干脆，一点弯都没有绕。明媛没有害羞，只觉得头皮发麻。这么大年纪操那么多的心，楚墨尘压根就不会领情好吗？心宽不管事，才能长命百岁，福寿安康啊！明媛心底嘀咕，轻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哼，这20万两挣的倒是便宜。世子妃命好，这样的福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就怕这不是福气，是道催命符。这话明媛接不了，索性什么都不说。等了片刻，见没人说话，他才望着老夫人。没什么事，明媛就先回去了。老夫人瞥了他一眼，他胳膊微抬，身边的伺候的钱妈妈就给丫鬟使眼色。明媛回头就看到俩丫鬟走过来，嘴角机不可察地抽了下。真是让娘算得准准的，进门就给我来下马威，不圆房会给我安排小妾通房。刚才下马威没有成功，我可以代替楚墨尘拒绝这俩通房丫鬟吗？两丫鬟俯身见礼，态度恭谨而有礼。明媛装傻充愣。这是你要保持完璧之身再嫁人，王爷和王妃不勉强你，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2个丫鬟你带回去，替你伺候世子。明媛心底郁闷，老夫人眉头一沉，清淡的语气带了2分不悦。你不愿意？明媛挤出一抹笑。明媛自然愿意，就是不知道相公中不中意。看来世子妃性子谨慎，莫不是打算顶着镇南王世子妃的名头，在沉香轩住1年，什么事都不做，到时间拿了银票就走人吧？我镇南王府可没有这么便宜来的。沉香轩可没那么好进，你们执意我烂好心做什么？老夫人一番美意，我想相公会领情的。明媛这就带他们去见相公。院外，楚墨尘坐在轮椅上等候在那里。听到脚步声，他回头就看到他以及紧随他身后的2丫鬟。相公，老夫人疼你，赏了你2个暖床丫鬟。楚墨尘脸一黑，世子妃娶进门都还没圆房，就给他纳妾了。他还真是贤良淑德的，叫人恨不得将他丢屋顶上去。你再加2丫鬟给我暖床，床上还有我睡觉的地方吗？想让我睡地板直说。
相公嫌床小啦，我打地铺就是。这女人越发欠收拾了，喜欢打地铺是吧？那你今晚睡地铺？完了，一时不注意就这么把床送出去了。大意失荆州啊，能不能把话收回来？我只需要一个暖床丫鬟。俩丫鬟愣了下，赶紧表态自己更忠心，更会伺候人。一个妩媚，一个清秀，还真不好选择。这样吧，谁先绕着花园跑10圈，谁今晚给我暖床。俩丫鬟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撒丫子就跑。这俩丫鬟脑子是不是不大好啊？花园那么大，10圈跑下来半条命都没了，还谈什么暖床啊？老夫人就挑这么大的丫鬟做卧底，是不是太侮辱人了？进宫。下了马车后，明媛就推着楚墨尘跟着领路公公朝御书房走去。不过皇上并不在御书房，他在御花园赏花，孙贵妃陪在左右。昨镇南王府办喜宴，4皇子乔迁新居，哪个更热闹？满朝文武，皇上最信任的就是父王和岳父大人。4皇子虽然受宠，却连储君都不是。你说，满朝文武会怎么选择呀？孙贵妃故意挑同一天让4皇子搬家，目的是为了打压镇南王府。结果镇南王府依旧热闹，反倒是恒王府冷清得多。新仇旧恨加起来，估计都恨不得把我们碎尸万段吧。靠近了些，明媛俯身给皇上请安。恕臣不能起身给皇上见礼。皇上抬抬手，免了楚墨尘行礼。朕听说你2只眼睛都瞧见了，都是世子妃的功劳。没想到这冲洗还真的管用啊！那是不是意味着要不了多久，这镇南王世子就能站起来了？孙贵妃是问的明媛。明媛不敢鞠躬，有这么多人关心相公，她一定会很快站起来的。世子妃倒是谦虚了，这镇南王府花费20万两买你1年的时间冲洗，若不是有大用处，本宫可要怀疑这镇南王府有几座金山不怕挥霍了。金山2个字，孙贵妃咬得格外清楚。不过孙贵妃弦外之音，皇上没听出来。镇南王功在社稷，而且对权势并不看重。要不是他硬要他掌管兵权，镇南王早撂挑子不干了。一个对兵权都无所谓的人，可能会贪墨吗？皇上贵妃娘娘大喜，恒王妃怀身孕啦！此事当真？错不了。恒王妃打算进宫给您和皇上请安，结果刚走到2门就一阵眩晕作呕，叫了大夫进府，诊出喜脉还不放心，又叫了太医进府，确定无误了才敢进宫报喜。恒王妃已经有小2个月的身孕了。这是进了门就有喜了呀！钦天监挑的日子果然是好。皇上，您可得好好赏赐钦天监呀！都有赏。楚墨尘懒得看孙贵妃有多喜悦，他趁机向皇上告退。等明媛俯身时，孙贵妃看着他：你是明柔最喜欢的长姐，得空了多去陪她说说话。这是要我把镇南王府的消息及时送给4皇子知道呢，母子俩想的还真挺美的。明媛嘴角扯了下，在心底翻白眼儿。贵妃娘娘放心，我会和相公去恒王府道贺的。这边马车在镇南王府跟前停下，那边2丫鬟你搀着我，我搀着你走过来，扑通一声跪在青石地板上。世子爷饶命啊！本世子几时要你们的命了？世子妃，您帮我们求求世子爷吧。明媛素来心软，只是还不等他开口，才刚瞥向楚墨尘，一个字都还没说，这厮就勾唇笑道：世子妃怜惜他们没有跑完的，你替他们跑，如何？不如何。他虽然贤良淑德，但还没有贤良到这份上。再不走，直接卖了。吃了晚饭后，明媛在院子里溜达消食。周妈妈过来问她：书房的床撤了，世子爷晚上睡在屋里。她没回答，但是周妈妈明白。明媛在院子里转了2圈，回屋时，周妈妈在帮他们铺床。见明媛回来，周妈妈笑道：床上的东西，世子妃和世子爷记得看。什么东西？等她走了，明媛朝床榻看了一眼，
就看到那匣子脸腾的一红，后知后觉周妈妈指的是什么，忙走过去把匣子抱起来，转身就要收进箱子里。楚墨尘就在屋子里看书，见状推了轮椅过来。这是不打算给我看？这是我的东西，不给你看怎么了？要不要我去问问周妈妈，我能不能看？周妈妈误会你我晚上要圆房，这匣子里装的是春宫图，你当真要看？楚墨尘还真没想到匣子里装的是这东西，现在明媛说的这么直白，他耳根微红，眉头也蹙紧了。周妈妈没有误会，母妃让我搬回来住，就是让你我圆房的意思。那是他们的意思，又不是我的意思，你肯定不会任由他们摆布的。我向来听话。听你妹的话！明媛在心底问候了一句，眸光一转，哦，忘了，你还有2个暖床丫鬟，你想看我不拦着你，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就你的断腿现在脆弱得很，估计动不了一会儿就会咔嚓一声断开，到时候不要叫我进来替你接骨，我怕长针眼。丢下这一句，明媛昂着雪白的藕颈离开。世子妃，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连冲过来了，一整天跑了松鹤院多少趟了，不至于大晚上的还叫我过去吧？让他过来，老夫人让你来是。白日里，老夫人赏了2丫鬟给世子爷，谁成想不合世子爷的喜好，那2丫鬟老夫人挺喜欢的，世子爷要卖了他们，老夫人于心不忍，让奴婢来带他们回去，改日再挑几个可心的赏给世子爷。还带这样操作？白天就直接要回去不就行了吗？还连累2丫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说老夫人存了2分他们其实能跑完10圈，继而给楚墨尘暖床的希望？他让喜儿去拿卖身契，连春接过之后就回去复命了。你倒是好说话，给你就接着，拿回去就双手奉上。这南王府的钱不好挣啊，我自己开铺子，1年虽然不一定能挣到20万两，但2年绝对够了，哪里用得着嫁过来受人欺负？真是越想越觉得吃亏，还是早点帮他站起来，任务完成，应该可以提前离开。先去沐浴，回来帮你施针上药。楚墨尘去沐浴后，明媛也舒服的泡澡，喜儿和雪雁则帮明媛把床褥铺好，怕地上潮气重，特地铺了2床被子。你还真打算睡地铺啊？你要是愿意把床让给我，我当然更愿意睡床了。楚墨尘推轮椅进来，绝美的笑容带了魅惑。分一半给你。世子爷这是打算和姑娘同床共枕，生米煮成熟饭了吗？谢谢世子爷的好意了，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睡。哎，姑娘变矜持了呀！之前在崖底，她明显蠢蠢欲动呢，现在世子爷都主动了呀，多好的机会啊！喜儿想劝明媛几句，明媛吩咐她拿药膏来，她就转身忙去了。1刻钟后，明媛就把金针收了，帮楚墨尘上药。怎么换药膏了？和之前的药不一样，用这药膏再配合施针，你会好得快一点。以后早晚都要施针，腿痊愈前不要随便得罪我，我可是会随便撂挑子不干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讨好你，把床让给你睡啊？按理是这样的，但你腿断的，我这个大夫又怎么好与你一个病人争？断腿痊愈前床归你，痊愈后床包括这间屋子都归我。我也归你。喜儿在一旁推雪雁，对她挤眉弄眼。雪雁觉得喜儿高兴太早了。我们姑娘是最会气氛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人就算了，钱归我就行了。想撩拨我，没门儿！窗户也给你焊上铁栅栏。唉，真的找不到我家姑娘这么会打煞风景的人了。楚墨尘脸上的笑容僵硬。睡觉。奴婢伺候世子爷，你上床歇息吧。不用。楚墨尘坐在床上和他四目相对，松松垮垮的里衣，能看到雪白的锁骨，还有那么一丝峰峦。我要睡地铺。不是征询，而是命令。不让他睡床，他争床，顾及他腿脚不便，把床让给他吧，他又要和我争睡地铺。
这一厮绝对是被人众星捧月惯了，一不顺着他就浑身倒毛，像是长了刺的不舒服。一会儿我真睡了床，他估计又要和我争床了，累不累啊？未免再起争执，明媛吩咐喜儿，既然世子爷想睡地铺，就给他准备床褥吧。那床呢？要不空着，要么你睡。喜儿凌乱了，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喜儿认命的去抱了被褥来，就在明媛身边把被子铺好，铺远点，免得我滚过去踹伤他的腿。喜儿乖乖照做，等忙完，喜儿又扶楚墨尘睡下，他一躺下，明媛麻溜地翻了个身，再留给他一记后脑勺。楚墨尘脸都绿了，背过身也留给明媛一后脑勺。默默的，喜儿转身把灯烛熄灭，然后打着哈欠下去歇着。早上醒来，脖子有些痒，怔了一瞬，明媛眼睛猛然睁开，就看到一张俊颜在他眼前无限放大。一时间，明媛看正了神。好看吗？他一个机灵袭来，猛然坐了起来。谁让你睡我这边来的？一大清早就误会我，不好吧？明媛往后看，就看到自己的床褥了。他打算挪回去，想到什么，他一脚就踹了过去。你少忽悠我！你告诉我这两被子怎么紧挨着的？我倒是想问一句，我是怎么睡在被子上，连人带被子滚到你怀里去的？腿断了。我踹的是你的大腿，你是豆腐渣做的吗？咚咚敲门声传来，明媛带火的眸子就像是被冰水浇灭了一般，瞬间蔫了。世子妃脾气怎么这么差了？平时多劝着她点儿，大家闺秀要性子温和纯良。喜儿点头应下。屋内，楚墨尘上下扫视明媛。再看，我挖你眼珠子！他们吃完饭，先去松鹤院请安，然后去恒芜院见王妃。王妃叮嘱楚墨尘，明媛是第一次回门，要他给足明媛面子，不可惹定北侯府不快。在母妃眼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惹是生非呢？王妃准备的回门礼很丰厚，周妈妈粗略地看了一眼，都觉得啧舌。这南王府果然不是一般府邸，当初三姑奶奶回门礼还不及这一半丰厚呢。在马车内颠簸了小半个时辰，马车才徐徐停下。魏明一几个上前见礼，陪着明媛说笑，一边朝长辉院走去。屋子里欢声笑语不断，老太太高兴。原本说好了，今儿明柔也回门，这一怀身孕，肯定没法回来了。哎呦，明柔不回来，那他和四皇子不打算找明媛要沈家玉佩了？其实也不用明柔回来，只要明媛愿意给，差人送去就是了。想得到美。见明媛不接二太太的话，四太太有眼色的再不提魏明柔，夸了楚墨尘几句，希望他们能夫妻恩爱，白首偕老的话，屋子里还算其乐融融。老太太，夫人，三姑奶奶回门了。唉，怀了身孕，怎么还回来了？有明媛和楚墨尘在，苏氏就没有去迎接魏明柔了。但是二太太控制不住自己啊，起身走了出去。没一会儿，二太太和魏明柔就进来了。魏明柔脸上带笑，相比之下，二太太反倒没那么高兴。怎么回来了？哎，恒王怎么没陪你一起回来？王爷忙，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着，身侧的丫鬟欲言又止，被魏明柔用眼神给制止了。有话就说。王妃是偷溜回来的，先前忙着乔迁，王妃累着了。她一心记着大姑奶奶的话，等王爷出府后，她就回门了，谁也拦不住。真是胡闹！万一出点什么事，定北侯府怎么和恒王还有孙贵妃交代？魏明柔给老太太见礼后，坐下就望着明媛开门见山。大姐姐和大姐夫愿意把玉佩给我吗？明媛望着楚墨尘，楚墨尘看着明媛笑道：恒王妃是你的亲妹妹，玉佩给她无妨，不过沈家未必愿意卷进楚军之争中来，你应该问过沈大少爷的意思再做决定。沈家肯定愿意。
从龙之功，会让沈家更上一层楼。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过河拆桥的人。二老爷脸色变了变。既然二老爷笃定沈家愿意，那有没有这一方玉佩，又有什么关系呢？魏明柔望向明远，大姐姐是不愿意把玉佩给我和王爷了。你身怀有孕还回门找我，你万一再动一点胎气，我岂不是难辞其咎？玉佩在祖母手里，待会儿吃了回门饭就让你带回去。不过我有言在先，沈大少爷如果不愿意卷进楚军之争，我会把玉佩拿回来的。魏明柔心头一喜，点头应下。但是二太太却没那么高兴。哟，二嫂这是怎么了？像是提不起精神，莫不是病了？两哥儿在书院和人打架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打起来呢？之前两哥儿想拜邹老先生为师，明远说不急，昨儿邹老先生收了学生，而且只收了一个学生。两哥儿被人笑话，心中气闷，就和人起了争执。没想到邹老先生这么快就收学生了，现在梁哥丢了面子，可怎么办？若是能直接拜在苏老太爷门下最好。邹老先生只收一个弟子，但苏老太爷忙于朝中事务，无暇教导两哥。以他和邹老先生和孟老先生的交情，代为教导一二，应该不是难事。苏轼觉得二老爷想得太美好，但老太太觉得不错，望着他，希望他能和苏老太爷提一提。苏轼就望向明远了。二叔想得很好，一会儿外祖父会来，二叔不妨当面和外祖父讲。老太爷会来？不止外祖父，大舅舅也会来。外祖父和舅舅登门，娘亲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我请外祖父登门的。老太太，苏老太爷来了。苏轼起身要去迎接，没一会儿苏轼就回来了。你外祖父和舅舅忙着呢，把他们找来也不先说是什么事。来的是苏老太爷和二老爷。明远俯身见礼。你大舅舅书院有事儿，脱不开身，二舅舅来可行？二舅舅来也是一样的。老太太扶着王妈妈的手要起身。咱们老亲家了，哪还用得着互相多礼啊？哎呦，可不是老亲家了，快坐。明远把你请来，我还真猜不透是什么事呢。找外祖父和舅舅来，是为了当初明远去佛光寺上香祈福，马车无故发狂，明远险些丧命，最终让三妹妹代嫁给四皇子，也就是如今的恒王一事。这事不是过去了吗？怎么还旧事重提？而且还劳烦苏老太爷跑一趟。莫非找到凶手了？要外祖父和舅舅来给你做主？外祖父，明远坠崖虽然不甘心，但也算因祸得福。找您和舅舅来是因为另外一件事儿，让你们给娘亲做主的。侯府里可没人委屈你娘。不是没有委屈，而是委屈了没有人知道罢了。到底怎么回事？14年前，二叔和二婶偷龙转凤，将他们的亲生女儿和娘生的女儿调了包。二太太惊站了起来。你信口雌黄！二婶这么激动做什么？如果我真的信口雌黄，无中生有，这屋子里有的是人给你做主，我污蔑不了你。带人证。很快赵峰就押了两人进来。姑奶奶救命啊！谁给你的权利让你绑了王家管事的？是我给他的权利。如果二太太觉得本世子也没有这权利的话，那就带着他们的证词去刑部大堂。王家管事的侄儿在四皇子娶妻前谋杀皇子妃，这条罪名足够王家充军千里了。他们已经招认了。赵峰从怀里把两人的证词拿出来，递给苏二老爷过目。苏二老爷看过后，就给苏老太爷看。哼，一定是屈打成招。二老爷是眼睛瞎了吗？两人好端端地跪在地上，别说打了，一板子都没挨，只不过活生生地饿了几天罢了。在大家眼里，三妹妹救过二婶，二婶拿她当亲生女儿对待。可二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就算二妹妹哑巴了，那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没有做娘的会这么狠心。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三妹妹才是二婶亲生的。就因为我疼明柔，就说她是我亲生的，那我要格外疼你，你是不是也是我亲生的？虽然这么说不无道理，但二婶可从来没有疼过我。凡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确凿证据，二叔二婶不会招认的，所以我把外祖父找来了。那天我带二妹妹去穆王府参加赏荷宴，云嬷嬷当场给明慧跪下，问她娘胳膊上有没有一颗莲子大小的胎记。这事儿二妹妹和四二都能作证，如果他们不行，还可以找云嬷嬷来。二妹妹长得酷似她的亲外祖母，朝霞锦也是她亲外祖母留给她亲娘的遗物。老太太一脸震惊，望向苏老太爷。江夫人她，明媛说的都对，青儿不是内子亲生，但她永远是我苏某唯一的女儿。苏氏眼眶通红，泣不成声。人有相似，指不定就是云嬷嬷看花了眼。这么巧合的事，是一句看花眼就能打发的？难怪二嫂不疼明慧，却把明柔当眼珠子疼呢。岂止是当成眼珠子疼，为了捧亲生女儿坐上四皇子妃的位置，不惜对明媛痛下杀手。我想三妹妹自己也知道谁才是她的亲娘吧。我是娘亲生的，只因为二婶偏疼我一天，你就挑拨离间，你到底是何居心？我是何居心大家都知道，至于三妹妹你什么居心，还得有劳太医把脉才能一清二楚。把脉做什么？难道身孕是假的？不是假怀身孕，而是三妹妹已经是3个半月的身子了。3个半月？她嫁给四皇子才2个月，怎么可能有3个半月的身孕？莫非……你污蔑我！是不是污蔑？赵院正这会儿就在屋外，让他把脉不就清楚了？如果你觉得赵院正可能是被我收买了，大可以让祖母请上17、8个大夫来，挨个的把脉。我和四皇子定亲10几年，也积极有一段时间了。谁瞧见孙贵妃急着娶我过门，突然就要娶我进门，而且还这么着急，娘亲要把亲事延后，谁对这事最积极最关心？又是谁提出替嫁的？不用我多说吧。现在大家总算明白为什么二太太那么着急了，因为魏明柔早和四皇子珠胎暗结，不得不嫁，而明媛注定会成为一个牺牲品。我说二嫂怎么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明慧不疼，偏疼明柔？原来是我们错了。二嫂疼的就是自己亲生的女儿，甚至为了捧自己的亲生女儿坐上皇子妃的位置，不惜算计明媛。四太太说一句，老太太的脸就黑3分，气得浑身颤抖不止。都到这份上了，还没人认罪，骨头还真硬啊。娘子，你给人家留着脸，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啊。祖母，既然二叔和二婶还有三妹妹都觉得没有错，一副被明媛污蔑的委屈样子，那明媛就把这事儿呈给刑部彻查，让刑部定夺了。人家都要你的命了，还给他们留什么情面？去刑部立案。二老爷和二太太知道他们逃不掉了，跪着爬到老太太脚边，把过错往身上揽。老太太气头上，脚一抬，朝二太太脸踹了过去。踹得好！不过最应该发怒的是苏轼，可偏偏他坐在那里，双眸空洞，显然还没有从这件事中回过神来。老夫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见过这么肮脏的府邸过。明媛能活着回来，真是老天爷庇佑。老太太不打算给他一个交代。我定北侯府愧对明媛和他娘呀。最愧对的不是我，是二妹妹。本该被人捧在手心里疼，却被人毒哑。爹不疼，娘不爱，还要拿她攀权富贵。就二叔二婶做的事，千刀万剐都难解我心头之恨。他刚说完，站在那里一直不吭声的魏明柔突然叫肚子疼。二太太心疼女儿，魏明柔一叫，她就手足无措了。她望着老太太，纵然我和二老爷该千刀万剐，明柔她没有错，肚子里怀着四皇子的骨肉，她要在定北侯府有什么万一，孙贵妃问责，侯府担待不起。赵院正就在院子里，有什么情况让他把脉就是。让赵院正进来把脉。娘，
我不是你娘。说完这一句，他抬脚就走，他要去找他亲生的女儿。他愧对了10几年的女儿。那边赵院正进来，魏明柔没让他把脉，抹着眼泪走了。有劳赵院正跑一趟了。方才恒王妃身子不适，已经无碍了。啊，没事就好。那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送赵院正出府。元儿，你觉得定北侯府该怎么处置这包藏祸心的二房？这还真是个难题。他当然想替魏明远报仇，要二老爷二太太把牢底坐穿，以赎罪孽。可是老太太舍不得。明远失忆后，已经不记得侯府家规了，只怕定下家规的魏家列祖列宗，也没想过魏家会出这样狼子野心的子孙。怎么处罚，还得看祖母和父亲的。不过二叔二婶做的事，这辈子都没有颜面再见爹娘，娘亲也不会原谅他们，还是别处在一个屋檐下了。那就分家吧。老太太看了四太太一眼，父母在，不分家。这还是苏老太爷和镇南王世子在场，这要不在，估计都用不着四太太替他张口了。这有何难？当初二妹妹定亲，二叔被中武将军打得鼻青脸肿，二婶嫌弃二妹妹让二叔丢脸，不是借道士之口把二妹妹送庄子上去，打算来个眼不见为净吗？我也可以请道士进府。亲家母是舍不得分家。老太太没说话，苏老太爷笑了一声。我女儿不可能再和这样的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亲家母执意留下他们，我带女儿和外孙女回苏家。没有，应该分，我同意分。三妹妹是二房女儿，娘亲一大半的陪嫁都给了她，抬进了恒王府，想拿回来肯定不可能了。二房亏欠我娘，更亏欠二妹妹，宫中本该分给二房的，就留下来给二妹妹，将来做陪嫁吧。我们二房分出去，宫中一点都不给，我们二房和西北风过日子吗？二叔二婶觉得西北风不好，可以去刑部大牢，有现成的吃的。来人呐，拖他们去祖宗祠堂，杖责40大板。我一时鬼迷心窍，不是故意的。都到这份上了，还想拿谁当傻子哄呢？捂住嘴，给我拖下去！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之前一直觉得二婶对三妹妹好得过了分，后来云嬷嬷给二妹妹下跪，再到二叔毒杀道士，我这才起了疑心。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呢？明媛当然不能说，他怕孙贵妃再逼她嫁给四皇子，为了私心不说的。我想说的时候，父亲离京了，我本打算等父亲回来告诉他，但是我没想到三妹妹和二婶贪得无厌，要紫玉镯，找娘亲要铺子，连娘亲多给我2套头饰陪嫁都要争，还要沈大少爷给我的玉佩，更要娘亲帮他回苏家找外祖父，帮梁哥拜邹老先生为师。二房如果对长房真心，这点忙帮了也就帮了，可一边算计娘亲，还要娘亲为他奔前跑后。明媛看不惯二房贪婪的嘴脸，便是父亲没有回来，我也要先说了，祖母不会怪明媛家丑外扬吧？老太太握着佛珠的手紧了紧，挤出一抹笑。祖母啊，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你外祖父也不是外人嘛。去看看你娘吧。明媛点点头，抬脚就往外走。居然就这么丢下我走了？走到珠帘处，就看到苏氏坐在贵妃榻上，魏明慧和四儿跪在地上哭。元儿，你爹他……在这种情况下，苏氏问定北侯，显然四儿把二老爷和晋王要杀定北侯的事说了。娘，你别急，父亲只是受了些轻伤，没有性命之忧。明媛又将魏明慧扶了起来。要不是二妹妹和四儿机灵，我也不知道有人要害父亲，镇南王世子派去的人才能及时救下父亲。你怎么让镇南王世子帮忙呀？不是前2天才嫁给镇南王世子的吗？怎么救人这样的事都找他呀？要是父亲有什么万一，我得守孝3年，就没法给他冲喜了。而且时间紧迫，除了他，我不知道找谁帮忙。魏明慧坐在一旁，修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露珠，惹人怜惜。
娘不是说我出嫁了，没人陪着你吗？二妹妹能陪你到吉吉出嫁，待会儿让四儿收拾下，就搬去汉代院住吧。是娘没有，让你们姐妹被人算计，被人暗杀。明媛没说话，二房狼子野心，谋划四皇子妃的位置这么多年，十有八九他当年落水，甚至他那倒霉大哥的失踪和二房都脱不掉干系。这边明媛借着给苏氏倒茶的机会，低声吩咐了喜儿几句，喜儿就迈步出去了。这些搬到东院去。苏氏不想在储育院多待，四儿要收拾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明媛知道苏氏嫌弃二房的东西，但不要白不要，与其便宜二房，不如用来拉拢人心。这屋子里的东西，你能搬走多少都归你，你伺候二姑娘有功，这些都给你将来做陪嫁。奴婢才不要嫁人呢，奴婢要伺候二姑娘一辈子。那边过来一丫鬟，夫人，府里流言四起，说大少爷失踪和二房有关。苏氏心口一提，抬脚就往外走，只是他还没出屋子，又过来一丫鬟。夫人，宫里头来人，传您和老太太还有二太太进宫。这时辰，传苏氏和老太太进宫的只可能是孙贵妃。看来魏明柔是二房亲生的事，孙贵妃早就知情。明媛跟着苏氏去找老太太，二太太正跪在地上发誓，大少爷失踪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否则她死无葬身之地。这誓言可不是随便乱发的，指不定哪天就灵验了。二太太眸光闪了一闪，我没做过的事，不怕赌咒。二婶刚挨了板子，祖母还带她进宫。老太太还没说话，二太太先一步道：我没事，我能进宫。那就进宫吧。明媛瞥了喜儿一眼，喜儿眨了眨眼睛，迈步跟了上去。40大板打完了。打完了。是打了40大板，不过是二老爷和二太太加起来40大板。老太太发的话也敢当耳旁风，胆子可真不小。是谁说一人20大板的？是二太太的贴身丫鬟秋兰，她说二老爷是老太太的亲生儿子，40大板能将二老爷打残，到时候老太太动怒，谁也担待不起。把他抓回来，在祠堂外直接杖毙。你们不能杖毙我，我是二房的丫鬟，你们不能。连我这个定北侯府嫡女，你们主子都想算计就算计，我杖毙你一个丫鬟，他还敢替你出头不成？秋兰面如死灰，求明媛饶命。明媛迈步就走，明媛轻提裙摆，脚步飞快地往前走，远远的就看到楚墨尘坐在轮椅上。他真不是故意把他丢长辉院的，他是真的把他给忘记了。还知道回来？你生气了？我没生气。我就知道相公好说话，不会生我的气。你留在长辉院陪我外祖父和舅舅，总比看我娘和二妹妹抱头痛哭强。好说话。这么一顶高帽子压过来，楚墨尘就是不好说话也得好说话了。见他脸上薄怒散开，眸底的小火苗也灭了。明媛嘴角扯了下，没想到这厮还挺好哄的。那边风景不错，咱们去看看吧。岳母大人都进宫了，你还打算吃了回门饭再回王府吗？早早的回去，老夫人肯定会问，还不如多待会儿呢。回去也还是我和你吃饭。楚墨尘也就依着他了。身后喜儿跑过来，世子爷和世子妃在这儿呢。怎么就这么久？世子妃忘记还有二老爷了。他们总说一视同仁，奴婢当然不能忘了他了。世子妃，老太太和夫人回来了。娘，出什么事儿了？今儿侯府发生的事，孙贵妃知道了，把你祖母和娘叫进宫，就是为了这事儿。你二婶为了护住明柔，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了身上。四皇子妃腹中3个多月的身孕，孙贵妃怎么解释的？孙贵妃说魏明柔勾引四皇子，四皇子是因为被人下了药，才和魏明柔生米煮成熟饭。和四皇子有婚约的是定北侯之女，这是圣旨赐婚。如果魏明柔不是，那这桩亲事就不能算数。要么1年后明媛再嫁给四皇子，要么把魏明惠嫁过来。可是二太太选择鱼死网破，要么大家一起死。她是定北侯府二房太太，她欺君，整个侯府都会受到牵连。孙贵妃提的2个条件，苏氏都不答应，僵持不下，自然而然就有了第3条路，
那就是魏明柔，就是定北侯之女，苏家外孙女的身份，这便够了。二太太甚至还倒打一耙，说明媛和镇南王世子早就互相看对眼了。没顶住压力，老太太点头了。孙贵妃逼祖母和娘，摁的什么手印？还能是什么？你二婶说的话，孙贵妃让人记录下，要你祖母和娘承认定北侯府犯了欺君之罪。娘，你别太生气了，为这样的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娘只是不甘心。夫人，穆王妃邀请您3天后去碧园品茶赏花。之前为了证明魏明慧的身份，逼不得已当众抖出娘并非苏老夫人亲生的事儿，但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吃惊。莫非她早就知道了？怎么这么看着娘？娘是不是早就知道？娘出嫁前就知道自己不是你外祖母亲生的，乃是庶出。你爹也知道。一直以为娘是苏家抱养的，却不想她是庶出，极少有嫡母拿庶出的女儿当亲生女儿疼的。难道是因为她的亲娘已逝，苏老夫人又没有生女儿的缘故，还是因为她的亲娘身份非同一般？夫人，二老爷和二太太在祠堂疼的在床上打滚儿，不过才挨了20板子就疼成这样，40板子打下去，岂不是要命丧当场了？娘，您别太生气了，他们作恶多端，迟早会遭报应的，您别气坏了身子。苏氏点点头，勉强挤出一抹笑来。宋明媛和楚墨尘坐上马车，看不见人了，苏氏才转身回头，去问二老爷二太太，他们打算搬什么地方去。明天早上之前，我不想看到二房还有一个人在侯府里乱晃。马车徐徐停下，前面一阵动乱声传来。爷，前面路堵着了，像是清雅轩出事了。喜儿扶着他下马车，明媛就看到清雅轩门前有人披麻戴孝，痛哭流涕，一旁还有一板车，上面摆了一具尸体。表姑奶奶来了。出什么事了？这夫人的丈夫吃了大夫开的药死了，大夫说是看了咱们清雅轩的医书，照着医书开的药方，这妇人就认定是清雅轩害死了她的丈夫，要来讨公道。我已经派人去告诉三少爷了，可是他不在府里，不知道去哪儿了。那大夫呢？管事的抬手一指，明媛就看到一中年男子站在一旁，将他送官。清雅轩擅改医书，上头的方子治死了人，我替这妇人和孩子讨公道，却要将我送官，苏家是要仗势欺人吗？这里是天子脚下，国法当头，你既知道苏家有权有势，还敢怂恿这妇人带着孩子来哭丧，有将苏家的权势放在眼里吗？你既然有理，去衙门告状，不正好替这妇人和孩子讨一个公道？苏家擅改医书是事实，医书残缺不全，苏家请名医修改，是为了大夫能更好的知道病症，从而医治病患，造福大家。你学医不精，治死了病人，反倒怪医书，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尽信书不如无书？好一场伶牙俐齿，替清雅轩开脱，我说不过你。那大夫气得面红耳赤，丢下这一句，他转身就要走。赵峰将大夫拦下，明媛走到板车前，这病人是噎死的，让仵作验尸吧。出什么事了？总管则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衙差。清雅轩卖的医书真的有问题呀！有没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衙门自会找大夫甚至是太医验证。先把人抓起来，严加审问，务必问出背后指使之人。我不去衙门，我不去。你应该清楚你丈夫是怎么死的，一旦进了衙门，你绝没有好果子吃。你说出事实，秦雅轩可以网开一面，不追究你污蔑之责。不是我要来的，是我婆婆和大夫逼我来的。她的丈夫喝了药后，孩子心疼她吃药苦，便把她舍不得吃的糖果喂给她爹吃，结果她爹一个不小心给咽了下去。糖果不小，而男子又躺在床上，因为病痛折磨没有力气咳嗽不出来，生生噎死了。妇人不敢说实话，怕公婆责怪孩子，婆婆就认定大夫是庸医害死了她儿子，就去找大夫赔她儿子的命。不知道怎么的，她婆婆和大夫就一起回来，要她来清雅轩跟前哭丧，她不敢不听。我们一定会查出背后指使之人，还清雅轩一个公道。衙差押着大夫离开，明媛叮嘱管事的，清雅轩被人盯上，以后做什么都小心些。喜儿跟在一旁，见街上人来人往，
尤其是卖糖葫芦的。今天也算是发了一笔横财了，钱留着一点不用，多傻呀！世子妃，你要不要吃糖葫芦啊？明媛一听就知道他想吃了，去买吧。既然下了马车，就在街上逛逛。没一会儿，喜儿就拿了2串糖葫芦来，给明媛1串，然后自己1串。可是他刚要塞嘴里，楚墨尘就咳了一声：“你吃1颗吧。”楚墨尘破天荒地张嘴咬了1颗，咬得喜儿心扑通乱跳。应该多买1串的。这么酸，怎么吃啊？糖葫芦吐在地上，远处的流浪狗跑过来，3两下就吃光了。明媛又取下1颗扔给了流浪狗，然后才咬了1口。楚墨尘拿眼神戳他：“你不是嫌酸吗？去美人阁。美人阁不是卖胭脂水粉的吗？你去那儿做什么？你那么丑，要多买些胭脂水粉遮瑕。好端端的嘴馋，买什么糖葫芦呀？惹事了吧？”一路推着楚墨尘到了美人阁前，那边一姑娘跑出来，许是不小心踩到了裙摆，身子往前一扑，明媛眼疾手快，推着轮椅往后退了几步，只是她一退，正好给那姑娘腾了位置，4仰8叉地摔在地上。姑娘，你没事吧？扶她去看大夫。没看出来，你还懂怜香惜玉啊？她是我表妹。真是你表妹啊？算是吧，她是老夫人的娘家女儿。她不会就是老夫人想给你冲喜的娘家孙侄女吧？消息还挺灵通啊。明媛一脸的生无可恋，楚墨尘则心情愉悦。进去吧。还进什么进？刚夸她会怜香惜玉，她就把表妹抛诸脑后了，也不知道跟过去瞧瞧。回府啦。再不管楚墨尘，明媛转身就走。楚墨尘推着轮椅，心情很好的紧随其后。明媛刚打算进府，那边3少爷跑出来，神情慌乱。就说没看见我。明媛还没回他，楚墨行纵身一跃就上了屋顶，飞檐走壁。明媛觉得奇怪，他还没回过身来就被撞了一下。楚墨尘伸手抱住他：“不让表妹扑我怀里，原来娘子想自己扑啊。”怎么这么倒霉啊？是谁撞我的？4表哥，你看到3表哥了吗？刚骑马走了。难怪撞击力那么强了，都快有我2个粗了。先前那姑娘摔晕了，没有理他，这一个干脆就没看到他，一脸失望的转身回了镇南王府。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呢？有点疼，咱们快进府，有人看着呢。表妹都是这么追表哥的吗？3少爷不是有未婚妻吗？听说还才貌双绝，令人惊叹。刚刚那位表妹就是你说的才貌双绝的未婚妻。才貌双绝？听楚墨尘解释，明媛才知道楚3少爷楚墨行的未婚妻，也就是刚才见到的表妹，以前没有这么胖。2年前大病了一场，胃口大开，一吃一大碗，一睡一整天，人也就越长越胖。他们表兄妹10年前就定亲了，就等表妹及笄过门。从小楚墨行就不喜欢他这位粘人的表妹，如今往横了长，就更是躲着了，就是不知道能躲到什么时候去。下个月他这位表妹就及笄了。明媛正喝茶呢，突然耳朵里钻入花灯会3个字。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3少爷的未婚妻杨表姑娘来约3少爷过几天逛花灯会的事。过几天办花灯会，怎么也没见你们提起啊？奴婢也是刚知道的。应该是太后要办寿宴了。这样办寿宴好，与民同乐。楚墨尘漂亮凤眸闪过一丝笑意。与民同乐是皇上的意思，太后未必喜欢。太后寿宴还早，在2个月后，花灯会那天其实是德昭太后的忌日。当今皇上并非太后亲生，而德昭太后病逝有20多年了。德昭太后的忌日在太后寿宴之前，前者与民同乐，后者群臣同乐，高下立见。太后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呢？那天晚上我要去逛花灯会。这2天表现好点。明媛现在不比闺中，古代以夫为天，
她是嫁过来冲喜的。楚墨尘不去逛花灯会，明媛肯定没法去。万恶的旧社会，出个门还要他点头，还有没有人权了？和昨天一样，沐浴过后帮楚墨尘施针上药。明媛打着哈欠望着楚墨尘，今晚还要不要继续打地铺啊？当然要。你要打地铺我不拦着你啊，我今晚睡。你也睡地铺，别想丢下我单独睡床。睡就睡，谁怕谁啊？鉴于昨晚床褥移动，明媛长心眼了，让喜儿搬了不少书来堆在地上。他就不信他还能翻过这堵书墙去。把书本就这么随意地放在地上，以你外祖父爱惜书本的程度，若是知道了，肯定会训斥你。他怎么会知道？可能我会说漏嘴啊。什么说漏嘴？你直接说你告状，我还敬你坦荡。被子一盖，明媛打着哈欠睡过去，留给楚墨尘一后脑勺。楚墨尘也不生气，他早看出来了，明媛喜欢侧着睡，而且睡着了他会自动侧向这边，他自己都控制不了。一夜酣睡，早上醒来觉得脖子痒麻麻的，像是有人拿鸡毛在挠他似的。明媛睁开眼睛，就看到楚墨尘手里拿着他一缕青丝在挠他。总算是醒了。明媛猛然起身，砰的一声，脑袋相撞，疼得他倒抽吸。腿还没好，脑袋又要被你撞坏了。谁让你睡我这边来的？真没良心，枕着我的胳膊睡了一晚上都麻了，一睁开眼就骂我。明媛把枕头抱在怀里，他根本就不需要他的胳膊，他有枕头用。他想知道这一回他越过书墙睡到他这一边怎么解释。进来解释给你家姑娘听，省得她冤枉我。昨儿奴婢离开之前，姑娘一脚踹翻了书墙，砸到了世子爷身上。然后呢？然后他就把倒的书捡起来放好，吹灭了蜡烛就回去睡觉了。后面的事他就不知道了，但能猜得出来，世子爷趁机跑姑娘这边睡了。这事儿明媛不对在前，他是讲道理识时务的人，自然就不会再揪着不放。楚墨尘坐在铺上，明媛看着他。你不起来吗？昨天晚上你踹了我好几脚，疼得我起不来。在悬崖底下，你一身的伤都能自己起床，不用人搀扶。我轻轻踹你几脚就起不来了。世子爷这是打算世子妃不服他，就赖地铺上不起来了吗？他喜欢赖就赖着吧，谁怕他不成？楚墨尘翻了2页书，眼睛往窗外瞥了一眼。没一会儿，窗外就有鸟叫声传来。明媛赶紧过去扶楚墨尘起来，喜儿忙把被子叠好，速度之快如临大敌。等收拾好，也不见王妃来。明媛后知后觉被人给耍了，她没有发作，只深呼2口气，把喷薄而出的怒意压下，笑容满面地帮楚墨尘施针。然后沉香轩院子里清扫的丫鬟婆子们就听到内屋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相公闲来没事吊嗓子呢，是吧相公？我又不用去唱大戏，吊什么嗓子？楚墨尘忍着额头跳动的青筋。是在吊嗓子。没事就好。你要谋杀亲夫吗？相公，你发音不够标准，是情夫，禽兽的禽。不给你一点教训，真当我好欺负？吃了饭后，明媛就该给老夫人和王妃请安了。昨儿世子妃回府，丫鬟回来说定北侯府出事了，二姑娘从2房搬到长房住了。大嫂怎么对定北侯府的事感兴趣？看三弟妹说的，咱们镇南王府和定北侯府结亲，定北侯府有什么事，咱们镇南王府理应关注一二。都是算命惹的祸。10几年前，2房找道士算命，说要1双龙凤胎才能镇2房的煞气，不冲撞老夫人，就把我娘生的女儿，也就是我2妹妹抱到2房。这事抖出来，老夫人杖责了2叔2婶几10大板，让2房搬出定北侯府。恒王妃杀2房女儿？猜对了，但是明媛不能承认，谁让老太太傻傻地认下了欺君之罪？我娘生了1对双胞胎，
魏二姑娘和恒王妃长得可不像。也不是所有双胞胎都长得一模一样，也正因为长相不同，所以迟迟没人发现这个秘密。后来又是怎么发现的？不是亲生的女儿，自然不会捧在手心里疼。再加上我娘看二妹妹又格外的亲切，久而久之就察觉出来了。这倒也是，毕竟不是亲生的。有2日没瞧见风儿了。成儿娶妻之后，我在凤儿跟前提了一句，结果敬茶那天她出了门就没回来，说在书院多住几日。我呀，是拿她一点辙没有。风儿勤奋好学是好事，但她毕竟年纪不小了，成儿比她小2岁，都娶了世子妃，她的终身大事，大嫂该上点心了。有些事是逃避不了的。拿我做法子？我的世子妃娶了跟没娶有区别吗？楚墨尘不耐烦听，推着轮椅转了身。明媛囫囵一俯身就跟了出来。等出了松鹤院，他好奇道：“你大哥怎么还没娶妻啊？3年前大哥定过亲，定的是北鼎侯府嫡女。老夫人过寿，他来王府道贺，不幸跌落莲花池中，丢了性命。你大哥迟迟不娶，是替定北侯府嫡女守身如玉？没看出来，楚墨风还是个痴情男子啊。大哥的亲事是大伯父和大伯母定的，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那为什么迟迟没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北鼎侯府嫡女江姑娘的贴身丫鬟说，她落水之前，大哥给她送了张纸条，约她去湖畔相见。丫鬟原本紧随身后，可是半道上被人叫走，没有多久，江姑娘就溺水而亡。北鼎侯府认定女儿死得不明不白，要镇南王府给一个交代。只是这案子查到现今，也不知道是谁杀了江姑娘。大少爷岂不是嫌疑最大？人不是大哥杀的。江姑娘出事的时候，她正和我在竹屋拼酒，当时靖王府世子也在，都能替大哥作证。是镇南王府有人借楚墨风的名义约江姑娘在湖畔碰面，然后将她推进了湖里，导致了江姑娘溺水而亡。镇南王府理应给北鼎侯府一个交代，做镇南王府的媳妇也是挺惨的，要么惨死，要么守寡，要么病得胖得不能见人。我现在也是镇南王府的媳妇啊，照这架势，下个不就该轮到我了？哎，这是什么？这是三少爷让奴婢交给世子妃的，说是这幅画的主人点了名要世子妃您帮忙题词，三少爷不便代劳，就让奴婢把这画带回来交给世子妃您。点名让我题词？没说是谁？三少爷说您知道是谁。这幅画不论是景致还是意境都很美，只是三表哥说我知道是谁画的，会是谁呢？明媛想着要不要送回去给苏阳，让他帮忙题词。他本来就是半桶水乱晃，没有几分真才实学。世子妃何不去问问世子爷呢？你觉得他会帮忙吗？世子妃说话温柔一些，世子爷一准帮忙，好几回了。只要世子妃说话一轻柔，世子爷就特别的好说话，他吃软不吃硬。你怎么来了？明媛走过去，把画卷递给他，帮忙题个字呗。楚墨尘接了画卷，然后展开，看了2眼，只觉得笔锋间有那么几分熟悉。不是你画的吧？雪雁去苏家送药膏，这幅画是表哥让我题词的，我一时间没想到合适的。苏阳文采不错，题词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却送来让明媛题词，之前还送明媛金针，这些事楚墨尘都还记着呢。不愿意帮忙吗？帮忙可以，但你要怎么谢我呀？我帮你捏接1刻钟。2刻钟？算了，2刻钟都自己想出来了。1刻钟就1刻钟吧。吃点亏总比让明媛帮人题词好，这待遇他都没享受过。说着，他提笔沾墨在画上题了5个字：来去白云间。就这么简单？这幅画留白不多，长篇题词反成累赘。明媛无话可说。是不是觉得1刻钟不划算？你个土匪，
刚刚还有2刻钟呢，我捏肩2刻钟，你提词才多会儿啊？明媛顿时就觉得自己的劳动力不值钱。我明天帮你捏肩。明媛打算耍赖，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楚墨尘可没这么好说话。你不捏肩也行，亲我一下。这还用得着选择吗？这分明是吃亏和占便宜之间较量啊！当然选占便宜了。虽然这厮性子不讨喜，但是这张脸天妒人怨，妖孽般的容貌主动送上来给人亲，谁能抗拒得了啊？这女人又在走什么神儿？还高兴成这样？让你亲一口，至于这么高兴吗？要不我让你亲2口？不用了。你确定不用？我怎么能让你吃亏呢？到底谁吃亏啊？在他眼里，亲我等于占我便宜。明媛都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捋了道毛。他凑上去，结果楚墨尘把脸撇开了。这厮不会是想反悔吧？明媛硬凑上去，吧唧一口亲完，拿着画纸就要走，但是楚墨尘手摁着画纸不让他拿。亲过了。方才你提醒了我在做吃亏的事儿。你吃什么亏了？就算吃亏，那也是你自己提的。晨儿，母妃，进来吧。在屋外就听到你说吃亏，吃什么亏了？楚墨尘手在自己脸上摸了下，正是被明媛亲过的地方。脸有点疼，母妃帮我看看，是不是肿了？明媛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他还真敢说。脸怎么了？楚墨尘看了明媛一眼，明媛心扑通乱跳，他怕这厮张口来一句世子妃亲肿的。书房里有蚊子，趴相公脸上，我提醒晚了，相公大概是被咬了一口。啊，天气渐热，飞虫也多了起来，回头书房里呀，点点熏香。楚墨尘看向明媛，明媛陪着笑脸，暗暗咬牙。只要你不拆台，你怎么都好。母妃说的是。哦，对了，母妃来找我有事吗？王妃转身看着明媛。花灯节那天，母妃要去佛光寺还愿，来问世子妃有没有时间陪母妃一起去。有时间。我也去。王妃其实没想他跟去，怕他受颠簸之苦，但是他主动提，便答应了。陪我去花园走走。明媛推着楚墨尘一路往前。王府的观景楼好高，好气派，站在上面肯定看得很远。远远的就看到观景楼上站着一女子，正在眺目远望。靠近了些，才发现是楚墨尘的二嫂郎环郡主。看到明媛和楚墨尘，她用袖帕擦了下眼角，挤出一抹笑来。知道楚墨尘上来不方便，她就下楼来。郡主下楼做什么？世子妃可不是什么好人，见不得郡主好过。明明郡主比她还苦，却见不得郡主跟她一样拿20万两的赔偿。这样的人绝非良善之辈，郡主该离他远远的才是。不得胡说。丫鬟都说完了，做主子的才呵斥丫鬟闭嘴，管屁用啊！这才不是真的良善之辈，好不好？明媛给喜儿使眼色，让她当没听见。你嫁进来有几天了？我这个做二嫂的也没和你说说话。天气不错，咱们边逛花园边聊吧。明媛和郎环郡主走在前面，喜儿推着楚墨尘远远地跟着，并不上前打扰。世子妃将来真的会离开镇南王府，再嫁他人吗？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嫁过来冲喜的。郎环郡主怔了一瞬。你如何看待从一而终？从一而终没有错，但如果没有一呢？没有一。郎环郡主呢喃了一句，眼底有了几分神采。这份神采看得明媛莫名其妙，不懂郎环郡主这么大的反应是为何。这府里虽然人多，却寂寞得很，往后你多陪我说说话吧。明媛笑着点了点头。郡主，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郎环郡主看了湖畔一眼，是该回去了。她朝明媛展颜一笑，就带着丫鬟秋露离开。怎么就走了？一个话题才聊到一半，这时辰也早，说走就走。怎么了？没什么，去前面走走吧。
那边就是北顶侯府姑娘溺水的地方。听说捞起来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好的，说这么吓人的事做什么？雪雁连瞪了喜儿2眼，快步走到明媛身边。王妃在看账册，见到楚墨尘和明媛，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王妃招手，明媛就坐到王妃身边。昨儿和郎环郡主说了会儿话。明媛点头，想着王妃是不是对郎环郡主和她的话感兴趣，正打算说一点，就听王妃道：自打琛儿过世后，她就一直郁郁寡欢，极少出院门，偶尔出来也只在观景楼上待着。难得她和你聊得来，她在王府住的最后几个月，你没事儿多陪她聊聊天儿啊，还有花灯节，让她也一起去街上逛逛。明媛一一应下，正好屋外进来一丫鬟禀告事情，楚墨尘和明媛就趁机告退了。世子妃，定北侯府几位姑娘来了。明媛眉头一挑，吩咐喜儿去迎下他们。见过大姐姐、大姐夫。大姐夫，怎么想起来找我了？过几天就办花灯会了，我们几个在街上挑花灯，见一盏花灯格外漂亮，想着大姐夫腿脚不便，不一定会去街上看花灯，就买了给你送过来。那天我们也去逛花灯。楚墨尘就坐在凉亭内喝茶。明媛问侯府情况，魏明一道：府里一切安好，大伯母把二姐姐捧在手心里疼，祖母也赏赐了她一堆好东西，可把我们羡慕坏了。二叔二婶搬出府邸后，没再回侯府。二伯父和二伯母虽然只挨了20大板，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的，一直疼痛不止，说是用了什么药伤口都不愈合，还请了太医进府。这事儿没人比明媛知道的清楚了。不过才20大板，你们见到他们躺床上动不了？我们也是听下人说的，爹娘都不曾去看过。都是识时务的人，二房和长房闹掰，定北侯府有今日全靠定北侯呢。纠结了一会儿，谢婉华红着脸：大姐姐，你见过楚大少爷吗？明媛挑眉，见他嫣红的双颊，含羞带躁的眸子，就知道他是芳心暗许了。大少爷一直待在岳麓书院，我只在敬茶那天见过他一回，之后就没再见过。我能常来镇南王府找你玩吗？这是打算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能拒绝吗？明媛笑着点了下头，算是答应了。喜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瞧见大树后有一道壁影闪过，他以为是错觉，迈步走过去，却是什么都没瞧见，把楚墨尘干晾在凉亭内。魏明一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就俯身告辞了。明媛转身去找楚墨尘，可到了岔道处，他直接去了观景楼。丫鬟秋露噔噔噔踩着台阶上楼，走到郎环郡主身边，小声嘀咕了几句。郎环郡主脸色变了一变，不知羞耻。郡主，世子妃过来了。郎环郡主望下来，明媛正好和他四目相对，他感觉到一阵寒气朝他射过来。好像没有得罪郎环郡主吧？难道真的因为那20万两结仇了？明媛踩着台阶上楼，还是郡主会挑地方，此处风景独好。四弟妹丢了四弟来找我，是有事。过几日就花灯节了，母妃希望你也能出去散散心。你和四弟成双成对，我跟出去做什么？郡主一直闷在府里，怎么能再遇到心仪之人呢？我家郡主还在替二少爷守身，世子妃说这话不合适吧？明媛眉头紧皱了下，是我多事了。郎环郡主看向花园，也不知道见到了什么，她眸光闪了闪，望向明媛。花灯节那天，我和你们一起出去。明媛觉得自己跟不上郎环郡主的思路，前一瞬拒绝，下一刻又答应，搞得好像她强逼她似的。以后这样的差事，谁也别找她。明媛打算走人，不妨碍郎环郡主欣赏风景。结果郎环郡主又开口：陪我去花园走走吧。温和的语气，再加上那眉间化不开的愁容和王妃的嘤嘤叮嘱，她点头应了。世子妃，咱们玩秋千吧。郡主，你要不要荡秋千？郎环郡主走在前面一点儿，她直接朝秋千架走去。只是她刚坐下，那边就过来一丫鬟，也不知道和郎环郡主说了什么，
他脸上最后一点笑容湮灭，起身离开。上回走好歹还打了声招呼，这一次吝啬的连一个字都没有，别是得了抑郁症才好。世子妃，奴婢推你当秋千。狼环郡主和府里的姑娘关系如何？喜儿摇头，她不知道。出嫁之前，夫人也没说狼环郡主的事。世子妃想知道，奴婢待会儿去打听。楚墨尘见明媛玩得高兴，玩得都快将他给忘了，推着轮椅走了过去。刚靠近，只听见啊的一声传来，他摔在了地上，但好像没有预料中那么疼，只是脚在地上震了下，其他部位没感觉到疼。他睁开眼睛，就看到楚墨尘揪紧的眉头。真沉啊，肋骨快要被压断了。世子爷，世子妃，你们没事吧？轮椅在几米之外，喜儿赶紧推轮椅过来，明媛扶他坐下。腿有没有事？有丫鬟在呢。明媛会医术的事需要保密，这样才能知道谁想暗搓搓弄死他们。明媛荡秋千摔飞被楚墨尘救了的事，一阵风传到王妃耳朵里，她3步并2步赶过来。怎么回事？秋千怎么会断开？这绳子被人割过。明媛不确定这是在害他，还是在害狼环郡主。方才要不是丫鬟禀告什么事，狼环郡主迈步离开，摔倒的就是他了。我果然比较倒霉。真的是世子救的世子妃？的确是世子爷救的世子妃。世子爷虽然腿断了，但是武功还在呀。看到世子妃被甩出去，世子爷从轮椅上腾身而起，给世子妃做了垫背的。花园里好几个丫鬟都瞧见了。三太太摆摆手，小丫鬟俯身退下。世子妃还真是福大命大，辰儿自己都站不起来，靠轮椅出行，却能在她危急之时救她，还真是邪门。三太太在提醒老夫人，佛光寺慧行大师给明媛算的命，求人得人，诸事皆宜，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这是定北侯府二太太告诉她的。有事凑巧罢了。定北侯府二太太说的话听听就算了，你还真信以为真呢。三太太还欲再劝，老夫人漫不经心地来了一句：花灯会在即，世子和世子妃都去逛花灯。微抿的嘴角往上勾了勾，三太太眸底闪过一抹金光。方才谢谢你了。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又和我装。我说你脸上有脏东西。哪有？你不是听不见吗？你说那么小声，谁听得见啊？我说什么小声了？我根本就没说话啊。大概是方才摔地上撞到了脑袋，出现幻听了。快传太医。明媛抬头就看到王妃打了珠帘进来，神情担忧。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楚墨尘眼角扯了下，抬头就看到明媛憋笑的眼神。母妃，我没事儿。你不是在查秋千的事儿吗？怎么过来了？王妃不放心楚墨尘，所以过来看看。毕竟出行都靠轮椅，断的脚走不了路，不然以他的武功，救个人何须用给人做垫背的方式？腿疼不疼啊？楚墨尘看了明媛一眼，有点疼，世子妃帮我捏捏就好了。真是不肯吃一点亏，逮着机会就占便宜，偏偏楚墨尘才救了他，又当着王妃的面，明媛只能积极表现。一会儿太医看过后，我就帮相公捏腿。秋千的事，母妃问了花园的管事和丫鬟，都说不知道。这个结果在看到秋千绳断口时，楚墨尘心里就有数了。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心怀叵测的人这次侥幸逃了，但不会次次都这么走运，迟早会露出马脚来。这话是宽慰王妃的，但王妃心更沉了。镇南王府查不出来的案子不止这一件，往后要更小心。明媛点头如捣蒜。给我揉揉。不得为难世子妃。世子妃很为难吗？不为难，一点都不为难。说着坐下来给楚墨尘揉腿。贤良淑德的王妃都看不过眼，狠狠地瞪了楚墨尘2眼，干脆走了，来个眼不见为净。快被你捏青了。
我对相公相救之事有多感激，捏的就多用力。相公，你感受到我的谢意了吗？这哪是谢意，满满的仇恨，好不好？你这是恩将仇报。明媛白眼一翻，手一动，这句话好像应该我说吧。世子妃，你让奴婢打听的事，奴婢打听到了一点了。打听到什么了？府里的姑娘和郎环郡主关系都很一般。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奴婢问原因，没人告诉奴婢。怎么对二嫂的事感兴趣啊？谈不上感兴趣，母妃让我有空多陪着她点，我对她总要有几分了解吧。如果她是个喜怒无常的性子，哪怕是王妃吩咐，她也只能敬而远之了。二哥死的时候，二嫂有4个月的身孕，楚代和楚科他们陪她游园赏荷，嬉闹之间，她落了水。是他们害得郎环郡主落水的？二嫂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说是二嫂自己从船上跳下去的，到底怎么落水的，没人知道。又是一桩查不清的案子。明媛一边想事情，帮楚墨尘捏腿的手却没停。半晌之后，明媛反应过来，把他的脚一推，还真是美得他冒泡了。他转身出去了，只是刚迈步出去，那边周妈妈过来叫住他。周妈妈有事？世子妃出嫁，侯府给了不少陪嫁，都摆在库房里，空闲了该整理整理了。还有庄子和铺子，世子妃得空了也该见见那些管事的。让那些管事的明天带账册来见我，我现在正好有空，去库房转转。几位管事的坐在那里，挨个的禀告铺子上的情况。他们都是苏氏信得过的，账目做的也清晰，只是翻到账册最新的几页，明媛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这几页是怎么回事？这前几天三姑奶奶派丫鬟去铺子上拿了几十匹绸缎，说是有急用。付钱了吗？没有。要是付钱，就不会从他陪嫁铺子上拿绸缎了。明媛看了下账册上的日期，可不正是他回门那天吗？那天魏明柔哭着离开，谁能想到他离开还不忘记摆他一道，趁着他还是他亲妹妹，狠狠地占最后一笔便宜。前几日三姑奶奶也派人去首饰铺子拿了不少金银首饰，说是拿来打赏下人的。绸缎和首饰都算小的了，还有卖古董的，2件镇店之宝被魏明柔要了去。真没见过这么没皮没脸的，要不整死他，我都不姓苏，也不姓魏。我回侯府告诉夫人。周妈妈抬脚就走，明媛都来不及喊她，让她回去一趟也好，只怕不止她的铺子遭了殃，苏氏留下的铺子估计也没能幸免。周妈妈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穆王妃邀请夫人去碧园赏花品茶，并不在府里。奴婢把这事儿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气了一通，当即派王妈妈去恒王府。奴婢想着夫人可能很快回来，就一直等着。王妈妈先回来了，恒王妃说侯府本该分给二房的家产一点没给，那些家产远比夫人给她的陪嫁多，要她把从世子妃铺子里拿的东西还回来也行，把二房该得的还给二房先。那这钱就要不回来了。唉，怕是难了。明媛起身走到窗户处，东张西望了会儿，赵成就闪身出现。明媛低声吩咐了他几句：爷，属下就照世子妃的吩咐办。这样硬碰硬容易生事端，委婉点吧。第二天一早，明媛推着楚墨尘去松鹤院请早安回来，刚进屋，窗户就被敲响了。喜儿屁颠颠去开窗户，赵成递过来厚厚一沓银票。世子妃，有23000两呢。不愧是楚墨尘的暗卫，孺子可教。拿出一张1000两的银票，明媛递给赵成，算你的辛苦费。赵成也没有推辞，高高兴兴地接了。赵成走后，楚墨尘歪着脑袋看着明媛。你倒是会收买人心。明媛没说话，算是默认了。那些镇店之宝卖不出去，世子妃就当是卖给了恒王妃。铺子生意好，挣得多。老太太昨才派人找恒王妃拿钱，晚上她的陪嫁铺子就失窃了，肯定会猜到世子妃您头上来的。暗卫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啊？没有证据，他拿我没辙。没有证据奈何不了你，你就不怕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你镇南王世子睚眦必报、不肯吃亏的性子，居然也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人威风？自己人？明媛怔了一瞬，一时嘴快说错话了。他和楚墨尘算不上自己人。我是说你太小瞧你的暗卫了。恒王妃要真敢派人去打劫我的铺子，我就让他的人有来无回。梳洗打扮完，用了早饭后，明媛就推着楚墨尘去松鹤院给老夫人请安。见过四表哥。明媛打了个寒战，默默地往旁边站一点，不妨碍人表哥表妹你侬我侬，互诉衷肠。明媛的小动作，楚墨尘都看在眼里，脸上带了几分不快。表妹走路还是端庄些好，上一回只摔了下巴不算严重，未必每一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陈二武功高，即便是坐轮椅也照样能救人。一二不小心被绊倒，你也不知道扶他一把。表哥本来打算扶我的，是世子妃眼疾手快，把表哥推远了。我嫁过来是负责冲喜的，眼疾手快不算错吧？唉，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怕是要留疤痕呢。这么精致的脸蛋留了疤痕，太可惜了。哎，没有效果好一点的去伤疤的药吗？三太太一听，想到什么，大嫂不说我都没想起来，当初世子妃坐的马车出事，撞上了东宁侯府三姑娘，不是给了去伤疤的药膏，听说效果极好，后来孙贵妃也用了。世子妃手里还有去伤疤的药膏吗？我手里没有去伤疤的药膏了。怎么会没有？我可是听东宁侯府的人说，你前几日才差丫鬟送了一瓶子药膏去给东宁侯三姑娘。三婶消息这么灵通，应该知道那药膏是东宁侯府大太太花1万两托我买的吧？那我倒不曾听说。容貌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很重要，嫣儿又是你表妹，你帮帮她。一瓶药膏8000两，钱送到，半个月之内，药膏就会送到表妹手里了。8000两，那么贵啊？还贵呢，这已经是人家的亲民价了。难道表妹的脸蛋不值8000两？8000两不是小数目，慕烟不敢一口应下，回头看着老夫人。想好了，派人告诉我一声。说完，他推着轮椅转身。傻站着做什么？推我走啊！我这不是怕再惹事吗？你做好自己的本分，没人敢怪你。推着楚墨尘出松鹤院，往前走了一会儿，就看到王妃从远处走过来，郎环郡主紧随她身后。那天我有事先走一步，却连累你，差点出事儿。这和郡主没关系，况且我也没事。郡主来是……郎环和我们一起去佛光寺。郎环郡主去佛光寺替过世的夫婿点长明灯，他一番心意，没人会拒绝他。就这样，一行人出了府，王府门口马车早等候在那里了。世子妃，你真的要坐马车去佛光寺吗？没事的，有世子爷陪着我呢。你要怕，可以换软轿。不用。阿弥陀佛，施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王妃温和一笑，随着住持进了大雄宝殿，上香祈福，然后捐赠香火钱。一通忙完，郎环郡主推着王妃出大雄宝殿，就看到那边走过来一穿戴华贵的贵夫人，脸色淡漠，眼眶微红，正是晋王妃。镇南王妃是来替死于镇南王刀下的二少爷祈福的。听到这话，明媛多看了晋王妃一眼。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有本事就指着王爷的鼻子骂呀！母妃今日是来还愿的，冲喜管用，四弟要不了多久就能站起来了。当年我生了一儿一女，镇南王妃还羡慕我儿女双全，如今却换我羡慕你了。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爵位。明媛刚要说话，晋王妃望向他，先一步道：世子妃果然不是一般人，不只能大难不死，就连冲喜也能让世子痊愈。定北侯病了10几年的顽疾也能够恢复。晋王妃谬赞了，娘亲从小就教导明媛，
举头三尺有神明，只要明媛不做亏心事，不存害人之心，潜心向善，菩萨自会保佑。而那些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人，菩萨一桩桩一件件的都记着，往菩萨的眼前跑得越勤快，露的脸越多，报应也就来得越快。母妃，咱们进去上香吧。晋王妃深呼一口气，望着王妃，我还有些话与镇南王妃说，就有劳镇南王妃在那边的凉亭等我一会儿了。王妃不知道晋王妃要和她说什么，轻点了下头。母妃，我陪你去那边走走。喜儿见明媛推着轮椅走远，她眼珠子一转，转身回了大雄宝殿。那边环境清幽，去那边走走。不去。为何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啊？我能说上回和喜儿也是躲清静，结果碰到人家打野战吗？要不是我还算机灵，又有青衣郡主相助，我和喜儿估计都被人灭口了。我有阴影啊。反正他推轮椅去哪儿逛他说了算。佛光寺下极是热闹，卖什么的都有。明媛挑了好几朵珠花，还有银耳坠，左看看右看看，问楚墨尘：漂亮吗？你是镇南王世子妃，还戴这么劣质的首饰？什么劣质？人家这是银子的好不好？我是买来送给喜儿他们的，这几对我买了。来，您拿好啊，一共1两5钱银子。喜儿付账。明媛接了木盒，喊了2句，没有应答。明媛回头张望，才发现喜儿没在。这丫头跑哪儿去了？赵烈从怀里拿了银锭子给小摊贩，小摊贩钱不够找，我这少10个铜板。哎，要不我给你拿朵簪花吧？我一个大男人要簪花做什么？哎呀，这簪花可以拿来送给心仪的姑娘啊。我没有心仪的姑娘，10个铜板不要你找了。哎，不要多傻呀！喜儿拿了簪花，还说了赵烈一句傻，就追着明媛跑了。还说你没心仪的姑娘，你这不明摆着是一对啊！世子妃，你太坏了！方才晋王妃和晋王世子妃脸都吓白了。明媛愣了下，楚墨尘也愣住了。只看到他给晋王妃下毒，什么时候在晋王世子妃身上动手脚了？这女人下毒的本事不容人小觑呀！我没给晋王世子妃下毒啊。没有吗？看来晋王世子妃也没少做亏心事。行了好一会儿，就看到了一翘脚凉亭，王妃和晋王妃坐在那里喝茶。明媛怕晋王妃欺负王妃，望着楚墨尘，要不要过去看看？不用。晋王妃最多也就言语上刺激王妃，挑拨离间。要是能成功，晋王妃也不会孜孜不倦了。明媛推着楚墨尘往远处走，喜儿如一只蝴蝶般穿过来飞过去，玩得不亦乐乎。不过喜儿笑着笑着就哭了，明媛是想笑不好笑，憋得难受。喜儿冲着憋笑的赵烈气羞羞道：还不帮我把那只死鸟给我打下来炖汤喝！赵烈手一动，用刚小摊贩找他的铜板就朝白鸽射去，直接把白鸽砸了下来。赵烈走过去把白鸽捡起来，就看到白鸽脚腕上有竹筒。爷，是谁的信鸽？把谁信鸽砸伤了，这信怎么办？打开看看，这么坏的鸽子，它的主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赵烈很听话，把竹筒里的信拆了下来，纸条上并没有字。几位施主好生无礼，佛家不杀生，你们却在佛光寺大庭广众之下伤白鸽，还看香客的戏，快还于小僧！伤他不应该，那他在我脸上拉屎就应该吗？小僧这就送情，替施主祈福多啊！丢下这一句，小沙弥赶紧抱着白鸽跑远了。去洗洗，换身干净衣裳。喜儿害怕，之前明媛就是换衣服出事的，上回是人为，这一次是意外，不会有事的。世子妃福泽深厚，您说没事，奴婢肯定会没事的。说完，喜儿就跑去换衣裳了。世子爷、世子妃，王妃忙完了，问你们有没有事，没事就回府了。晋王妃和母妃聊什么了？晋王妃找王妃是问郎环郡主再嫁一事，说王府这么做，让晋王世子妃和陈国公府大少奶奶的娘家都动了歪心思。王妃怎么说的？晋王妃说，如果女子死了丈夫都能再嫁，何谈守节一说？
只怕将来也没有男子愿意上战场保家卫国了。王妃说她教子无方，这话她说不出口。告诉母妃，我们这就回去了。见到郎环了吗？没瞧见他。等了会儿，丫鬟就道：郡主过来了。出什么事了？让母妃担忧了。郎环只是想起和相公在佛光寺初次相遇的情形，一时间有些触景伤情。回府吧。身后喜儿跟过来，她嘴撅得高高的，几乎可以悬壶。刚刚郎环郡主求了姻缘签，说什么想到和二少爷在佛光寺出狱的情形，骗鬼呢？难道签不好？喜儿手伸过来，献宝似的。秋露丢地上的，奴婢捡起来了。楚墨尘伸手要接，最后把手收了回来。我洗过脸了，而且洗得很干净。赵烈接了签文，上面写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美梦难圆。这么差的签文，难怪郎环郡主不高兴都挂在脸上了。母妃，郎环想回东王府一趟，晚上逛了花灯节再回王府。晚上人多，小心一些。马车内，明媛看着签文惋惜。你惋惜什么呀？都说佛光寺姻缘签灵验，上回我抽签被人动了手脚，方才我怎么没想起来抽一支？为夫还没死呢，你就想嫁人了？我就是抽支签，你用不着咒自己早点挂掉吧？我要喝茶。不就是喝茶吗？给你倒就是了。楚墨尘刚捧到手里，哐当一声，马车从一块石头上压过去，马车狠狠地摇晃了一下。呀，怎么这么不小心？茶都泼光了，我再给你倒一杯。不喝了。楚墨尘把脚架在了他大腿上。给我揉揉。这厮就是心里不痛快，故意找茬。你伤的是右腿？没抬错脚，就是左腿疼。世子妃有意见？他当然有意见了，谁喜欢做丫鬟干的活儿？看在宫前丰厚的份上，忍了。相公左脚疼，你刚娶过门，贤淑良德，兰心蕙质，秀外慧中，通情达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世子妃，还能怎么着？给你老人家捏腿呗？捏不死你丫的。舒服，捏得很不错。那我就继续了。娘子说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娘子还会做菜？会做2个菜很稀奇吗？不知哪一天能尝尝世子妃的手艺啊。你是认真的？正要说算了，就听明媛目光灼灼道：你要想吃，那我肯定给你做，不过你胃怎么样？这还没吃呢，就先关心我的胃了，不是好兆头啊。我胃比较脆弱，来，我给你把脉，胃不好我帮你调理一下。怎么听着你的菜杀伤力很强似的？岂止是强，不谦虚地说，上一回吃我做菜的人最后进医院洗胃了。你是指医馆？你在菜里下毒了？谁在菜里下毒？我精心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是他们无福消受，好不好？我再考虑考虑。不止考虑，他连脚都收了回来。明媛摁着不让，继续捏着。考虑什么？今天来不及了，过2天我备好食材就给你做菜吃。我是不是又不小心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马车突然停下，他身子往前一倾。出什么事了？有关明风铺子。这不是魏明柔的陪嫁铺子吗？魏明柔是恒王妃，这些衙役吃了雄心豹子胆，把她的铺子给封了。爷，好像是刑部的人封的铺子。不知道这铺子是谁的，真是丧尽天良，居然用假银票。得亏这一回遇到的是刑部尚书夫人，要换成旁人，这哑巴亏也只能咽下了。商人无利不起早，能指望他们有什么良心？1000两的银票，我这辈子都还没摸过呢。摸过，指不定也是假的。你干的好事？怎么听着好像为夫做的不对似的？哪有？我在夸你干得漂亮。果然够腹黑。我就说魏明柔铺子被盗，损失2万多两银子，居然没有杀上门来。原来赵成用假银票偷梁换柱了。铺子管事的看着铺子上的封条，
不敢说铺子是恒王妃的陪嫁，免得魏明柔名誉受损。可是他不说，有人说啊，世子妃，这不是恒王妃的陪嫁铺子吗？还真是。出什么事了？衙差支支吾吾，楚墨尘皱眉，话都说不清楚，怎么当差的？铺子搜出5000两假银票，查封铺子，待查清假银票来路。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这么多假银票流入集市，还不知道多少人会吃亏。这条街上的铺子都好好查查。真是只狐狸，不过我喜欢。魏明柔气地把茶盏重重地摔在地上，丫鬟在一旁劝他别生气，小心动胎气。刑部一群酒囊饭袋，什么时候查封铺子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归刑部管了？铺子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假银票？哪儿来的？制造假银票是死罪，皇上知道了一定会龙颜震怒。王妃，现在得趁事情还没有闹大，赶紧让刑部把封条撤了，不然传到皇上耳朵里，孙贵妃知道了肯定会动怒的。派人去刑部传话，就说铺子是我的。刑部早知道铺子是世子妃的陪嫁了，还搜查其他铺子，找到了10800两假银票。世子妃其他的陪嫁铺子都被搜查了。刑部是怎么知道的？随着马车前行，晚霞一点点被夜幕吞噬。到了闹街，马车缓缓而行，如蜗牛爬似的。明媛耐不住性子，从马车上下来，推着楚墨尘往前走。不用跟着，去玩吧。要是回去时找不到我们，就自己回王府。喜儿如得了特赦令，欢欢喜喜地和雪雁跑去玩了。我要只猴吃桃。好嘞。出门之前，母妃叮嘱你送我一盏灯，没忘记吧？你喜欢哪一盏？明媛眸光一扫，如春笋般的手指往前一指，我要那盏。好，就那一盏。啊，我不要。呵呵，害羞什么？过不多久，我就会八抬大轿迎娶你进门嫁给我。难道不愿与我添丁？你看人家姑娘多奔放，直接开口要，你还不愿意收？奔放？我只是要个花灯，怎么就奔放了？我一个外来的，我怎么知道送花灯有添丁之意？公子要猜谜。楚墨尘看了眼最高处的花灯，男子笑道：我家的灯谜难度可不小，公子请听题：蜜饯黄连，同甘共苦，遇事不求人，自力更生，熙熙攘攘，猜一字。尺，另有变动，一猜一字。加。接下来猜书中句子，题目是墨中美人计，戒之在色，口道恒河沙复沙，猜史记一句。不可胜数，公子博学多才，令人佩服。接下来两题难度不小，猜药名。公子请听：踏花归来蝶绕膝。楚墨尘被难住了，药名他还真不知道多少。相负。久别重逢。明媛眼都不眨，就回了3个字：一见喜。偷梁换柱。木贼。男子还欲再问，明媛笑道：答够12道题了。极少有人能答出药草名的，姑娘莫非是姓林中人？明媛笑而不语，男子便没再问，将花灯取下来交给明媛。这花灯明媛收得坦荡，因为有他一份功劳在。明媛姐姐。明媛回头就看到清怡郡主走过来。表哥，这么巧啊，你也来逛花灯会？就这样不把你当回事啊？不当回事算不错了，怕的是故意找茬。他有老夫人撑腰，能不招惹还是避开点为好。被表妹缠着，他居然只顾着和清怡郡主闲聊，有他这样做人媳妇的吗？今儿是花灯节，表哥打算送嫣儿什么？送你回家。笑容在脸上僵滞，在听到清怡郡主和明媛的憋不住的笑声后，他狠狠地跺了跺脚。哼，你们笑什么？去那边逛逛。清怡郡主正愁没完办呢，就和明媛往前面逛去了。身后，楚墨尘气得咬牙，慕嫣委屈：表哥，你看他们。
你要无聊就进湖里游2圈。不了。慕烟脸一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赵峰推着楚墨尘走远。明媛和青夷郡主在河边放了许愿的莲花灯，之后没逛一会儿就被人群冲散了。找了一圈，既没找到青夷郡主，也没找到楚墨尘，还在边走边东张西望的时候被人撞了一下。对不起。无妨。明媛抬脚就走了，几步之后反应过来，方才好像是我撞了人家。不是好像，就是爷你撞了人家姑娘。那他为什么要和我道歉？有些饿了，明媛找了个小摊铺吃东西。世子妃，你怎么在这儿啊？再来一碗面。可看到世子爷了？瞧见了呀，没找到世子妃，靖王世子请世子爷进醉香楼喝酒了，就在那边。奴婢还瞧见了二姑娘，她和陈大少爷在放花灯呢。啊，还有表姑娘。哦，对了，前面还有刺客杀人。花灯节人多手杂，扒手也多，世子妃小心荷包被偷。一个偷字还没说出口，喜儿往腰间一摸，哎，我的荷包呢？他要去找，明媛拦下他。偷了你的荷包，哪还傻到等你去抓呀？小铺子不赊账。喜儿从腰间摸出几个铜板来，一把拍桌子上。我有钱。吃饱喝足，喜儿就拉着明媛去醉仙楼看人争第一。他们去得赶巧，醉仙楼的管事敲响锣鼓，不少人争先恐后往上爬。世子妃，那是靖王世子。醉仙楼的饭菜不多，但靖王是当今皇上的胞弟，天天吃御膳都不是什么难事，人家纯粹就是凑热闹。谁也没注意到，暗处看热闹的人群里，一男子从怀中摸出一枚铜板，当作暗器射了出去，竹架断裂，本就不牢靠的烛台砸下来，看热闹的人群轰散开。明媛也往后躲，却不知道被谁在背后推了一把，不退反进，眼看着烛台就要砸下来了，突然腰肢被人抱住，身子旋转了2下，耳畔是哄闹声和烛台砸地的声音。明媛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清俊俊逸的脸庞。是你？喜儿脚腕被砸了一下，疼得他倒抽吸地蹲在地上起不来，果然还是倒霉了。脚好痛呀！烛台倒塌，楚墨尘就坐在窗户边，正好看到楼下一幕，俊美的脸黑成了木炭。下楼。他声音带了几分沉闷，连他自己都没察觉。楚墨风松开手，明媛退后一步，刚要俯身道谢，男子却看到人堆里有人过来。下次再谢吧。男子转身离开。跑这么快做什么？有恶狗追他吗？明媛回头看，就看到一中年男子过来。楚墨风是怕救了我的事被王府的人知道吧？没那么严重吧？世子妃在这儿呢，王爷有请，还请世子妃随我走一趟。喜儿一瘸一拐地跟在身后。他的运气还真好，大少爷心善，就是阿猫阿狗出事，他也会出手相救的。郡主，咱们去别处逛逛吧。办完正事儿，早些回府。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就到了周记药铺，门口多了几名护卫，打了珠帘进屋，就看到了王爷、周大夫还有赵院正。快救皇上！怎么没给皇上止血？皇上的伤口中了毒，周大夫和赵院正没法给皇上止血。明媛给皇上把脉，然后查看伤口，伤口不算太深，但止不了血，最终会失血过多导致丧命。明媛将随身携带的金针拿出来，挑了几根扎在皇上的心脉附近，而后从荷包里拿一粒药丸给皇上服下。血还在流，不过之前有些偏黑色，这会儿红多了。明媛找喜儿要了针线，把皇上的伤口撒上药粉，然后当衣服缝了起来，敷止血药，包上纱布，再收回金针，一气呵成。那药粉纸扔在地上，赵院正捡起来闻了闻，眉头一皱：这是毒药。皇上中的毒，我一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能以毒攻毒，改变毒性，先把血止了再说。能配制出解药吗？7天内，皇上没有性命之忧，我尽量在3天之内配出解药来。这些毒血，
送到沉香轩。另外，我需要一间药房。晨儿不是在沉香轩后院给你准备了一间药房吗？不够大。相公没和我说，那混蛋给我准备了药房，却不告诉我。王爷，恒王来了。明媛不想自己会医术的事叫恒王知道，眼睛扫了一圈，没有地方可以躲。喜儿端了凳子，明媛从窗户跳了出去，喜儿紧随其后。世子妃，咱们去找世子爷回府吧。时辰还早呢，急着回去做什么？打定主意，明媛就闲逛起来，喜儿跟在身后，暗处还有暗卫尾随。明媛只带了喜儿在身边，王爷不放心，让护卫看着点儿，免得出事。喜儿拽他云袖，明媛回头就看到赵峰推着楚墨尘走过来。你的穆表妹走了？这话给我问你吧。问我什么？我又不知道你表妹去哪儿了。我大哥呢？他就这么丢下你和丫鬟走了？那是你大哥，又不是我大哥，难道我还能要求他陪我和丫鬟逛花灯吗？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和大哥走的吗？明媛走过来，楚墨尘鼻尖一动，哪来的这么重的血腥味？你受伤了？我没受伤，只是手上沾了血，只洗了一遍，我去那边洗洗。去船上洗吧。为了逛花灯节，楚墨尘早早地让人订了一艘花船，只是明媛和青怡郡主跑得太快，他都没来得及说，就没瞧见他人影了。没洗干净。你狗鼻子呢？你敢把我比作狗？你信不信我把你扔湖里去？你不敢扔。哼，有什么我不敢的？明媛瞪了他一眼，这才跑了一趟，哼，胆子倒是长了不少嘛。2刻钟前胆子小小的肥了一圈。谁给你的胆子？皇上。楚墨尘一脸不相信。这几天不要惹我，我要是头疼脑热叫父王知道了，你就惨了。船上除了他和楚墨尘，就只有一个船夫在摇桨。船夫往深处划，明媛觉得不大对劲，注意到船上有根细绳。明媛刚要说话，细绳被扯动，香炉倒塌，从里面冒出一股子浓烟出来。那边扑通一声传来，船夫跳水了。明媛看向楚墨尘，他人已经晕了。明媛骂了一句，把楚墨尘扶到船头，然后进屋把灯烛打翻。很快船就燃烧了起来，他则扶着楚墨尘跳进了湖里，朝岸边游过去。船着了火，赵峰一惊，唯恐楚墨尘出事，赶紧跑过来。爷这是怎么了？中迷药了。明媛刚要爬起来，那边桥头扑通一声传来，紧接着就有人喊救命。明媛朝天翻了一白眼，快速游过去。那姑娘在水里扑通了好几下，就不挣扎了。明媛帮她按压胸口，又对她嘴里吹气。几下之后，那边狼环郡主和丫鬟秋露走过来。你这是做什么？救她。哪有用这样的办法救人的？好一会儿后，那姑娘咳了一声，吐出一口水来。昏暗的灯烛下，狼环郡主的眸光晦暗莫测，隐隐可见一抹寒芒。世子妃，快上马车！那姑娘有丫鬟照顾，丫鬟给明媛磕头道谢。快送你家姑娘回去换衣裳吧，免得冻着了。赵峰驾马车回王府，速度有些快，路人躲闪之间，把一抱着孩子的夫人撞到了地上，孩子哭起来。是不是撞伤人了？世子爷这是怎么了？要不要宣太医？没事，世子爷只是中了迷药，一会儿就醒了。夜深了，不用告诉王妃。泡完了澡，明媛裹着被子坐在床上。世子爷醒了吗？世子爷已经醒了，也是喷嚏不断，喝了一碗姜汤。外面赵峰推着楚墨尘进来，坐上床后，楚墨尘也裹了被子，连打喷嚏。世子爷和世子妃都回来了，你还在外面玩，有这样伺候的吗？就知道怪我。不关喜儿的事儿，是我让她忙别的事耽误了。周妈妈端着姜汤碗转身离开。没撞伤人吧？那夫人的孩子磕着了，没有大碍。那夫人狮子大开口要奴婢赔她1000两，而且1两银子都不能少。奴婢说她要的太多了，她说世子妃纵马伤人，奴婢没辙，
就只好答应他了。奴婢让他明天来镇南王府拿银票，他一听是镇南王府，态度要格外的和蔼可亲了，说什么他儿子没事了。是不敢为了1000两惹镇南王府吧？出去逛个花灯，怎么会落水？遭人算计了，中了迷药。要不是世子妃把我拖上岸，我可就见不到母妃了。明媛惭愧，不明白楚墨尘为什么要在王妃跟前帮他刷好感。要不是他要出去逛花灯会，他又怎么会被人算计？船被人凿洞，用蜡补的，雨水久了就会漏。这是事先有人知道，相公你订了船。属下这就去查。母妃让人请太医来看看。这时辰太医都睡下了，我们喝过姜汤了，母妃回去歇着吧。啊，母妃一早就来看你们。别呀，别一大清早就来啊！这一来我还怎么打地铺啊？楚墨尘却是连连点头。王妃1步3回头的离开。晚上怎么睡？睡床啊。就一张床？你可以当它是2张。反正每天早上醒过来都是抱在一起的，还天天打地铺，傻不傻呀？天天收拾被子很辛苦，好不好？你干嘛？睡觉。明媛往里挪了挪，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楚墨尘撇头看着他，嘴角噙着一抹得逞的笑。结果明媛没忍住，一个喷嚏打出来。你故意的？谁故意的了？你能控制得住不打喷嚏吗？我背对着你睡行了吧？小样，岂能让你占了便宜？楚墨尘胳膊伸过来将他抱紧了。明媛不适应地扭着身子。抱紧了，你才没机会回头再喷我一脸。明媛不舒服，可是他再动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抵着他大腿根了。老牛吃嫩草。我只比你大3岁，怎么能叫老牛吃嫩草呢？是比我只大3岁，但我不是真的魏明媛呀，前世快30岁了，算起来比他大10岁。足以称得上一只老牛了。鼻尖萦绕一股女儿香，他舍不得放开。想到在醉仙楼上看到的那一幕，他手臂又紧了3分。他不希望他被除他之外的人抱，也不希望他被烛台砸伤。他必须要尽快站起来。用过早饭后，明媛推楚墨尘出门，绕过屏风，就见到一双冰冷的眸子射过来。世子妃还真是咱们镇南王府的福星，虽然陈儿腿还没痊愈，但世子妃救了他一命。只是没看出来世子妃还会浮水救人。明媛小时候曾溺过水，有一段时间都不敢靠近湖边。爹娘为了帮明媛战胜内心的恐惧，就学了浮水，倒是没想过能救人。世子妃不只救了世子，还救了北鼎侯府2房3姑娘呢。昨天我救的是北鼎侯府2房嫡女江3姑娘。大少爷才和江3姑娘定亲，她就落水了。得亏世子妃救了她，不然大少爷身上只怕又要背一条无辜性命了。昨儿花灯会上出了不少状况，醉仙楼前的烛台倒了，险些砸伤世子妃，幸亏大哥出手相救，世子妃才安然无恙。是风儿救了世子妃。昨儿受惊吓，灯烛昏暗，明媛没看清楚是不是大哥。他倒是心疼大哥，对我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我也救过他好吗？怎么没见他这么袒护我？都是一家人嘛，世子妃有事，凤儿出手相救是应该的。倒是花船出事，可知道是谁下的手啊？大伯母这么关心我，我一定会查出背后下手之人，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大太太笑了笑，端茶轻啜。出了松鹤院，明媛才舒缓了一口气。爷，花船的事查了。楚墨尘看了赵峰一眼，船夫和花船管事的都被灭口了。楚墨尘脸色没什么变化，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既然是狐狸，又盯紧了他这条命，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来。进了院子后，明媛就推着楚墨尘往后院走。来这里做什么？早早的给我准备了药房，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我关系很好吗？
如果不是父王告诉我你准备了药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去？嫁过来这么久，连沉香轩都没到处逛过，也好意思质问为夫？明远哑然，楚墨尘鼻子一动，什么味道？别动，那是血毒。明远让喜儿把药箱子从书房抬来，然后就开始工作了。那边海棠跑过来找喜儿，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喜儿嘴撅了起来。没见过这么出尔反尔的，不是说没事了，不要钱了吗？怎么还来王府了？许是舍不得1000两银子吧？喜儿回头看着明远，去拿银票给人家。喜儿点点头，就去拿银票给人家送去。怎么送去那么久？人家不是来找王府要赔偿的。啊？那是来做什么的？哼，她是来投奔三老爷的，说她丈夫救过三老爷，她丈夫出事前曾叮嘱她来镇南王府找三老爷收留他们母子，他们孤儿寡母在老家被人欺负，万不得已就进京了。昨晚你不是说她是进京来找相公的吗？她昨晚是这么和我说的呀，谁知道一个晚上她就改口说她相公死了，什么投奔啊什么的，我看就是个骗子。那夫人打哪儿来的？说是从边关跋山涉水来的。孩子1岁半，又是投奔三老爷，又是边关的。见楚墨尘眉头拧得能夹死一只苍蝇了，明远心下了然。回屋后，海棠和青杏已经把饭菜摆好了，明远和楚墨尘坐下吃饭。外面小丫鬟进来禀告：三太太红着眼睛回娘家了。男人没一个不好色的。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明远望着他，楚墨尘补了一句：至少为夫和岳父大人不是。他怎么不把王爷一起算上？你知道怎么鉴定一个男人是不是好色吗？美人计？看他面部，只要还有呼吸，基本就可以确定了。世子爷，老夫人让你去松鹤院一趟。我和老夫人有什么可说的？找我去做什么？知道了。楚墨尘眉头一拧，应了一声，继续吃饭。绕过屏风，明远就看到昨晚上马车狂奔，无意间伤到的一对母子。那孩子长得可爱，老夫人抱在怀里爱不释手。不知道老夫人是真傻还是装傻，会不知道这孩子是三老爷的种。就算不知道，三太太都气得回娘家了，她心里也该有几分数了吧？这孩子好像很喜欢老夫人您呢。哈哈，府里许久没有添小孙儿了，我老婆子看到这粉雕玉琢般的娃儿，就舍不得松手。也不知道老夫人是中了哪门子邪，早些年府里头孩子多的时候，也没见谁让她抱着不撒手。她大名叫什么？宝儿他爹不在，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识得几个字，便没给他起。老夫人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就给宝儿赐个名吧，定能保佑宝儿健康长大。啊，取名是大事，不可马虎。回头让三老爷取几个，找道士算过再定。看来老夫人心里门清，知道这孩子的身份，而且瞧样子是要给这孩子上族谱的节奏啊。就暂时安置在松鹤院小跨院，过2天再搬出去住。等他们走了，屋子里就安静下来。老夫人找我是来见小堂弟的。老夫人眉头一皱，大太太就笑道：什么小堂弟？那孩子的父亲死了，是来投奔你三叔的，帮着教育成才足够了，哪有报恩连妻儿都照顾到枕边的道理呢？少说几句。大太太嘴角划过一抹冷笑：哼，养外室应该严惩，他这样纵容，赶明儿大老爷也该生出养外室的性子了。再说了，庶子而已，有什么可稀罕的？老夫人看了楚墨尘一眼，手一动，身边伺候的丫鬟就拿了几张银票走到楚墨尘身边，递给他。老夫人居然给我银票，娘子，
去看看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这是穆家送来的银票，让你帮忙买半盒去伤疤的膏药。半盒？没有卖半盒的吧？你表妹下巴上的伤没那么严重，用不着一盒，多买也是浪费的。我也不信这一盒子的膏药需要8000两。唉，可人家就要收这么多，能不给吗？燕儿是你表妹，你就帮帮她。楚墨尘看了明媛一眼。娘子，你觉得能开这个口吗？明媛想了想，虽然4000两是少了一点，但是总比没有好。应该是能的吧，先试试。如果不能，我再添4000两买一盒，我和表姑娘一人一半。拿了银票，两人就走了。老夫人眸光冷淡，揉太阳穴。让三老爷去把三太太接回来。世子妃，定北侯夫人来看你了。相公，我去迎接我娘了，你先回去吧。娘怎么来啦？娘听说昨儿你和世子逛花灯会，花船出了事，不放心过来看看。刚要出门，中午将军夫人就来了，耽搁到现在。你没事吧？我这气色哪像有事的样子？世子也无恙，我们都没事。刚说着，一阵轮椅滚动声传来，赵峰推着楚墨尘来见苏轼。明媛推着轮椅，一边和苏轼说话，问魏明慧的情况。明慧能说几个字了？能说几个字，要不了多久就能妙语连珠了。苏轼就盼着这一天呢。两人聊着定北侯府的事，明媛问起老太太，苏轼脸上笑容淡漠了几分。你祖母今儿去二房探病去了。苏轼的不满意都挂在脸上，明媛劝他想开些，没有必要为了这事生气。王妃听说定北侯夫人来了，让奴婢领您去恒芜院。明媛扶着他往前走。世子妃，王妃只见夫人。不让我和相公去？娘去就行了，你陪着世子。看着苏轼走远，明媛斜了楚墨尘一眼。母妃有什么事和我娘说，却不能让我们听到。楚墨尘做了个手势，赵峰就闪身出现。明媛实在好奇，推着楚墨尘朝恒芜院走，却不靠近，在花园内凉亭处等候。他们在聊什么？王妃和定北侯夫人在说冲喜的事。王妃很满意世子妃，希望世子妃能做她一辈子的儿媳妇。圣旨和王爷的许诺，1年后或者1年内怀上身孕，王爷就会兑现承诺，绝不会亏待世子妃。赵峰说完，明媛已经是一脸红晕。王妃找我娘去，怎么是说这事儿啊？早知道我就不好奇了。岳母大人答应了吗？定北侯夫人答应了。楚墨尘眼底闪过一抹满意的笑容，瞥了明媛一眼。我娘答应了有什么用？又不是我答应。钱虽然好，但是也得有命花吧。这1年都不知道怎么挨过去，何况一辈子。没一会儿，王妃就送苏轼出恒芜院。远远看到明媛和楚墨尘在凉亭，王妃笑着和定北侯夫人说了几句，就转身回去了。媛儿，你过来，娘有几句话与你说。如他所猜测的一般，苏轼就是帮王妃做说客的，把楚墨尘夸得天上有地上无。娘，女儿有分寸呢。娘才说了几句，你就嫌娘烦了。你既然有分寸，娘便不说了。定北侯府派人来传话，说是刑部侍郎去了定北侯府，有事要询问您，让您回去一趟。明媛想到什么，冷冷一笑，十有八九是为了恒王妃铺子上出现假银票的事。苏轼来是为了探望明媛和楚墨尘，两人都没事，他也就没什么好留的。侯府又派人来请他，苏轼便回去了。明媛不放心，怕假银票的事给苏轼惹祸上身，便让雪雁跟着回去一趟，看看情况。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松鹤院一趟。可知道找世子妃何事？北鼎侯府大太太和二太太来了。看到明媛，江二太太起身道谢，谢明媛救了她女儿。能救江三姑娘，是我和她的缘分，江二太太不必多礼。况且将来我与江三姑娘还是妯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轩儿怕是无福和世子妃成为妯娌了。
北鼎侯府要退亲？镇南王府邪门得很，我女儿和大少爷定亲没多久，就被人推入湖中溺亡，至今没找到凶手。轩儿和大少爷定亲才几天，在桥上看个热闹，也能被人推入水中。要不是世子妃出手相助，只怕这会儿我北鼎侯府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江二太太坐下，望着明媛。听说昨儿世子妃和世子爷也差点出事，世子爷被人害得坠崖，又差点丧命，也就世子妃福泽身后能镇住邪气。轩儿她没有这福分。查出是谁推出江三姑娘落水的吗？还在查。我镇南王府和北鼎侯府怕是真的难结亲家。那倒未必。这话我倒是听不明白了。哼，我北鼎侯府的女儿嫁不进镇南王府来，但镇南王府的女儿却是能嫁进北鼎侯府。你们要娶鱼儿？楚瑜，大太太的亲生女儿，楚墨风的胞妹。不过明媛没见过她。她嫁进门之前，楚瑜就去外祖家贺寿了，不在京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楚大姑娘容貌秀美，才华洋溢，是北鼎侯府高攀呢。但我女儿一条命死得不明不白，镇南王府至今也没有一个答复。我女儿不能白死了。江大姑娘出事是在镇南王府，江三姑娘可不是呀。允许退亲，我镇南王府已经仁至义尽，岂容得你北定侯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当初登门求娶我女儿的是大太太你，为了儿媳妇在眼皮子底下被杀，一回可以说是意外，可接连定亲都出事。大太太就不怕事情传扬出去，到时候大少爷说不上亲？都少说几句。老夫人，您说这事该怎么办吧？把王爷和王妃叫来，还有大老爷，这事儿大家坐下来好好商议。王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北鼎侯府再给我王府半年时间，如果查不出是谁杀害了江大姑娘，长房女儿就嫁给北鼎侯府的少爷。我不同意。他不同意，江大太太还不同意呢。半年时间太久了，我等不起。府上现在交出凶手来，我不会揪着不放。我儿虽然不及大少爷，却也不愁娶不到媳妇儿。吵吵闹闹1刻钟，最后才敲定，北鼎侯府给长房3个月时间查案。如果查不出来，那楚瑜嫁给江大少爷为妻；如果查出来了，恩怨一笔勾销。有王爷王妃在，不怕镇南王府说话不算数。北鼎侯府2位太太俯身告退。江姑娘之死，府里头查了2年都没找到凶手。王爷有把握在3个月之内找到杀人凶手吗？这是长房的事，怎么成了我的责任了？军中事务繁忙，我怕是没时间管这事儿，让大哥查吧。江姑娘一条人命，本就该给个交代。要是能查出来，早就查出来了。这是王爷应下的，您来查吧。果然谁家都有那么1、2个无耻之人呀。晨儿，你先来无事，你帮忙。我是很闲，但我没心情管这些破事儿，你让大哥查吧。如果大伯父和大哥都没时间，这会儿江大太太他们还没有出王府，找回来说清楚便是。王爷就看向大老爷，真的没把握查出来，我就让北鼎侯府2位太太回来说清楚。大太太脸色僵了僵，越想越郁闷。王爷起身离开，等王爷走后，大太太就抱怨：雨儿送信回来，没几天就从他外祖家回来了。要是叫他知道，还不知道怎么闹的。老夫人抬手揉太阳穴，钱妈妈扶着她：老夫人可是乏了，奴婢扶您回屋歇着。明媛和楚墨尘退了出去，回了沉香轩，明媛就直接去了后院竹屋继续验毒。和世子妃猜的一样，刑部侍郎就是为了恒王妃铺子出现假银票的事去找夫人的。恒王妃说假银票的事她不知道，铺子是侯府给她的陪嫁，她还没有来得及管过铺子。事情怎么处理的？
夫人没有心软，陪嫁铺子是侯府给的，但铺子上有多少东西和银钱都记在礼单里，每间铺子只留了2000两银子周转，这事铺子管事的都知道。夫人说，刑部侍郎若是不相信，可以把那些管事的找来一问究竟。没有给苏氏添麻烦，明媛就放心了。看假银票的事儿，魏明柔怎么糊弄过去？这边明媛心头高兴，那边喜儿屁颠颠跑过来，那模样明媛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哎，三老爷把那夫人和孩子接南院去了。真接南院去了？真接回去了。方才还把王爷和王妃都找了去，给了那夫人名分，好像是什么陶姨娘，那孩子也记在族谱上了。三太太也同意了？应该是同意的吧，不然三老爷怎么会接回南院，还记上族谱呢？见过王爷。皇上的解药调制的如何了？还有最后一种都没找出来，有些药草没有，我让安卫去买了。皇上催了，让你尽快调制解药。明媛连连点头，然后王爷话锋一转，孙贵妃之前脸上中毒，是你下的手？明媛抬头望着王爷，眸光有些躲闪。皇上猜出来的，倒也没怪你。功过相抵，你的赏赐肯定是没有了。明媛暗翻一白眼，要不是为了救皇上，他怎么会暴露自己？过2天我就把解药调出来。王爷嘴角扯了下，但有件事要提醒他一下。皇上生你爹的气了，等他回京，让他进宫给皇上告罪。明媛有些懵，可是王爷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爹离京办差，怎么惹到皇上了？皇上拿岳父当兄弟，岳父大人有个医术绝伦的女儿，却不告诉皇上。以皇上的心胸气度，估计岳父大人一顿板子是少不掉的。你这算是在说皇上的坏话吗？你这女人怎么敌我不分呢？这时候居然还想着逮我的把柄。谁敌我不分了？除了我都是敌人。明媛转身拿了一胭脂盒丢给楚墨尘，你嫣儿表妹的药膏，你给她送去吧。楚墨尘斜了明媛一眼，随手丢给了喜儿，送去给老夫人。世子妃，定北侯府派了小厮来，说是老夫人让你回去一趟。可说让我回去做什么？没说。你去回了小厮，就说世子爷腿疼的在床上打滚，我暂时脱不开身，等得空了就回王府。雪雁偷瞄了楚墨尘一眼，暗点点头，就去回小厮了。明媛转身回屋，继续忙活。表哥，看着书房内的凌乱和药材，明媛忙把茶盏放下，走了出去，顺带把门关上了。关门做什么？竹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竹屋是我的地盘，不喜欢外人进去。你的地盘？这是沉香轩，是表哥的地盘。是不是我的地盘？你可以问你表哥。慕烟没问，他执意要进去看看。结果那边楚墨尘手一动，一把匕首射过来，直接插在了慕烟的脚边，吓得他连后退2步。我就不打扰你们表兄妹说话了。你给我回来！果然是表哥表妹，这么有默契。表哥，有事就说。表哥，你看，一盒子去伤疤的药，他就分了我这么一点儿。你怎么能这样？楚墨尘望着明媛，明媛呲牙不说话。表妹想怎么办？我要他那一半。还不赶紧把你那一半拿来给表妹？说完，把手里的胭脂盒扔给了明媛。明媛伸手接了，回头吩咐喜儿道：“去拿来。”喜儿屁颠屁颠地跑去了，脸上笑容灿烂。表姑娘，你拿好了。她伸手接了胭脂盒，打开一看，里面的药膏还没有她给明媛的多。她脸色变了变，怎么这么少？那天要不是世子妃眼疾手快的把世子爷推开，表姑娘不会甩地上。那我家世子妃心怀愧疚嘛，所以分药膏的时候大半给了你。我不换了。没有表姑娘这么办事的吧？你要我的一半，你有表哥撑腰，我给你了。
你现在又反悔，我就这么好欺负吗？表哥，你看他，你表哥自打成亲后就一直看你表嫂的脸色过日子，你别害我啊！我不信8千两就只买了这点药膏，一定是你让丫鬟作假了。8千两能买多少药膏啊？你可以去东宁侯府问沈三姑娘。你已经污蔑我家世子妃2回了，事不过3，再乱说话，别怪我拿扫把轰人了。慕烟见喜儿说轰人的话，楚墨尘坐在一旁看热闹也不帮他，气得他转身走了。他肯定去找老夫人告状了。有理走遍天下，他就是找老夫人的老夫人告状，那也没用。1刻多钟后，海棠就来传话，说老夫人找他。明媛拍拍手，一脸笑容。世子妃，你还笑得出来？就是这样一再耽搁，解药才迟迟没有调制出来。皇上要责怪，一堆给我背黑锅的，多好。好了，莫哭，花了钱，这伤疤肯定要去掉的。不知老夫人找明媛来是？嫣儿说晨儿和她抱怨，自打娶了你进门，她就一直看你的脸色过日子，有这回事儿？明媛也不知道相公为什么会这么说，没敢问他。外面钱妈妈走进来，慕烟就问他，表哥是不是说表嫂给他脸色看了？钱妈妈眉头皱了皱。钱妈妈去问过相公了。世子爷说冲喜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世子妃，天天对着他这张脸看久了有点烦，还说让世子妃早点回去，他好像腿有点酸了。看吧，楚墨尘是看我的脸过日子，我才是真的看他的脸色过日子，是不同的。一人一半膏药，你怎么分配不均？之前丫鬟拿到药之后就分了一人一半，但我怕表姑娘下巴上的伤疤一半药膏会去不掉，我暂时也用不着，就多分了她一点。嫣儿不知道8千两银子就只能买这么一点药膏，丫鬟说可能是世子妃墨下了，嫣儿就信以为真了。是奴婢不应多嘴多舌，可请世子妃原谅。不用跟我赔礼道歉，托你的鸿福，我用4千两就买了大半的去伤疤的药膏，说来是占了大便宜，你应该向你家姑娘赔罪。说着，明媛望向老夫人，相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捏腿，明媛就先告退了。晨儿着急也不急于这么小会儿，你也说了，一半的药膏都不一定能去掉嫣儿下巴上的伤疤，何况现在连一半都没有了。你是表嫂，怎么和她一般见识？今儿换作是3婶，好心好意把一大半分给别人，还被污蔑品行不端，会不会生气？这事是做的不对，丫鬟也给你赔礼道歉了呀，怒气也该消了。我没有看到丫鬟怂恿表姑娘，我只看到表姑娘怒气冲冲跑去质疑我品行不良。如果真是丫鬟怂恿主子惹了祸，那跪下来扇自己几巴掌，这事就算接过去了。这样的惩罚未免也太轻了，也难怪丫鬟敢随便乱说话。是不是哪一天明媛气不过，指责了王府里哪位长辈，丫鬟跪下来背黑锅，几巴掌就能消气，不怪明媛了？世子妃是要表姑娘当场杖毙丫鬟给你消气？如果这小丫鬟当真在背后说了明媛的坏话，导致表姑娘误会明媛品行不端，杖毙她不过分。表姑娘是老夫人的娘家孙侄女，带着丫鬟来王府，贴身的丫鬟却没了。到时候穆家问起来，穆家知书达理，乃是京都世家望族，如果知道了，肯定会为表姑娘的冒失登门赔礼。姑娘，你救奴婢呀！三太太看了慕烟一眼，给她使眼色。慕烟轻咬唇瓣，表嫂，是嫣儿不对，误会了你，你大人有大量，原谅嫣儿这一回吧。明媛淡笑如花，吩咐喜儿去把药膏拿来。明媛投过来的眼神，喜儿会意，转身离去。没一会儿，他就把药膏取了来。慕烟的丫鬟把药膏打开，怎么不是原来的？之前因为分配不均，生出这么多事来，哪还敢不长记性？表姑娘如果是用着不够，再让你表哥帮你买一盒便是了。明媛恭谨地扶了扶身，再次告退。世子妃，咱们好像惹恼老夫人了。是他们先惹到你家世子妃我了。也是，虽然老夫人很厉害，但是姑娘也不是好惹的呀。第二天，天蓝云白，阳光灿烂。
明媛推着轮椅去松鹤院请早安，本以为和昨天一样，请了安就能走了，结果老夫人看了他一眼，听丫鬟说你打算今儿回门。前2日侯府就派人找明媛回去，一直拖到今日。世子陪他一起回去。楚墨尘淡淡的嗯了一声，这回门也没几天吧，怎么又要回去？世子妃虽然是凤冠霞帔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但毕竟和一般人不同，这冲喜也该有点冲喜的样子。明知道辰儿离不得你，还没事就回门。三婶是有事找明媛吗？我找你做什么？三婶语气带了几分责怪之意，明媛担心回门误了三婶什么事，没有的话，那明媛就放心的和相公回门了。辰儿把站起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要怎么样都依着你，但做人要有点自觉。我是自觉陪娘子回门的。三弟妹，他们新婚燕尔，浓情蜜意，舍不得分开，咱们做长辈的管这么多做什么？前几天定北侯夫人才来过，也知道他们俩在花灯会上落了水，没有大事，怎么可能急着要世子妃回去呢？老夫人抬了手，准备让明媛回门。那边进来一丫鬟，凑到钱妈妈身边低语了几句，钱妈妈便望着老夫人：老夫人，表姑娘出事了。怎么了？表姑娘用了去伤疤的药后，下巴肿了，还起了点红疹。明媛眉头一皱，她回头看着喜儿：天地为鉴，我可没在药膏里头下毒呀。人这么做了，岂不是没事给世子妃找麻烦吗？是药有问题？让大夫检查了，说是药里被人下了毒导致的。可那药表姑娘一直带在身上，没有下毒的机会。没有下毒的机会，可是药膏里却有了毒，这不明摆着怀疑是我和喜儿下的黑手吗？把你那半盒膏药拿过来，让大夫检查看有没有毒。我急着回门啊！明媛在心底翻了一白眼，回头吩咐喜儿：去把那半盒药膏拿来。喜儿转身就往沉香轩跑，回来时气喘吁吁的把药膏送上前，结果楚墨沉脚一伸，喜儿往前一摔，手里的胭脂盒就那么飞了出去。胭脂盒是瓷的，这一摔，啪嗒一声砸在了地上，4分5裂。辰儿，你怎么能故意？抽筋儿了。4000两啊！我的4000两银子就这么打水漂了，你赔我！等大夫检查有没有毒再说，有毒我就不赔，没毒我就赔你。大夫检查过后道：这药膏没有问题。是所有药膏都没毒吗？明媛眸光一动，就知道楚墨尘是什么意思了。他走过去，又捡起一个胭脂盒碎片递给大夫：有劳大夫再检查一番。不敢当。接过碎片，大夫嗅了嗅，眉头一皱：这药膏有毒。一盒子药膏怎么会有的有毒，有的没毒？这胭脂盒里的药膏是2部分，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是原先给表姑娘留下的。也就是说，好一盒子药分了表妹一大半后，最后害得娘子一小半的药膏也不能用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有人偷偷给娘子的药膏里下了毒，没有拌均匀。有劳大夫随我去穆家一趟，对比2种药膏的毒是不是一样？老夫人原本就解不开的眉头，在听到楚墨尘的话后更皱了几分。你不是要陪世子妃回门吗？这么点小事，让大夫跑一趟就成了。事关表妹的脸，怎么是小事？要是查出来娘子的药膏是被表妹给祸害了，那这4000两得穆家赔。这厮简直就是狐狸，果然要他一起来请安是明智之举。那我们先去穆家看过表姑娘，然后再回门。就这么办。你们要去，那便去一趟吧。晨儿怎么来了？听说穆烟表妹用了药膏后下巴红肿，过来瞧瞧。去请姑娘来。姑娘说下巴肿了没脸见人，她不出来。
等伤好了，就去镇南王府给世子爷见礼。大夫来看过，他情况好些了吗？还没有好转。我带了大夫来，让他给表妹看看。已经看过大夫了。表妹不看大夫也罢，让大夫检查看表妹药膏里的毒和世子妃的是不是一种。丫鬟把胭脂盒递过来，大夫接在手里，用鼻子轻嗅，很快就给出了答复。的确有毒，但和世子妃药膏里的不是一种毒。是吗？给我闻闻。大夫就把胭脂盒递给他。我怎么没闻出区别来？不过这药膏既然有毒，那就扔了吧。说着，他就要把药膏砸地上去。哎，别砸！楚墨尘望着他，脸上有些被阻拦的不悦。下毒之人还没找出来呢，这是罪者。楚墨尘想了想，觉得穆大太太说的有道理，便将胭脂盒合上。丫鬟赶紧接过。我的药膏里有毒，表姑娘的也有，但又不是一种毒，实在是奇怪，会是谁下的毒呢？你嫌疑最大。我给表姑娘下毒做什么？她一有问题，头一个怀疑的就是我。我倒是怀疑这大夫是不是真闻出药膏有没有问题了，要不找个高明点的太医来看看吧。那就依你吧。不用那么麻烦了，我穆家自会请太医。让丫鬟去禀告你，也是怕你那一半药膏有毒，到时候糊里糊涂用了，和嫣儿一般遭罪。倒是我误会了，还以为穆家是怀疑我呢，急着来证明清白，希望表姑娘能早日恢复如花娇容。那4000两还要我赔吗？不用。明媛从牙缝里挤出来2个字，俯身告辞。刚进侯府，就看到定北侯走过来。爹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定北侯一脸温和笑容。昨儿回京的，进宫复命，被皇上训斥了一顿。明媛脸上闪过一抹善然，一旁有不少丫鬟小厮，明媛也不好认错，只问道：爹爹回京，娘怎么也不派人告诉女儿一声？大概是你娘不希望你回门吧。定北侯本来急着出府，但难得女婿登门，便让管事的去回了话，说他下午再去，让楚墨尘陪他去书房下棋。明媛就带着喜儿去长辉院给老太太请安。怎么回来了？娘还真不希望女儿回门啊，相公他脚没事儿。这一回，娘还真是希望你别回来。怎么了？你祖母让你回来，是希望问出江湖郎中的下落，救你二叔二婶。二老爷、二太太的伤口日益严重，伤口溃烂。老太太见过后，不知道因为心疼掉了多少的眼泪珠子。可是明媛下的毒药性霸道猛烈，大夫太医都去看过，甚至连赵院正都请了，皆束手无策。明媛转身欲走。怎么不走了？心里气不过，再者我若是不帮忙，回头二叔二婶疼死过去，只怕老太太会埋怨我和娘亲。你不用顾及娘，娘护不住你和明慧，岂能让你们委屈自己？没事的，到底谁委屈谁还不一定呢。你娘和你说了祖母找你回来是什么事吧？娘都告诉我了，但祖母觉得明媛应该帮二叔二婶吗？你二叔呢，毕竟是你的长辈。只提二叔，看来老太太也没想救二太太。明媛实在想不起来他们哪里有做长辈的样子了。老太太垂下眸子，苏轼望着明媛，朝她摇头。娘，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二叔二婶那么对你，你还想着父亲和祖母帮他们求情，他们就是活活疼死，我都不想去烧一炷香。苏轼不傻，转过眼就知道明媛把功劳往他身上推。我娘孝顺，但我没有这么好说话。我可以帮忙，但我有条件。什么条件？二叔二婶的亲生女儿从我娘手里哄了多少好东西去，那些我就不说了，开口要回来也不可能。但恒王妃在我回门那日摆了我一道，坑了我不少东西走，我要她把东西原封不动的还给我，还不了东西就还钱，15000两，少1两银子我绝对不帮忙。哪2万两？你没给明媛。不等苏轼说话，明媛冷冷一笑，是给了我，但那是宫中给的，不是恒王妃还我的。
如果做亲生女儿的把一点钱财看得比爹娘的命还重要，那我这个结了仇怨的侄女儿就更没有那份好心了。这钱应该要还。四太太坐在一旁附和，三太太也点头。我这就让丫鬟去恒王府传话。江湖郎中医术不错，但谁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治好二叔和二婶的病。祖母也知道，他一锦盒药膏就收8000两，这诊金要备得足足的。世子妃又要挣好多钱啦。老太太点头，去告诉恒王妃和二老爷，那江湖郎中什么时候能进京啊？你二叔疼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明媛没有回答，只望着苏氏。娘，二妹妹能说话了吗？请了江湖郎中，正好给她瞧一瞧。啊，还是老样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我去看看她。这间屋子叫她觉得憋闷，她一刻也不想多待。苏氏和她一起走了。1个时辰后，汉淡院内，明媛看着魏明慧打烙子。大姑奶奶，丫鬟从恒王府回来了，银票也带了回来。明媛嘴角勾起一抹冷湖，起身去了长辉院。唉，也难怪明柔动胎气了。铺子上出了假银票，铺子被查封，损失了2万几千两。哼，皇上这几天身子不适，等得空了，少不了要问责他。明媛走进去，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笑。丫鬟这么快就把银票拿了回来，看来三妹妹对二叔二婶还是有几分骨肉之情的。银票就在老太太手边，老太太递给明媛，明媛没有上前，是喜儿去接的。世子妃，只有3000两，其他东西你三妹妹已经差人送到你陪嫁铺子上了。明媛轻嗯了一声，外面轮椅滚动声传来。赵峰推了楚墨尘进来，明媛回头看着他，展颜一笑。相公来的正好，那江湖郎中还在京都吗？应该还没有离开。谁要找郎中治病啊？明媛就把老太太让他找江湖郎中救二老爷二太太的事告诉他。楚墨尘一脸黑线。脑子没坏吧？也不知道这一声脑子没坏是说老太太还是指明媛。没人接话，楚墨尘吩咐赵峰，你去找一下江湖郎中，带他去医治魏二老爷。赵峰嘴角扯了扯，爷，你不要说得这么轻松啊，我们这群暗卫杀人在行，可治病怎么治啊？我和明媛还有事，就不吃回门饭了，改日再陪他回门请安。出了长辉院，明媛低声吩咐了赵峰几句。世子妃，真的要这样吗？他们对我不仁义，但细算起来，对你家世子爷却是有几分功劳的。你下手的时候快一点。刚进屋呢，那边窗户敲响，银票来了。这丫鬟是有多喜欢钱呀？就算再喜欢，也不能这么明显的挂在脸上，会被高雅的混蛋嫌弃太俗的。赵成呢？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本来打算一起回来的，结果还没出魏府，就被恒王府的护卫请去给恒王妃治动胎气了。赵成去恒王府了？赵峰点头，又摇了摇头。恒王府派了好几名护卫，大有不去就绑着去的架势。赵成不愿当着我的面生事，就上了马车。二老爷和二太太有没有叫得特别惨？岂止是惨了，简直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本来屁股上的伤1个月就能好，现在经过江湖郎中医治，要疼上足足2个月，还得感激涕零，一脸肉疼地把枕巾奉上。这边明媛笑得高兴，那边恒王府可就一片阴霾了。恒王府的护卫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互相搀扶着回来请罪，被守门的护卫拦下，压根儿就没认出他们来。明媛心情愉悦地哼着小调，不止报了仇，还逼得魏明柔和二太太把吃进去的都吐了出来。他仔细算了算，他们从苏氏那里坑走的好处连本带利都收回来了，就差魏明媛一条人命没清算了。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点儿？怎么就高兴得太早了？钱都拿到手了，难道魏明柔和二太太还能要回去不成？恒王和孙贵妃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
江湖郎中落了恒王的脸面，他们岂会善罢甘休啊？我当然知道孙贵妃和恒王没那么好欺负，但欺负他们的又不是我。楚墨尘脸上笑意一僵，只见明媛笑意更深。相公，你有麻烦了。他推着轮椅绕着他转了一圈，长臂一揽，猝不及防。你快放开我！放了你？我还以为你高兴是因为报了仇，感情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要倒霉了。我就是脸上的喜悦没来得及收，我其实还是挺同情你的，真的。真的？我看是煮的吧。哐当一声，屋外的丫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跑进来一瞧，就看到楚墨尘抱着明媛望着他们。这一回他再要起身，楚墨尘没有不放手了，只虎着脸道：有事禀告。雪雁赶紧将他扶起来，喜儿苦着张脸：宫里派了公公来。真的好的不灵，坏的灵，说麻烦来了，麻烦就真来了，还来得这么快。让公公进来吧。丫鬟点点头，赶紧退出去。皇上知道世子爷认识医术高超的江湖郎中，让世子爷明儿个带江湖郎中去靖王府给老太妃诊脉。皇上日理万机，是怎么知道本世子认识江湖郎中的？是孙贵妃与太后说起，太后想到老太妃找皇上说的。靖王不是皇上的胞弟吗？靖王府怎么会有老太妃啊？还有事要禀告。小公公连忙告退，但是领着小公公进屋的小厮补了一句：世子爷，王爷让你去书房一趟。我知道了。靖王府老太妃的病很棘手吗？老太妃的病情不棘手，她压根儿就没病。没病那找江湖郎中给她看病做什么？老太妃并非靖王生母，她是先皇的贤妃，只是在皇上和靖王生母过世后养过靖王几年。皇上和靖王感念老太妃养育之恩，先皇过世后便让老太妃搬去靖王府容养，已经有10几年了。先皇的妃子先后过世，老太妃觉得自己命不久矣，日渐消瘦。可是大夫和太医看遍都没发现她有问题。楚墨尘说了这么多，明媛还有什么不懂的？贤老太妃对靖王和皇上有恩，皇上让他们带江湖郎中给贤老太妃治病，他们不能拒绝。只要他们真带江湖郎中去靖王府，被踩了脸的恒王，丢了颜面的孙贵妃一定会趁机闹幺蛾子。但既然孙贵妃说服太后出面，只怕江湖郎中下一个要见的就是太后了。不知道王爷找楚墨尘什么事，他便推着轮椅去了外院。明媛手撑着下颚走了会儿神，就起身去了后院药房。靖王府派人送了1万两银票来，世子爷让奴婢送来给世子妃。这还没治病呢，靖王府怎么就给送银票来了？明媛吩咐了几句，接了银票就出了竹屋。知道楚墨尘在书房，明媛直接推门进去。他进屋的时候，正好瞧见楚墨尘慌乱地把东西往抽屉里塞。你怎么进来也不先敲门？他装作不在意地走上前。靖王府送来的银票你怎么收了？这银票是我让人去靖王府要的。你要的？拒绝太后就是藐视皇家，纵然你有恩于皇上，他也不会明着护你。明媛眉头拧了3分，在明知道拒绝不了的情况下，先要了靖王府1万两，就能顺理成章地要太后1万两，给足了太后面子，又狠狠地落了太后的面子，再顺带帮江湖郎中立立规矩，以后但凡找他们治病，要先收诊金，没有谁能例外。那我给皇上解毒，皇上还没付我诊金呢，赶明儿相公帮我要回来呗。好事怎么没见你想起我呀？皇上都说了功过相抵，还怂恿我去找皇上要诊金，亏你想得出来。这些天我3天2头倒霉，哪有好事发生啊？有好事我肯定第一个想到你。楚墨尘轻点头，似乎对明媛的答复很满意。明媛把放在书桌上的银票收好，楚墨尘看了半天书，有些乏了，便让明媛推他出门。等明媛推楚墨尘出书房，走远了几步，绣帕掉书房了，我去拿一下。楚墨尘还没来得及回头，明媛已经转身回书房了，弯腰将绣帕拾起来。明媛就坐在了椅子上，把抽屉打开。
里面有几本书，书名《花影锦阵九竹斋》。既是看兵书，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难道我还会笑话他，明着和王爷抬杠，其实私下里也想学着和王爷做一名赫赫将军吗？一阵风从窗外吹来，翻了几页书，明媛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无耻！明媛胡乱把书合好，无意瞥见抽屉里的画作，上面画的是他，一边推着轮椅，一边张牙舞爪，凶残无比。更可恨的是，画了他不算，还在一旁画了一只母老虎。拿个绣帕不用这么久吧，就是爬也爬出来了。书房内，明媛在奋笔疾书，专注而认真，只是脸上带了薄怒。娘子在画什么呢？一时兴起，画了幅画，送一相公你。画上画的是窗外众人喧闹，他坐在书桌前认真苦读的场景，画的还挺传神，只是一旁配了2行小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花锦阵。楚墨尘耳根一红，手囫囵一揉，就把那幅画扔在了地上。娘子偷看我的书，还画图讥讽我，是不是太不应该了？敢做还怕别人说？我自是不怕呀。果然不要脸。娘子就不想知道父王先前找我去何事啊？你可别告诉我那书是父王给你的。娘子果然聪慧，一猜就准。屋子里的气氛瞬息间微妙了起来。你骂父王吧，我不会告状的。不理他，明媛迈步就走。楚墨尘推着轮椅紧随其后，脸上的笑容怎么都瘪不下去。轻幸把画打开瞅了一眼，见画的是楚墨尘认真读书的场景，笔墨流畅，意境也好，就是字难看了点儿，猜测是世子妃画了来夸赞世子爷的。世子妃的脸皮就是薄，便小心地把画抹平，见还有褶皱，便用书压着。这一压，出事了。转眼就到了第2天。世子爷、世子妃，老夫人让你们去长婚院一趟。出什么事了？穆家大太太来了。昨儿穆烟装病，目的是为了骗他手里那半瓶子药膏。虽然穆家最后没占到便宜，但是他的那半瓶子药膏却是摔毁了。一夜过去，药膏里还真就有毒了。穆烟用了药，早上醒来下巴肿得嘴都张不开，一碰就疼得嗷嗷直叫，实在是邪门。老夫人找我来是有事。你穆烟表妹昨儿下巴又疼又肿，大夫和太医都瞧过了，1天过去，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更严重了。找你来是想问问那医术高超的江湖郎中住在哪儿，穆家要去请来给你穆烟表妹治病。昨天皇上让我请江湖郎中去给贤老太妃治病，江湖郎中不愿意再和皇家有牵扯，赵峰劝了一通，他才松口，还要先收1万两诊金，治得好他不额外收钱，治不好诊金不退。我想穆家也不会例外。1万两，这么多？诊金是贵，但人家艺术高明，值得起这价格。大夫和太医价格不贵，穆家随便请啊。能保证治得好吗？我又不是大夫，我怎么知道表妹的脸能不能治得好啊？以前江湖郎中救治世子妃的时候，可没收这么多钱吧？是没收我多少钱，当时我晕倒在地上，他不救我，我只有死路一条。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他不能见死不救。至于其他人，他不出手相救也不会死，只能算见伤不救。这时候求他出手，自然要诊金丰厚。这理由，楚墨尘都服了。世子妃果然运气好，没人救我，我就差点死了，还叫运气好？这样的好运气给你，你可愿意要？等穆表妹疼得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江湖郎中出手，没准1个铜板都不收，还倒贴点药也说不定。江湖郎中脾性怪异，还真说不准。这钱掏了就掏了吧，将来真做了镇南王世子妃，镇南王手里的还不都是我女儿的，那就有劳陈儿了。我这就派人回去拿银票。
我先领着江湖郎中去靖王府，穆家把钱直接送去靖王府吧。马车内，明媛望着楚墨尘，给老太妃治病的那1万两，是不是该还回去啊？你舍得？说的我好像钻进钱眼里出不来似的。如果你真能治好贤老太妃，这1万两只管收着，皇上和靖王府还欠你一个人情。进了靖王府，往前走了没几步，就瞧见一俊朗男子信步走来。见过师兄，师嫂。楚墨尘看了赵峰一眼，赵峰就把带来的包袱递给了靖王世子。这是靖王世子你要的兵书。靖王世子道了谢，便领着他们去给贤老太妃请安。是小晨儿来了，快来给我瞧瞧，有好一段日子没瞧见了。小晨儿，太妃，这南王世子可不小了，他已经娶了世子妃了。晨儿也就比你大1个月，他都娶世子妃了，你的世子妃呢？屋子里的气氛尴尬了那么小会儿，好在靖王爷和靖王妃过来了。明媛俯身见礼，靖王妃笑道：当真百闻不如一见，瞧着就是个有福气的。这位就是医术超绝的江湖郎中。某江湖郎中轻点了下头。好，有劳了。赵成上前，喜儿背着药箱子紧随身侧，药箱子里有不少药丸，吃什么药全看世子妃的眼神行事。江湖郎中拿了一团线给明媛，明媛接了线，给贤老太妃俯身见礼，然后在她手腕上绑上红绳。这是悬丝诊脉呢，我还真没见过。明媛绑好了绳子，小心地往后退，交到赵成手里，然后退到一旁。他做的时候，靖王世子就站在一旁瞧着，眼底带着笑意。明媛无意间撞见，总觉得他们这点小伎俩全在他眼中似的。靖王世子怎么可能会知道我会医术的事儿呢？不应该啊，我之前可没见过他，一定是错觉。好一会儿，江湖郎中才把手松开。明媛很尽职，把绳子收好。太妃身子骨如何？太妃中毒了。我就说我中毒了，没人信我。那太妃中的是什么毒？又是什么时候中毒的？这是一种很隐秘的毒，很难拔出来。我这也是碰巧知道，应该有好些年了。可能解。赵成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这就要看老太妃您的福气了。解毒怎么还看福气呢？不是全靠大夫一双回春妙手吗？这里面有一颗药丸，待会儿老太妃喝水服下。今儿要多喝水，明儿一早如果排尿通黄，那就是解毒了；如果没有，那这毒就还留在您体内。如果解不了呢？赵成有些难开口。太妃福泽深厚，一定能药到毒解的，还是先将药服下吧。哦，对对对，先吃药。贤老太妃当着明媛的面把药吞下，明媛暗松了一口气。穆家管事的来找镇南王世子，让他进来吧。丫鬟快步退下，楚墨尘就朝贤老太妃告辞。那边穆家管事的过来，把带来的银票送上。楚墨尘看了江湖郎中一眼，吩咐赵峰：你送大夫去穆家瞧瞧。世子爷不一起去？我去做什么？我昨儿去，表妹不是不见我吗？穆家管事的哑然。这边大家刚出靖王府，那边宫里头一架马车徐徐驶来。太后头晕，宣江湖郎中进宫治病。赵成暗翻一白眼，迈步就走。公公过来拦路。赵成回头看了楚墨尘一眼，把我的规矩和他说说。胆子肥了。楚墨尘投过来一记让赵成心肝颤抖的眼神，然后乖乖的听话。治病先收诊金1万两，不议价。1万两？是我没说清楚吗？我可是奉太后的命令来接江湖郎中进宫治病呢，怎么敢收钱呢？没钱就赶紧回宫去取。
能不能先进宫，随后再把银票送上？楚墨尘手撑在轮椅上，似笑非笑。你觉得一个有胆子把恒王府护卫都揍得鼻青脸肿的江湖郎中，有这么好说话吗？没有。知道没有还不赶紧滚！快进宫禀告，拿银票来。马车汩汩朝前，明媛则担心道：赵晨进宫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太后只是借口生病，让公公传江湖郎中进宫而已。治病之前先掏1万两，这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会先斥责太医无能。再者，他给贤老太妃治病才治到一半，太后既然打着关心贤老太妃的名义让皇上使唤她，又怎么可能在贤老太妃还没有治好的情况下先处置江湖郎中呢？再退一步说，皇上知道江湖郎中是他的人假装的，能不护着一二吗？这不把恒王府放在眼里就算了，一个小小的江湖郎中也敢不将太后您放在眼里？保不齐啊，是背后有人怂恿的。还说了什么？护卫只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五一十地告诉孙贵妃。走在九曲回廊上，先听到一阵笑声传来，又往前走了会儿，就瞧见大太太宋义夫人出来，她身后还跟着一姑娘。好漂亮啊！把你脸上的虎狼神情收一收。虎狼？喜儿听到这2个字，脚步往前一抬，侧头往明媛脸上看去，结果就收到明媛一记瞪眼。那姑娘从跟前走过，明媛鼻尖一动，眉头机不可察地皱紧了几分。那是谁？柳太傅府大太太和柳大姑娘。竟是柳太傅府上的姑娘，家世和容貌皆不俗，难怪大太太亲自送出门了。看样子是要给大少爷楚墨风定亲。思及此，明媛抬手揉了下太阳穴。怎么，不希望她成为王府大少奶奶？明媛白了他一眼。方才柳大姑娘走过去，我嗅到一股清香，里面有药味，闻上1-2个时辰，夜里睡觉会做噩梦。明媛的话叫他暗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大哥救过他，他对大哥有了想法，感情是因为柳大姑娘身上的清香。会有性命之余？那倒没有，就是会做噩梦。只是做噩梦而已，就别管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多说几句，毕竟楚墨风救过他。你大哥定过2回亲，北鼎侯府姑娘一个在王府溺亡，一个定亲后从桥上摔下去差点出事。要大太太真的要求娶柳大姑娘做王府大少奶奶，她从王府离开后就噩梦不止。为了女儿安危着想，这亲事肯定会退掉。他怀疑那香味是王府有人算计柳大姑娘，让楚墨风的亲事再一次黄掉。顺藤摸瓜，指不定就能找出当初杀害北鼎侯府姑娘的凶手来。去打听下，柳大姑娘进王府后都见过什么人。等了约莫1盏茶的功夫，喜儿就回来了。奴婢打听出来了。跑这么急做什么？柳大姑娘进府，先去给老夫人请了安，后来三姑娘陪她在花园里逛了一圈，碰到蓝环郡主，又在观景楼上说了会儿话，然后就走了。没别的了？没有了。明媛琢磨了会儿，想不通就把这事抛诸脑后了。他告诉了楚墨尘，他肯定会告诉他大哥楚墨风的。这事还是当事人去发愁比较好。出了门，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就去了后院。可是走了没几步，那边赵峰走过来，他捂着胳膊，从他指尖流出鲜血来。怎么受伤了？没事，一点小伤。先进药房，我给你包扎。怎么只有你回来了？赵成呢？他被成国公府的人抓起来了。楚墨尘眉头打了个死结。赵峰和赵成都是他的暗卫，两人联手，就算赢不了，但也不至于逃不掉。属下和赵成刚出穆家，成国公府的人就带着官兵把去路给堵了，以江湖郎中卖假药为由抓他。属下据理力争，成国公府的人压根就不听，直接攻上来，抓人的网上下了迷药。他是楚墨尘的暗卫，平常跟进跟出，不少人都认得。成国公府只抓了江湖郎中，还真不敢把赵峰怎么样，他就先回来了。那赵成人呢？被成国公府的人送去衙门了。楚墨尘冷冷一笑，明媛也是气愤不已。咱们得赶紧去衙门救他。楚墨尘摇头，眸光泛寒芒。去衙门做什么？直接进宫告状。皇上，
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求见。让他们进来。明媛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楚墨尘进来，他俯身给皇上见礼。楚墨尘扶着轮椅要起来。行了行了，免了你行礼，有事就赶紧说。皇上，您让臣带江户郎中去靖王府给老太妃诊脉，出来没多久，成国公府就带人把江户郎中给抓了。成国公府为什么要抓江户郎中？成国公府说江户郎中是假的，卖假药。那江户郎中本来就是假的，被成国公府抓了，不赶紧去捞人，还进宫向我告状。吩咐公公德顺，传成国公进宫，把江户郎中也带进宫来。成国公很快就来了，不过来的只有他一人。江户郎中呢？成国公没理他，只给皇上请安。皇上又问了一遍，那江湖郎中不敢进宫，半道上我一不留神就让他给跑了。跑了最好，人跑了，接下来的好戏才好唱。到底是江湖郎中自己跑了，还是出了什么三长两短来不了了？那江湖郎中就是个骗子，镇南王世子若是把治好断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骗子身上，就得贻误了病情。那朕倒是好奇，江湖郎中怎么骗人了？陈大儿媳从楼梯上摔下来，伤了下巴，请江湖郎中进府治病。结果江湖郎中给的药非但无益于病情，甚至还有毒啊！要不是定北侯府四太太及时相告，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啊！皇上还不知道这其中有这段事，便望着明媛。回皇上，成国公说的确有其事。成国公府找江湖郎中还是明媛告知的。成国公府把江湖郎中请进府，后再请回侯府。因为江湖郎中半道上走了，侯府怕是假江湖郎中，所以派人去成国公府把怀疑一说。不过后来成国公府派人去侯府告知，说江湖郎中开的药很有效。这事是明媛亲耳听到的。说药有效是为了麻痹江湖郎中，好让他露面，将其抓获。既然药是假的，甚至有毒，那肯定没效果。那成国公府大太太受伤的下巴又是怎么痊愈的？正好莫烟表姑娘下巴撞伤，正需要去除伤疤的药，咱们帮她向成国公府讨一点，或者买一点也行啊。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的成国公都有点懵。皇上临时传召，他估计还没想好怎么搪塞皇上。药有没有毒且不说，成国公府的大太太下巴痊愈了，却是事实。皇上，成国公府找到了医术高明的大夫，臣的脚一直是江户郎中治的，迟迟未好，能不能劳烦成国公帮忙请大夫看看？皇上若有所思了片刻，便望着成国公。镇南王对社稷有功，成国公就当是给朕一个薄面，帮帮忙。皇上，给臣儿媳妇治病的大夫早走了，臣一时半会儿怕是找不到啊。找不到没关系，既然人在成国公府露个脸，成国公府肯定有人见过，找了画师把人画出来，我自会张榜寻找，重赏之下必有知情人，总能找到那大夫的。如果张榜悬赏都找不到人，那本世子可得怀疑那大夫是不是从天而降，直接调到了成国公府啊。那就张榜寻找吧，正好太后头疼，顺带给太后也瞧瞧。皇上，臣有罪，没有什么高明的大夫进过国公府治病，臣儿媳妇脸上的伤疤是东宁侯府给的药。这一声东宁侯府说的妙绝，没有直接点出是谁送的，不算给人家惹祸上身。可不巧，明媛什么都知道。原来是东宁侯府送的药啊，那可真是巧了。我坐的马车连累东宁侯府长姑娘撞伤了额头，赔了她一点药膏，那药膏就是江湖郎中给我的。事后东宁侯府大太太还登门拜托我再帮忙买一盒药膏，说是府里出了贼，用狗皮膏药把药膏给偷换了。原来那药膏是送去了成国公府，那我可得好好质问下东宁侯府大太太了，一边把药膏送人，一边又骗我帮忙，这是什么意思？朕都听糊涂了。成国公说江湖郎中卖假药，偏偏成国公府大太太又是用了江湖郎中的药才治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明媛也糊涂，
陈国公府大太太用的是不是江湖郎中的药还不确定，得问过东宁侯府大太太才知道。那江湖郎中给的药的确有毒，这事儿太医院的周太医能作证。臣听说穆家用了药膏，穆姑娘下巴也是又疼又肿。既然穆家笃定药膏有毒，怎么还花1万两请江湖郎中给他治下巴呢？还是说穆家和陈国公府联手抓江湖郎中，我和相公傻乎乎的把江湖郎中送到了穆家，等着被抓？陈国公再次哑然。江湖郎中逃了，他的药箱子可还在？陈国公不解地望着他，楚墨尘则吩咐赵烈去把江湖郎中的药箱子拿来。要真是骗子，那药箱子里装的就都是假药了，小心点拿。江湖郎中的药一瓶子8000两，医药箱子打翻，饶是我镇南王府也赔不起。这是在防备陈国公趁机让人捣乱，提醒他点儿，药损毁了是要赔的。大理寺卿拎着药箱子进了宫，江湖郎中逃了，他留下来的药箱子是唯一的罪证。皇上，那个江湖郎中真是个骗子。臣审问他，稍微问了2个关于医术的问题，他是一问3不知，还理直气壮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上嘴角暗扯，可江湖郎中是假的，药却不是。陈国公执意要太医验药，明媛和楚墨尘则一脸随便。很快就来了2位太医，其中一位还是赵元正。看到明媛和楚墨尘在，赵元正心下就有了几分了然。皇上，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药啊！这不可能啊！这药真的不错，做贡药都绰绰有余。不是好药，人家敢开口就要8000两吗？既然洗刷了江湖郎中的冤屈，那就有劳陈国公把江湖郎中请到我镇南王府，我还等着他治腿呢。我又不知道江湖郎中住哪儿啊！这点小事就不麻烦陈国公了，我们自己去请吧。你不知道那江湖郎中脾气臭吗？之前恒王府请他去，他就不愿意和皇家有牵扯，现在又被人冤枉，我就怕他一气之下离京了。我这腿可才治了一半，要是找不到江湖郎中，陈国公，你可别怪我脾气上来，让人去陈国公府又打又抢。从小看着长大的，虽然性子差着点儿，但怎么就成土匪了？不会是被世子妃给带歪了吧？皇上，你太高看我了，我没有带歪镇南王世子的本事，他是自己长歪的，这黑锅我背不动。赶紧派人去找吧，找不到，小心镇南王和你没完。等人走后，皇上把其他人都打发走，只留下心腹德顺公公伺候。到底怎么回事？江湖郎中真的给陈国公府大太太下毒了？陈国公府姑娘进我书房，留了半根带毒的蜡烛。这话也算是承认下毒了，不过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适可而止。皇上只说了4个字，便摆了摆手，将他们打发离开。过2天你带人去陈国公砸一波，歇几天再去砸一波，捡之前的砸。赵烈跟在后头，抬头45度望天，眼底有淡淡的忧伤。继赵成被折腾成江湖郎中后，我是不是要被世子爷和世子妃打造成土匪了？屋内，明媛给楚墨尘倒茶，喜儿快步进来。世子妃，青青她给你惹事儿了。她能惹什么事儿？昨儿你画了送给世子爷，最后扔在地上不要的画，青青好像夹在世子爷送去给晋王世子的书里了。楚墨尘正喝茶呢，听到这话，一口茶喷老远。完了，世子爷都喷茶了，肯定少不了1铜板子。然而就在他担惊受怕的时候，却听到一阵熟悉的笑声。你高兴得太早了，指不定晋王世子压根就不懂那图是什么意思。不要以己夺人啊！伶牙俐齿，真的说不过他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啊？不罚我就好，只是有点糊涂。那话很难懂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世子妃在夸世子爷在勤奋读书呀，那是世子妃最真挚的赞美啊。继昨天喷茶后，楚墨尘再一次喷了茶。丫鬟无心之失，
害那梅林竹雪般的男子名誉有损，实在是好想笑啊。如楚墨尘所料，靖王世子并不懂那2句诗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记住了花锦镇这个书名。哇，这么大声不怕别人知道啊？没有吗？有，这都说君子坦荡荡，果然不假啊！连看春宫图都这么坦荡，真是令人敬佩啊！刚要递到靖王世子手里，那边穆王世子过来，随手接过。浩兄买的什么书？越发勤奋了。他随手把书打开，然后2个翩翩少年郎就成了水煮的螃蟹。世子妃，北鼎侯府二太太和江三姑娘来了。明媛迈步出院门，那边一熟悉的身姿曼妙行来。怎么又来了？姑娘，知道您来，世子妃还亲自来迎接您呢。世子妃太客气了。前儿我和相公去莫家探望，表姑娘还避而不见，这会儿却亲自来了。莫非江湖郎中给了表姑娘你什么灵丹妙药？表哥知道我脸受伤，亲自去看我，昨儿还特意让江湖郎中去给我治脸。表哥对我这般关心，我当然要来让表哥瞧瞧我已经好转了，表哥才好放心呀。穆表姑娘的心态真好，要不是穆家送1万两来，看世子爷会不会让江湖郎中去给他治脸。我急着去见老夫人，就不陪表姑娘说话了。谁要你陪了？我是来见表哥的。喜儿臭了张脸，却见明媛嘴角噙着一抹淡笑，一点都不生气。世子妃，你都不生气的吗？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世子爷气头上，有人送上门来给他出气，是好事儿啊。瞧见他，江三姑娘一脸灿笑。北鼎侯府之礼，之前江大太太和江二太太就登门道谢过，现在江三姑娘专门来向你道谢了。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花灯会上人多，往后要小心些才是。是啊，一时不小心被人推下了水，差点送掉一条命。往后哪还敢不小心？听说镇南王府长房有意和柳太夫妇结亲，北鼎侯府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新府的路上听王府下人说的，耳顺听到了1、2句，看来是真的了。凤儿年纪不小，王爷都催着她娶媳妇呢，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能不上心呢？要不是北鼎侯府退了亲事，我这会儿都高高兴兴准备聘礼迎亲了。但愿柳太夫妇的姑娘有这个福分。不是有福气的姑娘，我镇南王府不会娶的。江三姑娘站在一旁催江二太太：娘，你赶紧说正事吧。江二太太来还有别的事儿吗？可不是还有别的事，我大嫂这2日病了，梦到了月儿和她哭诉，大嫂思念女儿成疾，大夫太医都瞧了，药也灌进去不少，都没有效果。府里便找了道士询问，说是过世的女儿在地下过得不好，给亲娘托梦哭诉，这病因没解除，这病怎么会好呢？我大嫂啊，烧了不少的纸钱，还是噩梦连连。这不又找道士询问，说是烧错了地方。明媛眼珠子睁大了几分，老夫人和大太太眉头则皱紧了。道士说要在丧命的地方烧，也就是镇南王府的湖畔。我知道这要求有些过分，但我想镇南王府也不忍心我大嫂没了女儿在前，又缠绵病榻在后吧。这事儿世子妃怎么看呢？明媛眼珠子咕噜一转，就把老夫人的意思体会了7分。要么让她带江湖郎中去给江大太太治病，戳破她装病的事；要么让她委婉地拒绝江二太太。明媛刚要拒绝，大少爷怎么还没回府呀？楚总管已经派人去找大少爷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他在花灯会上救过江三姑娘，楚墨风在花灯会上救过他，现在就是他报恩的时候。既然道士都说江大太太的病需要在镇南王府湖畔烧纸钱才能化解，我想这事儿父王和母妃知道了也不会拒绝的。再者，烧纸钱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导致江大姑娘溺亡的真凶，她九泉之下安心，也就不会闹得江大太太不宁了。大太太脸色青紫，世子妃说的正是我北鼎侯府要说的。老夫人，
您说呢？既然世子妃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北鼎侯府想哪一天来烧纸钱呢？这事儿我得回去问问大嫂，大嫂噩梦缠身，不会拖延的。为了早些给王府一个准确答复，江二太太在达到愿望后就起身告辞了。凤儿好歹救过世子妃一命，你就这么报答她的？大伯母这话明媛听不懂。凤儿本就被人怀疑客气，柳太夫妇和我镇南王府结亲都小心翼翼的，现在让北鼎侯府来王府烧纸钱祭拜过世的江大姑娘，这事要传到柳太夫妇，这亲事还怎么成啊？原来大伯母并不想答应让北鼎侯府来王府烧纸钱呀，那为什么您先前不直说呢？明媛还以为您其实想一口答应，怕老夫人觉得晦气不同意，才先问她的。世子妃觉得王府应该让北鼎侯府来烧这纸钱吗？在明媛看来，这事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江大姑娘溺亡一事，大家无愧于心，让北鼎侯府来烧点纸钱祭拜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不至于烧点纸钱还能招来江大姑娘的鬼魂吧？就算真来了，那找的也是害她的人。喜儿拽了明媛云袖一下，朝她摇头，口无遮拦。这时候外面传来丫鬟的唤声：“郡主，怎么了？”郎环郡主带着丫鬟来给老夫人您请安。世子妃一说鬼魂，郡主转身就走了。郎环郡主胆子小，哪像世子妃胆大的，信口拈来。不是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吗？没什么好怕的吧？不止无辜，还有几分质疑。难道你们都做了亏心事？老夫人也不爱听这些，抬起挂着佛珠的手，要把口无遮拦的明媛打发走。只是话还没说出口，那边慕烟抹着眼泪进来了。这是怎么了？世子爷心情不好，手里的毛笔扔在了姑娘身上。心情不好也不能迁怒于别人，他怎么心情不好了？这话老夫人是问明媛的，毕竟她整日陪在楚墨尘身侧，最懂他的喜怒哀乐。世子爷带人去找江湖郎中拿药，可是没找到人，没有药用，世子爷脚疼不止，心情就……相公心情不好1个多时辰了，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幸好老夫人让丫鬟找我来，不然挨相公怒气的就是我了。表哥心情不好，你也不提醒我一声，你是故意的。表姑娘不是说相公关心你吗？我以为他见了你会心情好很多呢，谁想到下回再有下回，我一定提醒你。这边明媛话音刚落，那边屏风处海棠走过来。世子妃，师姐让你快些回去帮她捏腿。出了长辉院的门，海棠张嘴要说话，抬眸间却见那边走过来一俊朗男子。是你？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楚墨风。明媛向他道谢，举手之劳，倒不知姑娘会来王府。什么姑娘？大少爷难道不知道自己救的是世子心迎娶进门的世子妃吗？楚墨风看了郎环郡主一眼，眼神有些复杂。你们聊，我去给老夫人请安。说着他抬脚往前走，明媛侧了侧身子，把路让开。郡主之前走进了屋，却转身离开，我说的话是不是吓着你了？我还没有那么胆小。丢下这一句，他也抬脚上了台阶。他前脚走，后脚海棠就做鬼脸了。被人瞧见了，看你怎么办？我才不怕呢！方才我来请世子妃，路上听见郎环郡主的丫鬟抱怨世子妃，她说世子妃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北鼎侯府，被我逮了个正着。要不是王府因为二少爷的事对郎环郡主有所亏欠，我早和秋露吵起来，把事情闹大了。哼，郎环郡主的丫鬟还劝她少与世子妃来往，奴婢看以后世子妃真该离她远远的才好。我一定听话。既然腿疼，母妃给你请太医来瞧瞧。母妃，我腿没事儿。我不这么说，怎么会传到陈国公府的耳朵里？人家急着帮我找江湖郎中呢。急着找江湖郎中，哪能指着陈国公府？王府多派些人出去找便是。明媛打了珠帘进屋，楚墨尘赶紧把话题转移开。老夫人去找你是有什么事儿啊？明媛上前给王妃请安，然后才把刚刚发生在北鼎侯府的事详细说与楚墨尘听。
他们的闲事儿，你掺和进去做什么？表姑娘被你发了一通脾气，怪我没提醒她你在生气，她好躲着点。王妃嗔了楚墨尘一眼。母妃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待会儿太医来，老老实实让太医给你诊脉。母妃先回去了。翌日，天朗气清，惠风畅和。世子妃，你真的要做菜给世子爷吃啊？那是当然。早在说做菜给楚墨尘吃的那天，明媛就吩咐厨房把他需要的食材都准备好了。世子妃怎么来了？厨房油烟重，您要吃什么菜，吩咐一声便是。我自己烧几个菜给世子爷尝尝。屋内，楚墨尘在翻看兵书，见明媛去请安迟迟未回，他眸光从兵书上挪开。世子妃呢？怎么去请安这么久？雪雁正端着茶进屋。世子妃和喜儿在厨房准备午饭。她还真做菜啊！楚墨尘眼皮子一抖，想到明媛说自己做的菜把人吃的需要看大夫，楚墨尘就不敢掉以轻心，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我饿了，给我端一盘子糕点来。早上世子爷吃的可不少啊，这还没过去多久，怎么就又饿了？还不快去！等他七菜一汤做完，楚墨尘都看了2本书，一盘子糕点见了底，就剩一点残渣。他觉得他中午一顿不吃也不会饿。相公，吃饭了。身后喜儿和海棠他们端着菜鱼贯而入，闻着还挺香。世子爷，靖王世子、穆王世子还有右相府顾大少爷来了。他们怎么来了？快请。没一会儿就瞧见靖王世子几个走进来，翩翩少年郎信步走来，极其养眼。什么风把你们一起吹来了？托师兄的福，靖王府没法待，更没法上街，更别提上酒楼吃饭了。肚子又饥又饿，就来师兄这儿蹭吃蹭喝了。这事儿能怪我吗？我也无辜的很呐。师兄不会舍不得请我们吃一顿饭吧？别说一顿饭了，就是请吃1年，对楚墨尘来说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恰巧今天这一顿饭菜是明媛做的，他都不敢吃，何况是拿来招待他们。去拿几双碗筷来。哎，还是世子妃爽快。这一桌子饭菜是内子做的，你们要不嫌弃就一起吃吧。这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是世嫂做的，那我们可得好好尝尝了。你们能吃辣吗？这菜有点辣，要是不能吃，我让厨房再做几个清淡小菜送来。我们几个无辣不欢，这些菜足够了。能吃辣，他就放心了。他们4个人吃饭，明媛一个女眷不好上桌，吩咐喜儿拿酒给他们痛饮，自己则去了书房。师兄好福气，世嫂厨艺着实不错。你不辣吗？不辣，一点都不辣。那为什么我吃着那么辣，舌头都辣麻了？难道我不及他们能吃辣？楚墨尘强忍着一口鸡肉一口茶，把一根鸡腿吃完了。对面坐着的几人觉得味道不错，又加了一块，然后靖王世子就炸了，脸上像是被人糊了辣椒粉一般，辣的鼻子都往外喷热气。这一盘子鸡腿为什么会有毒辣？有的辣的人想死，世嫂是怎么办到的？想到那幅画，靖王世子望着楚墨尘。师兄得罪世嫂了？看他们频频喝茶，楚墨尘就知道他们也觉得辣了。倒没有得罪他呀。真没有吗？他们怎么觉得这一盘子有辣的和不辣的？那辣的就是专门给楚墨尘准备的。世子妃午饭吃的什么？世子妃让厨房做了面条，让厨房照着做几碗面端来。厨房面条是现成的，很快就煮好了端来，只是上面一层通红的辣椒油，看得人舌头都冒水泡。这和世子妃吃的一样？世子妃的辣椒油多一点，怕世子爷和几位爷吃不惯，所以少放了一点。若是不够，奴婢去取。够了，足够了。等明媛回沉香轩，海棠已经把桌子收拾干净了，靖王世子几个早不在了。相公，我做的饭菜可还满意？当然满意，估计今儿之后应该没有人会想不开来我这儿蹭饭了。明媛转身给自己倒茶喝，刚喝了一口，窗户敲动声传来，
赵峰闪身进屋。爷，属下信不如命，砸完国公府回来了。砸得如何呀？陈国公府正堂倒了半边，大门破了半扇。闻言，明元察呛了喉咙，咳嗽不止。属下砸得太狠了吗？有点，要换做我就不会这么招摇了。大门给陈国公府留着，里面砸得稀巴烂。娘子果然温婉。属下第一次砸人府邸，缺乏经验，以后就不会了。那日在御书房，镇南王世子就说找不到江湖郎中去陈国公府砸东西，这话朕都还没有忘记，陈国公不记得。皇上，老臣不是不尽心，这2日已经派了不少人出去找了，但是江湖郎中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朕找不到他呀。这事朕管不了，你还是早点找到江湖郎中，给镇南王世子治腿吧。皇上明显的偏袒，陈国公有苦说不出，皇上不给他做主，陈国公就去找太后告状。传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进宫见哀家。有太后做主，本宫还不信这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还能翻了天了去。明元和楚墨尘还真没有翻天的本事，但是他们有拒绝进宫见太后的胆量。本世子腿疼的连门都出不了，怎么进宫见太后啊？等陈国公府找到江湖郎中来给我治腿，我再进宫向太后赔罪。世子爷进不了宫，那让世子妃随奴才进宫见太后吧。那可不行，我去掌会院给老夫人请安，才一会儿功夫，相公就急着叫我回来。我跟你进宫，只怕走到半路上，他就急着找我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公公心里苦啊，只能乖乖回宫复命。哀家传召，也敢当成耳旁风？皇上驾到！皇上龙行虎步的进来，镇南王紧随其后。看到镇南王，陈国公赶紧起身向王爷控诉楚墨尘的恶行。臣儿砸了陈国公府20万两的东西。那倒没有。既然没有，那就等砸了20万两，陈国公再和本王告状吧。镇南王就如此纵容世子横行霸道吗？为了给臣儿治腿，我镇南王府不惜花20万两冲洗，眼看着腿治愈有望，陈国公府横插一手，把江湖郎中抓去了大理寺，还让江湖郎中当着他的面逃了。臣儿没有了江湖郎中开的药，腿疼不止，砸陈国公府一点东西出气，过分吗？江湖郎中半道跑掉也不是一回吧？为什么揪着我陈国公府不放啊？陈国公的意思是要求一视同仁，让臣儿去恒王府也砸一通。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江湖郎中揍了恒王府的护卫，这笔账我还没算呢。要是世子真敢去恒王府砸东西，本宫可没陈国公这么好说话。哎呦，老臣忠心耿耿，为朝廷鞠躬尽瘁，如今被一个小辈这么糟践，陈国公府的脸都丢尽了，求皇上和太后给老臣做主啊！皇上，这事哀家也知道一点原委，连哀家传召都敢先要诊金，纵然医术再高，也绝非良善之辈。为了这么一个江湖郎中，寒了肱骨之臣的心，不值得。镇南王世子的腿还指着江湖郎中医治，陈国公抓了江湖郎中又看护不力，镇南王世子的腿治了一半，现在找不到人，没法继续医治，这事又该怎么算？这江湖郎中是自己跑的，关陈国公什么事？镇南王世子怀疑江湖郎中跑了是假，实则是被陈国公给暗杀了。老臣没有杀他呀。哀家相信陈国公不会这么鲁莽杀人，江湖郎中定是找地方躲起来了。既然是躲起来了，那就有劳陈国公把人找到，之前的事一笔勾销。
等找到江湖郎中治好了腿，镇南王世子要是还敢找成国公府的麻烦，朕一定重重责罚他。这会儿成国公府还是赶紧去找人吧。皇上都发话了，成国公也不敢再揪着不放，让臣儿适可而止，不得太过分。臣一定叮嘱他。世子爷，王妃派来小厮来给您传话，让他进来。世子爷，王爷让您别再砸成国公府了，东西砸坏了太可惜，让您直接抢，卖了做点好事也好过全砸了。楚墨尘很平淡地哦了一声，小厮就退出去了。瞥眼见明媛净白的脸上微微抽搐的嘴角，为夫所有的坏毛病都是父王教的，所以你总和他作对。娘子看得通透。外面轻幸一阵风卷进来，脚步快而凌乱，有事要禀告。世子妃，不好了，苏家出事了。苏家出什么事了？千雅轩往岳麓书院送了一批书，不知道被谁动了手脚，里面全是春宫图。大家老爷身长一直被免，千雅轩以贩卖春宫图为由被查封。苏老太爷知道这时候气晕了过去呢。你去不去苏家？你哪儿都没法去。太后先前传召，世子爷腿疼没进宫，世子妃也没去。明媛一屁股坐下，脸色要多臭就有多臭。你去苏家看看，还有舒心静气的药丸带几个去。没敢耽搁，喜儿拿了药瓶子就赶去了苏家。等喜儿从苏家回来，天边晚霞绚烂，一朵朵洁白的云被染成锦缎的火烧云，瑰丽无比。世子妃别担心，苏老太爷只是怒急攻心了，赵元正帮忙看过了，开了药没有大碍的，让您放心。顾忌太后暂时没法去苏家，明媛只能等成国公府和江湖郎中的事暂告一段落，他再去探望苏老太爷。请了早安，明媛打算告退了。那边大太太带着丫鬟走进来，一脸灿笑。大嫂平常请安，比我还要早到一会儿。既然我都来半天了，却迟迟不见大嫂的人影，这么反常，我还担心大嫂怎么了，打算一会儿去东院看看你。没想到心情这么好，莫非是北鼎侯府不来烧纸钱了？明媛憋笑憋得腮帮子都生疼。要说泼冷水，三太太绝对是一把好手。北鼎侯府好不容易才得到来王府湖畔祭拜的机会，怎么会不来呢？至于人家什么时候来，我管不着也不想管。那大嫂这么高兴是？柳太傅府三老爷担任岳麓书院山长了，那可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大太太，柳太傅府大太太来了，快请。明媛本来打算闪人的，但现在嘛，当然是留下来看热闹了。才3天没见，柳大太太脸色微白，脚步虚浮。这是怎么了？我是来退亲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前几天大太太邀我来王府喝茶赏花，并给娉婷定下亲事。从镇南王府回去，我们主仆3人就噩梦不止。我已经3宿没睡好觉了。娉婷身子骨弱，胆小，这会儿还高烧不退，我怕了。唉，可惜了，我瞧着风儿和柳大姑娘是天作之合，谁想到会这样。这桩亲事一点转机都没有了。大太太，北鼎侯府大太太来了。哎，怎么这么巧？都是做噩梦。还有谁做噩梦？北鼎侯府大太太呀，说是江大姑娘夜夜给她托梦，这不要来我们镇南王府烧纸钱祭拜女儿。说话的功夫，北鼎侯府大太太就来了。我是不是来的不凑巧啊？府里还有事，我就先告辞了。柳大太太起身，丫鬟赶紧扶着她离开。多儿听说长房和柳太夫妇结亲，怕上门烧纸钱晦气，所以特意往后挪了1天。没想到还是碰上了。江大太太也不用太惭愧，柳大太太今儿登门是来退亲的。退亲？柳大姑娘怎么了？唉，定亲3天，柳大姑娘就做了3天的噩梦，人都消瘦一圈了。老夫人似乎不愿意听这些糟心事。先去湖畔祭拜吧。哎呦，我头晕得厉害。世子妃啊，你陪着点江大太太啊。
感情我是怎么也躲不开呢。昨天好不容易避开了，还是推到我身上来。明媛耷拉着脸色，领着江大太太去湖畔祭拜过世的女儿。一阵风吹来，纸钱被吹得到处都是。喜儿赶紧帮忙，她追着纸钱跑远。刚抓到纸钱呢，那边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传了来，连耳膜都差点被震碎。明媛快步过去一看，就瞧见郎环郡主和他的丫鬟秋露在手忙脚乱地把被风吹过来的纸钱给扒拉开。怎么招呼的？让纸钱到处乱飞，还不过来帮忙？你算哪根大葱呀？居然也敢使唤我！我是吃了你家大米饭呀，还是拿了你家郡主的月钱呀？非但不帮忙，喜儿把随手捡起来的纸钱也扔了。还不扶我回去？郡主，咱们回东王府吧。少废话，赶紧扶我回去沐浴更衣。北鼎侯府的丫鬟一失误，可是忙坏了王府的丫鬟婆子，到处找被风吹散的纸钱。世子妃，世子爷让你回去。明媛也不想待了，便朝江大太太扶身，然后让丫鬟去告知大太太。至于大太太来不来，那和她无关。那么晦气的事儿，大太太都躲着，你就不知道拿我做幌子推掉？烧纸钱而已，也没有多晦气吧。柳大姑娘被人下药的事，你没和你大哥说？我和他说了，怎么了？柳太夫妇登门退亲了。世子妃，穆王府萧小少爷来了，快请。萧小少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假客套，哪有坐在罗汉榻上说有失远迎的？好歹也出沉香轩迎接我一下吧。来找我有事儿？我是不是来早了点儿？来蹭饭呢？听我大哥说你媳妇儿做的菜特别辣，我来挑战一下。你大哥还好吧？还好，就是昨儿夜里辣的胃疼，母妃骂了他一顿，没别的了。我怎么觉得你挺幸灾乐祸的？我绝对相信你是福星。自打遇见你，我的日子好过多了。以前在王府里啊，我天天挨打挨骂，看大哥挨骂还是头一回呢。明媛哭笑不得，指着楚墨尘打趣他：回头等他腿好了，我嫁给你怎么样？这女人乱开什么玩笑？那不行，你比我大太多了。要不你嫁给我大哥怎么样？做了我大嫂，你一样可以罩着我。可我就想嫁给你。萧小少爷脸一红，望着楚墨尘：你媳妇可真不矜持，你好好管管她，别打我的主意，我还小呢。去拿这胃疼的药来。多拿2份。靖王世子好像也疼得厉害，我还得去右相府看看去。喜儿很快就从后院取了药来。我卖钱就不跟你分了。你还收钱？为什么不收钱啊？大人不是常说亲兄弟明算账吗？世子妃，青怡郡主来了。萧小少爷说来尝尝明媛的手艺。眼看着穆王世子还胃疼呢，萧小少爷那么点大就更扛不住了。他要缠着明媛要吃辣的，明媛又不好不给，所以赶紧让青怡郡主追过来阻拦。我是开玩笑的，我又没有那么想不开。青怡郡主抬手拍了萧小少爷脑门一下：你才多大，乱开玩笑吓唬人，粗鲁，小心嫁不出去。青怡郡主气得脸涨红，回去一定让娘揍他几下。我去右相府了，你别跟来啊。萧小少爷越这么说，青怡郡主还非跟去不可。我改日再来看你。明媛点点头，青怡郡主就追着萧小少爷走了，一个跑一个追。站住！相公是在和我说话。你打穆王世子的主意就算了，萧小少爷那么小，你就打他的主意，你良心不痛吗？把笑话当真话听，你良心不痛吗？故意找茬，姑奶奶气不死你。相公这话的意思是我能打穆王世子的主意了？你说什么？相公要是不介意，那我可就真打穆王世子的主意了。你要打谁的主意？穆王世子。谁？都回答他3遍了，还想听几遍啊？打你的主意。相公你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连轮椅都玩得这么溜，我不打你的主意，我打谁的主意？有眼光。楚墨尘脸上暴雨转晴，明媛用眼底的冰刀戳他，坐下来喝茶。楚墨尘却是心情很好的把书拿起来。小晨儿，世子妃是在变着花样的找揍吧？
还是离远点比较好，免得遭池鱼之祸呀。小晨儿，明媛撇头就看到了王妃，她忙起身迎接。在聊什么呢？母妃，世子妃在笑我呢，说生了儿子叫晨儿，音同字不同，叫一声有2个人应他。明媛脸微微一红，飞快地瞪了楚墨尘一眼。哦，看来母妃过不了多久便能抱小孙儿了。楚墨尘耳根也带了点红。母妃来是有事儿？没事，母妃就不能来看你了。楚墨尘哑然。明媛则给王妃倒茶。你表弟给母妃送了信来，说过些天就回京了，在信里还夹了一封信是给你的。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他居然给我写信。小时候一点仇还记到现在，羞不羞？哼，是他记仇。这不是给你写信缓和关系了吗？别再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明媛脑海里浮现出斗鸡的场面，楚墨尘扭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妃把2人眼底的你来我往都收于眼底，嗔了楚墨尘一眼，便起身离开。明媛见楚墨尘望着那信，却迟迟不打开。想看就看吧。我怕他给我下毒。他还会医术啊？会下毒就要会医术吗？你和你表弟怎么结仇的？唉，别提了，我一番好心被他给误会了。明媛挪了凳子凑近，用行动鼓励楚墨尘继续说下去。那一年我7岁，表弟6岁，他随舅舅去任上住，一去好几年，想着许久见不着，就打算挑件礼物给他饯行。我去街上挑礼物，结果遇到扒手，荷包被偷，便用仅剩的钱买了把木剑送给他。他本来很喜欢，爱不释手，可是去了任上没多久，就特地写信回来骂我，说我心机深沉，给他爹挑了件趁手的兵器，专门揍他。打那以后，他就和我势同水火了。楚墨尘一脸郁闷地说完，回应他的是明媛肆意爽朗的笑声。有那么好笑吗？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不行，我肚子好疼啊。结了这么大的仇，又在回来之前写了信，明媛还真好奇信上写了些什么。见楚墨尘迟迟不伸手，明媛憋住笑意。你不看，我可看了。撕开信，楚墨尘把信拿出来，明媛凑上去要看，楚墨尘不让，明媛就乖乖坐正了。小气巴拉的，不让看拉倒。瞧这脸色就不像是有好事的样子，手胡乱一揉，就把纸团给捏成了一团粉末。正好外面暗卫敲门，楚墨尘就推着轮椅去了书房。你刚刚就站在爷身后，应该看到信上写了些什么吧？看见了，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明媛用眼神示意他直接说，喜儿便把看到的说出来。表少爷在信上写了一句诗，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爷，真的要这么做吗？照办就是。可属下打不过，还有王妃那儿。楚墨尘随手扔过来一瓷瓶，将暗卫的退堂鼓打断。暗卫握着瓷瓶，一脸认命。属下领命。陪楚墨尘吃了早饭后，明媛就带着喜儿去长辉院请安。世子妃留步，老夫人有令，这会儿谁也不进。明媛轻点了点头，打算转身先走。那边大太太过来了，也被拦下。谁在屋子里呀？三老爷和三太太。果然是亲生的儿子媳妇儿，不是我能比的。就在大太太转身要走的时候，陶姨娘抱着孩子过来。连春先后拦下了明媛和大太太，却放陶姨娘进了屋。我长房太太和堂堂世子妃加起来，竟还不如一三房姨娘了。不要算上我就是来打酱油的。她迈步上台阶，连春张臂阻拦。大太太冷眼一扫，连春就把胳膊收了回来。大太太进了屋，明媛犹豫了一瞬，也跟着进去了。哎呀，三弟呀，你这脸是谁挠的呀？三老爷一言不发，抬脚就走。把宝儿抱下去。老夫人一发话，钱妈妈就过来抱小少爷。陶姨娘把孩子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
如此防备，是怕我伤了宝儿吗？我知道老夫人疼宝儿，可王府容不下我们母子，求老夫人发发慈悲，让我和宝儿离开。你当我镇南王府是什么地方，容得你想来便来，想走便走？我只是带宝儿来京都寻庇护，王府要扣下我们母子吗？人家可是打着王夫病逝前叮嘱他们来京都找三老爷代为照顾的幌子来的，人家是自由之身，来去自如。我们孤儿寡母是无处可去才来京的，我是三老爷的人，离开王府我会找个安堂，青灯古佛，替老夫人和三老爷祈福。你要一辈子替老爷祈福，我成全你。胡闹！这一拍，陶姨娘刚把宝儿哄歇，又吓哭了。钱妈妈过来抱宝儿，陶姨娘挣扎了几下，钱妈妈就把宝儿抱在了怀里。陶姨娘伏在地上，疼得脸色煞白。我没用力，这2日我身子不大方便。身子不方便怎么还能？我和老爷并没有，他只是逗宝儿累了，在我床上歇了会儿。还不退下，禁足1个月，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这话是老夫人罚三太太的，但陶姨娘认定是罚她的，乖乖领罚，忍着腹疼转身离开。结果陶姨娘走到屏风处，又回头望向她。之前世子妃的马车撞到宝儿，许诺我有事尽管开口。帮我拉得一手的好仇恨啊！陶姨娘有什么事尽管开口，你初来乍到，不知3省的贤惠，能帮都会帮你。方才来的路上，我听丫鬟说世子妃手里有最好的去伤疤的药，能不能给我一点儿？这药显然是替三老爷讨的，嫡妻不顾三老爷的面子，抓花他的脸，做妾似的却还心心念念地记在心上。我一会儿问问相公，找到江湖郎中了？还没有，不过江湖郎中离开时把药箱子落下了，里面就有1瓶子去伤疤的药。3婶要买吗？我买了。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我已经让人去穆家找嫣儿拿药膏了。三太太松了一口气，毕竟1万两不是笔小数目，掏起来肉疼。还以为世子妃又能挣1万两呢，结果银票就这么飞了。别人呢？世子爷见世子妃请安迟迟未归，暗卫又禀告去陈国公府打砸抢的事，世子爷觉得无聊，就一起去了。准备马车，我要去苏家。出了王府，没瞧见马车。哎，马车呢？没准备？准备了，但方才三太太出府等不及，就先坐世子妃的马车走了。楚总管刚刚已经吩咐人另外准备马车，车夫驾马车一会儿就到。那边轿夫抬着一顶奢华软轿过来，一旁还跟着丫鬟。是靖王府的软轿。明媛迈步下台阶，给靖王妃见礼。世子妃这是有事出府。相公去了陈国公府，我去找他。身后王妃迈步上台阶。陈儿不是进宫了吗？怎么去陈国公府了？明媛也不知道，丫鬟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怕是陈儿知道他去陈国公府，我不许，干脆骗我说要进宫。你快去瞧瞧，别让他胡来。不是吧？我只是拿楚墨尘做幌子，没真打算去陈国公府找他呀。而且让楚墨尘胡来的是王爷呀。世子妃怎么来了？爷呢？在陈国公府里。爷没来啊？那厮到底去哪儿了？别告诉我真进宫了。不过人不在陈国公府也好，大门都这么惨了，里面只会更惨，还是不进去的好。去苏家。就在距离苏家只剩1条街的时候，马车突然发狂，在街上横冲直撞。怎么这般磨蹭啊？打算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啊？护卫面露迟疑，正打算上前禀告，就听到一阵马车冲撞声传来。男子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纵身一跃就从窗户处跳下。为什么手上的总是我？以后再也不要和世子妃坐一架马车出门了。明媛撇头，就看到一张银色面具。男子放开他，明媛俯身道谢。救命之恩，姑娘一句谢谢就完了。公子要什么做谢礼？只要我有，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双手奉上。
救命之恩当然要以身相。爷，弄错了，他不是镇南王世子妃。不是？那这马车？护卫摇头。这辆马车出事儿，可不是我动的手脚。我怎么就不是镇南王世子妃了？如假包换啊！不过怎么听着这对主仆像是专程在我去苏家必经之路上等我似的？明媛刚要开口，男子伸手打断他：“别赖上我啊！我是不会娶你的。”明媛嘴张了张，还没吐一个字出来，男子和护卫就都跑了。不过明媛和喜儿就惨了，马车横冲直撞，一路上不知道撞翻了多少摊铺，都围过来要赔偿。我都伤得浑身扎针似的疼了，没人扶我一把就算了，还要我赔钱。身上带钱了吗？喜儿撅着嘴把荷包拿出来，明媛接过，从里面拿出100两的银票，递给其中一人。够你们分吗？够了，够了。等人都散了，被甩远的车夫才一瘸一拐地追过来。明媛蹲下来检查马匹，最后从马的耳朵后面找出一根半截小指长的针来，针上带血。明媛置于鼻尖轻嗅，闻了2下后，他的眸光就凝了起来。世子爷，暗卫赶着马车过来，明媛用绣帕把暗器包裹好。先回王府吧。你不是说那不是镇南王世子妃吗？他不知道镇南王世子妃长什么模样，他只知道他动手脚的那架马车被三太太抢了。男子手摸着下颚，看着马车奔远。这是有人要杀表少奶奶？我会不知道要你提醒。护卫再不吭声，免得多说多错。走，把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带上，去镇南王府探望表哥去。我一会儿揍他一顿，给你出气。你是指你的表弟齐大少爷？戴着面具的不是他还能是谁？我猜到了。被父王坑完又被母妃坑，2大坑都不知道怎么填，又来一最会挖坑的表弟，还让不让人安生过日子了？这一回真得谢谢你表弟。谢他。明媛点头，把帕子打开，露出那根短针暗器来。就是这根短针让马发狂的，短针上下了毒，和当日你坠崖时身上的毒一模一样。他一直在查当日是谁要他的命，导致他坠崖的，只是查了这么久，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查到。谁想到他出门一趟，竟然有了点线索。看来要查出杀你的凶手，还得我经常出门做诱饵才行。你别仗着自己能逢凶化吉就胡来啊！我当然不会胡来了，我可惜命得很。冲喜给我20万两，我若是帮你查出凶手，报酬怎么也不能少于10万两吧？楚墨尘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就他坑钱的本事，真的在乎那10几20万两吗？明明不缺钱，非得给人一种钻进钱眼里出不来的感觉。进了王府，没走一会儿，明媛就知道衬托他运气好的不止喜儿一个，还有一个三太太。三太太坐他的马车离开，没一刻钟马车就出事了，连人带马车都掉进了河里。去打听下三太太出事的马车在哪儿。不用替他遮掩。齐大少爷既然敢这么做，就一定不会给人逮着把柄。我想做的是……明媛俯身在楚墨尘耳边嘀咕了几句，楚墨尘眼神晦暗莫测。楚墨尘把绣帕递给赵成，赵成接过，转身离开。马车出事，有没有受伤啊？母妃，我没事儿。是母妃不该让你去成国公府找晨儿。明媛摇头，她知道王妃是觉得她留在王府里会相安无事。其实她很想说一句，就是留在王府里也未必就一定安全啊。在腿好之前，没有母妃允许，不得出王府半步。估计要不了多久，皇上就会传诏，母妃也不许我进宫吗？王妃，齐家表少爷来了。是瑶儿回京了，快请。没一会儿，身后就有脚步声传来。怎么戴面具了？脸怎么了？回姑母的话，回京途中被几个混蛋下了迷药，痛揍了一顿，还专挑脸揍的，几天了还没消肿呢。是什么人这么大胆？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揍你的。等找到是谁，还请姑母一定给我出气。看着王妃皱着眉头望着楚墨尘，明媛憋笑，果然是侄儿莫若母，一下子就猜到楚墨尘头上了，逃都逃不掉。
是我让人揍的，怎么了？他敢在王府马车上动手脚，连累三太太落水，这就是送到我手里的把柄，亮可也不敢提半个字。此番回京，专程给表哥挑了礼物。楚墨尘望过来，那边护卫快步把礼物送上。这是表弟花重金专门请人打造的，希望表哥用起来趁手啊。这不是皮痒找抽吗？这根拐杖看起来揍人应该很趁手。明媛默默地伸手接了拐杖，并道谢。方才在街上，多谢表少爷出手相救。能不能把之前那句没说完的以身相许补上，再把后面那句别赖着我收回来？哦，在街上是瑶儿救了世子妃。嘿，碰巧不知道是表嫂。正因为不知道，表少爷还出手相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这么说，我还有挖墙脚的机会了。陪姑母说说话。齐大少爷和王妃走在前头。没想到你也会溜须拍马呀！你这表弟是真不错，仗义相救，送你的礼物也贴心，要不了几天就能用到了，多好。王妃走远了，这是要明媛和楚墨尘追上。蓬头垢面，没得叫人瞧了笑话。回去更衣。世子妃，三太太落水受惊，按理你该去探望一番的。马车发狂，我也受惊了，好不好？明媛郁闷地想。我知道了，吃了午饭就去探望他。方才齐表少爷派人来传话，说是一会儿来陪世子爷用午饭。楚墨尘不想陪他吃饭，故意让厨房提前了2刻钟把饭菜端上来，可人家时间就是掐得准准的。真香。都不用人请，齐大少爷直接就坐下了，然后明媛就见识到什么叫抬杠了。一双象牙筷你来我往，一根鸡腿你争我夺。屈妈妈走进来，齐大少爷和楚墨尘互望一眼，继续吃饭，乖得不得了。王妃就是怕他们2个斗起来，所以让屈妈妈来看着点的。一盏茶喝完，饭也吃差不多了。屈妈妈见他们很和谐，觉得是王妃多虑了，便把茶盏放下，俯身告退。吃饱了，可以走了。表哥，你吃这么多，不去花园溜石吗？楚墨尘坐轮椅的，怎么溜石啊？听说王府花园闹鬼呀。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替王府抓鬼？我还用得着抓鬼吗？我和那鬼早就认识了。你知道是谁捣鬼的？风大哥是不是有龙阳癖好啊？胡乱说什么！楚墨尘呵斥一声，随即想到什么，眉头拧成了麻花，带了几分惊讶。你是说……齐大少爷轻颔首，脸色凝重。花园纸钱满天飞，怎么会是大哥的手笔？他难道这辈子都不打算娶妻了吗？怎么会是楚墨风呢？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啊，会不会是弄错了？我也希望是弄错了，但搬装纸钱箱子的是赵七。那是楚墨风的心腹暗卫，不是楚墨风的命令，他不会搬一箱子纸钱撒的花园都是，来败坏楚墨风的名声。虽然和楚墨尘不对盘，但万一楚墨风真的爱那啥，他怎么能不给楚墨尘提个醒？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探望表哥。齐大少爷走后，楚墨尘沉思了会儿。我去找父王。楚墨尘去了前院，明媛则带着周妈妈准备的礼物去南院探望三太太。我还打算探望过三婶后，就去沉香轩看看世子妃，没想到世子妃也来了。都说世子妃福泽深厚，果真所言不虚啊。同样是马车出事，三弟妹卧床不起，世子妃却像没事人一般。唉，三弟妹呀，真该和世子妃好好学学。明媛来除了探望三婶外，再就是想问问三婶可知道是谁要杀你？世子妃怀疑杀三婶的和你的是一拨人，同一天又都是马车出事，不排除这种可能。世子妃出嫁前后总出意外，不足为奇。可三弟妹嫁进王府10几年，一直相安无事。这一次坐了原本给世子妃安排的马车就出了意外，莫不是原本是要害世子妃的？三弟妹替你挡了灾呀。相公去陈国公府是一时心血来潮，明媛追去更是临时起意。王府的马车除了相公的，其他的都算公用，总不至于算准了明媛今日会出府，
早早的就动了手脚吧？太太，楚总管带人检查马匹，从马腹部找出一根短针来，上面淬了毒。看到短针的一瞬间，三太太的脸色白到了极点，也愤怒到了极点。大太太则是一脸的不敢置信。明媛刚要试探问一句，结果三太太语气冰凉：我罚了，你们都走吧。既然找到了凶器，顺藤摸瓜找出凶手绝不是难事。三弟妹，好好歇息吧。出了南院，大太太就往长辉院方向走去。明媛用眼神示意雪雁派人盯着点儿。雪雁会意：郡主，咱们也探望过三太太了，快些回东王府吧。郡主要回东王府？母妃身体不适，我回去陪她几天。结果雪雁却拽了她云袖2下。明媛撇头就瞧见雪雁手指着不远处，那边站着一男子，身长如玉，正痴痴地望着郎环郡主离开的方向。三少爷不会是喜欢郎环郡主吧？不得胡说，弄清楚了。清楚了。真是你大哥弄的？父王找大哥问了，大哥坦白承认是他所为，他这么做是为了查出杀害北鼎侯府江大姑娘的凶手。你大哥为什么不在定期来抓凶手啊？我可是听说这会儿满京都都在传王府花园闹鬼的事，凶手没乱，他和王府的名声先毁了。这案子查了2年，始终毫无头绪，接连出事，应该没人敢嫁给大哥了。大哥也不想为了查案随随便便定亲，北鼎侯府又步步紧逼，不得不用这样釜底抽薪的计谋。明媛推着楚墨尘回屋，先给楚墨尘倒了杯茶，然后自己捧着茶杯轻啜。雪雁出去了片刻，就回来禀告明媛：世子妃，老夫人果真把三老爷找去问话了。怎么了？三婶和老夫人都在怀疑是三叔宠妾灭妻。楚墨尘是聪明人，无需多说废话，他一点就透。世子妃，夫人和表姑娘来看你了。奴婢就说杨家都来人探望三太太了，夫人肯定会来。出了沉香轩，往前没走一会儿，就瞧见苏氏走过来。怎么是谢婉华陪娘来？魏明慧呢？又坐马车出事了。娘，我没事儿。表姐福大命大，断不会有事的。明媛朝谢婉华一笑，又问苏氏：是不是明慧定亲了？娘不许她出门，就让婉华表妹陪你一起来。明慧去探望你外祖父了。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半道回头。外祖父身子可好转了些？你外祖父的病没有大碍，休养些日子就好了。你还是安生的待在镇南王府里，不要到处乱跑。就算出门也别坐马车了，坐软轿吧。路上不是说话之地，明媛领着他们进沉香轩。楚墨尘很恭敬地给岳母大人请安刷好感，刷完好感还贴心地不打扰他们说话，去书房看书。你丫的，去看春宫图还到处打招呼，怎么着还想大家去观摩你看得多仔细不成？楚墨尘保持微笑转身，一转身脸色是要多臭有多臭，不过很快嘴角又勾了起来。听说王府花园闹鬼，表姐，是真的吗？鬼怪之说不过是人传出来的，哪能真信啊？这么说，镇南王府花园纸钱满天飞，是人毁的？不是说王府守卫严明吗？在镇南王眼皮子底下，也有人敢这么败坏王府名声？是为了查案，这事知道的人不多，回头会澄清的。世子妃，老夫人让您和世子爷去长辉院一趟。爷怎么说？爷说半个时辰后再去。这是给他和苏氏半个时辰说话，时间足足的。你没事，娘就放心了。娘先回府了。谢婉华有些舍不得走，她起身陪苏氏离开，只是袖帕悄悄掉下。喜儿眼尖瞧见了，要喊她，被明媛拦下。啊，表姑娘是故意的。明媛起身相送，苏氏只让她送到沉香轩门口，让雪雁送他们出府。世子妃，这袖帕怎么办？收好，等她过几日来取。丢下一句，明媛转身去了书房。怎么这么久才过来？腿疼了半天，这会儿才好些了。屋子里陷入静谧，明媛望着陈国公夫人。陈国公府找到江湖郎中了。
陈国公夫人没说话，她下手边坐着的陈国公府大太太则道：国公府已经派人找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的。没找到，那来镇南王府做什么？不得胡说，江湖郎中跑了，也不是陈国公府愿意的。你让人去陈国公府打杂了一回，能找到江湖郎中，怎么会不找来？江湖郎中脾气大，一点药膏要8000两，为了治好腿，我堂堂镇南王世子对他都是哄着捧着的，唯恐怠慢了他。陈国公府倒好，把人送去衙门，还威逼利诱。这厮简直就是信口拈来，他什么时候对我哄着捧着啦？还唯恐怠慢了我，能不能稍微要点脸啊？这些事你之前怎么没说呢？堂堂镇南王府手握重兵，一个小小江湖郎中却这么不给脸，又不是什么长脸的事儿，值得我大肆宣扬吗？江湖郎中脾气古怪，世子爷也不能把气全撒在我陈国公府头上吧？砸江湖郎中招牌的不是陈国公府吗？国公府什么时候砸江湖郎中招牌了？我花了8000两买了一瓶毒药，险些毁容是事实。国公府抓江湖郎中给我出气，有错吗？这时候王妃走了进来，她给老夫人见礼。我镇南王府可还没有这么土匪的小辈，打砸抢无恶不作，你好好管管世子。以镇南王府的家业，从陈国公府抢的那点东西还入不了陈儿的眼，不过是心头不痛快，找地儿出出气罢了。若找到江湖郎中，抢来的东西自然会如数奉还。这一家子护短的，难怪楚墨尘敢无法无天了。镇南王府家大业大，过陈国公府自是比不上。世子砸的抢的是我陈国公府一半的家产了。才抢了一半啊！怎么，世子还想再去抢一回？哪天腿疼的受不了，还真说不一定呢。陈国公夫人一口气没提上来，直接气晕了过去。快传太医！明媛上前一步，拦下要去传太医的丫鬟。近来明媛也在学岐黄之术，还是让明媛先看看吧。陈国公夫人都气晕了，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最好还是不要试。明媛就望着王妃，你试试吧。明媛身上带了银针，但她不会用，望着喜儿，给我一根绣花针。喜儿麻溜地把荷包里随身携带的绣花针拿给明媛。明媛接了绣花针，又让丫鬟拿了蜡烛来，针过了一遍火，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太医的讲究。拿起陈国公夫人的手指，明媛要扎下去，十指连心，疼都会把人生生疼醒过来。你这是治病还是伤人呢？我下手很轻的。还是叫太医来吧，万一扎出好歹来，你担待不起。明媛只好回头望着楚墨尘。我来，人是我气晕的，我有责任救醒他，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力承担。楚墨尘还是第一次捏绣花针，拿惯了剑的手，这么小小的绣花针还真有些拿他没辙。扎下去就行了吧？医书上是这么说的，当初我晕倒，江湖郎中也是这么将我扎醒的。楚墨尘看着陈国公夫人的手，做了2个扎针的手势。就在楚墨尘真要扎下去的时候，陈国公府大太太赶紧掐人中，就把人掐醒了。这么容易就醒了，看来陈国公夫人身子骨硬朗得很，并没有气大伤身嘛。陈国公夫人气得嘴皮子直哆嗦，连句告辞都没说，就直接走了。钱妈妈追出去送他们出府。世子断了腿是叫人心疼，但你这么纵容他，不是护他，是在害他。陈国公府之前没有招惹陈儿，陈儿也没有去陈国公府找过麻烦吧？去陈国公府打砸抢一通，陈国公府都还没有反省，什么都不做，那陈儿腿疼又该找谁诉苦？你执意要惯他，我老婆子还能说些什么？慈母多败儿啊，别走了陈儿的老路才好。王妃眼眶一红，望向楚墨尘，却见楚墨尘自嘲一笑，那讥讽的笑声在寂静的正堂格外的响亮。相公，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母妃不够圆滑，所以总会多受些指责。她明着护我，私下里却在教训我，旁人不知道，只当她一味的护我。而有些人是明着装样子，看上去比谁都严厉，实则为了面子不顾里子，最后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老夫人，不好了！陈国公夫人一出镇南王府就又晕倒了。看来方才装晕没成功，现在他在回陈国公府的途中晕倒。世子和世子妃总不好跑去将人拦下吧。第二天，弹劾王爷和楚墨尘的奏折堆得小山高。楚墨尘身为镇南王世子，却抢劫了陈国公府，行为恶劣。据说有不少世家少爷学着他欺行霸市，还请皇上严惩，肃杀这股不正之风。确有此事。臣儿昨天才抢了陈国公府，这么快就有人有样学样了？都是哪些世家子弟跟着学坏了？本王教子无方，那些跟着学歪的人，本王负责将他们掰正了。此言一出，御史台脸都白了。只是听到些流言，还没有查清。御史台有望风而奏的权利，本王不怪你，给你2天时间查清是哪些世家子弟学歪了。查不出来，这御史的位置也别做了。镇南王未免也太袒护世子了吧？这可一点都不像战场上那个狠得下心杀子立威的镇南王了。这是议政殿，军国大事都还没有商议，一个个这么关心本王管教世子，犬子打砸抢了陈国公府是不对，但不是无缘无故无事生非。找到江湖郎中，陈国公府的损失，本王双倍赔偿。陈国公站出来，打算说话，王爷抬手打断他：再给陈国公府5天时间，找不到江湖郎中，犬子抢来的东西一律典当充作军饷。镇南王，你休要欺人太甚！说完，陈国公跪下请皇上给他做主。陈国公先赶紧找人吧，江湖郎中医术超群，太医们解不了的毒，江湖郎中悬丝诊脉就给解了。这才几天，老太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陈国公就是因为江湖郎中骗钱，才把江湖郎中抓了的。现在靖王却站出来当众打他的脸，见他气得吭哧吭哧，脸色泛紫。哎呀呀，老国公别气坏了身子。虽然现在损失不小，但镇南王当众承诺双倍赔偿。只要找到人，你非但不亏，还能挣一笔呀。要是能那么轻易找到，镇南王绝对不会说这话。看来陈国公是没把握找到江湖郎中了，这事儿也不能一直没完没了。要是镇南王真的把世子抢来的东西典当了，江湖郎中的事儿就一笔勾销。镇南王世子再找你麻烦，朕绝不饶他。朝堂上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沉香轩。为夫早说过，怂恿为夫打砸抢的是父王，他肯定会帮忙善后的，无需你我操心。王爷敢不帮忙善后吗？他要敢放任不管，以楚墨尘的性子，他绝对会把王爷卖个底朝天。只见明媛白净的脸色3分羡慕7分欢喜道：就是因为父王够护短，所以当初我嫁给你冲喜，父王许我镇南王府郡主之位，才有那么多人羡慕嫉妒恨。一句话，楚墨尘脸上的笑容凝滞住，眸底细碎的怒火几乎能把明媛席卷。明媛两眼一翻，迈步朝后院走去。你就让我进去吧，就一小会儿。世子爷和世子妃有令，没有他们准许，谁也不得进后院一步。怎么了？这丫鬟说早前藏了点私房钱在后院，娘亲病重，急着用钱，想挖出来应急。世子妃，您就让奴婢进去吧。你把钱藏哪儿的？我帮你拿。不劳烦喜儿姐姐，我直接拿就可以了。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只管说就是了。丫鬟支支吾吾，喜儿催道：怎么还怕我扣你的钱不成？奴婢不敢，只是奴婢的银子就藏在竹林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是哪一颗。
要依着平常，明媛肯定就让丫鬟进去了，但丫鬟躲闪的眸光都不敢看她，明媛不想让她进去。你藏了多少银子？不到2两。后院就别进去了，喜儿，拿3两银子给他。说完这一句，明媛就迈步进了后院。拿2坛酒和一把小匕首来。世子妃要喝酒吗？喝酒就算了，要匕首做什么？照办就是。喜儿乖乖应下，明媛又晒了会儿太阳，便往竹屋走。只是她前脚进竹屋，后脚一只断了线的纸鸢飞到竹屋顶上。世子妃，三姑娘和莫表姑娘的纸鸢掉进了后院，要进来捡，喜儿快拦不住他们了。闻言，明媛赶紧把手中狼毫笔放下，迈步起了身，走近一瞧，就见地上碎了一坛子美酒，不止打碎了一坛子酒，就连喜儿脸上也挨了一巴掌。谁打的？是表姑娘打的。是我打的，怎么了？你还想替丫鬟打回来不？一个成字还没有发出来，明媛手一抬，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你敢打我？他转身就走，楚柯用责怪的眼神望着明媛。三嫂，你太过分了。丢下这一句，楚柯就追着慕烟跑了。跑到沉香轩来耀武扬威，还指责我过分。世子妃，你为奴婢打了表姑娘，老夫人不会饶了你的。打了就打了，我既然敢打，就不怕老夫人替她撑腰。爷，世子妃打了穆表姑娘一巴掌。表姑娘还手了？没有。没有有什么好说的？好好的去放纸鸢，怎么哭着跑回来了？谁给你委屈受了呀？慕烟只哭，一句话也不说。到底怎么了？世子妃打了表姐一巴掌。她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打嫣儿巴掌，把她给我叫来，跪下。明媛没有做错什么，为何要下跪？来者是客，你就是用巴掌招呼客人的。来者是客不错，但还有句话叫客随主便。沉香轩后院没有我和相公允许，谁也不许进。三姑娘和表姑娘的纸鸢掉进了后院，丫鬟帮忙取还不行，一定要亲自去拿。丫鬟阻拦就锅掌丫鬟，我实在没看出来表姑娘哪里像客人了。就是相公也不敢随便锅掌我的丫鬟。丫鬟是说了替我们捡纸鸢，但慕言表姐把我的纸鸢弄掉，她说了要亲自替我捡起来。她执意进去也是为了不食言于我嘛。这沉香轩的后院我们也不是没去过，世子妃嫁进来就成了禁地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还不许人进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非要让人想进就进吗？皇宫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表姑娘为了不让自己的承诺成为一句空话，我和相公说的话就可以无所谓了是吧？莫说一个小小沉香院后院了，就是战南王府也不敢和皇宫相提并论。外头传言说江湖郎中就在镇南王府沉香轩内，这会儿后院又不许人进，看来流言也不是空穴来风。我到底养了一群什么样的酒囊饭袋？三嫂大病初愈，消息都这么灵通了，你们倒好，让你们找江湖郎中，这些流言怎么没一个告诉我的啊？属下没有听见街上传这样的流言呐。哦，没有传，那怎么传到三婶耳朵里了？相公是最着急找到江湖郎中的，却被人编排说江湖郎中就藏在后院，现在又不许三姑娘和表姑娘进去，连三婶都这般怀疑，其他人就更不知道怎么想相公你的。别人这么怀疑总是在所难免，重要的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要不让他们检查。本世子没有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这时候慕烟嘤嘤哭泣声传开，怎么听怎么委屈。世子妃还不赶紧给嫣儿赔不是？不就赔一句不是？哼，就赔一句吧。明媛眼睛睁圆，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直勾勾地望着楚墨尘。赔完了不是，再陪表妹去后院，扶着她爬上竹屋，把纸鸢捡下来，之后你和我送表妹回穆家，向穆家长辈赔不是。然后呢？穆家好玩的地方很多，有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既然去了，少不得到处转一转瞧一瞧了。明媛嘴角一勾，看向慕烟，正要俯身，
结果慕烟猛然站起来，直接往前跑，他就那么横冲直撞过来，被他一撞，身子往后一仰，后腿几步一个没稳住，一屁股坐在了楚墨尘的双腿上。还不快扶表姑娘起来！娘子，你好沉啊，大腿怕是压断了。他说话声又不小，不少人听见了齐齐望过来，不过视线在明媛身上逗留的并不久，毕竟表姑娘哭得太惨了。快传太医！是你故意绊倒我的。喜儿缩了脖子往旁边站了站，脸色惶惶难安。我是怎么绊倒你的？有劳表姑娘给我示范一下。都什么时候了，还往别人身上泼脏水？触及到老夫人失望的眼神，慕烟委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哎呦，莫哭，伤口沾了眼泪更容易留疤呀。楚墨尘推着轮椅往前，明媛赶紧接手。回了沉香轩，明媛亲自帮喜儿涂药膏，楚墨尘坐在那里喝茶，气定神闲。老夫人他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进后院的，药房就瞒不住了。进来。爷，陈国公进宫找了太后，怀疑江湖郎中就在沉香轩，太后让大理寺来搜查镇南王府。他以为镇南王府是什么地方？一个小小大理寺卿也敢来搜查？楚墨尘手搭在轮椅上，绝不能让大理寺卿来镇南王府，不能让父王开口拒绝大理寺卿，得想个办法把大理寺卿引开呀！哼，都快火烧眉毛了，这厮还在乐什么？只见楚墨尘示意赵峰附耳过来，低语了几句，赵峰连连点头。准备好谢礼吧。都还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假药，就要谢礼了，毛病。再说成国公刚从皇宫出来，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江湖郎中出现了。江湖郎中果然就藏在沉香轩内。先前还不知道是谁偷换了清雅轩送往岳麓书院的书，现在可算知道那些书是打哪儿来的了。苏家很快就能洗刷冤屈，清雅轩就能重新开张了，舅老爷也能夺回岳麓书院山长一职，这全都是世子爷的功劳呢。相公，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春宫图和晋王府有关的？今儿早上。楚墨尘本打算让暗卫晚上摸黑去偏院查探一番，再看怎么把晋王府拖进来解苏家之危，没想到还等不到夜幕降临，太后就把这么好的机会送到他手里来了。江湖郎中东躲西藏，无意间躲进晋王府偏院。江湖郎中露面，免了大理寺卿来搜查沉香轩，找到春宫图帮了苏家，再顺带把晋王府卷进来打太后的脸，简直就是一箭三雕的好计谋。你打算怎么谢我呀？你要我怎么谢你？楚墨尘没说话，眼睛先瞥了喜儿和雪雁一眼，两丫鬟眼睛齐齐一眨，齐齐转身闪人，走到屏风处，然后回头瞄一眼，只见楚墨尘手指了指自己的脸颊，显然是要明媛亲他。就这样100下。100下，世子妃都能把世子爷的脸亲肿了吧？能不能换个谢礼啊？让表哥亲你100下，我张不开这个嘴。你能不能不要恶心我呀？没见过这么恩将仇报的，没良心。我也觉得恶心，所以让你换一个呀。你帮了苏家，苏家理应该谢谢你。你表哥还是省省吧，要亲，让你表妹亲。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是你亲我100下，还是你苏家表妹亲我100下当谢礼？为夫随便。说的好听2选1，有给我选择吗？有吗？不要仗着自己会药水就做过河拆桥的事儿。给你1瓶子去山巴的药做谢礼。我又没毁容，要你去巴河那药做什么？你表妹需要啊。他是他，我是我，一码归一码。不就亲100下吗？分分钟占尽他便宜。每天晚上亲一下，分100天谢完。那不行。有何不可？大晚上的亲一口，还不知道亲出什么火花来，我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早上亲。我起床时你都还没睡醒，我可不想天天叫醒你，你对我发脾气。那咱们各退一步，放中午行了吧？第二天，明媛陪楚墨尘吃午饭。
世子妃，清雅轩的封条拆了。那晋王府呢？皇上怎么处罚的？没听说皇上罚晋王了。晋王今儿没上早朝，早朝过后他就进宫向皇上请罪了。晋王口口声声说是手下人所为，把自己摘了个干净，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晋王这么说，管事的也被送去了大理寺，稍稍一审问便供认不讳，把制造春宫图的罪名悉数揽在身上，然后咬舌自尽。明媛打算午睡会儿的时候，丫鬟禀告他苏大太太来了，明媛亲自去前院迎接。外祖父身子可好些了？清雅轩的封条解了，还了苏家清白，你外祖父的病啊就全好了。这会儿你大舅舅也恢复了山长一职，这全都是你和世子爷的功劳。是相公帮苏家的，明媛什么都没做。你这孩子就是谦虚，你拜托世子爷帮苏家，世子爷一人去还不放心，结果在半道上马车出事，被齐大少爷所救的事，苏家可全都知道了。本打算来看你，你娘说一切安好，舅母就没来了。明媛陪着苏大太太有说有笑地朝沉香轩走去，谁也没注意到一旁的假山处藏着一抹倩影。怎么会是世子爷帮了苏家呢？不是凑巧吗？哼，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凑巧的事？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嫣儿如何了？表姑娘那里用了膏药，恢复得很好，只是上回的膏药所剩不多，不够用。奴婢去的时候啊，穆家正为买膏药的事闹得不愉快来。外面一阵轻快脚步声传来，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世子妃和苏大太太说话，觉得有些问题，特来告诉祖母。到祖母身边来说。苏大太太和明媛说的话也算承认了江湖郎中是受了楚墨尘的指使，才把大理寺卿引到晋王府偏院去的。楚科说完，老夫人望向钱妈妈，奴婢已经派人盯着沉香轩了，从昨儿江湖郎中出现起，一直没发现有可疑之人进出沉香轩。这江湖郎中会武功，保不齐就会翻墙进出。你大伯父派人盯着了。转眼5天之期就到了。哎，当了多少钱？1两也没有。怎么回事？当铺不敢收，说是有人放了狠话，谁敢收绝不轻饶。王爷在议政殿放话，那些东西镇南王府不会要，现在又典当不掉，怎么处置倒成了一难题。现在怎么办？陪为夫进宫。怎么又进宫啊？我有事儿进宫找皇上。有什么事是你父王办不到的，非找皇上不可，那也可以让你父王去。我可不敢使唤父王，他那臭脾气没得把我的事儿办坏了。到底谁脾气更臭啊？莫非我不会拿自己和世子妃的性命开玩笑的。我把阿峰他们都带上。进了宫，从马车内下来，明媛推着他往前走，东张西望了会儿。真的要把从陈国公府抢来的东西都买下吗？办个陈国公府不少钱呢。我救过柳州沈家大少爷，沈家在京都有当铺，我出面找沈家，沈家肯定会骂我一个薄面的。我堂堂镇南王世子，连陈国公府都抢了，现在东西典当不掉，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爷的笑话，让我去求沈大少爷，你脑子坏了吧？你脑子才坏了呢。明媛对着他后脑勺一阵张牙舞爪。皇上信任父王也很疼我，我会让皇上找个眼力好又懂事的来估价，等过了这阵风头，那些典当铺还能不收？哼，本来我也没打算挣钱，陈国公逼我挣几瓶子药膏钱，我没理由不笑纳了。爷我什么都吃，我就是不吃亏。声音越说越大，明媛紧张的东张西望。别说那么大声，小心被人听了去。我既然敢做，还怕他们偷听不成？没一会儿，轮椅的咕噜声就传来了。应该不是卖了陈国公府的东西，亲自把银票送进宫吧？别提了，我有张良计，人家有过墙梯。我想把东西当掉出气，可是京都那么多当铺，哼，竟没一家敢收的。果然找我没好事。那你们进宫时，东西呢，我也不能一直放在手里不处置。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直接带进宫，让皇上您找人给估估价，免得那些当铺拿不好出价来搪塞我。
皇上，管着您库房的小喜子，眼力就很毒了。他长眼的宝贝，最多就隔100两，要不让他过来估价？就他吧。不过先来的却不是小喜子公公，而是太后和孙贵妃。这前些日子，太后传召，镇南王世子以腿疼为由拒不进宫，这会儿来找皇上，看来是腿不疼了。这2天相公的腿没之前那么疼了，有时候还麻木，和江湖郎中给他医治前差不多了。大夫看过，说再不接着医治，之前的治疗就全白费了。太后怎么过来了？整日闷在宫里头，身子骨都乏了，让孙贵妃陪哀家散会儿心。走着走着就到了御书房，就过来看看。瞧见御书房外头摆着几口大箱子时，那箱子里装的就是镇南王世子从成国公府抢的东西，抬进宫找人估价的。正巧，这李公公眼力就不错，伺候太后10几年，见多了宝贝，正好帮着长长眼。贵妃娘娘谬赞了，论眼力，奴才哪比得过皇上，还有您和太后。说着话，德顺公公举荐的喜公公也到了。皇上日理万机，这会儿耽搁太久，皇上还得熬夜补回来，快些估价吧。喜公公报价的时候，孙贵妃就看着他，脸上挂着笑，却是令人毛骨悚然。李公公请。血如意价值3000两，奴才估价2800两。200两的差别不算大了，不过这血如意，楚墨尘估价1500两，这是价格翻倍了说呀。2刻钟，几大箱子就估价完了。都估算完了？除了几口箱子没算，其他的都估算完了。几口箱子价值多少啊？10两。哼，本世子还以为你们会说价值几百两呢。李公公忙说不敢，所有东西中就箱子说的是实在价。成国公府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宝贝，自然是价值不菲。听说当铺不敢收这些东西，镇南王世子这会儿进宫，让皇上找人估价，是想买下。我买这些东西做什么？孙贵妃脸色一变，明媛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这些东西都不错，但我留之无用，当铺不敢收，朕也不好强逼他们收下。那你还来找朕估价做什么？这些东西卖了钱也是充作军饷，臣可不拿1分。臣辛苦将他们送进宫，是想皇上您能将他们买下，将来成国公府的人立宫时，您就把这些东西赏赐给他，也省得皇上您为怎么赏赐成国公而煞费苦心啊。不好逼迫那些当铺，就能逼迫我这个做皇帝的。但不得不说，这办法不错，就怕成国公知道了会气得卧病在床啊。皇上龙颜带怒，但眸底含笑。太后则是气得坐不住椅子，孙贵妃更是脸都发紫。臣事先没说是让皇上您买下，2位公公的估价又差不多，臣相信这些东西就值这个价。知道皇上会答应，但当着太后和孙贵妃的面，得给皇上面子，求求他。臣可许久没求皇上您什么事儿了，臣还坐在轮椅上，皇上忍心。成，朕答应你。说完，皇上吩咐德顺公公，这笔钱让户部出，这些东西也登记好，入户部的账。皇上，您这不是在纵容镇南王世子胡闹吗？纵容？我得一点好处了吗？为了治好我的腿，王府花的钱又岂止这些？找到江湖郎中，腿从头医治，这些都不一定够诊金。东西我可以还给成国公府，孙贵妃能说服成国公给我出诊金吗？怕皇上不快，孙贵妃没敢再说什么，只是一口银牙没差点咬碎，没人被利用了还能高兴得起来。事情忙完了，楚墨尘也就不耽误皇上批阅奏折和明媛告退。你就那么笃定皇上会向着你？为夫可是难得送上门来被皇上宠溺，皇上怎么会错失良机啊？这话说的，明媛想回去和皇上告他黑状。那些东西
皇上大有用处。除了赏赐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的确，只赏赐一个用处，但赏赐又分很多种，比如敲打和拉拢，还有离间。明媛是聪明人，楚墨尘这么一提点，他就明白了。哪一天皇上把成国公的心头好赏赐给成国公的政敌，那才是真正瞧热闹的时候。世子爷，世子妃，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江湖郎中设了封信在王府大门上，让世子爷把他的药箱子和枕巾还给他。想不到假江湖郎中还有人假冒。那封信呢？信射到王府大门前的时候，正好大老爷路过。虽然上头写着世子府金旗，大老爷还是直接拆开看了。这会儿信应该送到常辉院了。世子爷，世子妃，老夫人让你们去常辉院一趟。明媛推着楚墨尘进屋，王爷眸光落在楚墨尘身上，儒雅俊美的脸上眉头微皱。信上都写了什么？信上不止让他把江湖郎中的药箱子和之前挣的枕巾还回去，还另外写了几句话。江湖郎中说成国公被气晕，他一露面绝对没有好下场。他不想多事，但之前承诺帮他治腿就不会食言而肥。10万枕巾和药箱子一并奉上，他会把医治办法和药方子交给他。明日午时，如果不送到，他就直接出京，永不再踏入京都半步。这么低劣的手段，父王居然都分辨不出来，这不明显不是我做的吗？我要真开口，怎么可能只要10万两？给世子治腿，你到底花了多少钱？这得问臣儿，我还没有给过江湖郎中钱。楚墨尘歪着脑袋望向明媛，相公给了5万两枕巾。臣儿身上怎么有那么多钱？楚墨尘也不回答，只望着王爷。我几时给过他钱了？罢了，他和世子妃胡诌骗人，这笔子虚乌有的枕巾可不得我来担着。这信你打算怎么处置？我没钱了。这是把难题丢给了能掏钱的王爷。如果王爷舍不得10万两，那他就不治了；如果舍得，那他就豁出去，用10几万两做诱饵。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啊？世子妃怎么会这么认为？江湖郎中一跑，惹怒相公，牵连成国公府，成国公府肯定想抓到江湖郎中，明知道成国公府想要他的命，还这么招摇送信来，这江湖郎中不是活腻了吗？但这江湖郎中脾气怪异，他想做什么没人猜得出来，而且闹得这么大，大家也都知道成国公府和江湖郎中结仇了。这越是光明正大，成国公府反而越投鼠忌器。所以三叔是赞同宫中给我出枕巾了？只有1万两好吗？我什么时候赞同了？世子妃好有钱，王爷都能给你5万两花用，又随便拿20万两出来给你冲洗，10万两对王爷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和你三婶态度一样，1、2万两宫中掏了就算了，10万两可不是笔小数目。如果要从宫中拿，我不同意。母妃那里还有5万两，让你什么都不告诉王妃，看把她给担心的。那10万两我拿了。王爷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为了世子的腿，前后算起来，王爷已经掏了35万两。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35万两听着挺多的，但真的到我手里也不过只有1万两好吗？不用怀疑，我用的每一笔钱都来路正当。王爷丢下这一句就起了身，随我去书房拿钱。明媛麻溜地推着楚墨尘离开。给你冲洗时，你大伯父和三叔他们就对父王手里有那么多钱诸多怀疑。你要缺钱用，可以私下说。父王到现在还认定那封信是我让人送来王府的？难道不是？当然不是我了。楚墨尘冷着张脸，王爷眉头皱成川字，没再多说，把抽屉打开，拿了一摞银票出来。那是别人的计谋。你是我儿子，还能叫别人讨了便宜去？做爹的就是了解儿子。银票到我手里，可就是我的了。你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吗？
自己的儿子，我还能不知道是什么德行？按照约定，江湖郎中收到药箱子并确保安全后，半个时辰之内就会差人把药方送到镇南王府来。楚总管前脚回王府，后脚一个穿得破烂不堪的小乞丐就送了一封信来王府，信上写了药方和如何给楚墨尘的腿施针。拿到药方，某世子爷大喜过望。赵院正呢？怎么还没来？身为为数不多知道明媛会医术的人，赵院正有点心累，完全不知道世子爷和世子妃在玩什么把戏，只能楚墨尘吩咐什么他就做什么。晨儿有好些天没治腿了，有劳赵院正帮忙医治。哦，不敢当，不敢当。明媛把药方递给赵院正，赵院正看过后眉头微扭。这药方不对？此药方虽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大音希声，只要对症，寻常方子也能有奇效。药方看过后，接着就是针方了。方才他注意到明媛看针方时肩膀直抖。赵院正这表情是……这2张针方看似治腿，实则是……赵院正有话不妨直说。一张是治脑子的，另外一张是治不举。楚墨尘脸比锅底还要黑几分，周遭怒气直往外涌。针方不是治腿的，药方也平平无奇，这不会是遇到假江湖郎中了吧？还不赶紧派人去追！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欺骗我们镇南王府？相公消消气，楚总管已经带人去追银票了，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第二天，王爷告假没有上朝，他可不想看见那些大臣同情的眼神。看楚墨尘和明媛演得这么辛苦，连王爷都配合，皇上决定也配合下。在百官们议论这事的时候，皇上笑道：真没想到镇南王那么杀伐决断的人，腰包里的银票这么好骗，哪一天朕缺钱了，也骗他个10几万两花花。皇上圣明！整个议政殿就成国公一人附和。世子爷，齐表少爷来看你了。闻言，楚墨尘抬头就看到齐大少爷走进来，手里还拎了东西。表哥，几日没见，你气色差了许多呀。有事说事儿，没事闪人。火气这么大，看来被人骗了13万是确有其事了。我被人骗，你就那么高兴？虽然不应该，但我是真的挺高兴的。我已经快马加鞭让人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了，看他以后还让不让我多跟你学着点。那边齐大少爷把礼物放桌子上，随手打开。表哥自打受伤后，脑子不及以前好使了，多吃点核桃，这是最补脑的。我不需要。明媛憋笑不止，他起身走人，免得打扰他们表兄弟抬杠。魏姑娘这就走？叫表嫂。叫习惯了，回头不容易改口。阿峰，把他给我丢出去。送我就不必了，我自己会走。居然真就这么听话的走了，还真有点不大适应。去盯着点，看他弄什么幺蛾子。1刻钟后，赵峰就回来了。爷，表少爷去见了王妃，说之前弄脏了世子妃的裙裳，给世子妃准备了赔罪礼，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世子爷您给轰出来了，让王妃代为转交。这是王妃刚刚派人送来的，说是表少爷给世子妃准备的赔罪礼。让我看看。你想做什么？这件衣服他打算留着，哪天这厮气他，他就穿出来戳他眼睛。我就看看也不行吗？这是女人的衣裳，他要看做什么，可要不给他看，显得他太小气。明媛便递给他看。质量真差。以你的武功和劲道撕衣服，有什么衣服是你撕不掉的？我送你10套比这个好的。你才被人骗了13万两，我怎么好让你破费啊？回头让绣娘补好，绣上图案遮挡，还能穿。这女人存心想气死我呢。世子妃，老夫人病了。中毒？老夫人怎么可能会中毒呢？老夫人的确是中毒了，而且毒性霸道。快给老夫人开药方解毒啊！
在下只查出老夫人中毒了，却不知是何种毒。这解毒，赶紧派人去啊！再多请几个太医过来，把赵院正请过来。成国公府也有人病倒了，我来之前，赵院正去成国公府了。楚墨尘坐在轮椅上，明媛站在他身后。他看了眼楚墨尘，只见他脸色冰冷，漂亮的凤眸此刻全是讥讽。从毒发顺序，谁是主谋，谁是帮凶，一目了然。老夫人，请妈妈疼的在床上打滚。扶她过来，让太医给她施针。好在赵院正来得很快，进屋瞧见老夫人的症状，他道：咦，怎么和成国公和成国公夫人一般症状？赵院正的意思是，老夫人和成国公中的是一种毒。看上去一模一样，具体是不是还得把脉才知道。赵院正坐下给老夫人把脉，最终确定就是中的同一种毒。今儿是怎么了？不止老夫人和成国公府，晋王府也有人中毒，听症状是一样的。赵院正可有办法解毒？暂时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已经差人把陈留几位太医都叫来，大家一同商议解毒之法。有劳了。楚墨尘呆了会儿，觉得屋子里人多憋闷得慌。别处在这里妨碍赵院正想办法给老夫人解毒，先回沉香轩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他们解毒？楚墨尘一双凤眸仿佛含了冰块。明天再说。第二天，成国公府大太太借着探望老夫人为由来王府求老夫人。国公爷身子骨不好，扛不住疼，老夫人您赶快想办法解毒啊。我若是有法子解毒，又怎么会不解？那现在该怎么办？他咬牙从牙缝中蹦出一个字来：等。13万两银票和药箱子都在他们手里，银票虽然有毒，但却是真的。他们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一定会开口的。皇上派公公来传王爷进宫了。楚墨尘腿脚不便，皇上不好传他，让王爷进宫不过是让他给楚墨尘传话，让他们别太过分。爷，去办吧。赵峰点点头，闪身从窗户跳出去。世子爷，刚刚王府前又有人射来一支箭。哼，谁都往王府大门上射箭，王府大门迟早要被射成马蜂窝。楚总管把信送到楚墨尘手里，箭上不只有信，还有一瓷瓶。知道有人射了信来，大老爷他们都从屋子里出来。只见楚墨尘把信拆开，扫了2眼就勃然大怒，怒不可遏，怒火冲天。晨儿，怎么了？这信是江湖郎中写的，上面说前几日有人冒充他的名义给王府送信，他想知道是谁坏他名声，就在楚总管送药箱子途中，趁机在我的那10万两银票上下了毒。但凡碰过银票的没有解药，3天毒发，7天必死无疑。那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解药？是解药啊，赶紧给老夫人服下。三叔觉得这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三老爷脸色微微一僵。这信上白纸黑字写着呢，1颗解药8000两，江湖郎中让我帮他收钱，银货2器，我可还指着人家给我治腿，三叔不要让我难办呢。王嫂，赶紧去宫中拿8000两给陈儿。王妃眉头一皱，吩咐屈妈妈去找王爷，从宫中拿10万零8000两来。怎么拿那么多？王嫂是打算陈儿治腿的10万两也让宫中掏啊？大嫂的意思是，陈儿治腿的10万两该王爷掏，老夫人解毒的8000两就从宫中拿。三老爷的意思是这事儿可以待会儿商议，绝对不会少江湖郎中1个铜板。解药先让老夫人服下。解药先让老夫人服下，这8000两该陈国公府出。楚墨尘倒了1颗解药给三老爷，三老爷心急老夫人，转身就进屋了。江湖郎中就送了2颗解药来。这一次中毒的人不少，抛开钱妈妈之类的下人不提，知道的就有陈国公和陈国公夫人，
还有晋王和穆烟。江湖郎中药箱子里的去伤疤药膏给了穆烟，里面同样有毒。8000两对成国公府和晋王府来说都不算什么，他们要是一起来找我要解药，我该卖给谁呀？这不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吗？相公，咱们得先把10万两银票拿回来。哦，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走，进宫去。你们进宫做什么？解药只剩1颗，成国公和晋王势必只能活1人，2人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我只能让皇上来决定让谁生让谁死。还有这封信，敢坑我10万两，还叫我沦为京都笑柄。三老爷嘴动了动，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神情焦灼不安。臣儿怎么进宫了？父王走后没多久，江湖郎中就送来1封信和解药，老夫人已经解了毒的。皇上刚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儿，就见楚墨尘手抬起来，要明媛扶他起来。这臭小子还真会装样子。镇南王不在时，怎么没见他跪下请安啊？免礼，有话直接说。楚墨尘就稳稳地坐了回去。皇上，请您给臣做主啊！君臣互望一眼，然后王爷就挨了皇上一记白眼。你儿子耍幺蛾子，你这个做亲爹的不知道，看朕能知道吗？谁惹你了？要朕给你做主。楚墨尘把手里的信和药瓶送上，德顺公公赶紧接过，送到皇上跟前给皇上过目。和他猜测的一样，他们俩就是将计就计，在银票上下毒，让那些心怀叵测算计他们的人原形毕露。我要是有这么聪慧的儿子，还用得着纠结立谁为太子吗？皇上回过神来，把信放下，传晋王和成国公进宫。皇上，太后来了。太后怎么过来了？哀家听说江湖郎中往正南王府送了解药，楚老夫人的毒已经解了。楚老夫人的毒的确解了，还剩下1粒解药。镇南王世子，不知道该拿来救谁，送进宫交给朕了。送去晋王府。太后别急，晋王虽中毒，但这2日不会有性命之忧。朕已经传晋王和成国公进宫了。好一个江湖郎中，让那么多人中毒，却只给2颗解药，他到底想做什么？把江湖郎中那封信拿给太后过目，免得江湖郎中无辜受太后责骂。一个胆大包天的江湖郎中的话也可信？本世子的腿，京都但凡有点医术的大夫都瞧过了，皆束手无策，只有江湖郎中才能医治。救命恩人的话，本世子不信，太后让本世子信谁的话呀？晋王、成国公还有老夫人一起中毒，中毒的原因正是银票。如果晋王不是因为碰了江湖郎中在银票上下的毒，那晋王自己找下毒凶手，另寻解药，这颗解药正好卖给成国公了。一盏茶喝完，晋王和成国公就进宫了。看到2人，皇上着实吓了一跳。免礼。谢皇上。晋王坐下了，成国公还是跪了下来，他一脸痛色。皇上，臣有罪啊，是臣没管好下人。怎么那么多御下不严的？前几天春宫图出事，查到晋王府头上，晋王进宫请罪，说是管事的一人所为。今天又是管事的擅作主张。国公府被镇南王世子袭击了2回，损失惨重。父亲让各铺子管事的把挣的钱送进府里维持家用，铺子生意一般，那些管事的怕父亲动怒，就联手想了这么个歪主意。铺子最多半年一结，一下子铺子挣这么多钱，成国公府也不怀疑。看来成国公府的铺子往年都是这么挣钱的。我的人才抢那么点东西，成国公就叫说抢了半个成国公府啊！本世子实在想不出来，平常成国公府的花销得多大。不过也是，在缺钱缺的都快揭不开锅的情况下，老夫人不过帮忙说了几句好话，就大手笔的给老夫人送2万两银子做谢礼。这么送礼，的确攒不下什么家业呀。成国公府大老爷脸色变了变，
却是没法反驳。本世子相信，要是成国公府知道银票上有毒，绝对不会送给老夫人。但偏偏就那么凑巧，连累老夫人中毒了，受了几天的苦就不说了。这解药老夫人已经服下，这买解药的钱，成国公府得掏啊。老夫人有今日，是她咎由自取。我这个被她怂恿、受她牵连的，都还没叫无辜，她反倒上下嘴皮一番，把过错推得一干二净。这钱我成国公府，这钱我成国公府应该掏。老夫人治病的8000两，成国公府会掏才怪了。老夫人和他们狼狈为奸，算计小辈，这连老夫人丢不起，这钱成国公不会给，老夫人只能自己拿私房钱补上。她要的就是老夫人自己掏钱。那江湖郎中的药箱和我的10万两枕金呢？要不是王府给国公府传话，我们都不知道管事的背着我们做了这些事。时间仓促，已经让人去找那些管事的了。知道是管事们拿了药箱子，一准不会丢，一定原样奉还。现在该给家父解毒了。成国公府不把药箱子和银票一并带进宫，莫不是打算以此为要挟，让我把仅剩的那一颗解药卖给成国公府啊？世子多心了，皇上传诏，不敢耽误，药箱子随后就送到。我相信成国公府不会不交出药箱子。江湖郎中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在银票上下了毒，想要谁的命易如反掌。世子妃说的是，惹谁不好，惹江湖郎中。哼，现在好了，只送2颗解药来，如今只剩1颗了。碰过银票的又有那么多人，救谁好呢？皇上，那颗解药给成国公服下吧。这怎么可以？皇上，那颗解药还是让晋王服下吧。臣和发妻都中了毒，1颗解药也救不了2个人啊。臣愿意和发妻一同赴黄泉。成国公知道自己不是太后的对手，所以他宁肯大度地放弃活的希望，给成国公府谋一个锦绣未来。既然成国公有心成全你，晋王你就别再推辞了。皇上坐在龙椅上，脸色有些说不出的意味。皇上，解药。皇上摆摆手，德顺公公就把解药拿给晋王，都等不及宫女端茶，他就把药给咽下了。这时候外面一公公捧着药箱子进来，他走上前，也不知怎么了，身子一歪，把药箱子扔了出去，好巧不巧地扔向明媛的方向。明媛也没多想，就直接把药箱子抱紧了。他站稳身子，抬头就瞧见成国公府大老爷嘴角一抹得逞的笑忽闪而逝。明媛眸光一转，鼻尖微微一动，居然把银票上的毒粉抹在药箱上。你没事吧？这么笨手笨脚的，拖出去，杖毙30。我没事。楚墨尘伸手，明媛就把药箱子给他。别！怎么了？银票是放在药箱子里的，管事的拿出来时不知道银票上有毒，碰过药箱子。楚墨尘脸色变了一瞬，随即笑道：成国公果然大度，我让人打劫了成国公府，你还希望我好好活着？不过这毒和平常的毒不一样，2天就散了，这会儿药箱子上已经没毒了。郑南王世子是怎么知道这毒2天就散了？猜的。这样的理由，你以为哀家会信吗？我说我的，至于太后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与我何干？江湖郎中救死扶伤，当初救我的时候说过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毒是下在银票上的，谁也不知道它在市面上流通时会经过多少人的手，但凡碰到的人都中毒，这太过残忍。以我们对江湖郎中的了解，他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检查下药有没有丢失。我瞧着好像都在。皇上，有人往宫门上射了一封信，是给镇南王世子的。皇上嘴角扯了下，知道是楚墨尘和明媛捣鬼的，没有动怒。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往宫门上射箭。
如此藐视皇家威严，其罪当诛。小公公缩在一旁，有话就说。宫门有侍卫把守，射箭之人不敢靠得太近。这箭刚刚要碰到宫门就掉在了地上，没有伤及宫门。这哪是蔑视皇家威严？这么自取其辱的行为，反倒彰显了皇家尊不可亲。真是胆大心细，一点把柄都不给人逮。相公，你先看信上写了些什么。楚墨尘把信打开，扫了一眼，脸色大变。银票上的毒能存10天，那不是说……只见明远脸上满是害怕，然后渐渐的眉头蹙拢，到最后竟然松了一口气，在最后还朝成国公投过来一记同情的眼神。定北侯到底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儿？这脸上的表情也太丰富了一点吧。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俩又要联手挖什么坑，皇上隐隐有些期待。信上写了什么？没写什么。皇上问话也敢搪塞？我是为了晋王和成国公好，这信不看也罢。直说就是。江湖郎中送信进宫，是怕我和世子妃不知情碰到毒药，谁想到晚了一步，他大概也想到这种可能，所以在信上告诉我，成国公和晋王他们中的毒的解药就在药箱子里。果然是没有最狠，只有更狠啊！成国公一口气没提上来，直接晕了过去。啊，父亲！我说了是为成国公好，偏不信我，这回信了吧？还不赶紧救成国公！解药8000两一颗，人家成国公府不会少你8000两。楚墨尘这才打开药箱，这里找那里翻。哎，这瓶应该是解药吧？我觉得是这瓶。这大小一样啊，这味道差不多。最后楚墨尘被明媛说服了，那就吃这个吧。世子爷和世子妃也中毒了，你们先吃。我们毒发还早，不急。你们不急，就能随便不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给你试毒吗？传太医。很快太医就来了，检查一番。这颗是不是解药，臣不敢确定，但是其他的都不是解药。楚墨尘随手把药丸丢进嘴里，看着他吃下去，成国公府大老爷才敢喂给成国公吃。明媛也吃了一颗。有一瓶解药，唉，害得我还真以为只有2颗，巴巴的进宫一趟。回府了。家母也中毒了，8000两。回府就差人送王府去。那些铺子管事的记得和银票一起送去。成国公府大老爷没说话，算是默认了。楚墨尘和明媛走后，皇上摆手，都退下吧，镇南王留下。等晋王扶着太后离开，皇上从龙椅上站起来，吩咐德顺公公监督镇南王，把这些奏折都批阅完。批阅奏折是皇上的事，怎么能交给臣？要不是你儿子和儿媳来找朕撑腰，耽误许久，这些奏折朕早看完了。皇上，你能要点脸吗？这么多奏折，你能晚膳前看完就不错了。见皇上抬脚就走，王爷道：皇上去哪儿？还能去哪儿？找人生儿子去。姑母，世子手里还有解药，你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嫣儿死啊！老夫人脑壳一阵阵揪疼。慕嫣没有接触过银票，一旦她中毒的事抖出来，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出药膏。老夫人可以借钱妈妈为借口买一颗解药。这办法虽然牵强了点儿，但勉强可行。想到要折损这么一个心腹，老夫人眸底寒芒阵阵。世子也可算回来了，老夫人让您去长辉院一趟。老夫人怎么了？毒没解？老夫人毒解了。毒解了不好好歇息，还找他做什么？不过老夫人找他都急得找到王府大门口了，楚墨尘没借口不去。老夫人找我来有事？找你来是为了钱妈妈中毒一事。明媛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钱妈妈人呢？钱妈妈疼痛难忍，在屋子里待着。扶她过来。把解药给丫鬟，拿去给钱妈妈服下就是。
赶紧去扶过来。没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传来。明媛回头就瞧见连春扶着钱妈妈过来，连春一个人都快扶不住，明媛赶紧去帮把手。不敢当，钱妈妈是老夫人最信任的人，你和老夫人一同中毒，知道相公手里还有解药，老夫人不惜掏8000两给你买一颗解药，足见你在老夫人心中的分量。把解药给钱妈妈服下。明媛麻溜地把随身携带的药瓶掏出来，倒出一粒药丸来，递到钱妈妈跟前。世子妃，还是奴婢来吧。不用，这点小事我来就可以了。这药丸贵重，多经一人手，容易出事儿。那边老夫人手里的茶盏哐当一下掉在地上，吓了明媛一大跳，手里捏着的药丸也掉在地上。连春要去捡，喜儿麻溜地捡了起来。老夫人这是怎么了？啊，老夫人毒才刚解，还端不住茶盏，歇几天就没事了。等我亲眼看见钱妈妈把药丸服下，毒解了之后，就不打扰老夫人歇息了。怎么还要亲眼看钱妈妈把药服下？这毒这么霸道，老夫人又那么舍不得钱妈妈中毒身亡，买了解药不赶紧服下，难道还要等快要咽气了再吃吗？花8000两买了解药不当场服下，回头钱妈妈还中毒死了，这8000两我收还是不收啊？解药喜儿捡起来，没有再交给明媛，直接递到钱妈妈嘴边。那颗解药是买了给嫣儿的。喜儿怔住，忙把手收了回来，站到明媛身后。买给表妹的直接说就是，这么拐弯抹角做什么？看把钱妈妈给感动的。还有，表妹什么时候也中毒了？还和老夫人中的一样的毒？我也不知道你表妹怎么就中毒了，但太医说她中的毒和老夫人一样。嫣儿不懂事，冲撞了世子妃，闹出不愉快来，我教女无方，实在张不开口，才拿钱妈妈为借口。我怎么会和表妹一般见识？我家未免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吧？那解药先付钱。穆大太太没推脱，左右这8000两省不掉，她是带了银票来的，当即拿出来交给了明媛。穆大太太拿了解药后，朝老夫人俯身就赶紧离开了。回了沉香轩，喜儿喜滋滋地算今儿一天明媛挣了多少钱。世子爷、世子妃，成国公府把银票和管事的送来了。送来的还真快，让那些管事的进来。来不了了。怎么了？8名管事的全部服毒自尽，成国公府管事的是用板车把他们的尸体拉来的。成国公府未免太心狠了点吧？为了保住脸面，不背上一个欺君之罪，不惜将那些为他卖命的管事的全部灭口，还把尸体送来，故意恶心我们。明媛倒吸了一口气，人都死了，还是畏罪自杀，这案子没法再继续往下查。第二天一早，天才麻麻亮，一支箭嗖的一下射到王府大门上，小厮一声尖叫打破宁静。那封信是江湖郎中差人送来的，信里加了2张药方，是给楚墨尘治疗断腿的。在信中，江湖郎中把药箱子赠与明媛和楚墨尘，那13万两诊金让楚墨尘代收，将来他会来取。至于什么时候来，或许半年，或许3年5载，或许永远也不会再进京。江湖郎中真的把药箱子和银票留给你们，然后离京了。药箱子送给了我们，那些银票只是让相公代为保管。如果江湖郎中永远不回京，这银票不就等于是送给你们了吗？楚墨尘漂亮凤眸淡淡一扫，三太太话锋一转，辰儿将来是要继承镇南王府的，又岂会把那区10几万两银子看在眼里？是三婶失言了。江湖郎中把药箱子送给了我们，里面的药我和相公能做主。这是去伤疤的药膏，表姑娘脸颊受了伤，这药膏送给她。还有这帕子里包裹的是解药，可以拿来救钱妈妈。药箱子送给了他们，里面的东西自然不能收钱。左右老夫人和穆家会开口找楚墨尘要药膏和解药来救钱妈妈，不如直接开口。听说江湖郎中在药箱子里下了毒，这药膏会不会出问题啊？大伯母怎么这么说？江湖郎中离京了，整个京都估计就只有这1瓶子了。
不送给表姑娘也无妨，但要是表姑娘用了出了问题，可就不好交代了。这药膏让赵院正检查过，没有问题才敢给表姑娘用的。表姑娘若是不放心，用之前还可以让太医检查一番。这一瓶药膏你自己留着吧。之前强要我不给，现在白送，人家还端架子不要。丑话说在前头，东西我可就送这一次，不会有下回了。这药箱子既然江湖郎中给你们俩了，那之前给老夫人解毒的药丸，不好再收钱吧？老夫人服用的解药是成国公府付的钱，三婶的意思是让我把8000两送还成国公府吗？那8000两是成国公府先付的，老夫人觉得不应该让成国公府破费，左儿让人拿了8000两还给成国公府了。世子妃那是什么表情？明媛在替相公不值。昨相公在院子里说8000两让成国公府付的时候，没有阻拦相公，就算是认可了。相公进宫，当着皇上和太后的面逼迫成国公府掏钱，王府又觉得此举不妥，把8000两送去给成国公府。坏人相公做了，现在三婶又让相公把8000两还给老夫人。昨儿那封信大家都瞧见了，江湖郎中可明确写着一颗解药8000两，三婶是要相公替成国公府付8000两。这不是江湖郎中把解药都送给你们了吗？哪还能按一颗解药8000两来算？同样是解药，在江湖郎中手里值8000两，在本世子手里，感情就一文不值了吗？那江湖郎中生了一副土匪心，你是镇南王世子，怎么能和江湖郎中比呢？哼，敢说我娘子生了土匪心？昨儿相公还说，这解药如果让他卖，绝对卖1万两一颗，或者让成国公和晋王竞争，价高者得。这不是解药是江湖郎中的，怕江湖郎中说我们赚差价没敢说吗？中毒的不止成国公，还有晋王。晋王中毒吃尽苦头，江湖郎中把药箱子给了你们，你们还收晋王的诊金，难保太后不会把对江湖郎中的怒气迁怒到你们身上。不缺钱用，还是别为了一点钱树敌才好。王爷手握兵权，太后和晋王不能拿他怎么样，可你们大伯父和三叔还不任由晋王错别柔缘？真没见过这么没皮没脸的。如果江湖郎中没有把药箱子送给他们，是不是还要我们自掏腰包帮晋王和成国公解毒？去告诉父王，就说老夫人和三婶他们让他一会儿拿了银票去成国公府和晋王府赔礼，务必让他们和太后消气，不然将来大伯父和三叔仕途受阻，全是受我连累，我担待不起。这事儿怎么能让王爷去？王府还有比父王面子更大的吗？我去只会把事情弄砸，我惹出来的祸事，父王不出面帮我摆平，难道要劳烦大伯父和三叔出面吗？大姑娘回来了。娘，祖母，我回来啦。祖母的鱼儿可算是回来了，有没有想祖母啊？想死了，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回来。这么迫不及待的回来，怎么到今儿才回来？本该半个月前就动身了，谁想到外祖母得了风寒，又舍不得我只好等外祖母病愈了才动身。方才回府，听下人说祖母中毒了，祖母没事吧？服过解药，没事了。叫我一声娘都还没来得及应你呢，就眼里心里只有你祖母了。楚瑜俏皮地吐了下舌头，明媛看看他，又看看跟着他身后进来的一姑娘，她应该就是镇南王府二姑娘楚代，乃是庶出。据说楚代的生母是大太太的贴身丫鬟，怀上楚瑜的时候不便伺候大老爷，就给贴身丫鬟开了脸，丫鬟也争气，没2个月就怀了身孕，只可惜福薄难产而亡。不要缠着你祖母，你祖母才解毒，身子还虚弱得很，要多休息。我不过才离京3个月，府里怎么就出了这么多事？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先去歇着吧。楚瑜和楚代俯身告退，刚进院子，青杏就上前：世子妃，穆大太太又来王府了。明媛笑了一声，女儿毁容，做娘的怎么可能不心急？燕儿脸上的伤疤还是另想办法吧，
世子妃手里那一瓶子药膏，就是给你，你也不敢给嫣儿用。我就是为那一瓶子药膏来的。你糊涂了吗？那药膏有毒。药膏有毒我知道，但药膏也管用啊。江湖郎中不是把解药都给了世子了吗？药膏里的毒要3天才毒发，嫣儿可以一边用药膏去伤疤，再服解药解毒就是。只可惜老夫人没有想到这一层，替慕烟回绝了。现在再让她开口要，老夫人拉不下脸。世子妃，穆王府萧小少爷来了。小屁孩怎么又来了？上回说我不够矜持，不许打他主意，还让楚墨尘好好管管我，他还敢来呢。就看到萧小少爷摇着小玉扇走过来。萧小少爷怎么来了？不怕我还打你的主意？我是来给你送银子的，你就不能看在银子的面子上对我和颜悦色一点儿？这不是怕笑得太灿烂，你说我不够矜持吗？女人啊，果然爱记仇。真的想敲他那小脑袋瓜了，这都是跟谁学的？我想萧小少爷肯定不是专程给我送钱来这么简单。我是为上回找你拿的治胃疼的药来的。难道你大哥又胃疼了？我大哥吃了2粒药就好了，这么多天都没再疼过。我来找你是又像有胃疼的毛病。世子妃，穆大太太来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就不能晚上消会儿吗？明远想着要写药方子给他要一会儿，便道：你等会儿。晨儿呢？世子爷在后院看书呢。相公看书的时候不许人打扰，穆大太太有事找相公，不妨进正堂喝茶等候。茶就不喝了，江湖郎中离京，把药箱子给了你和晨儿，里面有一瓶子去伤疤的药膏，我是为那瓶药膏来的。相公是要把药膏给表姑娘，只是老夫人怕药膏有毒，回绝了相公一番好意。这事儿我听老夫人说了，只是嫣儿脸伤得严重，世子妃也知道，去除不了伤疤，嫣儿会活不下去的。我相信江湖郎中把药箱子给你们，一定能保证药膏没毒，就算有毒，嫣儿也愿意赌这一把。可是你愿意赌，我却不愿意再给你赌的机会。对不住了，那药膏我已经送人了，没法再给表姑娘。送给谁了？明媛还没想到把谁拉出来做挡箭牌合适，身后一稚嫩却不失气势的声音传来：当然是送给本少爷了。怎么会送给穆王府小少爷？这……喜儿站在萧小少爷身侧，触及到明媛询问的眼神，喜儿得意地昂着脖子：哼，没错呀，就是奴婢把药膏给萧小少爷的，便宜萧小少爷，怎么也比便宜穆表姑娘的好。这边喜儿高兴得合不拢嘴，极力忍着，那边穆大太太却是气得5脏6腑都疼。嫣儿真的需要那瓶子药膏，她……你看出来我是假的需要了？本来没事儿的，世子和世子妃主动给嫣儿药膏，她收着就是，为什么要拒绝？穆大太太悔得肠子都发青，不知道怎么把药膏拿到手。萧小少爷却是骗人心虚：没事，我就先回穆王府了。喜儿屁颠屁颠地送他离开，药膏都被带走了，穆大太太也没有了留下的必要。穆大太太前脚走，后脚明媛就赏了喜儿2两银子，然后哼着小调去了后院。走在小桥上，就瞧见竹林旁的空地上，楚墨尘在练习走路，赵峰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唯恐他摔倒。明媛看了会儿，提醒他断腿才刚好，不要练太久，要循序渐进。你都不扶着我点儿，这女人真的一点做人世子妃的觉悟都没有，站在那里看着就过分了。明天吧，萧小少爷刚帮了我一点小忙，我接着投桃报李。有什么忙不能找我帮忙，需要找人家萧小少爷的？他不会真打人家的主意吧？很快，竹屋就传来一阵捣药声，楚墨尘频频朝竹屋张望，还故意叫疼。明媛都没出来看一眼。世子妃调制药丸的时候格外专注，应该是没听见世子爷叫他。赵峰去请明媛：你来的正好，有几味药不够用，让人买一点回来。属下去吧。明媛看了眼屋外的楚墨尘：你还有事，让别人去就行了。缺了药，世子妃也没法调制药丸。世子爷方才腿有点疼，
正好世子妃可以给爷看看。闪得还真是快，我都还没答应呢。这时候楚墨尘要茶喝，茶就在院子里，又叫我的功夫都能过去喝2杯了，真是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怎么把拐杖扔了？方才脚下一滑，只顾着稳住身子，它自己就飞出去了。你怎么没和拐杖一起飞出去？娘子是希望我和拐棍齐飞。明远走过去要把拐杖捡起来，可是拐杖已经被他给砸坏了。拐杖坏了，我给你拿齐大少爷送的那根吧，他送的拐杖质量好，没那么容易坏。我要喝茶。人家救过他，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明远很听话地过去倒了茶。楚墨尘喝完一杯，深深地看了明远一眼。这茶味道有点特别。你尝出巴豆的味道了？快扶我去茅房。我给你下的巴豆，明天再反应。现在扶你去，难不成相公打算在茅房过夜？果然是吓唬我的。哼，那就不着急了，我再练会儿走路。没有了拐杖，还不让明远去给他拿，只能明远扶着他了。走了一会儿，他半边身子就歪在明远身上，让他站直点儿，他就叫腿疼。忍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两人都摔了。哎呀，世子爷和世子妃就不能矜持点吗？这还是后院呢，而且这还是大白天。喜儿一尖叫，明远知道喜儿误会了，挣扎着要起来。楚墨尘不松手。你流鼻血了，喜儿，快过来帮忙。喜儿回头就看到楚墨尘流鼻血的样子，心下一惊，赶紧过去帮明远把楚墨尘扶坐轮椅上。来找我有事儿？老夫人找你去长辉院。耽误半天了，不能再耽误了。喜儿看看走远的明远，再看看楚墨尘，迟疑不决，最后快步追上明远。真就这么走了？哎，世子妃，世子爷还在流鼻血呢，咱们就这么走了，不好吧？他自找的，不用理会他。喜儿一边紧随明远往前，路过院子的时候，一把将海棠抓住。哎，世子爷流鼻血了，你去后院看看。啊，世子爷好好的，怎么会流鼻血？喜儿凑到他耳边咕噜2句，海棠脸一红。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哎呀，你看着办吧，我先走了。老夫人找明远来是，你真把那瓶去伤疤的药膏送给了萧小少爷？明远点头，再点头。晨儿知道吗？早上从长辉院离开时，相公说那瓶药膏随明远处置。把那瓶药膏要回来。明远不说话，只望着老夫人。你们把药膏送给嫣儿，我都没收。把药膏送给萧小少爷，出了什么事，你担待不起。老夫人多虑了，我如实告诉了萧小少爷，他说出了事，他一力承担，我不好拒绝，就把药膏送给他了。穆王府小少爷才6岁，他能懂什么？他要有什么万一，穆王爷、穆王妃会不怪你吗？穆王爷和穆王妃我见过，不是蛮不讲理的人。老夫人要真担心，明远可以让丫鬟去和青衣郡主打声招呼。老夫人关心世子妃，世子妃并不领情，您何必呢？不是她一定要药膏的吗？怎么又？是我老婆子多管闲事了，退下吧。是不打算要药膏了？明远乖乖地俯身告退。穆大太太的丫鬟上前，把云袖里藏的药膏拿出来。的确是去伤疤的药膏没错。怎么拿回来的？奴婢拿了一盒去伤疤的药膏和萧小少爷换的，正好他嫌弃这药膏乌漆麻黑的，抹在脸上难看。萧小少爷身份再尊贵，毕竟也才6岁大，好骗。这药膏萧小少爷是替九皇子要的，奴婢追上去的时候，九皇子额头上还抹了一点，确实难看。再说明远和喜儿出了长辉院后，就躲在了假山后，没一会儿就看着穆大太太笑容满面的走远。穆大太太怎么笑得这么高兴？一定有问题。奴婢去找萧小少爷问问。不用，萧小少爷人小鬼大，机灵着呢，想从他手里骗东西谈何容易。
也是，不知道世子爷鼻子怎么样了。那咱们回沉香轩吧，去花园走走。花园闹鬼，去观景楼上瞧瞧总行了吧？语气带了点薄怒。喜儿怕明媛说他胳膊肘往外拐，再不敢多言。观景楼上风有点大，沙漫翻飞，但风景绝好。眺目远望，整个花园的美景都尽览无余。王府花园可真漂亮，还是郎嬛郡主会挑地方。哎，连秋千都看得一清二楚呢。明媛望过去，她眉头微拧，心底有什么闪过去。世子妃从秋千上摔出去，会不会和郎嬛郡主有关啊？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喜儿回头张望，确定只有他们两人。反正奴婢就觉得郎嬛郡主不是什么好人，她的那个丫鬟秋露就更坏了。明媛嗔他，是他们先在背后说世子妃坏话的。不过幸好花园闹鬼，郎嬛郡主胆小，搬回东王府住了。只是大少爷什么时候才能抓到杀人凶手呀？应该快了。刚准备离开，楼梯传来一阵踩踏声。他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这话说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世子妃是嫁给世子冲喜的，应该多陪着世子。和大少爷在观景楼上待许久，招惹闲话。观景楼上只有我家世子妃和奴婢，哪来的大少爷？那不是吗？看到楚墨风，喜儿吓了一跳，忙往明媛身边站了站。还好没有说世子妃调制药膏和江湖郎中的事。嘿，我应该没有打扰到魏姑娘欣赏风景。应该是我和丫鬟打扰到大少爷了。明媛打算离开，那边台阶又传来一阵噔噔噔声。大哥，你什么时候抓到杀害北鼎侯府江大姑娘的凶手？我宁死也不会嫁给北鼎侯府上的少爷的。楚瑜的丫鬟拽了拽她的云袖。二嫂不是回东王府了吗？什么时候回来了？我还打算过2日去东王府看你呢。方才上街听晋阳郡主说你回来了，便回来看看。老夫人中毒，郎嬛郡主都没有回来，楚瑜回来，他回来可能吗？他应该是冲着楚墨风回来的。明媛淡笑拂身，带着喜儿施施然离开。大哥，你就算不为了我，你也得为了你自己上点心吧？难道你打算一辈子不娶妻，顶着克妻的恶名过一辈子？大哥不可能一辈子不娶妻的。那你答应我，1个月之内找到杀人凶手，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好。大哥最好了。你先下去。大哥和二嫂又有什么好聊的？二嫂，我在楼下等你。进了屋，刚走到珠帘处，明媛就想自剜双目，一眼的红还是大红。爷呢？爷在书房。谁让周妈妈带人准备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跟周妈妈说的，她以为我上火流鼻血传到了母妃耳朵里，然后就这样了。奴婢只告诉了海棠呀，世子妃流鼻血的事儿，你怎么告诉周妈妈了？你怎么告诉我的，我就怎么和周妈妈禀告的。不能告诉周妈妈吗？为什么不能告诉周妈妈？世子爷的确是抱着世子妃才流鼻血了啊。他流鼻血是撞出来的，不是因为抱着我心神荡漾上火导致的。他们误会了，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我总不能说我鼻子流血是你撞出来的吧，一样丢人。世子妃，你出来一下。明媛是有气都没地儿撒，狠狠地剜了楚墨尘一眼，就出了书房。世子爷对世子妃是没话说，他都憋出火来了。王妃也让人送了圆帕来，世子妃和世子爷就把房圆了吧。这日子也好，保不齐世子妃能一举怀上，给世子爷添个小世子呢。这副身子才15岁啊，让我15岁就生孩子，未免太狠了点吧？不只是我和王妃，还有夫人和侯爷，还有老夫人，都希望世子妃和世子爷能过一辈子。乖，听话啊！明媛呲了呲牙，头也不回地去了后院。世子妃，你都治了这么多药丸了，差不多够右相吃1年了，歇歇吧，都到吃晚饭的时辰了。那一屋子的红，怎么吃得下饭啊？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再者，他也不能在药房过夜。明媛把手里的活放下，起身回了内屋。
屋子里安静的，只听见细微嚼菜的声音。世子爷和世子妃，这哪有点要圆房的样子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要分家呢。1刻多钟，两人就歇了碗筷，吃的不多，也不用溜达消食。半个时辰后，喜儿憋不住了，凑到楚墨尘身边：“世子爷，该沐浴了，一会儿还要施针用药。”楚墨尘淡淡应了一声，把书放下。世子爷好像生气了。我还生气呢。那世子妃一会儿还给世子爷治腿吗？我不会那么没有医德。雪雁把药膏摆在小髻上，一如往常。哑巴啦？完了，这是要开战的节奏啊！雪雁扯了下喜儿的云袖，两丫鬟一块闪了。你吃晚饭的时候在想什么？我能想什么？说实话。是你让我说实话的，那我可直说了。我在想，你们家怎么没有想爬床的丫鬟？真想钻你脑袋里看看，你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吃晚饭的时候在想什么？没想什么。我说实话了，你也要说实话。春宫图。说我想的是乱七八糟，我还以为你在想保家卫国、报效朝廷的事儿呢，原来净想这些龌龊事儿。说你胡思乱想还真没说错，我想的是周妈妈把你的压箱底翻出来藏在了枕头底下，上回你取笑我风水轮流转，这回该轮到我笑回来了。风水轮流转没错，但这回还轮不到你，我又没打算圆房，我不看。楚墨尘没脾气了，他撑着轮椅起身，还没反应过来，楚墨尘一个翻身就将他压在了身下。这回没轮到我，什么时候轮到我啊？你快压扁我了！哪里扁了？一股火苗从被他捏处嗖的一下窜到了明远脸上。有点小。嫌小？那你还摸？楚墨尘看着他，低笑出声。你要再叫大点声，整个王府都知道我对你做了什么。屋外，喜儿和雪雁捂着脸跑远。叫那么大声，羞死人了。楚墨尘看着他眼中的自己，我哪里不够好，让你一直想着离开啊？他从书房离开，在后院待了一下午。他打定主意不强逼他，等腿一好就让他离开。可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只是没有和他说话，他就浑身不痛快。他改主意了，哪怕他恨他一辈子，他也要把他留在镇南王府。回答我。你还算不错。只是还算不错。就算我说你好的天上有地上无，但你真的喜欢我吗？我若不喜欢你，只是治腿而已，需要把你娶回来吗？要不是我及时给你送信，你娶的就是苏黎表妹了。你冒用别人的名字骗我，又恰好在苏家，还怪我认错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就算这是我的错，但满京都知道你娶我是为了冲喜，你不承认也不行。都是父王给我挖的好坑。你就算再好，你能这辈子身边只有我一个世子妃吗？为何不能？我不是和你开玩笑。弱水三千，也不及你这一瓢。明媛心里闪过一抹异样，好像快要沦陷了。他掐自己，嘴里还在嘀咕让自己清醒。床上说不可信，那要不要我下床再说一遍？那么小声都能听见？你说，我信你。如果你将来食言，我就废掉你，来消我的怒气。废掉我？你舍得？无耻下流不要脸！不管了，先圆房。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楚墨尘推开。现在还不是圆房的时候。那什么时候？等我满16岁。为什么要满16岁？我还小。楚墨尘想起他先前说有点小的话，顿时悔意丛生。不小了。我是大夫，15岁及笄，身子都还没长开，就嫁人生子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容易难产的。大家闺秀都是15岁及笄就嫁人，靖王府旗下郡主还没你大，都快要生了。你真的不是在忽悠我？谁忽悠你啦？我发誓。楚墨尘用一种怀疑的眸光看着明远。你忘了件事儿没做？什么事儿？仔细想。不就是谢礼吗？明远亲上去，他是亲脸颊的，只是楚墨尘脸一侧，双唇相接。就在他准备再亲下去的时候，明远打了一个喷嚏，然后
他又悲剧了。我真不是故意的，肯定是有人骂我。他随手一拿，好巧不巧拿的正是那方王妃让屈妈妈送来的原帕。哎，昨日床是我亲自铺的，原帕摆得方方正正，不可能会丢啊，跑哪儿去了？床上没有，他就床下找，还真叫他在床底下看见了那方原帕。哎呀呀，世子妃就是脸皮薄，这原帕有什么不能看的？真圆房了，还得去定北侯府报喜呢。奴婢来吧。我来。我能不能溜之大吉啊？本来屈妈妈是一脸灿笑，可真看到原帕上的血后，她脸上的笑容僵硬，眼珠子没差点瞪出来。怎么这么多血？世子妃，您没事吧？我没事啊。那这原帕，昨晚相公又流鼻血了，一时间没找到别的，就拿它擦鼻血了。鼻血？没错，就是鼻血。啊哈哈哈，没事，奴婢就会恒无怨了。世子妃，你还没和世子爷圆房呢。不该你管的事少管。白日里，世子爷流鼻血是你撞出来的，那晚上呢？可别也是。明媛横眼扫过来，喜儿忙把嘴捂上，她什么也没说。明媛梳洗打扮完，车轱辘声就传来了。鼻子还疼吗？连呼吸都痛。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明媛是破天荒的殷勤，又是盛粥又是夹蛋饺的，就差喂楚墨尘了。吃完了午饭就该去请安了。世子爷，世子妃，王妃让你们去恒务院。好端端的，怎么一天流2回鼻血？楚墨尘不说话，明媛不会傻到站出来说是他撞的。会不会是服药的缘故？母妃别担心，不是药方的问题。昨儿相公拄着拐杖尝试走路，还不让人扶，一不留神摔倒了。明媛来不及扶他，相公鼻子砸到了桌子上。这事儿太丢人了，相公不让明媛说。母妃又不是外人，怎么不能告诉母妃了？伤了我，你还诋毁我？求不戳破。我没事儿。要是没事，晚上怎么又流鼻血了？还是让太医来瞧瞧吧。再流鼻血我就见太医。知道王妃有话和楚墨尘说，明媛很识时务地借镜手闪了会儿。等明媛一走，王妃就开始训儿子了。怎么还没有和明媛圆房啊？说的好像我不愿意似的。腿还没好。好，母妃不逼你，等腿好了再圆房也不迟。这么快就聊完了？你还想母妃骂我多久啊？出了恒无院，明媛就推着楚墨尘去长辉院。好端端的，婴儿怎么会哑巴？表姑娘昨晚上突然就说不了话了，天还没亮就请了太医进府，太医说是被人毒哑的。竟然是被人给毒哑了？谁会给他下毒啊？明媛抬头就看到了老夫人，她感觉到了杀气。木烟中毒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给木烟下毒的。不喜老夫人的眼神，明媛冷冷淡淡的俯身告退。穆大太太来见我，就说我不舒服，不见她。身后钱妈妈走过来，俯身给楚墨尘和明媛请安。奴婢谢世子爷、世子妃赐药。钱妈妈伺候老夫人几十年，是老夫人用惯了离不了的人。江湖郎中把解药给了相公和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毒发身亡呢？钱妈妈嘴角溢出一抹苦笑，然后退下。世子妃，二姑娘和表姑娘来了。大姐姐，二姑娘说话这么清晰了。明慧表妹可不是吐什么话都这么清晰，只是大姐姐这3个字她练了很多遍呢。谢婉华四下瞧瞧，小声问明媛：王府闹鬼的事还没有澄清？还没有。那东王府郎环郡主搬回王府住了吗？怎么这么问？没什么，我昨天在街上看到郎环郡主买东西，随口一问。你泄露了王府花园闹鬼是假的事？我不是故意的。到底怎么回事？谁想事情就有那么巧，郎环郡主和丫鬟就在那间铺子里，还正好听到了。世子妃，郡主请谢姑娘去观景楼上说话。
约莫小2刻钟，谢婉华才回来，手里拿了个锦盒，尴尬一笑。狼环郡主找我去，是向我道谢。谢婉华向狼环郡主解释，名媛是苏氏担心王府闹鬼牵连到他，才说那话宽慰苏氏的。谁想到王府闹鬼竟然真的是人为，狼环郡主只讥讽地笑了一声。话不投机，谢婉华就告辞了。又坐了会儿，魏明慧和谢婉华起身离开，名媛送他们出府。世子妃，奴婢有事禀告你。名媛进了王府，往前走了会儿，四下无人，喜儿才凑到他耳边嘀咕：好一个穆家，居然敢假借我的名义骗萧小少爷的药膏，骗了药膏不算，出了事又怨恨我。萧小少爷把昨天走后发生的事告诉喜儿。昨天他刚出镇南王府，就碰到了来找他的九皇子，谁想到走了没一会儿，穆大太太的丫鬟就追了上去，说是名媛的丫鬟拿同样是驱伤疤的药膏和他换那瓶药。萧小少爷人虽然小，但记性可不差，要真是名媛找他，又怎么让一个陌生丫鬟来？九皇子和萧小少爷年纪小，穆家不会怀疑他们，再加上药膏是江湖郎中给他和楚墨尘的，穆家就把这事儿算在他们头上了。什么风把老嫂子给吹来了？唉，嫣儿是我捧在手心里疼大的，说是我的眼珠子都不过分。这些天她接连受难，我这做祖母的心如刀割。唉，嫣儿那孩子怕是和我镇南王府八字相冲啊。姑母，您可得救救嫣儿啊！你让我怎么救她？昨天的事儿你说得出口吗？姑母，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果真是药膏出了问题？查过了，就是药膏被人下了毒。九皇子也中毒了？穆老夫人摇头，九皇子并未中毒，要是九皇子也中了毒，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无需他跑这一趟。九皇子先用药膏却没中毒，这不可能啊，除非这毒是在九皇子用了之后才下在药膏里的。要真这样，他爱莫能助。来的路上我倒是想了个法子，可以一试。念夏姐姐，你怎么来了？来的还真是快。世子妃，老夫人让您去传会院一趟。正好明媛也想去瞧瞧穆家和老夫人的脸皮能厚到什么程度。出了沉香轩，走了一会儿，念夏恍然拍自己的额头。哎呀，看奴婢这记性，怎么忘了请世子爷？奴婢这就回去请。明媛也没多想，只带着喜儿朝长会院走去。不知老夫人找明媛来是？怎么没把药箱子一并带来？带药箱子来做什么？嫣儿中毒了，找了好几位太医进府，也没找出中毒的原因。太医怀疑可能是那天服的解药有问题。高，当真是高啊！深呼吸，明媛把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怒意压下。怎么可能解药有毒呢？服解药的可不止穆表姑娘一人，其他人可都没问题。其他人是没有问题，还是没有毒发尚不清楚。既然太医这么说，你就把药箱子拎来，让太医仔细检查一番。如果没有问题，那最好；要真有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那边轮椅的咕噜声传来，明媛回头就看到雪雁推着楚墨尘走进来，念夏怀里抱着药箱子。相公，有太医怀疑江湖郎中调制的解药有毒，才导致表姑娘哑巴的。所以老夫人才让丫鬟拿药箱子来给太医检查。明媛点头如小鸡啄米。既然如此，那就让太医检查吧。老夫人，刘太医来了，快请。明媛就站在楚墨尘身侧，看着刘太医把药膏拿出来一瓶瓶的检查。这些药都没有毒吗？尚未发现。刘太医伸手去拿最后一瓶药，明媛眉头扭了下。这药瓶不是摆在药房里的吗？是谁把它拿在药箱子里的？明媛看了雪雁一眼，雪雁摇头，又看了楚墨尘一眼。明媛眸底闪过一抹狐疑，不知道楚墨尘想做什么。那边刘太医低呼：这药丸儿，这药丸怎么了？这药丸可解百毒啊！赶紧的，
把这药丸给我放回去。这药丸可解百毒，正好能拿来救你慕言表妹。三婶话说的轻巧，你可知道这药丸有多珍贵？就这么随便拿来用？随便？嫣儿可是你表妹，再珍贵的药，不也是拿来救人的吗？赵峰，告诉他们，爷，你这不是为难属下吗？咱们事先也没有对好词儿啊。这药丸珍贵，当初世子爷中毒双目失明，江户郎中原是想拿这颗药丸给世子爷解毒，最后都倒出来了，还放了回去。江户郎中说这药贵重，千金难求，给世子爷解毒是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爷说钱不是问题，江户郎中都不为所动。我说2万两买这颗药丸，江户郎中都没搭理我，只说好药要用在刀刃上，要是钱能随随便便买到，也轮不到我出价。说完，楚墨尘看了明媛一眼，怎么样，为夫没有辱没你吧？你比我厉害，我一颗药丸卖8000两，你2万两还不卖，小女子甘拜下风。穆大太太才不管那么多，她求楚墨尘，我双目失明都没能吃到这颗解毒丸，慕言表妹只是中毒哑巴了而已，现在穆家连她怎么中毒的都没查清楚，找到下毒之人，拿到解药不就行了？已经查了，但是查不到。穆家就这么无能吗？慕言表妹都被人害得说不了话了，查不出下毒真凶，难保不会有下一回。再说了，这么珍贵的药丸，要是叫江湖郎中知道我随随便便就给用了，还不得被我气死？我给你跪下了。他说着身子弯下去，他先打招呼就是给明媛机会扶他，然而明媛傻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穆大太太身子僵硬了一瞬，银牙一咬，果真跪了下去。世子妃，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刚刚穆王府萧小少爷差丫鬟来拿药膏，说是昨儿你后来让丫鬟给他换的药膏一点都不好，九皇子涂了一晚上，一点效果都没有，他还是要那瓶乌漆麻黑的药膏。江湖郎中给我的那瓶去伤疤的药膏，不是给他了吗？奴婢也是这么说的，可萧小少爷的丫鬟说萧小少爷发了话，世子妃你不把药膏给他送去，他就去皇上跟前告状，说你不讲先来后到，见他人小就帮着穆家欺负他。我没欺负他人小啊，我什么时候让丫鬟换药膏了？奴婢也不知道。那丫鬟说萧小少爷还记得找他换药膏的丫鬟长什么模样，他昨儿在沉香轩见过，当时那丫鬟就站在穆大太太身边，穆大太太能给他作证，咱们赖不掉。昨儿在沉香轩站在穆大太太身后的丫鬟不是她吗？好一个胆大的丫鬟，居然敢找萧小少爷偷换药膏！奴婢没有，那你心虚什么？阿峰，把这丫鬟拉去穆王府，让萧小少爷好好认认，昨天找他换药膏的是不是这丫鬟？还嫌丢的脸不够吗？出什么事了？王爷日理万机，极少看到他，不会还是楚墨尘请来的吧？父王来的正好，穆家这丫鬟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冒充世子妃的丫鬟，败坏世子妃的名声。王爷走过去坐下，老夫人就知道今天的事没法善了。老夫人摆摆手让丫鬟退下，又望着明媛和楚墨尘，你们也退下。明媛很听话地推楚墨尘离开。老夫人是让你的丫鬟退下，你急着跑出去做什么？明媛憋笑，反正老夫人没点名让他们退下，他们就当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昨儿早上世子和世子妃把药膏送来我这儿，说是要送给嫣儿的，我怕药膏有毒，就没替嫣儿收下。后来穆大太太觉得世子既然敢送，药膏就肯定没问题，就去沉香轩拿药膏了，顺便道谢。谁想去晚了一步，世子妃把药膏送给萧小少爷了。药膏只有1瓶，嫣儿的脸又非药膏不可。翠柳这丫鬟就擅作主张，拿了一盒普通驱伤疤的药膏，把萧小少爷手里的药膏给骗了回来。如此擅作主张的丫鬟，拖出去杖毙。这是穆家的丫鬟。穆家丫鬟装世子妃的丫鬟骗人，只是杖毙她已经给穆家留着脸了，拖出去。
很快，班子混着救命声传来，听得穆大太太拳头攥得紧紧的。穆家是老夫人的娘家，看在亲家面子上，把药膏还回来。这事儿本王就当作不知道，请回吧。不愧是杀伐果断的镇南王，出手就是快很准。药膏可以还回来，可那药膏有毒。嫣儿本来好好的，就是抹了那药膏才哑巴的。原来穆表姑娘是抹了江湖郎中的药膏才中毒的，那你们怎么能骗我说是服用解毒药丸中毒的呢？用了骗回来的药膏中毒了，这是咎由自取，得多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穆家脸皮薄，只能撒谎骗骗你这样的蠢丫头。丫鬟把药膏骗了回来，我知道不对，可嫣儿是我女儿，是我鬼迷了心窍害了嫣儿，我已经知道错了。要是那药膏真给九皇子用了，今日哑巴的就是九皇子了，嫣儿也算是替九皇子挡了灾呀。真是死不悔改啊！相公，穆大太太说的似乎也挺有道理的。的确算是替九皇子挡灾了。改明儿让九皇子去穆家道声谢，做人不能知恩不图报啊！还不给我回去好好反省，穆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穆大太太哭着起身，可嫣儿她……穆老夫人瞪她，穆大太太不敢不从，抹掉眼泪，转身离开。这一回是我穆家错了，只是嫣儿中毒，嗓子说不出话来。江湖郎中的毒，只有江湖郎中的药能解。那药膏赵验证检查过，没有毒。有毒我们也不敢给表姑娘用，更不敢在表姑娘不要的情况下送给萧小少爷给九皇子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穆家回去一定严查，能找到下毒之人，把毒解了最好。如果解不了，那么珍贵的解毒丸，我不会白送给穆家，拿2万两来买，让穆嫣表妹亲自送来。丢下这一句，楚墨尘推着轮椅离开。出了长辉院，见四下无人，明远瞅了海棠一眼，时间掐得不错。世子妃，奴婢方才进屋，是真有事要禀告您。什么事？方才定北侯府的丫鬟来禀告，说是表姑娘离开王府没一会儿就腹疼不止，没忍住让周大夫把了脉，说是被人下了泻药，让你小心。拿几粒止泻药给表姑娘送去。奴婢去吧。等她回来，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表姑娘没事了吧？表姑娘这回是疼惨了，差点虚脱。幸好世子妃的药效果好。表姑娘说她来王府，只在观景楼上喝了半杯茶，当时就觉得那茶味道不大对劲儿。表姑娘都没得罪蓝环郡主，就给她下泻药了。这要真得罪了，那不直接下砒霜？往后世子妃还是离蓝环郡主远点好。怕什么？她要真敢给世子妃下毒，死的肯定是她。明媛无语地朝天花板翻一白眼。方才穆家管事去了定北侯府，问二姑娘雅集一事，夫人把二姑娘用的药方给了穆家，就连药丸都给了几颗。毕竟是2万两，穆家自然是不想掏，但可惜他下的毒只有他能解。这一天阳光明媚，明媛和往常一样去长辉院请安，就瞧见楚瑜一脸笑容地迎上来。明媛稍稍避让，我就是迎接四嫂你的。迎接我？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我和晋王府晋阳郡主的关系一直不错，之前去外祖家贺寿，晋阳郡主答应我，等我回京办一场宴会替我接风洗尘。今儿送了请帖来，他在请帖里还给我加了一封信。之前因为江湖郎中，晋王府和咱们镇南王府还闹出不少的不愉快来，他心中歉意，让我务必说服你一起去晋王府。相公说我要去哪儿必须经过他同意。四哥怎么这么霸道？明媛一脸我就是嫁过来给他冲喜的，这1年里当然他怎么说我怎么做了啊。那怎么办？我都和晋阳郡主打了包票，这么点小事儿我一定能办到。去不去晋王府参加宴会那是别人的自由，他凭什么打包票？晋阳郡主和大姑娘你关系好，专门为你宴会接风洗尘，你如实告诉晋阳郡主，他不会怪你的。世子妃嫁给辰儿这么久，几乎就没怎么出过门，更别提参加什么宴会了。
你是咱们镇南王府世子妃，也该走出去，让别人多认识认识。四嫂，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不是我不想去，而是近来我运气比较背，一出门就出意外。相公也是出于担心我，不许我出门，我自己也心有余悸。世子妃太谦虚了，你要是运气背，那世上就没人敢说自己运气好了。明媛不说话，楚瑜觉得他们这么多拳头都打在了棉花上，不由得泄气。回头我求四哥去。楚瑜不是嘴上说说，他是真的求楚墨尘。四哥，你就让四嫂和我一起去靖王府吧。看情形，那天我脚不疼就让他去，脚疼的话，他得留下来给我捶腿。楚瑜俯身道谢，又小坐了会儿，就告辞了。我还以为你和府里的姑娘关系都一般呢。小时候我喜欢跟着大哥屁股后面玩，玉儿也一样，走得近，比其他堂兄妹关系自然亲厚2分。自打二哥出事，父王封镇南王后，和他们的关系就都淡了。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年，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这么累呢？在书房待了会儿，楚墨尘去后院练走路，明媛则回屋做绣活。喜儿端了糕点进来，把红豆糕摆在明媛手边小机上。世子妃，您还记得北鼎侯府江三姑娘吗？当然记得，怎么突然提起她来了？她可能要嫁给东王府世子，也就是蓝环郡主嫡亲的兄长。可能？你这是打哪儿听来的八卦？就刚刚在厨房听的呀，而且是新鲜出炉的。那你快说啊，世子妃都等着急了。我哪里等着急了？我可没有那么八卦。厨房小丫鬟半个时辰前，在街上瞧见北鼎侯府江三姑娘出美人阁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往前一扑，好巧不巧的，把正要进去的东王府世子扑倒在地了。当时好多人都瞧见了，小丫鬟还围观了下。在古代，男女有了肌肤之亲就要嫁人，何况江三姑娘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东王世子扑倒了。东王世子如何？毕竟是东王府世子，肯定不会差呀。但除了家世之外，其他的比大少爷那是差太远了。而且有蓝环郡主那样的妹妹，东王世子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人。陪楚墨尘吃了中午饭，明媛闲来无事，他溜达出了沉香轩。大少爷这会儿就在花园里呢，怎么没瞧你凑上去了？哼，你少打趣我，你以前也没少往大少爷面前窜啊。你说你是怕花园闹鬼，还是怕大少爷克妻？大少爷是克妻，又不是克丫鬟，我可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只是觉得大少爷好看。世子爷也好看啊，怎么没见你往世子爷跟前钻？世子爷当然也好看了，但世子爷脾气不好，大少爷脾气多好啊。这丫鬟真没规矩，居然敢说世子爷脾气不好。他们也没说错啊。啊，世子妃，人家在你背后说你夫君坏话呢。明媛正愁找不到机会和楚墨风赔礼，丫鬟说她在花园，明媛决定去碰碰运气。在花园走了会儿，就瞧见湖畔一身影，不是楚墨风又是何人？他站的地方正是北鼎侯府江大姑娘落水溺亡的地方。明媛走上前，他开口：你不怕？我一直觉得人要比鬼可怕。为何这样觉得？人要是被鬼吓死了，也就成了鬼，这样见面岂不尴尬？你这见解倒是独特。开玩笑的，这世上有鬼，但也只活在一些人的心中，更不会青天白日的跑出来，又何惧之有？我来是向大少爷你赔礼道歉的，我应该连累你挨骂了吧？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无需和我道歉。这2天没听说花园闹鬼是假，看来蓝环郡主虽然生气，却也替你保密，但你这办法好像不管用啊。真是不知羞耻。东王府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郡主放心，和计划的一样。蓝环郡主眼底闪过一抹冷芒，示意秋露附耳过来，低语几句，秋露连连点头。明媛带着喜儿往前：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就不能等等我吗？循声望去，明媛就瞧见三少爷楚墨行往前走，楚科在后面追，苦口婆心：哥，你就和我一起去参加晋阳郡主举办的宴会吧，
青阳郡主邀请了不少未出阁的姑娘，你不去的话，怎么挑选喜欢的姑娘啊？我还没退亲呢。这退亲不是迟早的事吗？那等退亲再说也不迟。明媛在书房内找书看的时候，一件糟心事就传到他耳朵里来了。青杏急急忙进来禀告，说是府里流言四起，都在议论郎环郡主给谢婉华下泻药的事。本来郎环郡主就有点喜怒无常的，这样的流言传开了，他就更看我们世子妃不顺眼了。表姑娘被人下了泻药的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怎么会在王府里传开？哎，是啊，这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怎么会传开的呢？是谁说漏嘴了？几个丫鬟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齐齐摇头。外面传来一阵咚咚敲门声。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长辉院一趟。世子妃，王妃让您去恒芜院一趟，郎环郡主也在那儿。老夫人传世子妃去回话。不论是尊卑有序，还是先来后到，明媛都应该先去长辉院，但偏偏明媛先去了恒芜院。长辉院的小丫鬟见明媛这么堂而皇之的不把老夫人放在眼里，愣在岔道处，回过神来，飞快地转身朝长辉院走去。王妃，您可得给我们郡主做主啊！郡主和谢姑娘无冤无仇，只是请她上观景楼坐了会儿，就被人如此诋毁。要不是奴婢拦着，刚刚郡主就差点从观景楼上跳下去了。一点小事怎么就到了寻死觅活的程度了？查出是谁传的流言，母妃给你做主就是。明媛走上前，听着郎环郡主的哭泣，秋露抬手一指，就指向了跟在明媛身后的喜儿。王妃，奴婢去打听过，就是世子妃身边的丫鬟喜儿传的流言。王妃明鉴，奴婢没有往外传过这样的流言。空穴不来风，不是你传的。世子妃身边丫鬟那么多，为什么不说别人就说你？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件事谁传开的，谁不得好死。郎环只是想等我在王府替相公守几个月，就这么容不得郎环，要赶郎环走吗？明媛望着郎环郡主要开口反驳，结果王妃朝他摇头。既然世子妃的丫鬟敢赌咒发誓，应该就不是她往外传的。你们俩呀，都是聪明的姑娘，莫要受流言左右。赌咒发誓，这世上有谁信誓言？相公去卧时还说过会一生一世待郎环好。豆大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巴拉巴拉往下掉。王妃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就因为郎环要回东王府嫁人，所以母妃就偏袒世子妃吗？郡主，咱们回东王府吧。你天生胆小，王府闹鬼把你吓回东王府，你强忍着回来。可这南王府已经没有咱们的容身之处了，您本就没有什么朋友，难得和谢姑娘相谈甚欢，甚至送她金簪做谢礼。在观景楼上，你只是亲手斟了一盏茶，就被人拿作借口污蔑你在茶里下泻药，说你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你是东王府众星捧月的郡主啊，何苦留下来受气啊？深呼一口气，明媛上前走了一步，正要开口，身后传来一阵轮椅滚动声。晨儿怎么来了？我是为世子妃表妹被下泻药之事来的，那泻药是我下的，流言也是我让人传的。我希望二嫂愤怒之下搬回东王府，好好嫁人，相夫教子，永远不要再回这伤心之地。郎环郡主眼泪涌出来，她猛然起身，抹着眼泪跑了。秋露紧随身后。真是你下毒的？世子妃那小胳膊小腿儿背不起这黑锅，可不得我来。王妃歉意地看着明媛。是王府亏欠了郎环，这2年他一直待在观景楼上，少与人接触，母妃很怕他想不开做傻事，不得已之下只能委屈你了。母妃说的明媛都懂。明媛乖巧地点头，懂得不止她，还有郎环郡主。见王妃脸上露了皮色，楚墨尘和明媛就告退了。还在生气？我知道王府亏欠郎环郡主，但我没有亏欠过他。我不会因为王爷承诺给我20万两，我就会委屈自己，去认下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要王府真委屈他，逼他认罪，以他的性子会不要那20万两，收拾包袱就走。对他来说，挣钱比下毒还要容易。也正因为知道
所以得知王妃把明远找来，他就赶了来，还算及时将局面稳住了。我不会让他们委屈你，这是楚墨尘的承诺。望着他那张俊美如妖孽的脸，还有在狼环郡主和王妃跟前把所有过错都揽下的样子，明远决定相信他。那边春兰拎着裙摆跑过来，神情焦灼。出什么事了？方才世子爷说仙药是他下的，流言是他让人传的，非但没能消狼环郡主的气，反倒惹怒他了，觉得世子爷是在袒护世子妃，连起手来欺负他一个，气得要跳湖自尽。曲妈妈和丫鬟拼命才将他拦下，三太太也去了。狼环郡主扑在三太太肩膀上哭了好一会儿，三太太哄着他去了长惠殿，说是让老夫人给他做主。曲妈妈不放心，也跟了过去，让奴婢回来禀告王妃。春兰飞快地说完，胡乱一俯身，就赶紧往前。看你帮的好倒忙，我简直就没地方说理了。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跳湖了？世子妃，你可千万别跳湖，你会浮水，你跳湖没人救你啊！大家站在岸边看你泡在水里，那时候你多尴尬呀！我回定北侯府行了吧？明媛一口气堵住胸口，这死丫头，关键时候拆我的台，到底向着谁啊？你要回定北侯府，为夫跟你一起。谁让你跟我一起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世子爷、世子妃，老夫人让你们去长惠院一趟，还不赶紧给狼环郡主赔不是？明媛站着没动，大太太和三太太你一言我一语，帮着狼环郡主同仇敌忾。大伯母和三婶说这话就不亏心吗？算计他人，挑拨离间，还在中间做和事佬。本来我和相公不想多事，家和万事兴，你们一定要我给狼环郡主赔不是，那我今儿还非得要你们给我和狼环郡主赔不是了。让我给你们赔不是，我倒要好好听听了。府里流言四起，我就让人去打听了，打听回来的结果可是长房和三房丫鬟散布的谣言，让我们二房内讧。不该大伯母和三婶给我和狼环郡主赔礼吗？说我让人散播的谣言，是哪个丫鬟说的？看我不撕烂她的嘴！讲话可得讲证据，不是你世子妃空口拔牙说是长房和三房散播的流言，就是我们散播的。大伯母和三婶这是在向我要人证了？捉奸捉双、捉贼拿赃的道理，世子妃不会不懂吧？这道理明媛自然是懂的，但狼环郡主和她的丫鬟似乎不大懂，跑去母妃跟前告状，说我让丫鬟私下散播流言，还说是从我的丫鬟喜儿嘴里传出来的，逼得喜儿发毒誓，谁传的流言，谁和他主子都不得好死还不够，硬要喜儿认罪。谣言止于智者，这样的流言蜚语，明媛听听也就算了，不会火急火燎的要给自己讨一个公道。明媛方才把丫鬟打听到的说出来，大伯母和三婶有多气愤，大家可都瞧着呢。我魏明媛也不是被人污蔑了还能保持好脾气的人，我也和大伯母三婶一样，会生气，会反驳，也会要证据。不是谁空手拔牙说我和丫鬟散播的谣言，我和丫鬟就得乖乖认下这罪名。好一张伶牙俐齿！再伶牙俐齿，舌灿莲花，碰到罪证确凿也是枉然。要明媛赔礼认错，就请那位听到喜儿传流言的丫鬟站出来当面指证吧。我不会拿那丫鬟怎么样，只要她站出来，我赏她黄金100两。既然世子妃都这么说了，那就把丫鬟叫来，当面指认吧。把丫鬟叫来。秋露支支吾吾，狼环郡主催，还不快去！奴婢是在花园听丫鬟说的，当时奴婢顾着生气，急着禀告郡主，没仔细看丫鬟的脸。之前也派丫鬟去找了，没找到那个丫鬟呀。没有人证，只凭听说，就要处置我的丫鬟，还要我赔礼道歉。大景朝王法都没有这么霸道。当初孙贵妃和魏明柔都在争取，要明媛嫁给四皇子，也就是如今的恒王，承诺给明媛的四皇子妃的位置。如果王爷给的筹码不够，明媛未必会嫁给楚墨尘。都说我偏袒世子妃，亏待狼环郡主，那20万两是弥补世子妃失去四皇子妃的位置。狼环郡主要20万两，本王可以给他，但他这辈子都不要再想着离开镇南王府，回东王府再嫁的事了。再嫁和20万两，他只能选一个。狼环郡主留在王府，
每年辰儿忌日，本王会差人给他送2万两去，10年为期。10年之后，每年4000两。本王如果出了什么万一，只要郎环郡主在王府1日，这笔钱由爵位继承人出。甘蔗没有2头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有人都望着他，看他怎么选择。做不出选择的他，抬眸看了三太太一眼。这让郎环选太难了，青春韶华的年纪，终日待在内院，犹如一具行尸走肉。况且之前也答应东王爷、东王妃，等辰儿忌日后就接郎环郡主回府。我听说东王府已经在替郎环郡主物色夫君，指不定这会儿都定下了。三太太帮郎环郡主，大太太帮腔，王妃又心软，众怒难犯。再者的确亏欠郎环郡主，王爷松口了，但给郎环郡主20万两是不可能的，否则对明媛不公平。郎环郡主胆小，府里花园闹鬼，那8万两就先给他，让他早些回东王府，也省得待在王府里担惊受怕。8万两，等离开那天再给。丢下这一句，王爷起身要走。父王，流言一事还没有查清楚呢。世子不是承认是他做的吗？之前相公承认的时候，不是说他是为了袒护我，才把罪名揽在身上的吗？郎环郡主委屈的还差点投湖自尽，我不想委屈任何人，我魏明媛也不是任谁都能泼脏水的。今儿要是找不到丫鬟证明是喜儿传的流言，不给我和喜儿赔礼道歉，镇南王府就是权势再滔天，我魏明媛也不屑和一群凭着喜好和摆长辈架子的人同处一个屋檐下。我镇南王府不是凭着流言就能断案的地方，既然你们都信了流言，就帮着好好查清楚，查不出来就给明媛赔礼道歉。我就坐在这里等，证明是喜儿之过，御下不严，我和他一同受罚。查不出来，今儿哪些人冤枉了我，指责了我，你我心里都有数，不消了我这口气，相公另外找人冲洗吧。20万两和镇南王府郡主身份，我魏明媛要不起。楚墨尘知道他这一回不是开玩笑，20万两听起来很多，但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也比不上他对皇上的救命之恩。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查！你都承认是你传的流言，查到最后不还查到你这儿吗？是我传的流言，你们让我给郎环郡主赔礼就是，揪着世子妃不放做什么？是奴婢没能记住丫鬟的容貌，世子妃要怪就怪奴婢吧。大太太他们也是信了奴婢的话。赶明儿你一个小丫鬟说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想必太阳就真从西边出来了。你大伯母他们也是心疼郎环郡主吗？啊，与赔礼相比，他要真有个什么万一，你不得愧疚一辈子？我为什么要愧疚？我有逼他去死吗？我做的只是不愿意去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伤害任何人。放弃生命的是他自己，连他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真轮不到别人来在乎。他丧夫丧子是可怜，杀他夫君的是王爷，更值得人同情。但王爷杀的人何止千万，我还真同情不过来。比起那些夫君战死沙场、家徒四壁、无米下锅的人，还能回东王府再嫁的郎环郡主何止幸运100倍。三婶不是说东王府已经在替他物色夫婿了吗？相公联系他，怕他想不开，等不及查清就把流言往身上揽还不够，一定要我给他赔礼道歉。莫非我魏明媛就无坚不摧，不怕流言击毁锁骨？大老爷张口无言，败下阵来。即使我顶着镇南王世子妃的名头，也改变不了我嫁进镇南王府只是一场交易的事实。我只需做好自己冲喜的本分，其他的事与我无关。下次要我背黑锅之前，请先谈好背黑锅的价格，否则别怪我恕不奉陪。你这是掉钱眼里了不成？至少我掉得光明正大，总比那些嘴上视金钱如粪土，暗地里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要强上100倍。说这么多是拉不下脸给明媛赔礼道歉，想让明媛就此算了。哼，做长辈的都不能以身作则，以后也别要求小辈知错就改了。楚墨尘话音一落，那边王妃走到明媛跟前，
是母妃不对，母妃不该顾着郎环郡主，让你委屈自己。母妃只是让明媛别刺激郎环郡主，并不曾要明媛认下流言一事。不过有王妃赔礼在前，大太太和三太太也就坦然了，只说自己有欠考虑，顾了郎环郡主就顾不得明媛。等他们赔礼完，明媛就望着老夫人：世子妃今儿受委屈了，把我那根红玉簪赏给她吧。消气了吗？我洗刷了冤屈，自然消气了，但郎环郡主应该还没有，还是尽快帮他查出散播谣言的人吧。奴婢看啊，是查不出来了。不过世子妃福泽深厚，您说散播流言蜚语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别说这辈子了，他就是下辈子、下辈子都不会有好下场了。郎环郡主脸青得发紫，一口银牙没差点咬碎。王爷走后，明媛也俯身告退，推着楚墨尘离开。敬茶那天没瞧见你们帮郎环郡主，今儿倒是事事强出头，同仇敌忾。我这老婆子倒是想不明白了，帮郎环郡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方才王爷答应给郎环郡主的8万两，3房和长房平分。世子妃，郎环郡主请您去那边凉亭说话。明媛迈步走过去，郎环郡主看着他迈步进凉亭，他淡漠道：这王府里本郡主还没佩服过什么人，你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恭维，明媛并不稀罕。逼着老夫人和大太太他们给你赔礼，让他们颜面尽失，看来你是真的打定主意，1年后就离开镇南王府。郡主再多闹几回今天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把戏，无需等1年，我就离开了。你既知道是我让人散播的谣言，为何不说？你要替自己争取什么，我管不着。但是还敢像今天这样踩着我做踏脚石，我魏明媛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说话了。丢下这一句，明媛转身离开。郡主，世子妃和她的丫鬟明知道流言是怎么回事，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当面诅咒奴婢和您，尤其是那个贱婢喜儿，奴婢忍不下这口气。可善后了？奴婢办事，郡主放心。断他一臂也无不可。回屋后，明媛给自己倒了杯茶。今儿若是他们没有给你赔礼，你真的打算离开？当然，说到做不到，岂不成说空话了？回头谁还把我的话当真啊？见他一脸气闷，你这么生气做什么？担心离开镇南王府跟我走，我养不活你？长臂一揽，为夫可没那么好养活的。你就是天天吃御膳，我也能养活你。光有御膳还不够，还要吃你。死不要脸的，一打着机会就撩人。明媛心里软成一滩水，却是把云袖撸起来递给他，让你啃。得尽快圆房，不然他保不齐什么时候气头上就卷包袱跑了。他猛然抓起楚墨尘的手咬了一口。咬我做什么？咬你是提醒你管好你的小分身，给你做示范。为夫还没有笨到连怎么吃你都要用你教。说着抓起明媛的胳膊朝自己的嘴伸过来。明媛吓着了，扭着身子挣扎。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你先放开我。你再乱动，我可真管不住自己了。我有银针，我帮你。楚墨尘抬头就看到明媛手里拿着一根明晃晃的银针，当下什么心思都不敢有了。什么事？算你识相。就是上回马车出事的事，我决定把那个毒药给调制出来。别人的毒药你也能调制？难度是大了点儿，但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正好我闲得无聊，全当是给自己找点事打发时间。我怎么觉得你想早点帮我查出凶手，好早点离开镇南王府呢？明媛不否认终日困于内宅，被人算计，为流言所束缚，不是他想过的生活。但面对楚墨尘的质问，明媛有些心虚。能不能活到离开的那一天都不一定。铁定活不到的。上了我的花轿，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这辈子都休想离开。再不松开我，我今晚就能在你窗外飘荡了。楚墨尘忙把胳膊松开，呸呸2声。呸，口没遮拦。明媛起了身，随手拿了块糕点塞他嘴里，自己则迈步出了内屋。世子妃，听丫鬟说，刚刚花园假山里发现了一具小丫鬟的尸体，
死的丫鬟是负责观景楼附近花卉的，据说和郎环郡主的贴身丫鬟秋露的关系不错，十有八九是被他灭口的。又能如何？他要去替那丫鬟申冤，揪出杀人凶手吗？有这时间，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明媛决定开间药铺。世子妃，世子爷沐浴完，催你快些过去。告诉他，这半本书看完我就回去。世子妃，世子爷说你不回去会后悔。不回去会后悔？我哪有那么容易后悔啊？明媛眉头微敛，不过明媛还是把书合上，再把几本纠正过的医书抱在怀里，离开主屋。这么急的找？一个我字还在喉咙里，就瞧见楚墨尘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明媛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这厮在玩什么把戏啊？只见楚墨尘伸手指了指窗外，告诉他窗外有人，然后示意明媛靠近。谁在外面？谁想一靠近，楚墨尘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什么偷听啊，分明是骗我的。没骗你，屈妈妈在外面。你没骗我。骗你我又没有好处。没好处吗？刚刚是谁偷亲我的？楚墨尘拉着明媛坐下。肯定是你白天说要离开镇南王府，莫非怕我待你不好，让你生了惧意，让屈妈妈来瞧瞧我们是怎么相处的。你欺负我吧。你真要我欺负你？他瞄了眼床榻，这样的要求他很难拒绝。我说的此欺负不是彼欺负，不许偷换概念。明媛怕憋不住吵起来，只默默地从怀里掏出根银针出来。到底谁欺负谁呀？楚墨尘望着天花板，一脸的生无可恋。磨磨蹭蹭的，还不赶紧先捶腿？在窗外，屈妈妈一待就是大半个时辰。你也这边力气大点儿，晚上没吃饭呢。世子爷太过分了。承认他怎么能这样？他怎么能让世子妃打地铺呢？一个睡地铺，一个睡床，怎么圆房啊？难道指望晨儿从床上滚下来吗？哎呀，娘子，你不会真打算让我晚上睡地铺吧？你去把屈妈妈叫回来偷听，我就把床让给你。白天差点被人冤枉，晚上还要奋力飙演技，这20万两挣的也太辛苦了。晚上坚决不让他上床睡。清晨，天际翻出一抹鱼肚白，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着沉香轩。世子妃怎么这么早就醒了？也睡不着啊？以前明媛和楚墨尘一起打地铺的时候，喜儿睡得香。现在明媛睡床，楚墨尘睡地铺，他睡不着了。毕竟世子爷断了腿，他更怕屈妈妈一大清早杀回马枪，要叫他瞧见世子爷睡地铺。昨晚上世子妃又是捏肩又是捶背，可就白忙活了。世子妃还睡吗？不睡了。明媛刚从梳妆台前起身，外面雪雁就喊道：王妃，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世子妃起了吗？起了。别睡了，母妃来了，你快起来啊！推门声传来，明媛忙把拖啊拽啊的胳膊放下，托楚墨尘一只袜子扔在床上，把他的鞋放到床边，然后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旁，一边用小眼神戳楚墨尘。哎，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怎么睡地铺的是晨儿？母妃，您怎么来了？王妃走到地铺旁，就注意到鞋子在床前矮凳上，袜子也在，这明显昨晚是在床上睡的。母妃，他逼我打地铺。王妃望向明媛，只见明媛一脸你胡说八道，你倒打一耙，你污蔑我的委屈神情，再加上昨晚屈妈妈偷听到的，王妃了然于胸。欺使男儿睡地铺也无妨。世子妃逼我打地铺。王妃摁了摁地铺，挺软和的。是不是我亲母妃呀？母妃这么早过来是？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儿。到了沉香轩附近就过来看看。没事儿，母妃就先回去了。明媛俯身恭送王妃离开。不知何时，楚墨尘站起来了，还就站在他身后。说，你是不是给母妃下毒了？
一大清早就向着你。谁给母妃下毒了？难道母妃不是一直这么善解人意吗？楚墨尘哑然失笑。有母妃这话，我以后就放心让你睡地铺了。这都能被你躲过去？你知道母妃一早会过来？我可不知道。楚墨尘矢口否认。这事儿怎么能承认呢？昨晚没睡好，再陪我睡一会儿。我不睡了，我都梳洗过了。明媛拒绝，楚墨尘可不管，脚一踢，把被子踢开一点。等睡下后，被子一蒙，就把灿烂的阳光挡在了被子外。这一睡就到了日上三竿。屋外，喜儿望着天上的太阳，又望望屋内。世子爷和世子妃打算什么时候起啊？你急什么？等叫我们再进去。可我还得去清雅轩送书啊。再等1刻钟，世子爷和世子妃再不起，他就先出府了。此时一阵敲门咚咚声传来。世子爷、世子妃、大姑娘和三姑娘来了。他们怎么来了？这个时辰还房门紧闭，莫非还没起床？早上王妃来时，世子妃就起了，世子爷还没起。房门紧闭，楚瑜和楚科也不能推门直接进屋，两人打算去正堂等候，只是刚转身，明媛走了出来。四嫂才起来，昨夜没睡好，方才在小榻上歪了会儿。你们来是？明媛请他们进花厅说话，一边吩咐雪雁泡茶。四嫂自打嫁进镇南王府，便一日不落的去长惠院请安，比我们这些孙女儿啊还要恭敬孝顺。今儿个却是没去，想来不会还是在生祖母的气，不愿意再日日请安，可能和郎环郡主一样病了，便过来瞧瞧。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老夫人不生我的气就好，怎么敢埋怨老夫人？他以为得罪了老夫人，还能随便带着20万两银子和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再嫁吗？哼，还真是天真啊。郎环郡主病了，听丫鬟说是昨晚梦到二哥，哭了一夜，早上起不来，什么也吃不下，已经给他请太医了。这是一个惹不起还躲不起的人，巴巴地把消息送到沉香轩来，他还能当作不知道，不去探望一下吗？我们先来探望了四嫂，四嫂无恙，我们就放心了。等明媛回屋，楚墨尘已经洗漱完毕，两人坐上桌一起吃饭。喜儿呢？怎么没瞧见她？喜儿去清雅轩了。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看我。二嫂这是说哪里话呀？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以前我们也是怕凑到你跟前，让你想起伤心事不敢来。方才我们也问了太医了，太医说呀，你这是忧思成疾，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与外人接触导致的。太医还建议你多出去走走，放松心情。晋王府办宴会，晋阳郡主也给你送了请帖，要不后天你与我们一起去晋王府？晋阳郡主邀请世子妃去，她都不去，我一个双居的二少奶奶怎么好意思去抛头露脸？二嫂这么想就不对了，四嫂不去那是她的事，与你何干？郡主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才会活得这么累。在乎别人看法的何止二嫂你一人，其实四嫂也是一样，是四哥不许她去晋王府，我感觉得出来，她其实挺想去的。昨儿都是我不好，听信流言误会了她，还连累她和大伯母他们生了嫌隙，差点搬回定北侯府，也不知她肯不肯原谅我。四嫂性子温婉，和谁说话都是一副笑脸，昨儿肯定是被流言气着了，我相信她肯定不是爱记仇的人。在屏风处站了会儿，王妃没有进去打扰他们说话，转身离开。等她一走，郎环郡主脸上的懊悔之色尽敛，眼底浮现一抹寒芒。再说明媛，刚瞧见银杏院院门，就看到王妃走出来，大丫鬟春兰紧随其后。母妃之前拘着你和晨儿，不许你们出去，是母妃错了，做人不能因噎废食。你想去晋王府参加宴会就去吧。我什么时候想去晋王府了？没有的事儿啊。你现在啊，毕竟是镇南王府世子妃，和皇室宗亲也该有些往来。晨儿欺负你，你就告诉母妃啊。
你来做什么？来看我被你气得有多狼狈吗？春兰在外面。狼环郡主脸色一变，当即改口：没想到你会来看我。如果今日病的是我想郡主也会去沉香轩探望我的。正是，牙齿和舌头还有磕着碰着的时候，你我妯娌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一点小误会解开了就好。那你好好休息，我改日再来探望你。等明媛一走，狼环郡主就怒道：谁守门的？王妃派了丫鬟来盯梢，都不知道禀告我一声。屋外没人啊。春兰呢？没看到春兰啊。世子妃来之前，她就跟王妃一起离开啦。她骗我。世子妃为什么要骗狼环郡主？春兰在屋外，只是不想和她起争执而已。楚瑜和楚科先去沉香轩把狼环郡主病了的事告诉他，他来探望狼环郡主，他们又躲在一旁，不知道是何意。明媛不喜猜测，大太太和三太太护着狼环郡主，楚瑜和楚科不可能向着他，要是争吵起来与他不利。他来探望狼环郡主只是走个过场，不落人话柄，他不想横生事端。明媛和楚墨尘吃完午饭，也没瞧见喜儿回来，不由得皱眉，怎么这个时辰还没回来？出门之前喜儿说会早去早回的，这么久都够他去清雅轩2趟了，别出什么事才好。又过了半个时辰，明媛忍不住要让赵烈上街去找喜儿。外面青杏跑进来道：世子妃，喜儿回来了。喜儿，你这是怎么了？别碰我，我浑身都疼。看到明媛时，喜儿眼眶一红，几乎是扑到明媛怀里，眼泪就涌了出来。奴婢差点就回不来了。怎么回事？被谁给打了？是东王府的人，是狼环郡主的丫鬟秋露使唤东王府的小厮，要把奴婢卖到高兰院里去。要不是奴婢眼尖，瞧见沈大少爷路过，向他求了救，奴婢今儿可就真的回不来了。深呼一口气，明媛将怒意压下。是沈大少爷送你回来的？东王府的小厮抓奴婢的时候，奴婢还没有到清雅轩，沈大少爷把奴婢送到清雅轩，是清雅轩的小伙计送奴婢回来的。雪雁扶他回屋，明媛亲自帮他上药。看到喜儿后背撞出来的淤青，明媛眸底寒芒一片。他回来了。小丫鬟扭着眉头看着秋露，秋露后知后觉自己太惊讶了。他怎么了？听说在街上逼让马车，崴了脚。东王府的小厮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万无一失，居然还让他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办事的？喜儿，你怎么什么东西都往沉香轩带？嘘，那是我买了特意带回来的。雪雁把锦盒递给明媛看，雕刻还算精美的锦盒里赫然是一沓纸钱。你要这东西做什么？要不是我命大，我今儿就回不来了。这口恶气我不出来，我会活活憋死的。这里是镇南王府，你别胡来。我知道。他知道雪雁是让他求世子妃帮他报仇，其实不用求，世子妃也会护着他的，但他的仇他要自己报。第二天，狼环郡主身子大好，去恒芜院给王妃请安。回去的时候想起一件东西落在了观景楼上，让秋露去取。秋露踩着台阶噔噔噔上楼，拿了东西，见食盒没盖，就把食盒拿起来，然后身子一凛，食盒下面赫然压着一张纸钱，上面4个鲜红大字：还我命来。一阵风吹来，送来好几张写了血字的纸钱，吓得秋露3魂丢了7魄，顾不得狼环郡主吩咐，只想快点下楼。一着急就容易出事，这不脚下一滑，从观景楼上摔了下来，直接晕了过去。不只是晕倒，秋露撞伤了脑袋，胳膊折了一只。哼，叫他算计我，还想把我卖到勾栏院去，看我不弄死他。你什么时候出门的？我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出门呀？那纸钱总不至于是纸钱自己飞上去的吧？我花银子请赵烈帮忙的，这么点小忙，
他就收了我10两，10两啊，差不多我半年的月钱了，能不能跟世子妃报账呀？这么点小事儿，也要禀报我？狼环郡主的丫鬟是被纸钱吓丢了魂，从观景楼上摔下来的。那纸钱是世子爷的暗卫赵烈偷偷放在观景楼上的。四弟，世子爷此举不知是何用意？你确定是吓唬丫鬟的？属下亲眼所见。四弟什么时候射中玩这样的小把戏了？大少爷，狼环郡主请你去观景楼说话。等见到楚墨风，狼环郡主劈头盖脸就质问：你就那么想轰我离开镇南王府？你是镇南王府二少奶奶，你不愿意走，没人能轰你离开。哼，镇南王府二少奶奶，一个任人欺凌的二少奶奶吗？没有人能欺负你，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一样的把戏，吓唬了我1回，还想吓唬我第2回。郡主信也好，不信也罢，这纸钱与我无关。说完，楚墨风转身离开。翌日，天蓝云白，又是一个艳阳天。怎么想起来盛装打扮啊？你忘了，我今儿要去晋王府参加宴会。我还没同意你去呢。现在你同不同意不重要了，母妃赞同我去。那天在银杏院外，王妃和明媛说的话，明媛并没有告诉楚墨尘。这会儿他眉头拧着，因为明媛用的不是同意，而是赞同。母妃吃错药了？应该是被人灌了迷魂汤。那你还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冒险的事，楚墨尘不赞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心驶得万年船。在晋王府，我就不信他们敢来硬的，最多给我下毒呗。偏巧，他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给他下毒。何况他出府，楚墨尘肯定会派暗卫盯梢，双重保险。就是龙潭虎穴，他今儿也要去闯上一闯。我陪你去。晋王府好像没给你送请帖。这女人居然不想我跟去。我要去，晋王府还敢不让我进不成？你陪我去，我就得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他们要真想做点什么，也不敢做了。要只是去参加宴会，还不如拉着他陪着去逛街呢。看着楚墨尘青黑的脸，妖冶凤眸里闪着细碎光芒。宴会到一半，你去晋王府接我去逛街。沈大少爷救了喜儿，我得去道谢。另外，我打算挑间铺子。楚墨尘没说话，明媛就当他答应了。吃完了早饭，明媛就去长辉院请安，喜儿陪同。你伤没好，留在府里养伤。雪雁跟我出门。雪雁她身体不适，不宜跟着世子妃出门。奴婢皮糙肉厚，撞2下早好了。再者，世子妃要去向沈大少爷道谢，奴婢怎么能不跟着去呢？四嫂这身打扮，看来四哥腿没疼，许你和我们一起去晋王府。楚瑜绞着袖帕，转移话题。大哥不去，三哥去不去？哎呀，我劝了三哥几天了，这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他只拿没退亲来搪塞我，我差点没忍住去杨家帮他把亲退了。胡闹！这屋子里又没外人，我说2句心里话也不行吗？你三哥的亲事，我能不伤心吗？真该把你早点嫁出去。你要说三哥就说他，说我做什么？怕他娘越说越多，楚科催丫鬟：郡主怎么还没来？快去催催。我这不是来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今儿我就不去晋王府了。可是身子不舒服。我没事，只是心里积着事，没有心情出府。怎么了？昨儿我的贴身丫鬟秋露从观景楼上摔了下来，本来以为只是脚滑了那么简单，结果她只催我回东王府。我一再盘问，她才与我吐露实情，说是昨儿在观景楼上看到王府上空有纸钱在飘，起起伏伏就是不掉下来，吓得她2腿一软，下台阶的时候从上头摔了下来。狼环郡主一开口，屋子里就没有脸色不苍白的，连明媛都配合的脸色白了几分。之前王府花园闹鬼，就闹得人心惶惶，秋露不敢乱说话，狼环起初也当他是看花了眼，但这样的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便让丫鬟去找道士盘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说到这里，
狼环郡主顿了顿，道士怎么说？道士说他没有亲眼来王府看一看，不敢断言。但这样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王府有冤魂，阴魂不散，另一种就是王府要出事。不论是哪一种都不是好事。丫鬟吓得赶紧回府禀报我。当时天色昏暗，狼环胆小不敢出门，一大清早我就派了丫鬟去请道士，但请道士进府毕竟影响不好，嬷嬷让我别擅作主张。狼环特来问问老夫人的意思。老夫人还没说话，三太太就先道：这哪还顾得上什么影响，保命要紧，赶紧让道士进府，把镇南王府里的邪祟好好除一除。对外就宣称是请进府给三少爷和未来的三少奶奶测算八字的。本来屋子里其乐融融，狼环郡主来禀告了这么一件吓人的事，大家都心有戚戚。除了喜儿，赵烈收了10两银子，应该让他想办法把纸钱飘在半空中才是。那样估计就不是把秋露给吓摔倒，而是直接吓破胆了吧。楚柯更是害怕地催着赶紧去晋王府。这是打算等道士捉鬼后再回来吗？万一捉不了，又该怎么办？不回镇南王府了？还有狼环郡主，她明知道花园闹鬼是假，她不怀疑是人为，反倒请道士进府驱邪，不知道她想做什么。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这边明媛他们出府，那边丫鬟请来了道士。道士站在大门口，望着王府鎏金的匾额，看着王府上空，嘴里念念有词：冤家路窄啊，这不是当初二太太请进府忽悠人的道士吗？喜儿也认出了道士。就在他要说话的时候，明媛朝他摇了摇头：这是假道士啊。道长怎么不说话？这位姑娘。什么姑娘？这是我们镇南王府世子妃。这就是镇南王世子妃？我方才观王府上空，本是一团浑浊，方才突然浑浊散开，只觉诧异。这会儿瞧见世子妃，顿时了然。什么了然？世子妃气色红润，天庭饱满，一看就是有福之人，都无需看八字，只观面相就知世子妃会一生顺遂，虽偶有小波折，也能求人得人，诸事皆宜，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但凡和世子妃作对的，都会遭到反噬。比如我。喜儿昂着脖子，一脸傲娇：你不是第一个说我家世子妃命好的。哈哈哈！能娶到这么好命的世子妃，镇南王世子的命更好，定能夫妻恩爱，白首偕老。这一波马屁拍得不错，喜儿决定不戳破他。懂什么叫适可而止吗？你可是狼环郡主请来的道士，他不会乐意听到这些夸赞我的话。四嫂的确好几次逢凶化吉，府里上下都说你福大命大。狼环郡主请回的道士果然有几分道行。那边车夫赶马车过来，明媛瞥了喜儿一眼：呀，世子妃，奴婢漏了东西在沉香轩。丢三落四，还不赶紧回去取？待会儿直接跟来，跑慢点，别撞到人。喜儿点头如小鸡啄米，为了不耽误时间，她飞快地往王府里跑。然后明媛就听到叫疼声，这丫鬟和道士撞上了。我看四嫂不止诸事皆宜，还能一语成谶。明媛讪笑，踩着凳子坐上马车。几位姑娘可算是到了，我们郡主都派人来催了几回，让郡主久等了。丫鬟带路，领着楚瑜他们进府。明媛稍后一点，喜儿还没有追来。四嫂，我们先进府吧，丫鬟还不知什么时候来呢，跟晋王府小厮说一声，等你丫鬟喜儿来，放她进府找你就成。明媛点点头，又朝楚代报之一笑。从他身上，明媛还没有感觉到过敌意。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来得这么晚，待会儿一定要罚酒3杯。晋王府的国酒，你就是不罚我
我也要多喝几杯。知道你喜欢果酒，这一次宴会我还特地进宫找太后要了几坛子美酒呢。说着，他眼睛往楚瑜身后望，瞧见明媛，他笑了笑。哎，怎么没看到郎环郡主呀？他没来吗？本来是要和我们一起来的，府里临时出了一点事儿，他就没来了。来之前还让我带他向你表示歉意。哦，那走吧，我们去花园玩吧。今儿我可请了不少大家闺秀来呢，还有世家少爷。只可惜你大哥他们都没来。郡主，倩怡郡主到了。你可是答应我早来的，却是比谁来的都晚，没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可不一样。今儿晚到，还真不能埋怨我，我可是早早的就出了门，只是碰巧来的路上遇到东王府送纳彩礼去北鼎侯府，48台太聘礼，队伍齐整，我就坐马车上多等了会儿。本来今儿他也是该来的，谁想到会出意外呢？只是怎么这么急就送纳彩礼呢？这是东王府的事，旁人不知道而已。晋阳郡主也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多关心。明媛姐姐，你也来了。她点头一笑，旁边有人不便说提几话，就寒暄了几句。那边东宁侯府沈三姑娘走过来，她脸色微僵，不是很高兴的样子。明媛对她有恩，瞧见了肯定要过来打声招呼。看到她，清怡郡主问道：你似乎心情不大好，出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太碎嘴了，嘴长别人身上，我们哪管得了别人说什么？明媛看了下四周，去那边说话。他们在议论东王府世子和北鼎侯府三姑娘结亲的事。他们议论这事儿，怎么对你指指点点？东王府世子出事前，东王妃曾去过我们东宁侯府，有意替世子求求我们家姑娘，夫人都答应了，就差送定情信物正式提亲。谁想到没过2天，东王世子就被江三姑娘给当众扑倒了。求求我家姑娘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明媛宽慰沈妙言，让她想开些。沈妙言摇头：我家姑娘不是为这事生气，本来亲事退了，我家姑娘还有一点点高兴，是他们在聊镇南王府楚大少爷客妻的时候，把我家姑娘捎带上，说我家姑娘2回定亲就出了2回意外，亲事都黄了，有1有2就会有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退了2次亲，未必就是坏事儿。下一回你定的亲肯定会更好，那时你就该庆幸了。那边有人叫我，我先去看看，待会儿再回来。你把沈三姑娘羞跑了。看着沈妙言快步离开，明媛眸光落在清怡郡主身上。方才我见你欲言又止，怎么了？北鼎侯府三姑娘扑倒东王世子，不是意外那么简单。那天我正好就在美人阁，撞人的丫鬟在楼下鬼鬼祟祟的，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怀疑。我下楼的时候，江三姑娘出去，那丫鬟瞧见东王世子过来，故意撞过去，把江三姑娘撞得往前一扑，撞了人，丫鬟就赶紧从美人阁后院逃了。明媛好看的眉头拢紧，江三姑娘她见过，不像是会做这样事的人，更别提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东王世子扑倒，羞得恨不得钻地缝。可东王府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啊。东王府要想娶江三姑娘，大可以直接登门求亲，北鼎侯府不会不同意，没有必要来这一招吧。那个丫鬟是谁的人？当时我瞧见了，只是犹豫要不要说破，一迟疑，让那丫鬟跑了。方才见沈妙言被人议论，她是这件事的受害者。清怡郡主想告诉她实话，只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她实情？知道的多，烦恼就多。我看还是别说了吧。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想她烦恼，但又觉得她被人欺负了，还蒙在鼓里不知情，有些心疼她。那边大家闺秀在玩投壶、蒙眼抓人游戏，清怡郡主来了兴致。哎，我们也过去玩吧。看了会儿，明媛才想起喜儿，这丫鬟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在王府看热闹忘了时辰吧？明媛往拱门处看去，就看到喜儿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瞧见她招招手，
赶紧跑过来。怎么这会儿才来？府里怎么样了？他也不知道王府里怎么样了，不过他可以确定，世子妃就等着瞧好戏吧。他双眸闪亮，顿了顿。刚刚进府，奴婢遇到个小厮，耽误了点时间。这里是晋王府，喜儿还有认得的小厮？喜儿却是凑到他耳边一阵嘀咕。喜儿说的那小厮，不止喜儿认识，明媛也认识。那是明媛第一次去佛光寺，和喜儿到处溜达，无意间撞到人打野战，还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被追得到处躲，幸得清怡郡主相助，才相安无事。方才喜儿进府，碰到他当初对着笑的小厮了，那小厮还记得他，以为他是喜欢他，才对他笑的，看到他就屁颠屁颠地凑上来表明身份。当时附近人来人往，大庭广众之下，喜儿也不怕小厮把他怎么样，就套了小厮几句话，含羞带怯地问他是谁府上的小厮。他一笑，小厮神魂颠倒，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忙自报家门，说他是顺平侯府的，他是顺平侯世子的贴身小厮。完了还补充一句，晋王府世子妃是他们家世子爷的表妹。表妹啊？难道当初我无意撞到的是顺平侯世子和晋王世子妃？一阵恶寒袭来，阳光下明媛打了个寒颤。世子妃，晋王世子妃过来了。大嫂不是身体不适吗？怎么还来了？我身子好多了，只是眼皮子一直跳，担心会出事，所以来瞧瞧。大嫂多心了，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身子虚弱，实在扛不住就回去歇着。听母妃说，你打算把太后欣赏给父王的一幅画拿来给大家欣赏，我是来晚了。晋王世子妃说话声不小，站在不远处的大家闺秀都听见了。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画，一定是难得一见的绝佳画作。晋阳郡主把锦盒打开，把画取出来，楚瑜帮他把画展开，画才展开一半，他便惊艳出声：哇，好美的画，好美的意境。大家越往画旁边凑，明媛就越往后退，只是退后2步，观面相就知道世子妃性子温和，不喜争强好胜。果不其然，明媛瞥头就看到晋王世子妃在朝他笑。天下藏书，苏家占一半，一些旁人难得一见的孤本善本，镇南王世子妃只怕是没少见。苏老太爷可是最喜欢字画的，耳濡目染，世子妃肯定学了不少，正好让我们听听你是怎么点评这幅画的。明媛还没说话，楚瑜就道：四嫂，大家还等着呢，你就别推辞了。不就是点评几句，不是什么难事儿。就在明媛靠近画作的时候，那边有丫鬟高呼：恒王妃到。只见丫鬟扶着恒王妃走过来，明媛也下意识地朝那边看了一眼，就这一眼，脚腕被什么东西砸了，身子往前一踉跄，撞在了楚瑜身上。楚瑜和晋阳郡主展示画作，来不及松手，那幅让大家叹为观止的画就撕成了2半。突然被撞，楚瑜啊的一声惊叫出来，把所有人的眸光都吸引了过来。怎么办？这是太后赏赐给王爷的寿辰礼物啊！四嫂，出什么事了？哎呀，镇南王世子妃不小心撞到楚大姑娘，把太后赏赐给晋王做生辰贺礼的画给毁了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毕竟在外人眼里，明媛是魏明柔嫡亲的长姐，她肯定是要护着明媛的。她望着晋阳郡主和晋王世子妃，我长姐肯定不是故意的。完了完了，父王肯定要骂死我了。现在画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补好。就算修补的再好，白玉有瑕，这幅画的价值也大打折扣了。何况这是太后赏赐之物，又是给晋王做寿礼的，不止贵重，还是太后的一份心意。其实修补就算了的。我又不是故意毁了画的，我相信四嫂也不是故意推我的。画毁了没人高兴，总不能把我四嫂拉出去砍了脑袋吧。楚瑜望着明媛，急得跺脚。四嫂，你倒是说句话呀！明媛清冽眸光从楚瑜脸上扫过，楚瑜蓦地背脊一寒。毁掉画的是他，为什么我要心虚？从出事起，明媛就一直没说话。
他在捋关于这幅画的信息。这幅画是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生辰礼物。晋阳郡主敢这么说，那说明这件事不是假的。不好意思，刚走神了。这么半天也没见暗卫把砸他脚脖子的人揪出来，看来也没注意到，只能靠他自己挺过难关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幅画。见过？这样的画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可能见过？你是想拿一幅假画搪塞晋王郡主，还是说这幅画是假的？你也觉得这幅画像假的？我可没这么说过。我想起来了，我在相公书房见过。喜儿，你去让车夫回王府书房把画拿来，快去快回。书房里哪有画呀？就是让世子爷临时画也来不及啊。不过明媛吩咐，喜儿只能照做。都怪我多嘴，方才我若不来，这会儿画估计还摆在郡主的书房内。大家高高兴兴的来参加宴会，还是先坐下来歇会儿吧。我哪有心情管其他事啊？让厨房多送些糕点来，大家边吃边等。我去跟母妃解释下，免得她动怒。一个没心情，一个会动怒，都在告诉明媛这事儿晋王府不会善罢了。别担心，实在不行让皇上出面，准能摆平。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劳烦皇上吗？不过清怡郡主好心劝慰，明媛心底暖洋洋的。都说这四嫂是福泽深厚，求人得人，诸事皆宜，好几回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这个要是也能平安无事，我就真信她真的是好福气。让小厮回真南王府，不过是向四哥通风报信，找救星来救他而已。怎么可能有画，还是真迹呢？太后赏赐给晋王的，怎么可能是假的？等着看好戏就够了。约莫小半个时辰，镇南王府小厮就来了。世子妃，世子爷让你小心点儿，别再把这幅画也给毁了。明媛接了话，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我看眼花了，还好我没记错。明媛把画展在桌子上，以供大家过目，而且这样也不容易撕毁。大家都先来瞧瞧，这两幅画哪个是真迹，哪个是假的。两幅画看上去一模一样，肉眼很难分辨真假，但细细对比就能发现差别。好像镇南王世子送来的这幅画是真的，但晋王府毁掉的这幅是太后赏赐的，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说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生辰贺礼是幅假画。这两幅画看起来一模一样，我辨别不出来真伪。世子爷说，如果大家辨认不出来，就让晋王辨认；如果晋王也认不出来，就把画送进宫，请皇上和左右相爷他们一起辨认。让皇上辨认，或许向着明媛，但带上左相和右相，这就保证了公平公正。去请父王来。父王，还请晋王爷先辨画作真伪。和晋阳郡主一样，来之前晋王爷笃定这画是假的，可真看了会儿，眉头就拧成了一团麻花。这幅画是真迹啊，可真迹不是在晋阳手里头吗？王叔，镇南王世子这幅画是假的吗？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晋王爷是怕我长姐受太后责罚，才承认自己的画是假的吗？你无需顾及镇南王府的。那就把画送进宫吧。现在知道太后赏赐给晋王一幅假画的还只有他们，一旦进了宫，太后丢的脸可就捂不住了。这幅画的确是真迹，本王并未有偏袒之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媛无意毁了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画，理应赔偿，现将这幅真迹送给晋王，以表歉意。晋王额头一跳一跳的，但是这画晋王能收吗？真画价值连城，假画可值不了几个钱。况且这画还不是镇南王世子妃的，是镇南王世子的，他在擅作主张。这幅画是镇南王世子心爱之物，本王怎么好夺人所爱？一副赝品，毁了也不可惜。你们继续办宴会吧。送回给世子爷。小厮接过画作，再不多留，转身离开。喂，到底怎么回事？问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郡主，书房里的那幅真迹不见了。不见了。晋阳郡主气得差点没倒仰。
他再傻再蠢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明媛不是让人回镇南王府取真迹来，是去他书房拿的。这叫什么？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你不会是早认出那幅画是假的，所以故意毁掉，把事情闹大来落晋王府脸面吧？在三妹妹心目中，我这个做长姐的就这么心狠手辣、睚眦必报吗？在毁掉画作的时候，我都还没有仔细看一眼画，如何知道这幅画是假的？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画，大家都不敢拿手碰，何况毁掉？相公是有这幅画，谁又能保证相公手里的就一定是真迹？落晋王府和太后的脸面，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落太后和晋王脸面，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声音更小了点儿，明媛勾唇：“你说什么？说大声点，我没听见。”魏明柔气的胸口堵着一团气。王妃，你别动怒，小心动胎气。悠着点儿，在晋王府动胎气，保不齐会泄露你怀孕4个月的事儿。那边晋王世子妃走过来，方才耽误了不少时间，大家都没玩好。晋阳亲自侦查给大家赔罪。这头一个就是要给明媛赔罪，因为一幅赝品让他担惊受怕，受了不少冷眼。太后赏赐给晋王爷的画被毁，晋王郡主身为女儿，心急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晋王世子妃笑着，亲昵地握着明媛的手，都把明媛握猛住了。这是什么情况？才落了晋王府脸面，晋王世子妃却对我这么亲昵，不大好吧？还是说，这也是坑？先前只是听过有人用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形容人性子沉稳大气，今儿我算是真的见识到了。明媛连忙谦虚，她想把手抽回来，然后晋王世子妃握得很紧。走，去那边喝茶。晋阳郡主泡了茶，让丫鬟端给大家，她自己则端了2杯茶过来。晋王世子妃起身，不等晋阳郡主开口，她就先端了1杯。大嫂，你有这么口渴吗？这件事错在我，该我向世子妃赔不是。说着，她把茶端给明媛。端杯茶而已，至于还抢来抢去吗？明媛接了茶，她看了看色泽，清澈见底，再闻一闻清香，她眸光微闪。有幸能喝到晋阳郡主亲手泡的茶，不枉此行。方才那一点不愉快，咱们以茶代酒，一笑泯恩仇。明媛把茶递到嘴边，没人注意到一颗极小的如米粒般的药丸掉进茶杯里，瞬间融化开。明媛仰头把茶喝完。你们2个喝茶还真有点喝酒的架势，那待会儿喝酒不会当茶喝吧？晋阳郡主朝晋王世子妃一努嘴，就过去继续泡茶了。约莫2刻钟后，明媛抬手扇风，大口喝茶。这么渴？我这人最怕热，在太阳底下晒不了一会儿就口渴头晕。我扶你下去歇会儿。不用，我去洗把脸就可以了。说着，他起身离桌，一边拿袖帕擦额头上的汗珠。晋阳郡主斜了丫鬟一眼。郡主放心，王爷已经让暗卫查了，王府里没有镇南王府的暗卫了。机灵着点儿，奴婢办事，郡主只管放心，出不了岔子。只是丫鬟走了没几步，晋阳郡主突然感觉到头一阵晕眩，她狠狠地合上眼睛，然后睁开，清清明明。刚松一口气，又觉得口干舌燥，浑身热得不行，想脱衣服。这症状怎么也像是中了媚药？不可能啊！不过才喝了1杯果酒就醉了。是太阳晒的，我哪那么容易醉呀？你先喝吧，我去就来。再说明媛，丫鬟领着她去洗脸，却是把她往花园深处带。这是要去哪？就在前头。不过是洗把脸，哪用得着跑那么远？不洗了。这里是晋王府，你别到处乱跑。什么叫到处乱跑呀？这是回宴会的路，怎么瞧着倒是非要把我家世子妃带哪儿去似的？没人帮着，我奈何不了世子妃和丫鬟2个人啊。先回去吧，听郡主吩咐再说。就这样，小丫鬟又把明媛送回了宴会处。晋王世子妃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媛一人霸占了整张桌子，给自己斟酒，清风徐徐，惬意无比。
你家郡主呢？怎么一走半天不回来？这宴会还得靠他主持大局。奴婢这就去找我家郡主。只是丫鬟刚要转身，那边一声凄厉惨叫传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过去瞧瞧。明媛姐姐，大家都走了，我们也跟过去瞧瞧吧。叫声离得不远，往前走了会儿，便瞧见一间雅致竹屋，声音似乎就是从竹屋传来的。从里面走出一人来，发髻凌乱不堪，衣裳不整，看到大家过来，转了方向便跑。那是晋王世子妃，那模样一看就是被谁凌辱了。怎么会是晋王世子妃呢？晋王世子妃是左相府嫡女，今儿来参加宴会的就有左相府少爷，这么多人看着呢，做弟弟的怎么能袖手旁观？敢做不敢当，有本事做一辈子缩头乌龟。左相府少爷气不打一处来，使出吃奶的力气，一脚把门踹开。与此同时，一声惊叫传来，床榻上晋阳郡主裹着被子，脸色苍白中透着一抹异红，还有那凌乱的床榻，无一不再告诉大家方才屋子里经过了怎么一番战斗。不给我滚！左相府少爷赶忙退出，还有那艳福不浅的男子也不敢在屋子里逗留。等他出来，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明媛不认得顺平侯世子，等知道他身份时，嘴角往上扬了扬。晋王世子妃和顺平侯世子有奸情，正好晋阳郡主看明媛不顺眼，所以来个将计就计，他和顺平侯世子也来一出意外。这么多人看着呢，晋王府没法把这件事压下来，再加上同样丧夫，镇南王府允许郎环郡主再嫁，左相府也能登门让晋王府放她回去嫁人。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顺平侯世子怎么和晋阳郡主滚到了一起。明媛在走神，那边丫鬟高呼救命，那急切声听得明媛直翻白眼儿。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算了。你死了爹娘怎么办？你忍心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吗？晋王世子妃只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啦啦往下掉。左相府少爷吩咐丫鬟扶晋王世子妃回去换衣裳，他要带她回左相府。王妃，左相府三少爷要带世子妃回左相府。我晋王府的世子妃岂是他想带走就带走的？晋王妃安慰晋阳郡主，她怎么也不能让左相府把人带走，只是晋阳郡主拉着她不让她走。哎呦，让你大嫂回左相府，你就得和她共侍一夫了。母妃，我不要嫁给顺平侯世子。王妃，那些来参加宴会的大家闺秀和世家少爷要走了。镇南王世子妃呢？奴婢先前看见他和青衣郡主在说话。他怎么可能会没事？我是亲眼瞧见他把那杯茶喝下去的。晋王妃恨不得捂晋阳郡主的嘴，虽然是府里的丫鬟，但谁能保证丫鬟的嘴就很严？奴婢什么都没听见。说完赶紧退出去。晋王妃问晋阳郡主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给别人下媚药，最后中媚药的反倒是她。在宴会上她觉得不对劲儿，就离开了，打算叫大夫，可是看到有小厮，她就想走过去，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脚，她怕了，只能往人少的地方走。可是走了没一会儿，跌跌撞撞间撞到了顺平侯世子，他及时抱住了我，然后晋阳郡主越说越小声，她不想提后面的事，可她想不通的是大嫂怎么也在。她醒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大嫂衣衫不整地揪着顺平侯世子打，为了护着她不让人知道她在屋子里，她明知道屋外有人，还慌乱地把衣服穿好走了出去。大嫂一片好心，可是谁也没料到左相府少爷会替她出气进屋揍人。想到这事，晋阳郡主就恨不得把左相府少爷给砍了。要不是他多事，本来这事儿可以瞒过去的。镇南王世子妃，镇南王世子来接您回府，马车就停在府外面。他时间掐得还真准。没事吧？明知故问。赵峰没事吧？问他有没有事儿，不回答就算了，还当着我这个夫君的面问别的男人，这合适吗？
属下没事。没事就好。怎么没见你关心我啊？相公，你可以改行卖醋了。楚墨尘微微一怔，随即脸上带了一抹不自然的红。我腿疼。大概是醋吃多了的缘故。楚墨尘牙根痒痒，恨不得朝他脖子来一口。就不能不提醋？忠言逆耳，醋能软化骨骼和脱钙，骨头受伤的病人要尽量少吃醋。楚墨尘败下阵来，看着他耷拉着脑袋，一脸真拿你没办法。明远也没揪着醋不放。晋王府打算把我和谁凑到一起？楚墨尘脸一沉，从牙齿缝里挤出来2个字：恒王。我没瞧见恒王啊。他在花园深处，晋王府出事后他就翻墙离开了。他就说他坐在那里喝酒，魏明柔频频朝他张望，只怕是知道晋阳郡主和恒王联手算计他。恒王是他的夫君啊，夫君身边多一个女人，他做嫡妻的不吃醋就够大度的了，居然还做帮凶，他脑子是秀逗了还是短路了？世子爷、世子妃快到沈家了。1个时辰前，楚墨尘就让小厮送了拜帖来。沈家是商贾之家，沈林峰不会清闲地待在沈府。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你是？在下沈疾风，家中排行老2。看他的年纪和沈林峰隔不了几个月，不是庶弟就该是堂弟。哎，沈大少爷不在府里吗？大哥虽然人在京都，却并不在沈家大宅。收到镇南王府送来的请帖，我就派人去找大哥了，只是尚未找到。不知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来找我大哥何事啊？倒没什么事儿。前2日沈大少爷在路上救了我的贴身丫鬟，我此番是来专程道谢的。既然他不在，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刚转身没几步，那边快步走过来一小厮。可是找到大少爷了？小的找遍京都的铺子，没瞧见大少爷，倒是前街铺子管事的知道点儿，说大少爷可能是去佛光寺了。等找到大哥，我就告诉他你们来向他道谢的事。明媛淡淡一笑，赵峰推楚墨尘离开，喜儿把带来的谢礼交给小厮。沈二少爷送明媛他们走的时候，给小厮使眼色，让小厮打赏丫鬟。小厮往怀里一摸，只有8000银子，有点不够。你在这里等我会儿。小厮飞快地跑远。喜儿注意到地上有张纸，喜儿随手把纸打开，只见上面画着一长命锁，图案精美。喜儿多看2眼，觉得有那么点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是我掉的。哎，这长命锁好漂亮呀！喜儿把图纸递给小厮，小厮轻轻一笑，并未接话，把10两大银锭子塞过去。喜儿满心满意，就全是那银锭子了。彼时明媛和楚墨尘已经坐上马车，徐徐离开。什么长命锁？小的正要和二少爷您禀告呢。大少爷身边的贴身今儿拿着张纸进了玉器铺，打听长命锁的来历，小的觉得不寻常，就让人临摹了一份带回来给您过目。沈二少爷接了图纸，随意瞄了一眼。打听清楚长命锁的来历，第一时间禀告我。看中了哪间铺子？我能说我把这件事给忘了吗？我的铺子要最大最气派。天子脚下遍地权贵，匾额掉下来都能砸死3两个权贵的地方，那些大而气派的铺子背后的势力都盘根错节。镇南王府出面买下来可以，但你要想悄悄地买下，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没惦记那些铺子，那些生意红火的铺子，人家压根儿就不想卖，除非我开的价格远远超过铺子本身，我又人傻钱多。楚墨尘挑眉，用眼神示意明媛继续说下去。我可以买下相邻的2间小点的铺子，拆掉重建。这主意不错，不过重建的话，铺子开张可能要在2、3个月后了。我又不着急。临窗处站着一男子，看着镇南王府的马车从街上奔过，唇瓣抿得紧紧的，眼神阴翳。王爷，属下打听清楚了，沈家大少爷和二少爷是前2日进京的，不知道沈家出了什么事，
沈家在京都的生意由二少爷负责。恒王手在窗户上轻敲了2下。沈二少爷沈继峰是沈家2房嫡长子，年纪比沈大少爷只小3个月。沈家在京都的生意不少，如今交给二少爷管，看来沈家大少爷少主的身份也没有那么稳当。沈大少爷救过镇南王世子妃，镇南王世子妃也救过沈大少爷，想他帮王一年，估计希望渺茫。不如……恒王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老夫人让世子爷、世子妃回府，去长会院说话。屋内，老夫人正在喝茶，明媛上前俯身请安。鱼儿他们早早的就回来了，你们怎么到这会儿才回来？之前沈大少爷救了我的丫鬟喜儿，我和相公去沈家道谢。一个小丫鬟，也值得你和晨儿专程跑一趟去道谢呀。喜儿是我的丫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沈大少爷不只救过喜儿，也救过我。世子妃不是能逢凶化吉吗？还需要丫鬟相救啊。大伯母是吃错药了吗？今儿格外的看我娘子不顺眼。你大伯母不是看世子妃不顺眼，完全是嫉妒。我有什么好妒忌的？今儿道士算命，让你大伯母抄1000遍佛经，抄完了佛经才能帮大少爷挑选媳妇。不是吧，这么狠？江湖骗子的话，大伯母也信。他说的是大实话，然而没人信。郎环郡主请回来的可不是那些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道行高深。郎环郡主还特意把道士请回了东王府。你大伯母本不信道士的话，让丫鬟去府外一问，虽然不用抄1000遍，800遍佛经不能少。外面有脚步声传来，郎环郡主走了进来。刚说到你就回来了。说郎环什么？才夸你请的道士好。东王府没事吧？东王府没事，只是道士给我大哥和北鼎侯府3姑娘测了八字，2人八字不是特别匹配，将来不是我大哥克江3姑娘，就是江3姑娘克我大哥，合着2人八字挑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哪一天？就在7天后。这么急？我母妃也觉得着急，但是道士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道士前脚走，后脚就赶着去了北鼎侯府，好在江二太太通情达理，答应了。当初江3姑娘和凤儿定亲，差点没命，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嫁人了。江3姑娘好歹和东王世子定亲了，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晋阳郡主才真是……楚墨尘掩去眸底的不耐烦，望着老夫人。老夫人找我和娘子来是有事儿吗？老夫人瞥了楚墨尘一眼，望着明媛。听鱼儿说，你在晋王府不小心毁了太后赏赐给晋王的画。明媛打算先斩后奏，把那幅真迹送给晋王爷。晋王爷没要。晋王世子妃出现起就一直和你待在一起，吃的喝的都是一张桌子。听晋王府丫鬟说，你先前离桌也是满头大汗，和晋阳郡主症状相同。这是怀疑我给晋王世子妃下毒，还是怀疑我也中了媚药失身了？我离开那么小会儿能干什么？出门之前我带了颗解毒药放在身上，先前头晕的时候我服了药，没一会儿就无恙了。你去晋王府参加宴会，你还随身带解毒药丸？倒也不是每回都带，自大家进镇南王府，出门都会碰到点意外。丫鬟习惯了出门之前翻翻老黄历，今儿不宜出门，母妃让我多出去走走，不要因噎废食。我觉得母妃说的对，便在出门时把解毒丸带在身上，以防万一。没想到还真用上了。你服的是那颗价值2万两的解毒药丸？那么珍贵的药丸，明媛哪敢轻易服用？是之前江湖郎中救我时给了我3颗解毒丸，一般的毒可解，烈性霸道的毒解不了，但保住1时3刻的命不成问题。明媛不想提解毒丸的事。穆表姑娘中的毒解了？这都好几天了，没见穆家把药膏送来，也没见拿钱来买解毒丸，难道是放弃穆烟了？中的毒哪那么容易解？只是中了那毒，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倒也没有别的影响，不伤性命。表姑娘接连出事，穆家为了她那张脸花费不少，
算给他点教训，过些日子再给他解毒。这也太草率了吧！虽然那毒不伤性命，但毕竟是毒啊。明媛无语，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那解毒丸不知道能不能解表姑娘的毒啊？大伯母是要世子妃把解毒丸送给莫言表妹吗？大伯母是觉得，如果世子妃的解毒丸能解表姑娘的毒，就不用浪费那么珍贵的药丸了。哼，还能省2万两。穆家怎么会少世子妃的买药钱呢？那药丸我不能保证能解表姑娘的毒，治好了固然好，要是解不了，那就白白浪费了一颗药丸。那时候收穆家钱，穆家不痛快；不收钱，世子妃不痛快。穆家又不缺那2万两，大伯母别最后落了埋怨才好啊。大太太笑了笑，端茶轻啜，再不管穆家的事。虽然晋王府那幅画是赝品，但毕竟是太后赏赐的，又是给晋王的生辰礼物，你们折损了太后对晋王的一番心血，理应进宫给太后赔礼。楚墨尘望着老夫人，若有所思。我和世子妃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想这事儿了，还不知道怎么向太后赔罪好。老夫人和2位婶娘可有什么好主意？这我哪知道，你们怎么才能让太后消气？祸是世子妃闯的，该怎么赔礼，世子妃心里有数。我没数。你没数？那你还这么理直气壮？明媛默默地往楚墨尘身后挪了挪。我和世子妃商议了半天，也只想到照着真迹临摹一副假的送给太后赔罪。如果没有更好的赔罪办法，又催着我和世子妃进宫的话，太后动怒，我就说是王府上下一致的决定。你这到底是想进宫赔罪，还是想把太后活活气死？楚墨尘慵慵懒懒的，妖冶的凤眸是牲畜无害的笑容，瞥了眼明媛，把你的想法和老夫人说说。明媛觉得这事儿当作没有发生最好。送真迹给太后，太后难堪，堂堂皇宫居然收了幅假画，颜面尽失。送临摹的画给太后，难堪的还是太后。既然这是一件怎么办都难堪的事儿，而太后又不好为一件赝品斥责我们，何不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这是在藐视太后威严，没人要你为那幅画赔罪。连皇上的威严都能蔑视了，何况区区太后啊？谁蔑视皇上威严了？还能有谁？不就是三叔吗？皇上让他去边关办正事儿，他可是顺带办回来一数字。这么久了，我也没瞧见三叔进宫和皇上负荆请罪。世子妃不过是不小心撕毁了一幅赝品，也当众和晋王赔礼，甚至要把真迹赔给晋王，礼数周到。不进宫赔罪也是顾及太后的颜面，却被说成蔑视太后威严。要不要我们进宫给太后赔礼的时候，顺带帮三叔向皇上认个错啊？三太太无话可说。楚墨尘提到陶姨娘和庶子，就是拿刀在捅他的心窝子。这不一样，你三叔的事没人知道。大伯母的意思是在进宫帮三叔赔罪之前，要先把三叔在边关养庶子的事捅得人尽皆知。真的，明媛发誓他已经极力忍了，但是没忍住，他真的不是故意笑的。方才还只是老夫人脸色发青，转眼又多了大太太。老夫人和大伯母也是为了你们好，不希望你们惹怒太后。太后母仪天下，雍容华贵，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我们这些小辈过意不去呢？我相信太后不会责怪我们的。挨个的劝了一通，明媛和楚墨尘的态度一点没变。老夫人摆手，退下吧。出了长辉院，明媛看了喜儿一眼，奴婢这就上街。我是让你去找暗卫，你不怕别人贼心不死，还要卖你？哎呀，一高兴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明媛摇头无奈，推着楚墨尘往前。如明媛所料，让大太太抄1000遍佛经祈福，抄完佛经才能给楚墨风娶妻，是郎环郡主的手笔。让东王世子7天后就迎娶北鼎侯府3姑娘过门，也是郎环郡主的安排。郎环郡主就没有针对我？赵烈看了楚墨尘一眼，你直说就是，看我做什么？
爷不是希望狼环郡主和世子妃能好好相处吗？能不说还是不说的好。不过楚墨尘不阻拦，再加上喜儿在一旁用你居然偏向狼环郡主的眼神扫视他，赵烈硬着头皮道：和大太太一样，狼环郡主让世子妃你也抄1000遍佛经，道士没敢照办。事后狼环郡主质问道士，道士说怕遭报应，钱好挣也得有命花，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让道士让他抄佛经呢？这要不是道士是熟人，知根知底，不敢助纣为虐，他拿你大哥的亲事为难我，到时候一堆人施压，这1000遍佛经我是怎么也省不掉。我是哪里得罪他了吗？要不了多久，他就回东王府嫁人了，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哼，这是最后一次，他再敢算计我，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喜儿也在心底撂狠话，想到他吩咐道士的话，喜儿摩拳擦掌，准备晚上去抓人。喜儿啊，你确定他会来吗？咱们还要等多久啊？我好困呢。哎，你醒醒呀！哎，你别睡，我一个人害怕。突然，一声鸟叫声传来。走吧，你要等的丫鬟睡下了，她不会来了。哎，你怎么知道的？我去她房间看过了。不要脸！哎呀，世子爷也没少往世子妃闺房跑，这不是骂世子爷爷不要脸吗？哎呀，我可没说世子爷不要脸啊！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啊。夜深人静，谁也不知道他们离开的同时，银杏院内传来了一声凄厉惨叫。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得到狼环郡主带着丫鬟回东王府的消息，说是东王妃忙着准备东王世子和北鼎侯府3姑娘的喜宴，时间太紧，东王妃忙不过来。狼环郡主回府替母分忧。接下来几天王府很平静，可王府外就热闹了。顺平侯世子厉害啊，2锅米饭都煮熟了。其实这事顺平侯夫人是最高兴的，这要不是出了意外，以顺平侯府的门第怎么可能娶得到晋阳郡主呢？晋王世子妃不是早就和顺平侯世子勾搭成奸了吗？摆在眼跟前的机会，可以和顺平侯世子长相厮守，居然就这样放弃了。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将来还有热闹瞧，而明媛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铺子。他挑中的那2间铺子由赵峰出面去买，但2间铺子一间也不卖，换2家差不多的试试，只要再闹街就成。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为离开镇南王府做准备呢？就是不开铺子，离开镇南王府我也不愁吃喝。一句话把楚墨尘噎得半晌不知道怎么接话，而明媛开铺子的热情在买铺子时接连碰壁就消了一半。换条街试试，慢慢来。赵峰领命。见周妈妈进来，喜儿眨眼，我是又忘了什么事儿没提醒世子妃吗？过不了多久，苏大姑娘可就要嫁给工部尚书府钟大少爷了，世子妃得准备添妆了。哎呀，奴婢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明媛琢磨送些什么给苏曼好，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后脑袋灵光一闪，起身明媛去了书房。这一忙就忙到了天擦黑。这边明媛出书房，走在回廊上，那边楚墨尘推了轮椅走过来，秀美俊逸的容颜，夕阳打在她身上净白如瓷器，美得人神共愤。明媛一时间看愣了神。娘子在看什么呢？乍一听楚墨尘问话，她随口道：看月亮。喜儿眼珠子倏然睁圆，天上那不是落日吗？什么时候爬上来？娘子这口气喘得有点长啊。喘气长点碍着他呼吸了吗？方才还觉得他那张脸养眼，这会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了。这厮脾气太差，白瞎了这副好容貌。为夫怎么觉得娘子在嫉妒为夫的容貌？嫉妒？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容貌能当饭吃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让丫鬟回答你。容貌当然能当饭吃了，像世子爷这么好的容貌，上街找小摊贩要包子，就是没钱，小摊贩也会给的。
长得丑，小摊贩理都不理。这举的什么例子？明媛则瞪了喜儿。你见过？见过呀，不止奴婢见过，世子妃你也见过的，不过你不记得了。就在城西，那时候。这丫鬟有没有点我贴身丫鬟的觉悟？净帮着楚墨尘拆我的台。世人都是先敬罗裳后敬人，她生得再好看，穿得衣衫褴褛，看人家可会给她包子啃？那么可怜，应该会施舍俩包子吧。那边周妈妈拿着账册过来，正好听到喜儿和明媛说的话。见明媛扶着额头进屋，楚墨尘一脸黑线。周妈妈过来揪着喜儿的耳朵下去调教。没见过这么蠢的丫鬟，一下子就得罪2个主子了。茹毛真的能当饭吃的，宫里头选妃还会挑好看的大家闺秀。转眼就到东王世子迎娶北鼎侯府江三姑娘的日子。和往常一样，吃了早饭后，明媛就溜达着去长辉院请安。看到明媛进来，老夫人神情淡淡。王妃不打算带世子妃去东王府参加喜宴，明媛要留下来照顾晨儿。上回晋王府出事，王妃还庆幸明媛毫发无损，事后才知道明媛也和晋阳郡主一样中了媚药，要不是及时服下解毒丸，就和晋阳郡主一个下场。当时王妃就后悔了，以后除非明媛主动，否则她不会要求明媛出王府一步。说世子妃福泽深厚，果真一点不假。当初花灯会上，要不是世子妃出手相救，江三姑娘估计连命都没了。遑论嫁给东王世子。要不是福泽深厚，王爷也不会花20万两娶回来给晨儿冲喜。不是10拿9稳，我想王爷也不会花这么大代价。我没惹到他吧？明媛是没有招惹大太太，但是大太太气呀，江大姑娘之死并非她所愿。可是楚墨风至今没有娶妻，想要定亲还得他抄1000遍佛经。倒是说邪祟看到世子妃都怕啊，世子妃没事多去花园转转，全当驱邪了。要是道法高深，不是已经在花园驱邪了吗？花园还闹鬼？大太太哑然，半晌不知道怎么接话。三太太，小少爷病了。浩哥，这是怎么了？小少爷昨儿贪嘴吃了半碗冰镇莲子羹，晚上就有些食欲不振，夜里开始身子发热，这会儿开始说胡话了，只喊着要娘。奴婢不敢耽搁，就来找太太了。见老太太脸色越来越冷，三太太忙呵斥丫鬟：浩哥病了，为什么不禀告我？他们也知道三太太不待见小少爷，另外一丫鬟就偷偷溜去佛堂，是陶姨娘让她等三太太来给老夫人请安，再来长辉院当着老夫人的面禀告三太太。还不赶紧请太医！三太太走后，老夫人使唤钱妈妈去南院盯着点儿。世子妃，小少爷怕是要夭折了。病得这么严重？来了2位太医，都没法给小少爷降温，说是再烧下去，就是不死也会傻掉的。老夫人都在小少爷床前守了半个时辰了。陶姨娘也从佛堂出来了。明媛抬脚往外走。世子妃，你要去救小少爷？先去看看。明媛丢下4个字，喜儿跟着出了门。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明月院。明媛正打算去明月院，但那是出自她自愿，老夫人让她去，明媛就捉摸不透了，将心中疑惑压下。明媛迈步朝明月院走去。老夫人，你可要想办法救救宝儿啊！老夫人，世子妃来了。三太太眼底闪过一抹讥讽的笑。倒是说你福泽深厚，老夫人让你来，是想让小少爷沾沾你的福气，福到病除。你往床边站点。感情请我来，就是来让我做木头桩子的。赵院正帮小少爷把脉，然后开药方，让丫鬟抓药，他则帮小少爷降温。明媛在一旁看得心急，恨不得把赵院正拉开自己上。用酒吧。酒？明媛点头，睁着眼睛。在江湖郎中那里，我见过高烧不退的患者，江湖郎中用帕子沾酒擦拭病人的额头和胳膊，有助于降温。快拿酒来！赵院正拿帕子沾酒，小心帮小少爷擦拭额头。然后呢？再施针。
赵院正拿出银针帮小少爷施针，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明媛肯定会提醒他。到第4根针扎下去的时候，明媛抬手一指，在三伤穴这里放3滴血。不同的病人怎么能用同样的方子医治？你不要干扰赵医正医治浩哥。明媛不说话，只见赵院正照做，很快小少爷泛着异红的大拇指就被扎破，鲜血冒出来，疼得小少爷哇的一声哭起来。明媛看了老夫人一眼，云淡风轻的一瞥，却是把老夫人气得心口一堵。没办法，赵院正虽然没说话，却是用行动认同明媛。看来世子妃跟江湖郎中学了不少，这要多学个1年半载，咱们镇南王府怕是要多一个医术高超的大夫了。明媛听得出来三太太话里的讥讽之意，她脸不红气不喘。明媛会专心研读医书，争取能早日治病救人。真是说他胖，他还喘上了。小少爷开始退烧了，我可以回去了吧？等浩哥退烧了，你再回去。明媛无语，不过没反驳，因为要不了一会儿，楚墨尘就会让丫鬟来传他回去吃饭。1刻钟后，果然海棠就来传他回去。还没有谁像老夫人这般疼庶孙的。那小少爷会不会像戏文里写的，不是三老爷的儿子，而是皇上或者是哪位亲王的儿子，寄养在王府的？要真这样，三太太还生气做什么？哦，说的也是啊。明媛以为回了沉香轩，小少爷也开始退烧，就没他什么事了。谁想他陪楚墨尘吃完了午饭，打算小憩一会儿，老夫人又差人叫他去。世子妃，咱们别去。还是去吧，小孩子发热容易反复，万一世子妃不去，小少爷出了什么事，老夫人肯定会怪世子妃的。喜儿性子冲动，雪雁谨慎小心，但出发点都是为了他好。去告诉老夫人，就说世子爷说使唤我做木头桩子，1个时辰1000两，少1两都不行。喜儿连连点头，屁颠屁颠的就往明月院跑。拿我做挡箭牌就算了，你这时间也太不值钱了吧。你断腿回府，老夫人有守在你床榻前寸步不离过吗？来看过我一回，待了大半盏茶的功夫。明媛点头，和他猜测的差不多，望着楚墨尘。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好歹是父王唯一的儿子，又伤得那么重，老夫人只看了你一回，待了一小会儿。可三老爷的庶子，老夫人却急得不行，好像那是他唯一的孙儿。可他明明有孙子啊！楚墨行都20了，要是楚墨行不洁身自好，老夫人早抱重孙儿了。这事儿的确透着古怪，好像陶姨娘给老夫人灌了迷魂汤一般。明媛深以为然。这世上有迷魂汤吗？大概有吧。你能配？我要是能配，你不早就对我言听计从了吗？我说怎么对你言听计从，原来给我灌了迷魂汤啊。是吗？相公这么听话，那你去墙上趴半个时辰。楚墨尘望着明媛，有劳娘子扶我过去。你不是能走几步了吗？还不能走。拜托，你的小断腿还是姑奶奶我帮你治的呢。练习走路这么多天了，几步都不能走，可能吗？只是见他一脸你不扶我过去，那不能怪我不听你话。明媛的小暴脾气还真和他杠上了。就扶你过去，我看你趴不趴半个时辰。不是吧，这么狠？明媛要扶他，这时候退缩没面子啊。在明媛的半扶半拽的帮助下，楚墨尘还真站了起来。明媛扶着他往墙边走，每走一步肩膀就沉3分。几步之后，楚墨尘半边身子都压在明媛身上了。明媛扶不动，打算叫雪雁帮忙，结果楚墨尘回头扫了一眼，雪雁果断转身走了。喜儿说的对，世子爷和世子妃同处一室的时候，做丫鬟的要打起12分的精神，做好随时脚底抹油闪人的准备。就在雪雁出门顺带把门关上的时候，屋子里传来哎呀一声。原来娘子不是真的要为夫趴墙，是要我陪你睡觉，你直说就是，不必绕弯子。绕你妹啊！虽然不是第一次听世子妃气头上说你妹，
但雪雁和喜儿私下讨论了半天，也没懂关世子爷妹妹什么事。还要不要我爬墙上半个小时？明媛睁开青眸，狠狠地剜向楚墨尘，只是眼神尚未送出去，唇瓣一软，他炙热的唇瓣压了过来。门突然被敲响，明媛快步下床。进来。雪雁推门进来，并不知道自己打扰了某世子爷的好事。穆表姑娘来了，老夫人让世子爷、世子妃带上解药去帮表姑娘解毒。穆表姑娘掐的时间真好，只要再扛2天，都无需解药，毒自己就散了，开口说话了。扛了这么多天，到最后关头扛不住，这是老天爷都在帮我啊！出了沉香轩，直接往长辉院走，只是走了没一会儿，就被丫鬟告知表姑娘在明月院。明媛深呼吸，告诉自己没必要生气。很快白花花2万两银子就到手了，改日去街上大肆挥霍泄愤。不就是做木头桩子吗？就当是减肥了。一番自我调节后，明媛心平气和地推着楚墨尘去了明月院。在看到慕烟的一瞬间，明媛愣了下，因为她没有戴面纱。表姑娘脸好了。明媛的惊讶，慕烟看在眼里，得意在心中。她想说话，只可惜说不出来。表姑娘到今天才来解毒，应该是这些天一直在用去伤疤的药膏吧？不是说穆家不急着给表妹解毒，是给她一个教训吗？这教训到底是给表妹的，还是给我和明媛的？一个下了毒的药膏，穆家要给慕烟用，大可以直说。之前走的时候说把药膏还回来，至今未还，却拿穆家惩罚慕烟来搪塞他们，真是把他们当傻子糊弄。那药膏有毒，还回来也是浪费。浪费那也是我的事儿，还轮不到别人来替我做主。说完，楚墨尘推着轮椅就转身。慕烟转身把楚墨尘拦下，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伸手比划。不懂。没有比这2个字更扎心的了。慕烟急得眼泪直飙，他望着明媛，求他劝劝楚墨尘。你们欺负的不是楚墨尘，是我。你表哥就是帮我出气，你还希望我帮你说情，脑子坏了吧？那药膏穆家要还回来，是我让他们给嫣儿用的。那药膏5000两，老夫人替表妹付吗？你怎么能找老夫人要钱？而且嫣儿是你表妹，当初你不是还要把药膏送给你表妹吗？相公，这5000两没人会给你的，何必张这个口落人口舌呢？当初穆家若不是把钱看得太重，又怎么会做出欺骗一个几岁孩童的事儿？事后做的事儿一点反省之意都没有。外祖父常说，一个家族如果从骨子里开始腐朽，离落败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不过是一盒药膏，还是有毒的。世子妃这话就太狠厉了。都说见微知著，窥斑见豹，越是小事儿才越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明媛嫁进镇南王府的时间不多，才接触到这些事儿，着实惊诧，比不得3审见多了，习以为常。这5000两倒是可以试试穆家还有没有傲骨。为了嫣儿那张脸，穆家前后花费不少。你和嫣儿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嫣儿的脸好了，你这个做表哥的难道不高兴？这府里的少爷哪个和表妹不青梅竹马呀？虽是这么说，但还要不要解毒？不解毒我就走了。慕烟赶紧把银票送上，楚墨尘懒得接，明媛伸手去拿，结果银票没收到，反倒收到2记大瞪眼。这银票我是给表哥的，关你什么事啊？慕烟生怕楚墨尘不卖解药给他，把银票放在他大腿上。楚墨尘随手递给明媛，明媛眉头一挑，伸手拿了一张。我只要我那份。这些钱我迟早都会拿回来。楚墨尘把银票揣怀里，再把解毒丸拿出来，随手扔给慕烟。慕烟把解药丢进嘴里，明媛抬手阻拦。别！慕烟咕噜一下就把药丸咽下去了。这药不是直接吃的？那倒没有，我只是希望表姑娘在服下药丸之前，先请太医检查一下，免得万一再有毒，我们可没有第2颗解毒丸给你吃了。这是一记响亮的巴掌，打得慕烟面红耳赤。
老夫人有气没地方撒，但要说怪名媛，谁也说不出口。药效很快，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慕烟就能开口说话了。好好爱护你那张脸吧，再出什么事儿，可没有去伤疤的药帮你了。老夫人，狼环郡主来探望小少爷。今儿不是东王府办喜宴吗？狼环郡主怎么回来了？东王府办喜宴，你怎么回府了？之前道士给大哥和大嫂测算八字的时候，算出他们成亲那天，狼环不能在东王府过夜，狼环就回王府了。不能在东王府过夜，这是为何？大嫂的命格和我相冲，今日又是她大喜，我留在东王府怕会对她不利，所以母妃让我避开些。东王府对世子妃倒是格外重视，不惜委屈你。北鼎侯府若是知道，肯定高兴。这都是我东王府应该做的。哎，狼环郡主回府了，不知道秋露有没有回来？那道士果真有这么灵？狼环觉得很灵，母妃还让狼环明日再让道士进府一趟。王妃找道士进府做什么？这狼环就不知道了。母妃吩咐，狼环只照办就是。没什么事了，楚墨尘要走，明媛推他离开。这一回倒没人执意要他留下。走了一会儿，雪雁就拽他云袖。明媛撇头就见雪雁伸手指楚墨尘，明媛这才注意到某男看一个丫鬟看得格外认真，人家都走远了，他还盯着。小心眼珠子掉下来，我医术再高也安不上。吃醋了？相公要是喜欢，我豁出去帮你讨了来可要。只要是府里的丫鬟，你愿意许以世子侧妃的位置，我想没人不会同意。娘子这么贤惠，为夫还真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为夫能做的就是出1万两的赌注，赌你要不来那丫鬟。那丫鬟有那么难要？那丫鬟行走如风，是个会武功的，而且不弱。另外一个丫鬟，奴婢在延庆院见过，应该是狼环郡主的丫鬟。明媛怔了片刻，望向楚墨尘。你以前没见过那丫鬟？王府以前也不闹鬼啊。翌日，明媛推着楚墨尘慢悠悠地走着，那边楚总管拎着道士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一人，去的正是恒无院方向。一盏茶喝完，那边楚总管就送道士离开。去把道长请过来。不知道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找小道来是？小道？道长太谦虚了。世子妃休煞小道也。母妃找你问了些什么？王妃问世子和世子妃什么时候能圆房，什么时候能怀小世子，将来是不是子孙满堂，子孝孙贤。果然和我们有关。你怎么回答的？等世子爷站起来，就能和世子妃圆房，不出1年就能生下小世子，将来子孙满堂，子孝孙贤。要你胡说八道。真的挺准啊。这话到底是恭维我，还是在讥讽我？不过镇南王世子的笑倒是挺真的。明媛不想听这些话，他望着道士。之后狼环郡主有没有问你闹鬼的事儿？我猜闹鬼应该是和世子妃有关，只把丫鬟吩咐的事再说了一遍。昨夜里府上有个小厮给我塞了50两银子，让我给府上小少爷算命的时候说他活不过8岁，我不答应，这小厮就要我的命。明媛和楚墨尘互望一眼，如果他们猜得不错，那小厮应该是三太太派去的。下去吧。那小少爷的事随便你。我给你1粒药丸，待会儿你给小少爷服下，服下之后1个时辰之内不要吃别的药。世子妃土匪的时候呀太土匪了，善良的时候又太善良，为善不欲人知，人家得了好处，指不定回头还针对他呢。道长告辞，楚总管送他出府，当然没能走成，在出府的半道上被丫鬟请去明月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外面周妈妈进屋来，在珠帘处望了望。喜儿呢？
周妈妈找喜儿有事啊？倒也不是什么重要事，只是大半天没瞧见她，连着海棠也不见了人影，过来问问。他们忙去了，有什么事我帮周妈妈做也一样。周妈妈没让，平常明媛只让喜儿和雪雁进屋伺候，喜儿不在，她再把雪雁叫走，明媛要喝茶都没人给她倒。怎么不是青杏陪喜儿去花园守株待兔？上回陪喜儿在花园待了半天，被蚊虫叮咬出来几10个包，青杏说什么也不肯再陪喜儿了。喜儿求了海棠半天，海棠才和她作伴。无奈一笑，明媛把茶盏放下，外面海棠一阵风跑进来。世子妃，救命啊！怎么回事？喜儿呢？喜儿出事了，她被人推进湖里了。明媛心口一提，赶紧走到窗户处。赵峰闪身出现，属下这就去花园看看。是蓝环郡主的丫鬟推的喜儿。我也不知道，我和喜儿在假山里一等半天，就是不见有人来。就在希望不大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烧纸钱的味道，喜儿就拉着我过去看看。远远的，我和喜儿看见湖畔有2丫鬟在烧纸钱，是烧给过世的江大姑娘的。喜儿的目的是抓秋露，揭穿她杀花园小丫鬟的真面目。谁给江大姑娘烧纸钱与他们无关，但是喜儿好奇，她也只能陪着。只是在悄悄靠近的时候，喜儿不小心踢到了地上的石头，惊动了烧纸钱的丫鬟。在要被发现的时候，喜儿把头发散开，打算把丫鬟吓跑。她躲在那里看着，只是那2丫鬟起初很害怕，但是很快就发现喜儿是人，把喜儿抓住。她准备去帮忙，喜儿却叫：世子妃救我！海棠不傻，喜儿这是提醒她赶紧回来找世子妃救她。海棠没敢耽搁，一口气跑了回来。会有事的，喜儿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守在屋外的青杏就到。世子妃！明媛迈步出去，就看到赵峰抱着喜儿。喜儿脸色惨白，肩膀全是血，嫣红一片。先扶她回屋，雪雁去拿药箱。明媛帮喜儿清洗伤口，然后抹药。之后雪雁和青杏才帮喜儿把身上湿漉漉的衣裳换下，并重新换了床被褥。明媛在床边等了大半个时辰，喜儿才醒过来，把雪雁和海棠都高兴哭了。世子妃，你这回可要帮奴婢报仇呀！这回你怎么不执意要自己报仇了？可这一回不同，同我起发簪的是蓝环郡主。不是2个丫鬟吗？怎么会是蓝环郡主？你确定没有看错？奴婢没有看错，就是蓝环郡主和丫鬟秋露在给江大姑娘烧纸钱。好好的，蓝环郡主为什么要给江大姑娘烧纸钱，还打扮成丫鬟模样？明媛脸色冰冷，嘴角噙着一抹讥讽的笑。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郡主，世子妃的丫鬟没死。怎么会没死呢？奴婢不放心，让丫鬟去打听。沉香轩的丫鬟说喜儿肩膀受伤了，但没有性命之忧。郡主，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慌什么？有大嫂护着我，我还怕她拆穿我不成？何况昨晚的事，她又没有证据。秋露能不急吗？要是真出什么事，她肯定会被推出去顶罪的。她不想死。扶我起来，更衣。用完了早饭，明媛推楚墨尘出沉香轩，不过半道上分道扬镳。明媛去长辉院请早安，楚墨尘则是去找楚墨风。怎么瞧着这么憔悴？昨晚没有睡好。听到脚步声传来，蓝环郡主回头就看到明媛，她神情镇定，仿佛昨晚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般。昨晚睡得不大安稳，醒了2回，想了会儿事情，就越发睡不着了。这夜里醒来最是不能想事情，有时候想着想着，人精神到天亮，大家都清醒了，反倒昏昏欲睡，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这是想什么事？蓝环郡主先看了大太太一眼，是北鼎侯府的事。北鼎侯府之前曾来王府湖畔烧过一回纸钱，不好再来。
想着我还没有搬回东王府住，希望我在的时候能时不时的给江大姑娘烧点纸钱，不能短了她在地下的花用。只是这事儿晦气得很，郎环不敢随便答应，要先问过长辈们的意思。果然，掐了北鼎侯府7寸的人就是淡定从容，从容到差点杀了他的丫鬟，也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郎环知道这事影响不好，所以打算傍晚的时候烧。大伯母不会反对吧？大太太倒是想反对，但是镇南王府又不是她一个人的，这本是我长房该做的事，你愿意代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郎环郡主大松一口气，谢大伯母体谅。明媛上前请安，老夫人看他的眼神像是蒙了一层冰块，猜不透在想些什么。昨儿我大哥娶了北鼎侯府江三姑娘，我应该向你道声谢。如果不是你在花灯会上救下江三姑娘，她没有机会成为我大嫂。这是在提醒明媛，她最好不要把这事儿抖出来，否则她就是一手把救的江三姑娘再推进无尽的深渊。我救江三姑娘的时候，郎环郡主碰巧就在身边，那时候大概谁也没想到你们会成为一家人。郎环郡主脸色一变，明媛这是在警告他，他知道是他郎环郡主让人推江三姑娘落水的，而且他知道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威胁他还是省省吧。明媛只待了小会儿就俯身告退。世子妃，我们郡主请你去凉亭坐会儿。明媛唇畔一抹冷笑忽闪而逝，朝那边凉亭走去。不过等郎环郡主过来的时候，明媛一盏茶都喝了一半，而石桌上就明媛一杯茶。怎么就端了一杯茶过来？雪雁站在明媛身后，纹丝不动。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被人污蔑倒打一耙的滋味，尝过一回，不敢再试第2回。看来世子妃是打算管闲事到底。闲事？明媛眼脸微挑，嘴角浮起一抹冰冷的讥诮。不知道郎环郡主口中的闲事，是指污蔑我、散播谣言，逼我向你赔礼道歉的事儿，还是昨晚伤了我贴身丫鬟一事？没有证据，你向父王母妃告发我，没人会相信。其实你更想说，就算我有证据，告发了你又能怎样？北鼎侯府3姑娘如今是东王世子妃，北鼎侯府已经死了一个女儿了，不想再死一个，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对吧？哼，你知道就好。我现在还是镇南王府2少奶奶，如果叫大太太知道江大姑娘是怎么死的，她不会揪着我不放，她会要父王和母妃赔偿长房。你只不过在镇南王府待1年，时间一到，拿了20万两离开，镇南王府的家务事就与你无关了。好一个与我无关，是不是在你眼里，你让东王府的小厮绑架我的丫鬟，都与我无关？郎环郡主脸上的笑容僵硬，从喜儿回来，那些派出去的小厮没有一个回东王府，他就知道是凶多吉少。所以你就让丫鬟装鬼吓唬我的丫鬟秋露。喜儿本意是给秋露一个教训，奈何你们主仆压根儿就没有把那个替你们散播谣言、事后被灭口的丫鬟放在眼里，只当是被你们杀的江大姑娘阴魂不散，还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不偷偷摸摸的烧纸钱，我们又如何知道长房抓了2年多的杀人凶手竟然是你？到底想怎样？眸光从他那由愤怒和恨意交织成的五官挪到他发髻上，明媛伸手把金簪取下来，扔在石桌上。扎了喜儿几下，就给我捅自己几下。你伤喜儿的事儿，我就当做没有发生过。你！明媛冷冷一笑，虽然郎环郡主只说了1个字，但明媛懂他的意思。你和北鼎侯府的事与我无关，长房找不找得到杀人凶手，大姑娘要不要嫁给北鼎侯府的少爷，同样与我无关。但你伤喜儿，我绝不容忍。秋露的命我要了，至于郎环郡主你，现在还只是以1还1，出了凉亭就没这么简单了。哼，这里是镇南王府，你敢拿我怎么样吗？没有证据就可以有恃无恐吗？不信你可以试试。这是个好建议。清冽眸光从郎环郡主脸上扫过，明媛转身离开。雪雁把明媛喝过的茶盏一并端走。今儿暂且收点利息，
剩下的我会慢慢讨回来。郎环郡主在凉亭没待一会儿就起身离开，可就在他路过花园的时候，忽然身子一阵揪疼，疼得他五脏六腑都像是颠倒了位，浑身的骨头像是被千万只蚂蚁啃噬一般。再说王妃正在看账册，听丫鬟禀告郎环郡主疼得在花园里打滚，吓了一跳，当即把手里看了一半的账册放下。丫鬟扶着她赶到花园。就这样看着，都不知道把郡主先扶回银杏院吗？不是奴婢们不服，而是扶不住。赶紧请太医。那边楚墨行走过来，看到郎环郡主狼狈不堪，他心口一滞，在郎环郡主后背上一点，郎环郡主就晕倒在了丫鬟身上。情况如何？郡主脉象平稳，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家郡主怎么可能没问题啊？她都疼得在地上打滚了。从脉象上，我的确没有发现问题。要不府上再请个高明点的太医来看看。宋大夫出府，再把赵院正请来。另外，差人去东王府说一声。刚走到沉香轩门口，丫鬟就禀告他郎环郡主出事了。明媛轻嗯了一声，就转了身朝银杏院走去。再说郎环郡主被赵院正用银针扎醒，睁开眼睛就看到明媛睁着一双清澈明净带了点关心的眸子望着他。你给我下毒！郡主说的是我。郎环，不得乱说话，你并未中毒。我真的没有中毒。郡主脉象平稳，没有生病，也没有中毒，只是痛得在地上打滚，这其中原因我尚不清楚。郎环郡主脸难看的就跟咽了只苍蝇似的。还会不会再疼得在地上打滚？从脉象上看，应该不会。郎环疼糊涂了，才会乱说话，你别和他一般见识。郎环郡主病了，说几句重话，明媛不会放在心上的。何况她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知错就改。上回流言的事儿，不就给明媛赔礼了？我想这一次也是一样的。郎环郡主修长的指甲掐进肉里，她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冤枉你了，对不起。把银针收好，赵院正开了几张调理身子可服可不服的药方，就告辞了。东王妃坐到床边，看到女儿狼狈模样，心疼得不行。还疼不疼啊？已经不疼了。我看东王妃还是把郎环带回东王府吧。我不回去。东王妃要说话，郎环郡主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也想带郎环回去，可是他和世子妃八字相克，而且道士说郎环一辈子是镇南王府的人，我就是带回去，他还是会回来。这些话王妃不知道，道长也没有和明媛说，不过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话是在为将来做铺垫呢。王妃担心郎环郡主再疼，所以一直陪着。这会儿东王妃来，王妃让她多陪陪郎环郡主，就离开了。明媛和王妃一起走。怎么回事？怎么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啊？母妃，那件事世子妃知道了。之前是母妃错了，母妃觉得郎环郡主可怜，又难得和你聊得来，让你有空多陪陪她。往后你们……母妃，明媛心里有数。喜儿的仇她铁定会报，至于其他的看心情。远处有轮椅滚动声传来。母妃。王妃细细打量她，总觉得哪里不同了，可又说不上来，只问了问她腿可还疼，有没有好转的话，便转身离开。你大哥怎么说？楚墨尘歪在轮椅上，一双漂亮的凤眸盯着明媛的脸，盯得他眼睛眨了2下，摸自己的脸。我脸上有脏东西？明媛问雪雁，雪雁连连摇头。之前你曾拿了幅画让我题词，那幅画是谁的？你大哥画的呗。我大哥的画，苏三少爷怎么拿来让你题词啊？见楚墨尘一脸追问，明媛没辙，只好把题词的前因后果像竹筒倒绿豆似的全倒出来。你表哥怎么能带你上酒楼？去酒楼怎么了？
要不是嫁给你，高墙大宅出不去，我还打算去青楼逛逛呢。你还是不是女人？明媛白了他一眼。你可别告诉我你没去过青楼。我没去过。居然没去过青楼，还挺洁身自好的。那改日我们俩一起去。娘子陪为夫逛过青楼后，为夫一定让皇上给你颁块匾额以示嘉奖。我就是去听听小曲，看看歌舞，我又不做别的。你们男子不都是这么搪塞人的吗？女人去听小曲就不行了吗？那是别人，不是我。我和他们也不同啊，又不是想去就能去得了的。雪雁的话，楚墨尘和明媛都听见了，两人沉默了片刻，谁也没开口。直到楚墨尘望了明媛一眼。你要真想听青楼姑娘唱曲儿，我可以把她们请进王府唱给你听。你就不怕王爷把你那条腿也给打断？娘子还挺关心我，不过父亲知道原委，最多骂我几句，而你估计要在佛堂反省半年。算你狠。进了屋，明媛给自己倒茶喝，雪雁识时务的没跟进屋，还顺带把门带上了。我也要喝。你不会自己倒啊？你倒的茶好喝。明媛磨牙，认命的给他倒了一杯。果然不错。合你胃口就好，身上没带砒霜，我加了点泻药。楚墨尘深深的看了明媛一眼，惬意的呷了一口，然后把茶盏放下。你猜得不错，江大姑娘是被狼环郡主杀的事，大哥早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拆穿？具体大哥没说，只说是镇南王府和长房对不起狼环郡主在前。但现在狼环郡主招惹了一个最不能招惹的人。北定侯府拿楚瑜要挟王府查出江大姑娘之死，大哥和狼环郡主说过，希望他能主动和北定侯府坦白，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楚瑜成为这件事的牺牲品，他也不会一辈子不娶妻。大哥让我再给狼环郡主10天时间，如果他还执迷不悟，他会亲自将这件旧事抖出来。楚墨尘知道的都告诉明媛了，他端茶要喝，明媛把他的茶杯端远了。楚墨尘眉头拧着，这也没得罪了他，怎么又不给我茶喝了？刚这样想，就感觉到肚子一阵不舒服。你真的在茶里下泻药了？你以为我在逗你玩啊？不敢耽搁，楚墨尘赶紧叫赵峰进来，推着他出去了。隔三差五的和楚墨尘说茶里有毒，结果心慈手软不下毒，人家已经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儿了。世子妃，沈大少爷来了。落座后，雪雁泡了上等的君山毛峰过来，明媛道谢。多亏沈大少爷出手相救，喜儿才捡回来一条命。世子妃救过我，这话说得太见外了，况且是妖话机灵。前几日你们去沈家找过我的事，我今儿才知道，可是找我有事？沈二少爷和恒王走得似乎很近。明媛说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大少爷，没有错过他一瞬间皱紧的眉头。这事我倒是不知，据我所知，沈家并没有查核朝廷之事的想法。这话听得雪雁直眨眼，沈大少爷这话怎么听得怪怪的，好像他不是沈家人一般。那天去沈家只是道谢，倒没有别的事，倒是劳烦沈大少爷来一趟。这几日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登门拜访，直到你和世子爷去沈家找过我，倒是替我做了决定。不知是什么事令沈大少爷犹豫不决？舍妹有不足之症，是从胎里带出来的，这些年一直药罐子不离身，但始终无法根治。江湖郎中医术高超，沈家想请他替舍妹治病。江湖郎中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之一就是恒王，让他露面去沈家给人治病，估计很难。不知可否把沈姑娘带进京？沈大少爷起身朝明媛作揖道谢。我这就差人送信回沈家。楚墨尘身子不适，沈大少爷不便久留，道谢完就告辞了。明媛送他出门。明媛回屋待了差不多1刻钟，楚墨尘就进屋了。相公，你要不要喝茶？伸手直接把明媛手里的茶盏端了过去。
咕噜噜喝了个精光。等把茶盏放下的时候，雪雁已经捂着脸跑了。我说的不是这杯，只有你喝过的茶才安全。偶尔腹泻就当是排毒了，而且我能下毒，自然能解毒，喝我的茶未必安全啊。今儿要不是沈大少爷来了，我在茅厕待多久，就把你绑在茅厕陪我多久。我提醒过你茶里有泻药，你还要喝，这也能怪我？楚墨尘就知道他会说这一句，他也没料到明媛这一回这么狠心，真的给他下泻药。以前都是光打雷不下雨的。狼环可好些了？太医诊脉，说他脉象平稳，没有事。没事怎么可能会疼得在地上打滚？狼环说是世子妃给他下了毒，只是太医说他没有中毒，倒成了他污蔑世子妃，还给他赔了礼道了歉。确定是世子妃下的毒？狼环不会骗我，他和世子妃在凉亭说了会儿话，世子妃前脚和狼环说他不是好惹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后脚就疼得在地上打滚，前后不过1刻钟，只是不知道给他下的是什么毒，连赵院症都诊断不出来，否则狼环怎么会受了罪还给他赔礼？世子妃能言善道，舌灿莲花他们都领教过，但狼环郡主也不是好惹的。听丫鬟说，狼环不打算回东王府嫁人了。我这做娘的当然不想他在镇南王府孤独终老，可他执意不肯回去。道士算命也说，他就是回去了也还是会回来的，他会在镇南王府待一辈子，命该如此，强求又有什么意义？我今儿是看出来了，皇妃心向着世子妃，皇后狼环还得靠老夫人和2位婶娘护着一二。大太太笑了笑，说及另外一件事，如今东王府和北鼎侯府成了亲家，江大姑娘的事东王妃也知道，能否帮忙和北鼎侯府说几句软话呢？之前狼环就跟我提过，只是一直筹办喜事，不好提起伤心事，我尽量帮着劝，但能不能劝得动，我也不敢保证。那是自然，有劳东王妃了。东王妃笑了笑，没什么事，她就起身告辞。大太太送她出府。娘在想什么？如果东王妃说的是真的，世子妃能悄无声息地给狼环郡主下毒，那当初嫣儿的药膏被人下毒就解释得通了。世子妃去穆家的时候，穆大太太把药膏给他们看，当着穆大太太的面下了毒，还没有人发现。那世子妃想要谁的命，岂不是易如反掌？一个养在深闺中的大家闺秀，怎么可能学得这么一身厉害本事？肯定是我们想多了。转眼2天过去了，吃了早饭后，明媛便要去长辉院请安。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唉，这王府要退亲，我们老爷逼着柳儿减肥，我对她向来宽厚，知道她饿极了会让丫鬟去厨房端吃的，也就没管着她了。谁想到她前几天受了刺激，这要么不吃，要么就吃几口青菜。昨儿个夜里啊，生生的饿晕了过去。大夫说再这么饿下去，人瘦下来，这身子也垮了。谁刺激柳儿了？是府里的丫鬟说了几句戳心窝子的话，伤了她的自尊。那些不好听的话，杨大太太不便说出来污人耳朵。这柳儿的亲事是早早的就定下来了，谁想到她会生病，越长越胖啊！之前老爷是天天的督促，昨儿这柳儿饿晕了，老爷想开了。杨大太太话还没说完，外面一穿着淡碧色裙长的丫鬟跑进来，没规没矩的，成何体统？陶姨娘在佛堂晕倒了。她不是在明月院照顾浩哥吗？怎么会在佛堂？是我让陶姨娘回佛堂的，老夫人让她祈福3个月，因为浩哥儿生病才让她回去照顾浩哥儿。如今浩哥儿已经没大碍了，她自然要回去。没想到那贱人才回去1晚上，就给我装晕，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她。三太太把怒意压下，吩咐丫鬟请个大夫进府给陶姨娘诊脉。只是这边三太太的心腹丫鬟前脚走后，后脚看守佛堂的小丫鬟传了消息来，丫鬟禀告陶姨娘怀身孕了，1个月有余。
还没有请大夫把脉，怎么就知道怀身孕了？李大夫进府给小少爷请平安脉，老爷正好在。陶姨娘一晕倒，就去禀告了老爷。老爷亲自带大夫去佛堂给陶姨娘把脉的。怎么会怀身孕呢？陶姨娘不是前不多久才来的癸水吗？老夫人高兴得很。有没有动胎气？大夫说没有，只是陶姨娘这几天衣不解带的伺候小少爷累着了，大夫叮嘱她要好好歇养。老夫人点点头，小丫鬟俯身退下。王府子嗣一直很单薄，前2天道长才说3房1年之内会添丁，果然叫他说准了。这话是三太太让道长说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说小少爷活不到8岁，老夫人会悲痛，给他一点安慰。谁想到事情就那么凑巧，陶姨娘真的怀上了。都给我退下！钱妈妈摆手，让丫鬟婆子都退下，还有明媛也不例外。老爷几次3番和我保证和陶姨娘没什么，现在陶姨娘却怀了身孕，这么水性杨花的女人，和她腹中的孽种都留不得。老夫人望着三太太，声音温和。我答应你的事儿不会食言的，只是把时间往后挪半年。这话我耳朵都听得快要长老茧了，每信一回，事后就狠狠地打我一巴掌。当初三老爷和老夫人要认下陶姨娘母子，三太太气回娘家，三老爷亲自去杨家把三太太劝回来的。当时给的条件是让孩子认祖归宗，三老爷不会碰陶姨娘一下。半年后，陶姨娘得病逝世。可现在呢，孩子都有了，只把时间往后挪半年。话说的轻巧，陶姨娘才进府多久，三老爷的心就不在她身上了。再过半年，还不知道最后死的是谁。三太太气得眼泪直飙。当着老夫人的面，杨大太太劝三太太大度些，一个庶子她忍了，多一个有什么不能忍的？杨大太太陪她回了南院。进屋后，杨大太太问道：是上回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有件事要恭喜你。恭喜我什么呀？恭喜你又要多一个小堂弟了。那我是不是该回你一句同喜啊？3房天庶子和世子爷和世子妃8竿子都打不着，也能互相道贺。是长房还是3房要添丁？明媛便把陶姨娘怀身孕的事告诉楚墨尘。之前就觉得陶姨娘不是个简单角色，她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哼，三婶这回是遇到对手了。就在大家揣测这流言是真还是假的时候，另外一消息传开了，三少爷楚墨行定亲了。和楚墨行定亲的还是他的表妹，不过这回是杨二姑娘，也就是杨大太太的亲生女儿杨汉儿。这边明媛在想哪里有问题，那边海棠进来。三少爷被三太太罚去跪祠堂了。楚墨尘眉头拧成麻花。推我去祠堂看看。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长辉院一趟。这时候让我去长辉院做什么？明媛猜不透，便和楚墨尘分道而行，带着雪雁去长辉院。不知道老夫人找明媛来是？找你来是为了太后寿礼的事儿。这事儿本交给你三婶筹备的，3房接连出事，你三婶失手把准备的寿礼给打碎了，没有精力再另外准备一份。你大伯母忙着抄佛经，也没时间。你福泽深厚，数次逢凶化吉，我便把太后准备寿礼的事儿交给你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用点心。不是询问明媛的意思，就是把差事交给他，而且没有拒绝的余地。明媛没说话，老夫人就当她答应了。去找你母妃拿钱吧。王妃，世子妃来了。怎么过来了？从长辉院过来的。三婶气头上，把给太后准备的寿礼给打碎了，大伯母又没时间，老夫人便把给太后准备寿礼的事交给了我和相公，让明媛来找母妃拿钱。明媛是很希望王妃能主动把这事儿给揽过去，谁想到王妃笑道：也好，你和晨儿就准备一份寿礼。别呀，我和楚墨尘都是办事不靠谱的，能不能别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咱们办？让楚总管送5000两去沉香轩。
这是一锤定音，没法更改了。明媛暗鼓了下腮帮子，而后抬眸一笑，俯身告退。世子妃好像不大愿意接这差事。明媛那点不愿意已经刻在脸上了，王妃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只是她希望明媛永远做镇南王世子妃，在镇南王府待下去，以后这些迎来送往的事少不了。给太后准备寿礼，就当是给她的磨练了。爷，除了暴露镇南王府身份之外的办法，属下都试过了，就是没办法买到连着的2间铺子。这间铺子不是沈家的吗？也买不下来。在找沈大少爷之前，属下试着和沈家买过，都被一口回绝。后来找沈大少爷，沈大少爷答应帮忙，但是如今京都的生意归沈二少爷管。沈二少爷说他才接管生意没多久，沈家在京都的生意没有拓展，反倒卖铺子有损他沈二少爷的名声。屋子里的谈话，明媛听得一清二楚。他是真没想到买2间铺子竟这么难。之前不是说我不在闹街买铺子吗？这么点小事儿，怎么能不帮你办好呢？要这么简单，铺子早买到手了。那是暗卫办事无能，明天我就帮你办好。你要亲自去买铺子？我亲自去，顺带再帮你找个靠山。找谁啊？明天你就知道了。明媛暗呲牙，楚墨尘却是把镇纸压着的银票拿起来，转移话题。老夫人让你准备给太后的寿礼，你就答应了？现在不接，回头临到太后办寿宴，这事儿估计还得推给我。现在好歹还有10几天时间呢，正好明天我上街看看。你怎么来了？快回去。哎，给你送饭来啊！你虽然固执的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又臭又硬，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饿肚子啊！我在罚跪。你只是不愿意娶汉表姐而已，又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错，祖宗是不会怪你的。这要是爹爹和二伯父罚你的，我才不敢来给你送吃的呢。哎呀，快吃吧！三姑娘给三少爷送饭菜，被三太太罚，和三少爷一起跪祠堂。明媛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三太太居然把一双儿女都罚跪佛堂了，她这回生的气有点大呀。这是故意和老夫人，还是和三老爷抬杠？娘是不是吃错了药了呀？明明我没胆量给三哥送饭菜的，是他怂恿我的呀。那20板，我受了。三少爷，您就别为难奴婢了。我就是跪一晚上，我跪就是了。等我出去了，看我还理不理娘了。不是去闹街吗？楚墨尘没有回答，只笑不语。过了没一会儿，马车停下。爷，到了。不是去买铺子吗？进宫做什么？先下马车。都进宫了还卖关子，有本事永远瞒着我啊！世子爷，世子妃，请。明媛推着楚墨尘进御书房，皇上正在喝茶。又出什么事儿了？臣又不是只有事儿才来找皇上。那这回只是来看朕的。有事。说吧，这回找朕是为了什么事？我想买皇上一间铺子。镇南王府还能没有铺子？王府有铺子，而且还不少，但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能买到合心意的铺子，就不会来找皇上开口了。这话怎么听着像是在欺负朕好说话似的？都说伴君如伴虎，皇上，你说自己好欺负，这合适吗？明媛心中腹诽，就听皇上道：朕也没那么好说话。臣知道。你说什么？朕没听清楚。臣说皇上您是最好说话的，不然臣也不会来求你。高帽子一戴，皇上舒坦了。你看上朕哪间铺子了？问完又觉得不大对劲儿。你是怎么知道那些铺子是朕的？我让人去买铺子，开的价格远超过铺子本身，一般人都会犹豫，只有皇上您的铺子管事的会一口回绝。而且左右两边铺子一开价就答应卖，唯恐不买了。去把房契地契拿来。德顺公公点点头，就下去了。铺子朕不卖，不管你们做什么生意，朕要3成股。果然不好说话，一张口就要铺子3成，土匪啊！
1成。这臭小子，和我这个皇帝居然敢讨价还价。2成。成交。很快，德顺公公就抱了一小匣子来，里面装的都是房契地契。德顺公公本来是报给皇上的，皇上看奏折都烦，何况是那些房契地契，直接让他拿给楚墨尘。就这2张。拿到想要的，楚墨尘和明媛就告退。等出了御书房，楚墨尘把房契地契给明媛。这靠山可还行啊？还嘚瑟起来了。出了事，你能把皇上拉去做挡箭牌？有皇上这块招牌在前面挡着，谁活腻了敢找事儿？话是不错，但我也不能和小小少爷似的把横幅挂上，写着这铺子有皇上一份吧。办完了正事儿，接下来就是逛街了。那边，沈大少爷骑马路过，瞧见明媛在看香包，离近点儿，他翻身下马，上前打招呼：“二少爷，大少爷往柳州送了信，让大老爷带着大姑娘进京治病。如今和镇南王世子还有世子妃关系这么好，难保不会请那位名声赫赫的江湖郎中医治大姑娘。一旦大姑娘的病好了，这沈家少主的位置……”哼，到本少爷手里的东西，还没人拿得去。明媛姐姐，明媛回头就看到青怡郡主带着丫鬟胭脂走过来，她身后还跟着云嬷嬷。真的是你？丫鬟说你和世子爷逛街，我以为她逗我玩的，没想到真这么巧。这是柳州沈家大少爷，这是穆王府青怡郡主。沈大少爷道了一声幸会，青怡郡主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打招呼后，沈大少爷就告辞，骑马离开。明媛望向云嬷嬷，云嬷嬷朝他一笑，态度恭敬有礼，和蔼可亲。等青怡郡主走后，雪雁陪着明媛逛街，指着前头：“世子妃，前面就是美人阁了，咱们进去看看吧。”等你1刻钟。明媛应了一声，刚上去就收到一记冷眼，真是冤家路窄，碰到了刚出嫁没几天的晋阳郡主。这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只玉镯，攥得紧紧的。一看晋阳郡主的眼神，明媛就知道她被记恨上了。深呼一口气，晋阳郡主把怒气压下，转身继续挑选首饰，怕楚墨尘等着急。雪雁付钱，明媛先下楼，晋阳郡主就等着这机会呢。等明媛下台阶的时候，她3步并2步走过来，打算豁出去用力一推。可就在她靠近的时候，明媛身子一转，堪堪避开她的双手。晋阳郡主脚没刹住，直接滚了下去。明媛站在回廊上往下看，晋阳郡主的丫鬟吓得脸色惨白，指着明媛：“是你推我家郡主，你少张口污蔑人！我们家世子妃后背上又没长手，怎么推你们郡主的？晋阳郡主是怎么摔伤的？这楼上楼下可都有人瞧着呢，岂容得你泼脏水？”美人阁管事的想哭，赶紧道：“扶郡主看大夫要紧呐。”楚墨尘都等不及进美人阁了，见明媛没事，方才松一口气。我果然不适合出门，有这觉悟就好。明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迈步出美人阁。怎么躲开的？晋阳郡主想找我报仇，只差没刻在脸上了。整个美人阁只有楼梯能下手。明媛斜眸，就看到楚墨尘俊美无愁的脸上一抹压不住的笑容。我怎么觉得你挺高兴呢？哪有？还说没有，眼底的笑都泄出来了。惹的人一个比一个身份尊贵，离开镇南王府铁定活不了半个月。你以后就老实待在镇南王府，别想着离开了。这么多人拐着弯的帮他留下名媛，他能不高兴吗？说的好像待在镇南王府就安全似的。楚墨尘哑然，这一点他还真不敢保证。很快马车就到镇南王府前了，结果抬头就瞧见一穿戴素朴的妇人走过来。小厮喊了一声，那妇人看到名媛扭头就走。那婆子是谁？不知道，在王府门前转了半天，刚要上前，结果就跑了。晋阳郡主摔伤的消息还没有传回来，名媛和楚墨尘直接回了沉香轩。哎，去逛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别提了。啊，又出事儿了。只要世子妃出门，总会出点事儿。当然了，倒霉的都是别人。
时值正午，明媛和楚墨尘回来，厨房就把饭菜端上来。这边明媛刚歇筷子，那边老夫人就收到晋阳郡主摔下楼的消息，派丫鬟传她过去。不知老夫人找明媛来是？你和晋阳郡主又起争执了？只是在美人阁碰上，一句话都没说。那街上怎么传你把晋阳郡主推下了楼梯，摔得头破血流？要真是我做的，这会儿我已经在大牢里等大伯母去探监了。世子妃出一回门就有人倒霉，我看往后你还是尽量别出门为好。今儿上街本是去挑选送给太后的寿礼，在王府里明媛也变不出寿礼来，而且之前大伯母和三婶说的话，明媛深以为然，做人不能因噎废食。三太太看着自己指甲上新染的单扣，美人阁里卖的都是头饰，莫非世子妃打算送太后一套头饰做贺礼？逛了半天，街上那些东西精致的远超过5000两，要么就配不上太后高贵的身份。本打算去美人阁碰碰运气，结果一无所获。这给太后准备寿礼的活实在是太难了。老夫人说三婶您没心情，所以把差事交给了我。这会儿瞧您心情不错，这差事还是您来办吧。给太后准备寿礼是好事，推来让去的传到太后耳朵里，没得以为镇南王府不乐意送。明媛要开口，那边老夫人出言打断她。好了，一点小事推推让让，成何体统？你执意要出府，谁也拦不住。但过些日子太后寿宴，可别出什么事才好。明媛没说话，这不是她能保证的。如果有人要借太后寿宴对她发难，那她肯定不能坐等挨打。老夫人露了乏色，明媛俯身告退。经此一事，明媛对逛街也心有余悸，但苏曼出嫁，明媛得亲自去送天妆。我看让丫鬟跑一趟吧，苏家不会怪世子妃你的。明媛不生气，只那么望着周妈妈。我就一辈子不出门了？要不找道士进府算算，我看郎环郡主请进府的道士就算得挺准的。我一会儿要去苏家，现在请道士也来不及了。而且就算请回来，那也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陪他去苏家，不会有事儿的。有事的都是那些算计世子妃的人，苏家又没人害世子妃，周妈妈放120个心。一个执意要去，一堆帮腔的，周妈妈寡不敌众啊，只瞪了喜儿和雪雁俩帮忙的。要是再出事，唯他们俩是问。等周妈妈走后，喜儿朝她背影吐了吐舌头，然后望着明媛。世子妃怎么不明儿再去？表姑娘后天才出嫁呢。明天留在府里看热闹。明天是楚墨风留给郎环郡主最后的期限。楚墨尘说他大哥说一不二，颇有王爷之风，这么难得一见的热闹岂能错过？是表姑奶奶来了，快去禀报老太爷和老夫人。明媛陪苏老夫人闲聊，楚墨尘则在进府的时候就被苏老太爷叫去书房陪他下棋。在苏家，明媛待了1个时辰，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要不要去看看铺子？还是别了，待会儿上街出事，估计真不许我出门了。明媛刚说话，马车突然停下。放了我儿子吧，求求你们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儿子欠我们赌坊2000两，没钱还，要他一条胳膊算轻的了。再给我1天时间，就1天，我一定筹够2000两，求求你们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明天我们看不到2000两，要你儿子2条胳膊，一条是本钱，一条算利息。呸！你不是去镇南王府要钱去了吗？钱呢？我再送封信去，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一趟。娘就是豁出这条命不要，也不能看着你胳膊被人砍掉。待会儿把他的信截下来看看。回府。刚下马车，就看到一小厮领着太医进府，走得很急，神色匆匆。府里谁病了？是三太太。三太太怎么病了？又是那个陶姨娘气的。嘘，小声点儿。这回不是陶姨娘，是三少爷和郎环郡主。郎环郡主和三少爷楚墨行滚到了一起，而且是大白天，还是在观景楼上。这消息的冲击力太大，三太太怒急攻心，吐血晕倒。不过
等明媛推着楚墨尘去长辉院看热闹，刚走到院门处，那边吐血晕倒的三太太快步从他们跟前走过。这么急的请我们来，是不是蓝环出什么事了？是三少爷，他和郡主。郡主和三少爷怎么了？郡主已经是三少爷的人了。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出了这么大的事，东王妃先去银杏院看看狼环吧。东王妃没想走，虽然狼环郡主早非完璧之身，但二少爷毕竟死了，发生了这样的事，谁也做不到当作没发生。唉，事已至此，已无可挽回，还是先谈谈该怎么办吧。除了把狼环取了，还有别的办法吗？星儿有未婚妻。有未婚妻又如何？三太太的意思是不打算让三少爷负责了？出了这样的事，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星儿一定会对狼环郡主负责，我也不会委屈狼环郡主给星儿做妾。但要我为了狼环郡主放弃汉儿，我不答应。这事我要和兄嫂好好商量一番再做决定。三弟妹想娶柳家姑娘，好亲上加亲，但强扭的瓜不甜。强扭的瓜不甜，这意外摘回来的瓜就甜了。我三哥不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更不可能大白天的就还是在观景楼上。今日之事一定有问题，会不会是被人算计了？东王妃背脊一凉，狼环和三少爷出事，和当日晋王府宴会出的意外差不多。晋王也怀疑是被人盯上了，算计狼环的，会不会就是当日算计晋阳郡主和晋王世子妃的人？东王妃说完，明媛就收到楚瑜投过来的眼神。明媛手搭在楚墨尘肩膀上，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否则往后谁还敢往观景楼上跑？在王府私下走都提心吊胆，怕出意外。不过我倒是纳闷儿，狼环郡主和三少爷一同被人算计，不至于连叫救命的力气都没有吧？花园闹鬼，人是少了些，却不是没有。有力气那啥，没力气叫救命，可能吗？四嫂说的对，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查清楚。事情肯定要查，但能不能查出来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首要任务是狼环郡主和楚墨行该怎么办？三太太松口，要楚墨行迎娶狼环郡主，而且不是做妾，那接下来就是嫁娶了。当初说好，狼环郡主离开镇南王府就把8万两给他，今日就是兑现承诺的时候。在楚总管取8万两银票来之前，镇南王府和东王府就把楚墨行迎娶狼环郡主的日子定下了，就在6天后。事情商榷好，东王爷和东王妃就告辞去看女儿。我送你们去。东王妃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就不劳烦大太太了，走吧。王爷沉着脸离开，王妃也唉声叹气地走了。明媛则推着楚墨尘离开。太太，您别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想不到我也有被人耍的一天，被人苦口白牙诓一通。4万两就算了吗？算了，这口气叫我怎么咽得下去？明媛和楚墨尘互望一眼，这事儿一定要告诉王爷和王妃。人家给你下套，你还真傻乎乎的往里头钻呢。怎么就是下套呢？这对大太太没好处呀。的确，这事儿抖出来对大太太没好处，但不抖出来她一个人不痛快，抖出来三太太和王爷王妃都生气，有人陪着，怒气消得更快。世子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8万两给坑回来，这样不就聪明多了吗？只要世子妃用心坑人，别说8万两了，坑得她倾家荡产都不是问题。楚墨尘低笑，明媛一脸黑线，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我有那么坑吗？赏了楚墨尘和喜儿一人一记瞪眼，明媛迈步回沉香轩，告诉母妃，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不是？别提他，别跟我提他，我恨他。狼环郡主只伏在东王妃身上哭，哭得梨花带雨，哭泪睡过去。到底怎么回事？奴婢也不知道呀。她是真的不知道，而非隐瞒。方才周妈妈和你说什么了？让你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还能有什么？
先前道士不是算出狼环郡主一辈子都是镇南王府的人吗？就算搬回去，也还会搬回来吗？这会儿府里上下都说那道长算得准，周妈妈让我上街把道长找回来，给世子妃好好算算。狼环郡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她机关算尽，赔上了自己，倒成全了一个骗吃骗喝的假道长。世子妃要请道长进府吗？不必。约莫一盏茶喝完，窗户被敲响。进来。爷，您看看这封信吧。楚墨尘把茶盏放下，接过信封，取出信后随便扫了2眼，身子一怔，不敢置信。信，赵峰看了，被信上的内容怔得不清，但他没有找婆子询问。他看到三太太的丫鬟塞过去1银锭子，说明这封信应该不假。三少爷不是三太太亲生的，他是王爷和王妃的亲生骨肉，当年被人调了包。这件事比三少爷和狼环郡主那啥要严重100倍不止。一旦三少爷回到王爷王妃膝下，那楚墨尘的世子之位就不一定保得住了。一个个的都这么喜欢换孩子吗？祖父生前最喜欢的是父王，要不是二哥太过骄纵，远不及大哥精彩奕奕，镇国公府的爵位就是父王的。所以当年三房偷梁换柱是冲着爵位去的，只是老国公深谋远虑，没有凭借一己喜好定继承人，而且谁也没料到王爷会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有了这封信，明媛就明白为什么老夫人对陶姨娘所出庶子那么反常的在乎了。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办？楚墨尘眉头拧得没边，他嗓音低沉，容我想想。太太，不好了，出事了！还能出什么事儿？方才赵妈妈急着派人来传话，说那封信不知道丢哪里去了。你再说一遍，什么丢了？就是那封信。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想联起手把我活活气死呢。没丫鬟敢接话，半晌之后，他望向梳妆匣，眸底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再说楚墨尘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把这封信交给王爷。虽然这件事还有诸多疑点，比如三太太明明收到了威胁信，为什么没有杀那婆子灭口？还有三太太明知道楚墨行不是她亲生的，还要她娶柳家姑娘，甚至在楚墨行和狼环郡主有了首尾之后，也不曾松口。直觉告诉楚墨尘，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这封信到底是真是假，他很难判断。虽然认回楚墨琛嫡长子继承爵位，楚墨尘的世子之位极有可能会保不住，但他不在乎，王爷能凭着战功封王，他也可以。只是这边他们刚出沉香轩，那边一丫鬟跑过来，三太太又吐血晕倒了。怎么又吐血晕倒了？她一天要吐几回血啊？去南院。不去找父王了？楚墨尘眼底闪过一抹讥讽的笑。三婶儿都正大光明的气晕了，我又何必偷偷摸摸啊？四哥四嫂怎么过来了？楚墨尘没说话，明媛淡笑，在花园里闲逛，听丫鬟说三婶又气得吐血了，过来瞧瞧。三婶可醒了？楚墨尘坐在轮椅上，不方便进屋。明媛进去探望三太太，明媛坐到床榻边，自然而然地抓起三太太的手握着。四嫂，你这是……之前小少爷病重，老夫人不是说我福泽深厚，让我在床榻上站着，让小少爷沾沾我的福气吗？相公想试试看，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邪乎？来探望三太太，站着床边看2眼就差不多了，没有理由抓着人家的手，就更没机会给人把脉。这还多亏了之前老夫人刁难他，给了他这么好的机会。正好，我也想知道四嫂有没有这么邪乎。明媛咧嘴一笑，握着三太太的手，专注而认真。不过没握一会儿，明媛就起身站在一旁。太医来了，他得给太医挪地儿。三太太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啊。外面有轮椅滚动声传来，楚墨尘等得不耐烦进屋了。你怎么进来了？探望三婶这么半天，我还以为你也晕了。方才听院子里的小丫鬟说，三婶是收到一封信才气晕的，我倒是好奇是什么样的信把三婶气成这样。信？什么信？
没什么戏。说话支支吾吾，眼神躲躲闪闪，而且丫鬟否决的时候，眼睛还朝床榻上三太太的枕头下瞄了一眼。他想都没想就走了过去，伸手在枕头下一摸，就摸出来一封信，也顾不得太医和楚墨尘都在场，直接把信打开。楚科拳头攥紧，这封勒索信是谁送过来的？奴婢不知，是小厮差丫鬟送来的。勒索信？什么勒索信？楚科忙把信合上。没什么。因为一封信，你娘就气得吐血了。信的事不解决了，往后你娘还得生气。给大伯母看看，到底是封什么样的勒索信。楚科心头一虚，左右瞒不住，何不坦荡一点？大太太接了信，才扫了一眼，眼睛就瞪圆了。快去找王爷和王妃来，王府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大太太把信给楚墨尘看，楚墨尘看过后当场愣住。听丫鬟说王府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大太太没说话，只把信递给三老爷看。三老爷看了两眼信后，脸色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明媛在一旁看着，他方才给三太太把脉，如他猜测的那般，三太太吐血就是吐着玩，图给大家伙看的。既然老夫人和三老爷只顾自己，不顾三太太的感受，那他又何必顾他们那么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星儿他是我儿子。只凭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二嫂就要把我养了20年的儿子带走吗？信是前院小厮送来的，这上头也有送银票的地址，把送信之人找来问问清楚。去，把人带来。醒儿还在祠堂关着，放他出来吧。快把三少爷放出来。罚他，是他犯了错该罚，与他是不是我的儿子无关，让他继续跪着。明媛眼睛眨了好几下，望向楚墨尘。父王果然最疼你。父王什么时候最疼我了？今日要是犯错的是我不只要罚跪，我还要挨了板子再跪。明媛看懂了他眼底的神情，诧异道：真的假的？别怂恿我犯错给你看，我可不想脱层皮。等了足足半个多时辰，楚总管才把那婆子找来。你是赵妈妈？我是。王妃，您还记得20年前您才生下二少爷没多久，三太太出了月子，抱着三少爷来看您，奴婢无意间发现赵妈妈偷二少爷手腕上的金镯子，将他逮了个正着。当年我不是偷二少爷腕上的镯子，而是给他戴镯子。当年的事还不赶紧从实招来。她是三太太的陪嫁妈妈，眼里心里只有三太太一人。那时候大太太、王妃还有三太太一起生产，而且巧的是都是儿子。3个孙儿，老国公就只抱了从王妃肚子里爬出来的二少爷，给的赏赐也是最重的。三太太气得回去流眼泪，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时候镇国公府谁不知道老国公最喜欢王爷，最疼他，这爵位铁定是王爷继承。赵妈妈知道三老爷和大老爷争不过王爷，就萌生了偷梁换柱的念头。她把孩子匆忙调换，可是二少爷手腕上有金镯子，当时做贼心虚，摘了半天才摘下来。三少爷又调皮爱哭，半天戴不上，把屈妈妈引了过来。当时那情况，他没机会和三太太说是怎么回事，偷窃之罪比换孩子要轻得多。他以为三太太会护他的，谁想到三太太丢了脸，竟狠心把他卖了。他气急之下把这事隐忍了下来，算是给三太太的报应。可是他儿子不成器，竟然迷上了赌博，欠了赌方一屁股债。他膝下就那么一个儿子，他也只有这消息值2000两。当年我就纳闷，你好歹是三太太身边的人，不至于眼皮子浅薄到去偷金镯子吧？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多的内情呢。王妃，三少爷他是王爷和王妃的亲生儿子。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这么大的事，见奴婢几个胆子也不敢胡说八道啊。偷换孩子的是当初的三太太身边的管事妈妈，
他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一起要挟三太太。三太太不给他钱，他就告诉王妃，让他没有儿子。就是这事气的三太太吐血晕倒，露了馅儿。是王爷和王妃的儿子才好呢。大少爷再精彩奕奕，举世无双，也没有镇南王手中的兵权好。果然是我女儿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母妃，三少爷要真是王爷和王妃的亲生骨肉，三太太和杨家就更不可能退婚了。我女儿的福气可一点都不比旁人差，就算杨家不退亲，难道你还比不过杨家姑娘了？郎环郡主鼻子一酸，扑到东王妃怀里，又是一通哭泣。老夫人，别气坏了仙子，这事儿您还是当不知道吧。愚不可及，怕是陶姨娘的事真伤了三太太的心。她就不想想自己的儿子是被谁杀的？我看这事未必就是三太太的意思。老夫人看了钱妈妈一眼，想到什么，她眉头一皱。你是指杨家？南院内，王爷当众审问赵妈妈，可是不论他怎么盘问，赵妈妈对三太太都只有恨意。这事该怎么办呢？王爷眉头紧锁，并未说话。王妃的态度则很明确，如果真是他儿子，自然要认回来。但是现在谁也没法确定赵妈妈说的话就一定是真实的。不过从这些年老夫人和三太太对待楚墨琛的态度，又很难否认赵妈妈说的话是假的。但不论是真还是假，这事已经在镇南王府传遍。杨大太太匆匆忙登门，彼时三老爷正冲三太太发火，掐着三太太的脖子，呼吸不畅的三太太脸色发紫。现在事情已经抖出来了，这时候借三老爷几个胆子也不敢杀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三老爷把三太太往床上一扔，转身走了。他前脚走，后脚杨大太太就进了屋。这街上都在传喜儿和郎环郡主的事，这事儿是真的？三太太不想点头，可这事儿她否认不掉，她没说话，就算是默认了。怎么会这样？出了这样的变故，你怎么还……如果最后楚墨行不娶杨汉儿的话，这不是给郎环郡主做了嫁衣吗？三太太眸光紧闭，脸上尽是疲惫之色。她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有那么凑巧，巧得她措手不及。现在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世子妃，三少爷真是王爷王妃亲生的吗？你们俩觉得呢？喜儿望向雪雁，奴婢还记得世子妃和世子爷第一次回门，二姑娘认回侯爷和夫人膝下时，三太太问世子妃是怎么发现的。当时明媛说不是亲生的女儿，自然不会捧在手心里疼，再加上当娘的看自己的骨肉总格外的亲厚些，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了。世子妃说完这些话后，老夫人和三太太就改口帮三少爷退掉杨家姑娘的亲事。那时候他们都以为是三姑娘绝食的缘故，现在看来应该是三太太和老夫人引以为戒，怕他们不退亲，硬逼着楚墨行娶一个胖墩子般的姑娘，引起大家的疑心。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呢？那这么说啊，三少爷真的是王爷和王妃亲生的了。一盏茶喝完，明媛就听到一阵车轱辘声传来。怎么去了这么久？才离开一会儿就想我了。喜儿和雪雁两丫鬟脸齐齐一红，麻溜地从一旁走了。谁想你了？我只是好奇你有没有问出点什么有用的消息。三哥知道的不多，正好他也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就把大哥叫了去。我多等了一会儿。早上他和明媛去苏家后，郎环郡主就约了楚墨风去观景楼谈江大姑娘的事，过程并不愉快。郎环郡主不小心撞到桌子，打翻桌子上的香炉，冒出一抹浓烟。楚墨风及时屏住了呼吸，离得远远的，郎环郡主躲不开，吸了不少进去。楚墨风觉得郎环郡主就是个疯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命。他不会纵容他，姑息他，赔上自己下半辈子，狠狠心从窗户跳了下来。他跳下观景楼，正好被楚墨行看到，他就走了过来。楚墨风知道楚墨行钟情郎环郡主，再者长房的确曾对不起郎环郡主，
楚墨风动了最后一点恻隐之心。如果你想娶郎环郡主，就上观景楼。楚墨行摸不着头脑，他在楼下犹豫了片刻，听到楼上有东西摔落的声音，怕出什么事儿，一跃上了楼，就看到眼神迷离、酥胸半露的郎环郡主。对郎环郡主，楚墨行算不上乘人之危，因为媚药不解，郎环郡主十有八九会暴毙而亡。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楚墨行好奇为什么楚墨风在观景楼上明知道郎环郡主中了毒还见死不救，他不是那么狠心的人。楚墨风告诉楚墨行，郎环郡主就是杀害江大姑娘的凶手，杀人本该偿命，如果他舍身救郎环郡主，他对不起楚墨琛，也对不起江大姑娘。他能做的只有帮郎环郡主请个大夫，其他的他无能为力，并让楚墨行转告郎环郡主，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如果他没法私了这事，他会公事公办。你大哥真不错。大哥从小就是非分明，说一不二，能让他容忍郎环郡主2年，我还真好奇长房是怎么对不起郎环郡主的。第二天朝堂上就热闹了，满朝文武，甚至皇上都问王爷到底怎么回事，楚墨行到底是不是他嫡长子。王爷想了一下，点头道：是。然后朝廷上就炸锅了，朝臣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镇南王府的继承问题。要是楚三少爷真是镇南王亲生，那就是嫡长子啊，立嫡以长，当立三少爷为世子。不少大臣站出来附和：我镇南王府的族谱尚未修改，本王都不及，诸位大人倒是对我镇南王府将来由谁继承格外的上心，立嫡以长。陈国公是不好明着催皇上立大皇子为太子，拿我镇南王府做法子吗？大皇子乃先皇后所出，是皇上的嫡长子。王爷一句话，那些大臣麻溜地把嘴闭上了，目不斜视。满朝文武谁不知道陈国公拥戴的是四皇子恒王，真是一不留神就撞到镇南王枪口上。老夫人就见不得我清闲，三弟妹身子虚弱，不能劳心费神，王妃可是邢儿娘亲，这事怎么也轮不到我管嘛，我帮着打打下手还行。大太太不止推脱，还顺带挑起了矛盾。现在外面都盛传邢儿是王爷的嫡长子，先前晨儿娶明媛进门，那排场可不小，嫡次子怎么也不能越过嫡长子去，这聘礼不好准备。再者，昨儿看三弟妹的意思，她似乎还有意让邢儿娶杨家姑娘呢。大太太说这话的时候，明媛就在一旁，她朝天花板翻了一记白眼。有些话呀，我昨儿就想说了。咱们镇南王府呢，还没有谁娶过平妻。再者，邢儿也不愿意娶杨家姑娘，不宜开此先例。邢儿和郎环郡主被人算计，非我镇南王府所愿，我想杨家通情达理会谅解。大太太的意思是让楚墨行退掉杨家表妹的亲事，只娶郎环郡主一人。王妃坐在那里，脸上神情莫名。这事儿王妃打算怎么办？明媛，你和晨儿有没有什么想法？明媛微微一怔，轻轻摇头。相公有没有什么想法，明媛不知道，但明媛没什么想法。王妃眼神暗淡了几许，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希望楚墨行真的是她的儿子，可如果楚墨行真的回了长房，就算他不和楚墨尘争世子之位，三太太和东王府也会争。是他天性无欲无求，不在乎富贵权势，还是他压根儿就抱着1年后就离开镇南王府的想法？所以镇南王府将来是不是晨儿继承，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王妃啊，没几天就要办喜事了。虽然郎环郡主不是第一回嫁人，可邢儿是第一次娶亲呢。这喜宴不能丢了咱们镇南王府的脸面，时间原就紧促，犹豫只会耽误时间。王妃拿不定主意，
便让丫鬟去请王爷，一切依照王爷的意思办。比起王妃的优柔寡断，王爷办事就果决得多。他人都没来，只让楚总管来传话。王爷说聘礼他只拿2万两，这余下的比照当初2少爷迎娶郎环郡主时的聘礼，从宫中拿一份。至于新房，就安置在沉香轩旁边的浮云轩。让3少爷和郎环郡主住浮云轩，是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呢？这银杏院倒是不小，位置也好，但那是2少爷生前住的地方，不适合做3少爷和郎环郡主的新房。沉香轩是世子和世子妃住的地方，这总不好叫他们腾出来，只能委屈3少爷了。银杏院的确不适合做3少爷和郎环郡主的新房，但给辰儿和明媛住倒不是不可以。明媛听得眸光一冷，二房地方小，可选择的地方不多。大嬷嬷觉着浮云轩委屈了3少爷和郎环郡主，不如二房和长房换换。长房最好的院子给3少爷和郎环郡主做新房，明媛和相公绝无异议。王妃暗淡的眸光亮了几许，倒不是因为她可以趁机搬到长房去，而是觉得明媛还在乎楚墨尘。她不是不争，只是还没到她争的时候。启禀王妃，北鼎侯府请您和王爷去一趟。北鼎侯府怎么请你和王爷去？有事也该主动登门才是。王妃不知道北鼎侯府找她和王爷何事，但既然开这个口，应该是有要事。王妃便起了身，明媛也没有多待，俯身告退。怎么对二房的事儿那么上心？我哪是真关心邢儿和郎环郡主住哪儿，我只是试探一下，连小小沉香轩都不肯让出来，何况是世子之位。顿了顿，大太太一脸佩服，还是老夫人和3弟妹棋高一招。虽然邢儿不是3弟和3弟妹亲生的，但毕竟养了她20年。如果邢儿成了镇囊王世子，3弟在朝中的地位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将来图谋什么也便宜。你的意思是，我长房到手的爵位都保不住，何况是去争？我和凤儿他爹早没有这想法了，只盼着凤儿能封侯拜将，把他爹丢掉的面子找回来，将来九泉之下不被列祖列宗训斥，便心满意足了。老夫人脸色看不出喜怒，只摆摆手让大太太退下。大太太和大老爷真的熄了夺回爵位的心，要真没有那心，大老爷这2年就不会苦读兵书了。1个时辰后，郎环郡主的贴身丫鬟秋露，就是杀害北鼎侯府江大姑娘凶手的消息就传回了王府。雪雁前脚禀告完，后脚喜儿就送来一个叫明媛无语的留言。世子妃，府里都在传郎环郡主的丫鬟出面认下杀害江大姑娘的一事，是为了讨好长房，那样大姑娘就不用嫁给北鼎侯府上的少爷了。明媛早见识过郎环郡主倒打一耙的本事，知道她擅长利用流言，却没想到她能把流言用到这种程度。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她怎么能是郎环郡主的对手呢？可偏偏他们注定要成为敌人。明媛头疼，开铺子的好心情烟消云散。明媛干脆把笔放下，迈步出了书房。呵呵，杀江大姑娘的凶手找到了，给了北鼎侯府交代，大姐姐心底的石头放下了吧？真没想到郎环郡主的丫鬟会主动承认是她杀害了江大姑娘。先前娘让她和东王府帮忙说说情，她难道真是为了我和大哥认罪的？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云王府世子和寒山郡主要来京都给太后贺寿，明后天就到了。大姐姐回京之前可是专程绕道去了云王府，为此耽搁了回府的时间。这回咱们该请寒山郡主进府赏花。哎，你说我要不要请大哥把云王府世子也请进府呢？总算盼到云王府的人进京了。皇上赏赐给定北侯的俩美人，定北侯就等着云王府的人进京，然后请云王进府，把俩烫手山芋塞给云王。世子妃，穆王府亲仪郡主的丫鬟来了。可是郡主找我有事。郡主让奴婢来问问云嬷嬷有没有来镇南王府找您。上回我家世子妃见云嬷嬷还是在街上，云嬷嬷怎么了？
云嬷嬷昨儿急匆匆出府，一夜未归，不知去哪儿了。王府派了不少人出去找她，实在找不到，郡主才让奴婢来问您。确定云嬷嬷没有来找明媛，胭脂就告辞了。云嬷嬷什么身份啊？她失踪了，穆王府这么着急？云嬷嬷和苏氏的身世有关，能让穆王妃出面帮她讨天香锦的荷包，足见云嬷嬷身份不一般。她打算去找楚墨尘，看能不能帮忙找找云嬷嬷。世子妃，沈大少爷派了人来找您和世子爷，让他在正堂等我。明媛推着楚墨尘进屋时，就看到一男子在正堂内打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男子点头，然后看了眼丫鬟。都是我心腹丫鬟，有事不妨直说。喜儿懂事的出去了，并把门带上。这边门还漏了一丝细缝，喜儿就看到男子扑通一声跪下，隔得许远还能听到双膝砸地的声音。有话起来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我此番来是求世子爷和世子妃救命的。你家大少爷又出事了？大少爷身中剧毒，昏迷不醒，看过大夫，请过太医，皆束手无策。世子爷世子妃知道江湖郎中的下落，还望告知，只要能救我家大少爷的命，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明媛望向楚墨尘，我陪你去。老朽无能为力，府上另请高明吧。大夫走后，明媛坐到床边，很自然的手朝被子伸过去。沈大少爷他怎么能不穿衣服呢？一旁的小厮涨红了脸，他根本就没料到镇南王世子妃会掀开被子。明媛没什么反应，抓起沈大少爷的手帮忙把脉。他都没看过我家少爷他再晚半个时辰，你家大少爷就没命了。流了半碗血，明媛把金针收了，然后把沈大少爷的手腕包扎好，拿了颗药丸给他服下。这样就解毒了？哪有那么容易？追完血我带回去验毒，每隔1个时辰给他喂1颗药丸，药瓶子里的够他撑到明天中午。明天我会让丫鬟送1瓶来，如果3天之内我查不出他中的是什么毒，沈大少爷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男子接了药瓶，连连道谢。喜儿把金针收好，放到药箱子里。明媛把血装好，就和脸黑的光有的某世子爷告辞。一路无话。这边明媛刚走到二门，身后跑过来一小厮，气喘吁吁。世子妃，我家少爷醒了，要见您。让他好好休息，有什么话下次说。小的也是这么和大少爷说的，大少爷说他是受人之托，务必请世子妃回去一趟。受人之托？受谁之托？明媛见楚墨尘一脸的不耐烦，要不你在这里等我。阿芳，推我去看看。就这样，明媛和楚墨尘又转身回来了。彼时沈大少爷穿了件亵衣，脸色惨白如纸。看到明媛，他点头算是见礼。有什么话非要现在就告诉我？穆王府云嬷嬷死了，临死前告诉我，佛光寺灵泉旁第7棵树下埋了东西，让世子妃去取。云嬷嬷并未说是镇南王世子妃，这是沈大少爷猜测的，因为满京都世子妃他就只认得明媛一个，而且云嬷嬷也知道他认识。云嬷嬷死了？她怎么会死呢？昨儿傍晚，我们才发现大少爷晕倒在佛光寺山脚下的树林里，不远处有一嬷嬷，身上中了支箭，府里的小厮就在那里挖坑把他埋了。大少爷昏迷了一夜，将近午时才醒过来，说了找世子妃几个字就晕死了过去。我以为大少爷是让我通过世子妃请江湖郎中。现在看来，沈大少爷是想让男子给明媛传话，只是才说了几个字就又昏死了过去。不知道云嬷嬷埋在地里的是什么，让暗卫去挖出来。先别去，云嬷嬷是在佛光寺山脚下死的，死之前又让沈大少爷给你传话，应该是因为那些东西送了命。这会儿估计敌人正满佛光寺的寻找，暗卫去取，无疑是自投罗网。他可以多派些暗卫去取，能保证东西拿回来，但万一东西很重要，
知道在他们手里就等于多了一分危险。镇南王府里可是有一堆胳膊肘往外拐的人。楚墨尘是个谨慎的人，东西埋在那里不会有问题，不必急于一时半会儿。明媛和楚墨尘带着毒血回镇南王府，喜儿则去穆王府传话。明媛回屋喝了杯茶，喜儿就回来了。知道袁嬷嬷死了，穆王妃很伤心。她说袁嬷嬷给世子妃的东西，让世子妃收好了，将来或许会用到。还有呢？喜儿摇头再摇头，没了。吃了晚饭后，明媛就一头扎进后院药房。世子妃，明儿表姑娘出嫁，你得去工部尚书府吃喜酒，吩咐雪雁接下来做什么。明媛回了内屋。我还以为你打算忙到天亮呢。相公，喝茶。哼，突然献殷勤，看来是有事相求啊。明儿我没空去工部尚书府吃喜酒，你能不能一个人去啊？辛苦我跑那么一趟，娘子觉得一杯茶就能使唤为夫吗？明媛脑袋转得飞快，然后把茶盏放下。相公最好啦，肯定不会拒绝我的。明媛说着，恶寒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脑袋一热就答应了。都说枕边风威力大，今天他果然见识到了，只是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明媛说他还要忙半个时辰，让他早些睡。为了那什么沈大少爷，连表妹的喜酒都没时间去喝，还为了他向我吹枕边风。用了早饭，明媛就带着雪雁去长辉院请安。待会儿你大伯母去东王府送聘礼，你陪她一起去。我没时间，就不陪大伯母去了。怎么会没时间？你陪我去东王府下了聘礼，直接去工部尚书府吃喜酒，不会误事。相公给我安排了别的事，我不去钟家吃喜酒。什么事这么急着要办的？相公叮嘱不许告诉任何人，大伯母想知道，等见到相公您问他吧。一再忤逆，大太太脸色难看。世子妃不会是因为和郎环郡主有过节，不想去东王府送聘礼，故意搪塞我和老夫人吧？那天晋王府出事后，大伯母和三婶不是说明媛以后还是少出门为好吗？今儿是我表妹大喜之日，我怕去钟家会祸害她的喜宴，大伯母执意要我去东王府，万一出什么事，你可别怨怪我。咱们镇南王府虽然权势赫赫，但最基本的人情往来也不能少了。无论是身为世子妃还是少奶奶，迎来送往的机会都不会少。郎环郡主即将再嫁进镇南王府，以前的不愉快就当一笔勾销，往后大家和睦相处。大伯母的意思是还要明媛陪您去？怎么这么冥顽不灵？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大太太有些恼了，看来世子妃还在生郎环郡主的气。不去就是生气，这是逼我答应啊。行，不就是去东王府吗？希望他们不要后悔才好。恭喜东王府大喜，快请进。大太太和东王妃有说有笑地往前走，明媛走在后头，一路欣赏东王府的美景。走到二门处，明媛就看到一女子走过来，正是过门没多久的东王世子妃北鼎侯府江三姑娘。大太太夸赞东王世子妃，羡慕东王妃好福气。东王世子妃被夸得一脸羞涩，等背过身，她娇嫩如桃花的脸上笑容湮灭。东王妃招呼大太太，东王妃世子妃则陪着明媛说话。本来明媛就是她救命恩人，她望着明媛，声音微颤。那日花灯会上，是不是也是郎环郡主算计了我？你既知道，何必问我？你真不该救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可就一了百了了。想想你大姐姐，至少你爹娘不用白发人送黑发人，至少你还有报仇的机会。报仇的机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谈何报仇？东王世子妃苦笑一声，可这恨意她压不下。进了屋，东王世子妃笑道：镇南王世子妃性子温和，郎环总担心和她结怨，如今她陪大太太送纳彩礼来，您和郎环可放心了？东王世子妃这是在讥讽郎环郡主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她不算计别人，别人不会针对她。东王妃听出了弦外之音，眸底冷了一瞬，随即笑道：
世子妃能既往不咎，宽宏大度，令人敬佩。郎环和你一定能好好相处的。牙齿和舌头还有磕碰的时候，何况是人？我和郎环郡主又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只是明远走到哪儿，慧气就跟到哪儿。我还真怕陪大伯母来送纳彩礼会惹出什么不快来。但老夫人和大伯母执意，明远少不得从命。送纳彩礼是喜事，再大的晦气也冲没了，世子妃无需担心。大伯母说的是。说完，明媛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接受来自大太太和东王妃的双重敲打。明媛全程保持微笑，随便你们怎么说，你们高兴就好。东王妃和大太太你一拳头挥过来，我一拳头砸过去，可偏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似的。明媛跟没事人似的，东王妃都怀疑她是不是没带耳朵来。她喊了一声，明媛飞快地看向她。东王妃喊我何事？东王妃一口气憋在心口。我看你呆得闷，让世子妃陪你去花园逛逛。东王世子妃很听话地起了身。你是怎么做到不生气的？他们在给自己画大饼，我又不会真的让他们吃到。该生气的是他们，不是我。东王世子妃怔了半晌，最后笑得花枝乱颤。如果郎环郡主更聪明，她就不会与你为敌。东王妃见明媛和东王世子妃都走了后，看了丫鬟一眼。你和三太太帮郎环的事，郎环没有和我说。你那天找我拿银票啊，我不知情，说的话重了些，你别见怪。我不过是帮郎环说了几句话，当不得这么重的谢礼。要成大事，这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不只是我和三太太帮着就够的，钱要用到刀刃上。到手的银票送出去，东王妃本就肉疼，大太太不要，她求之不得，心里乐开了花。大太太把礼单拿出来给东王妃过目，前院管事的进来，对过礼单了，一点不差。郎环上一次出嫁呀，也是大太太送的纳彩礼来。大太太办事啊，我放心。时辰不早，我就先告辞了。刚抬脚上台阶，准备出府，突然一串鞭炮炸响传来，把人炸懵了。谁在放鞭炮？大喜日子，放鞭炮是好事。话还没说完，鞭炮炸响声又传来了，而且声音比之前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不好了，库房出事了！库房是摆纳彩礼的地方，能出什么事？不知道谁在镇南王府送来的聘礼里塞了鞭炮。东王妃抬脚往库房走，大太太跟着过去。他们都去了，明媛当然得跟过去看看。谁放的鞭炮？没人放鞭炮，鞭炮炸响的时候屋里也没人。好像有什么东西着了。那是装绫罗绸缎的箱子，这么大的烟，里面的绸缎肯定毁了。明媛默默从库房退出去，从大太太身边路过的时候，咕哝一声：我果然不应该来。世子妃一会儿还去工部尚书府吗？不去了。真是个煞星，走到哪儿出事，都怀疑是不是他捣鬼的。不止大太太怀疑，东王妃也一样。但她让人在库房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点证据。还是郎环郡主说的那话，没有证据，你能奈我何？一路上，明媛心情好的直哼哼。这回一个个都后悔让我来东王府送纳彩礼了吗？不给他们点颜色看，还真当我好使唤。去送纳彩礼，怎么这副神情回来？东王府出事了，送去的纳彩礼被鞭炮炸得乱七八糟的，至少毁了一半。岂止一半，我看48台纳彩礼经过鞭炮那么一炸，就没几件好的。纳彩礼怎么会被鞭炮毁了？好好的送纳彩礼去，大家都高兴，谁想到会出岔子呢？找王妃来是商议下再送一份纳彩礼去。王妃眉头皱紧，望向明媛，就见明媛一脸说不出的表情，喊了她2声，明媛也没听见。最后还是雪雁推了明媛一把。母妃，您叫我。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大伯母说给东王府补一份纳彩礼，我在想我嫁给相公那会儿，不小心失手把一柄玉如意给摔了，娘偷偷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补上，还唯恐王府发现不高兴。我想着哪天回去和他说说，他瞎担心，还害得我提心吊胆过了好些天。
王妃听出弦外之音了。那彩礼到底怎么出事的？不知道。那彩礼抬进东王府时并没有问题，可我们离开时，装那彩礼的箱子里却多了很多鞭炮，也没有人点火，就那么炸响了。王妃看了大太太一眼，既然那彩礼抬进东王府时没有问题，那出了问题该东王府承担，断然没有再送一份去的道理。堂堂东王府连聘礼都护不住，再送一份去也不过是被人毁掉。大太太脸色僵了僵，那彩礼毁了，郎环郡主的陪嫁不好看呢。莫说少一点陪嫁，就是郎环郡主空着手来，王府也不会少她吃穿。要怕不好看，可以把银心院的东西抬回去，充作嫁妆抬来便是。大太太无话可说，只自责道：都怪我多事，想着明媛和郎环有矛盾，可以借着送纳彩礼的机会化开，便让明媛陪我去，结果真出事了。我这心里啊，实在不是滋味儿。明媛摸了摸鼻子，还真把东王府倒霉算他头上了。不过他一点都不冤枉就是了。你也是一番好意，补送纳彩礼的事儿就别提了，其他聘礼添2成，东王府也高兴。王妃的意思呢？无需添补，依照礼单准备即可。下回不用明媛陪着一起了吧？你真要我陪着，我肯定不会拒绝。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大太太眸底的怒火几乎能喷出来。明媛心下好笑，正好有些饿了，便告退回沉香轩。喜儿呢？一大清早出府，到现在都没回来，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雪雁望着明媛，要不奴婢让人去找找他。去吧。雪雁前脚出去，后脚丫鬟就端了饭菜进屋。一碗饭吃完，雪雁就回来了。世子妃，喜儿回定北侯府了。好好的，她回定北侯府做什么？不知道呢，但守门婆子说喜儿1个时辰前回来的，只是进府没走几步，就火急火燎地转身出去。喜儿告诉她回定北侯府。明媛轻嗯一声，继续吃饭。吃完了就去后院药房忙活，这一忙就忙到了太阳下山。混合而成的毒最是难解，他已经试了不下10种方法，还是没用。屋外，喜儿踩着台阶进来，直接走到明媛跟前，从怀里掏出一长命锁给明媛看。这是什么？他没有魏明媛的记忆，不知道这长命锁是他的。雪雁却是认得，这是世子妃的长命锁啊，怎么在你手里？哼，我回定北侯府取回来的呀。无端端的，你取长命锁做什么？世子妃，奴婢有可能找到大少爷了。大少爷？你们没听错，就是大少爷。你确定是大少爷吗？你看到大少爷屁股上的胎记了？随便问人家屁股上有没有胎记，我哪问得出口呀？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去给沈大少爷送药吗？怎么会找到大少爷？昨晚上明媛熬夜调制了药丸，喜儿一大清早就给沈大少爷送去。临走前去看了沈大少爷一眼，沈大少爷没醒，沈二少爷来探望他，站在病榻前说，他知道沈大少爷中毒病危后，就一直在寻找那方长命锁，希望能帮沈大少爷找到他的生身父母。多年兄弟一场，不想看到他含恨而终。有客人在，喜儿就没进屋，在屋外站了会儿就走了。但是沈二少爷的话，喜儿却记在了心上，那就是沈大少爷其实并不是沈家亲生的。就这样，喜儿一路走一路想，突然想起那天明媛和楚墨尘去沈家道谢，他捡到的那张图纸上面画的就是长命锁。然后就想到明媛出嫁是他和雪雁帮忙收拾的东西，有许多儿时的玩意明媛都没带，其中就有那方长命锁。只是现在汉淡院是魏明慧的院子，魏明慧和四儿都去参加喜宴了，这一等就等到太阳下山，魏明慧和四儿才回来。奴婢看过了，这方长命锁上的图案和那天奴婢瞧见的图纸上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沈大少爷有可能是我亲大哥？奴婢觉得他就是大少爷，太多相似之处了。沈大少爷不是沈家亲生，和大少爷年纪差不多，和世子妃的长命锁也一样。他来京都找人，
却天天往佛光寺跑，十有八九就是在佛光寺丢的。最重要的一点，夫人给世子妃算过，大少爷是他找回来的呀。要不是世子妃，谁认得沈大少爷？他这会儿早没命了。雪雁也觉得可能，但她生性谨慎些。是不是看过胎记就知道了？要是有胎记，那绝对是大少爷。明天去看看。你打算怎么看？去扒人家裤子吗？这醋味，一天不吃醋，他是不是就浑身不舒服啊？昨天看了沈大少爷的身子，这厮大晚上的要我看他，不看还生气。这要是扒了人家的裤子，天知道回来以后会不会被逼着扒他裤子？这都什么毛病啊？明儿让赵峰帮我看一眼不就成了吗？哼，这还差不多。进屋后，明媛见到了沈大少爷，不过才一天，沈大少爷就消瘦了一圈。明媛背过身，赵峰上前帮沈大少爷翻身，在小厮的错愕中扒下沈大少爷的裤子，去看他屁股上有没有胎记。赵峰仔细看了2遍，只瞧见淡淡的疤痕，并没有什么胎记。知道沈林峰不是他大哥，明媛有些失望，但这毒还得解。他昨晚就想了10几种解毒办法，决定都给沈林峰试一遍。出什么事了？我心疼大少爷，镇南王世子妃折腾大少爷整整2个时辰了，在大少爷身上不知道扎出来多少窟窿眼儿。沈仲朝小厮摇头，不许他胡说。世子妃，水开了，先把火撤掉。约莫1刻钟后，赵峰把沈大少爷扶进木桶内，只露出一脑袋在外面。明媛亲自添柴。镇南王世子妃给人治病的方式也太独特了些，要不要上前提醒一声，别把我们大少爷煮熟了？小厮站在一旁看了几眼。这还不算呢，上午镇南王世子妃来，就先让人扒大少爷的裤子，在屁股上瞧了半天。你确定看的是大少爷的屁股？屁股跟脸我还是分得清嘛。小厮没说话，沈仲看着他，他才不甘不愿地点了下头。等喜儿出来，沈仲一金锭子递过去。有件事想请教下喜儿姑娘。屋内，明媛盯着沈大少爷的脸看了半天，失望的垂眸又失败了。把他扶起来吧。赵峰照办。外面喜儿一阵风卷进来。世子妃，奴婢没猜错，他真的是大少爷。明媛眉头皱紧，喜儿就道：大少爷屁股上没有胎记，是因为胎记被人割掉了。你确定？这沈大少爷的贴身小厮告诉奴婢的。沈大少爷屁股上原本长了块梅花的胎记。外面沈仲快步走进来。喜儿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2个月前，老爷和夫人才告诉大少爷，他屁股上的伤疤处原本长了块胎记，就是梅花胎记。楚墨尘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家媳妇和别人议论另外一男人屁股上的胎记，脸色奇臭无比。啊，为什么要把胎记割掉啊？胎记长在屁股上也不碍着脸什么事儿啊？谁吃饱了撑着要把它割掉的？太过分了。事情还得从柳州沈家大老爷和大太太带2岁大的沈大少爷回娘家探亲说起。途中遇大雨，结果马车翻了，小小的沈大少爷淋了雨，一病不起，病逝在途中。沈大太太痛失爱子，一路上不吃也不喝，恨不得随儿子一起去了。也是巧了，那天他们在一茶棚歇脚的时候，一男子带着一孩子也在那里喝茶。看到沈大太太时，小孩朝他伸手要他抱，嘴里还含着娘亲。刚刚没了孩子的沈大太太哪里受得了这个？在沈林峰喊第3声娘抱抱的时候，他就跟疯了似的，把沈林峰抢在了怀里，抱着不撒手。凤儿不哭啊，娘在这儿，有娘陪着，凤儿不怕。沈大老爷和沈大太太间谍情深，再加上他和沈大太太成亲几年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也怕没了儿子动摇他沈家继承人的位置，便想让这孩子暂时代替病逝的沈大少爷。沈家不缺钱，沈大老爷一开口就是1000两，那男子当时就高兴得合不拢嘴。沈大老爷察觉不对劲，再加上沈林峰细皮嫩肉，一看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便问人贩子是从哪里拐来的孩子。
如果不从实招来，就报官。人贩子吓着了，跪下求饶，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家的，他是在京都佛光寺山脚下捡的，正好一远房亲戚没孩子，见这孩子生得机灵，就给他送去。沈大老爷问有没有什么能证明孩子身份的东西，人贩子把长命锁给了他。我本来打算当掉的，当不太黑心，就没卖。老爷心好，全当是个信物，帮这孩子找到他亲爹亲娘吧。就这样，魏明成进了沈家，以沈家大少爷的身份长大。魏明成屁股上有胎记，而原本的沈家大少爷并没有。沈大老爷怕被人发现，便一刀把那胎记给割了去，并让沈大太太在娘家待了足足半年才回柳州。有了儿子，沈大太太心情一天好过一天，很快又怀了身孕。可惜生下的是个女儿，而且因为早产了半个月，有不足之症。沈大老爷后来又生了几个庶子，但论聪慧机智，远比不上沈林峰。再加上养了16年，早就当作亲生儿子了。只是沈林峰身上流的毕竟不是沈家的血，再加上沈大姑娘身体孱弱，一直药罐子不离身，沈大太太就动了让沈林峰娶她女儿的心思。将来沈家富可敌国的家产由留着他们血的外孙继承，也算是把最后一点缺憾给弥补上。就是在商议这事的时候，被一丫鬟听了去，给沈林峰招来了祸患。明媛救了沈林峰一命。沈林峰本来是打算吃他和楚墨尘的喜酒，但他急于求证自己的身世，就送了天庄，匆匆赶回柳州。本来沈家生意都是沈林峰在打点，回到沈家之后，他不是沈家骨肉的事败露，沈家老太爷便把沈家生意交给沈二少爷管，并杖责了沈大老爷40大板，并以混淆沈家血脉为由，罚沈大老爷跪祠堂反省。沈林峰是跪在沈家祠堂听沈大老爷说16年前的事的，不是沈大老爷亲口说。沈家上下无人知道沈林峰屁股上那淡淡疤痕原是块梅花胎记。知道自己并非沈家亲生，再加上沈家明记暗讽，沈林峰就带着沈仲来了京都，一来是帮沈大姑娘找大夫治病，再就是寻找生身父母。之前沈仲就怀疑过沈大少爷有可能就是定北侯府丢失的大少爷，满京都都知道明媛的大哥是在去佛光寺的路上丢的。沈仲亲耳听沈大少爷说，他看到镇南王世子妃就格外的亲切，血浓于水。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有镇南王世子妃这样的妹妹？唉，这就是2个笨蛋。既然都这么猜了，为什么不去侯府问问呢？问2句又不会少块肉。沈仲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沈林峰的长命锁，喜儿从怀里把长命锁掏出来，2相一对比，除了字不同外，其他一模一样。看着2方长命锁，明媛第一次在古代尝到了坐过山车的滋味，鼻子酸酸的。看着明媛眼眶通红，沈仲心紧了紧。真的没有办法救我们家大少爷吗？是我们家大少爷。明媛没说话，沈仲心沉到谷底。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没事了。需要什么？我这就让人去准备。明媛没回答，只望着沈仲。到底是谁给我大哥下毒的？我不知道。谁的嫌疑最大？上回是谁刺杀我大哥的？上回是2房派人杀大少爷的，这一回2少爷的嫌疑最大。他前几天还问大少爷是不是有把握抢到江户郎中给大姑娘治病。明媛本来不想掺和沈家家事，所以最后一个办法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用。但沈林峰是他大哥，他少不得要管上一管了。从怀里掏出一小玉瓶，明媛递给赵峰。这是我从我大哥逼出来的毒血里提炼出来的毒，你下在沈2少爷的茶里，逼他交出解药。如果没有解药，拿到毒药方子也行。那天如果不是遇到他，沈林峰就死在2房手里了。这一回如果他冤枉了沈2少爷，要他一条命，就当是报上回的仇，他死的也不冤。赵峰接了药瓶就下去了，这一等就是1个时辰。世子妃，
咱们今晚不回王府了吗？我肯定不回去了。相公，你要不先回去？等阿峰回来，我让他回去和母妃说一声，我陪你在沈家歇一晚。明媛没有回绝，有楚墨尘陪着，他也安心些。又等了半个时辰，赵峰才回来，拿到药方，明媛就松了一口气，知道各种毒的分量，他有十足的把握救沈林峰。明媛开了药方，沈重去抓药，其中一味药他跑了10几间铺子都没买到，垂头丧气地带着其他药回了偏院。明媛的暴脾气都想骂人，没买到你倒是先让人回来说一声啊，街上铺子没有不代表宫里头也没有啊。生活在富可敌国的沈家，脑袋瓜怎么转得这么慢？这会儿快宵禁了，只能劳烦相公你进宫一趟了。你确定要我帮？明媛翻了一白眼，望向楚墨尘。有劳相公了。楚墨尘心情很好的任由赵峰推着他出沈家，直奔进宫。大白天的来找我都不是小事儿，这大晚上的跑来，这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皇上怒气很大，要没点大事儿，朕绝对抽他几十板子。皇上坐在那里喝茶等楚墨尘，结果楚墨尘去药房拿了药就直接出宫了，别说大事了，连面都没露一个。楚墨尘把药从宫里带回，明媛就开始忙着调制解毒丸，这一忙就是2个时辰，方才把解毒丸调制出来为沈林峰服下。见他发紫的脸色渐渐恢复，就知道明媛配的解药管用。世子妃，天色太晚了，您和世子爷下去歇着吧，大少爷有奴婢守着，有事奴婢叫您。他暂时不会醒，你也下去睡吧，明儿一早回定北侯府一趟，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去。明媛迈步进屋，一模样清秀的小丫鬟拎了木桶出来，木桶还冒着热气。明媛很满意，累了一天，睡前正需要泡个热水澡。那边楚墨尘推了轮椅进屋，隔着屏风就看到明媛白皙的胳膊，水声哗哗，偶尔夹杂着她长哼的小调。楚墨尘眉头轻挑，从轮椅上站起来走了过去。你干嘛？你不是要和我洗鸳鸯浴吗？谁要和他洗鸳鸯浴了？你是做梦呢还是没睡醒？哼，是我让丫鬟准备热水沐浴的。明媛有点尴尬，她就说沈家丫鬟怎么会这么贴心？她前脚从沈林峰那里出来，后脚就把热水准备好了，感情不是给她准备的，她只是赶了个巧。这浴桶这么小，我洗完了你再洗。那你出来吧。你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叫我怎么出来？你就是故意的。你不出来，我可就进去了。明媛不说话，只拿眼睛瞪他。今儿答应我什么？没忘记吧？我答应你什么了？楚墨尘眼底闪过一抹危险的光芒。你记性什么时候这么差了？明媛一脸我记性一直都这么差。楚墨尘气笑了，他就料准了这女人会过河拆桥。见楚墨尘把衣服扒光，就剩一条亵裤，抬脚就进浴桶，明媛就知道他动真格了。今儿太累了，脑袋转不动了，等我睡一觉醒来，可能就想起来了。可能？一定会想起来的。先沐浴吧。明媛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浴桶。你别乱动。楚墨尘要是听话，他就不会进浴桶了，直接挪了过来。明媛避开他。这厮是吃错药了，还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这么反常。楚墨尘一把抓着明媛的手，把她带入怀中，狠狠地亲了上去。霸道的吻像是带了惩罚似的，吻得明媛双眼迷离，媚眼如丝。就在楚墨尘不满足亲吻，挪到耳垂和脖子的时候，那边敲门声传来。世子妃，不好了，大少爷吐血了。明媛从迷蒙中清醒，脸颊红得能滴血。你把眼睛闭上。楚墨尘嘴角扯了下，不知道这女人害羞什么，但见她嗔怒，又心急如焚。楚墨尘背过身去，明媛飞快地从浴桶内起来，胡乱地擦了擦水，穿上亵衣就出去了。不用担心，把毒血吐出来是好事。太晚了，休息吧。他那么火急火燎的，我还以为是急着去救沈林峰。等楚墨尘从浴桶内起床，明媛已经躺床上。真有那么冷？明媛没说话，
楚墨尘就当他默认了，好心的又拿了一床被子来替明媛盖上。别冻坏了，为夫会心疼的。就这样，明媛裹着2床被子，楚墨尘只穿了亵衣亵裤躺旁边，对比鲜明。约莫半刻钟，明媛就扛不住了，这边脚刚抬起来，那边楚墨尘手伸进来，把他从被子里拉了出来，直接趴他身上，姿势很诱人。门半掩着，蜡烛也没熄。小丫鬟端了夜宵就进屋了，然后就看到明媛坐在楚墨尘身上。小丫鬟飞快地把夜宵放下，撒腿就跑了，并把门带上。看你干的好事儿，丫鬟肯定误会了。楚墨尘心情很好，见明媛眉间有疲惫之色。晚上没吃多少，去吃点宵夜再睡。睡觉前不宜吃东西，但明媛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吃食，舔了舔唇瓣，没忍住起床了。第二天等她醒来，身边早不见楚墨尘的人影了。小丫鬟端了铜盆进屋伺候明媛，等忙好，明媛就出了门去看沈林峰。你们确定我就是你们的儿子吗？第一次看到你，娘就觉得很亲切。明媛抬头看了眼天，这才多会儿，娘就来偏院了。喜儿得多早就回侯府了，这丫鬟性子也太急了些吧。明媛抬脚进屋，就看到不止苏氏，就连定北侯也在。爹爹怎么也来了？这会儿爹爹不应该上早朝吗？你爹想你大哥想了10几年，一听到喜儿说找到你大哥了，就不去上早朝了，也没告假，少不得要挨皇上几句骂。挨骂也高兴。我真的是你大哥。我大哥屁股上有块梅花胎记，你也有，虽然被割掉了，但位置还在，让爹娘看看不就知道了。沈林峰一脸尴尬，虽然他也期盼能有一个镇南王世子妃这样的妹妹，但一开口就让他脱裤子，他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把裤子脱了，我和你娘看看。沈林峰扯了嘴角，你们能不能先出去一下？苏氏连连点头，大家都退了出去。你昨晚和晨儿没回镇南王府？明媛轻点头，喜儿嘴快，幸好没回呢。大少爷解毒缺了胃药，还是世子爷大半夜的进宫拿的呢。算命的说你大哥是你找回来的，果然不假。这一回多亏了喜儿机灵，是他找到大哥的。哼，没错，就是奴婢找到的。对喜儿，苏氏说不出的感激。当初明媛出事，就是喜儿陪着的。苏氏把手腕上的羊脂玉镯摘下，赏给喜儿。定北侯把随身带的玉佩赏给他。喜儿巴巴地望着明媛，给你的你就拿着。谢谢侯爷和夫人赏赐。大少爷准备好了，侯爷和夫人请进。明媛守在门外，并未进去。再加上那边楚墨尘推了轮椅过来，明媛迎上去。你去哪儿了？昨晚进宫惊动了皇上，一大清早宫里就派人给我传话，皇上让我滚进宫，心情不好，四下转了转。皇上不会怪你的。楚墨尘当然知道皇上不会怪罪他，就算怪罪，最多也就是骂2句，无关痛痒。晨儿的梅花胎记就是长这里的。听到屋内有依稀的哭声传来，明媛迈步进屋，看来是确定没弄错了。不止苏氏，就是定北侯眼眶都红的。你大哥体内的毒都清除干净了？毒已经解了，身子还有点虚，不过坐马车回侯府不成问题。这就回侯府吧，要不是我拦着，你祖母都要跟来，只怕这会儿是等得坐立不安。我这就帮大少爷收拾东西。不用收拾，侯府什么都有。你大哥中毒是怎么回事？明媛刚要说，魏明成朝他摇头，这点小动作定北侯全看在眼里。定北侯心下明了，大哥，这药瓶里还有一颗解药，是扔了还是拿来救人，随你处置。魏明成犹豫了片刻，最终接了解药，朝明媛点点头。爹娘，我和相公先走了，改日再回府探望你们。还知道回来？老夫人息怒，别气坏了身子。大太太劝老夫人，又望着明媛和楚墨尘，你们俩也是，府里忙着准备你们3哥和郎环郡主的喜宴，忙得脚不沾地。你们帮不上忙就算了，还净添乱。
咱们镇南王府还没有娶进门的媳妇夜不归宿过。昨晚没回府，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还请母妃责罚。母妃2个字，明远咬得很清楚。王妃都还没说话，要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先数落一遍。昨晚阿峰回来，只说你们有急事回不来，也没说什么事儿。今儿早上才知道陈儿昨晚还进宫拿药，出什么事了？是我大哥中毒了，命悬一线。之前小少爷病重，老夫人不是让我在床边站着，好沾点福气，我便守了大哥半晚上。相公是陪我才没有回府。王妃怔了下，那边大太太笑了：“你大哥？你哪来的大哥呀？”就是我那位失踪了16年的大哥，也是将来的定北侯府世子。大太太嘴巴张大，半晌才合上。怎么就突然找到了？明媛便把经过说给大太太听。大太太听说柳州沈家大少爷就是他大哥，眉头狠狠地皱了下。明媛多了这么一位亲哥哥，真是旁人羡都羡慕不来。大太太瞥了喜儿一眼，世子妃马车出事时，就是和这丫鬟在一起的。能找回魏大少爷，这丫鬟又功不可没。我瞧这丫鬟也是有福气的，在世子妃身边待了这么久，当然多少沾点福气喽。但大太太意思是怀疑明媛有福气是假，分明有福气的是丫鬟喜儿。明媛只笑不语。单凭一个长命锁就认了兄长，是不是太草率了些？万幸的是，大哥身上生有胎记，一认便知。老夫人手中佛珠拨弄着，先前的怒气消散了大半。要是醒儿和琛儿的身上也长了胎记，不至于被一个嬷嬷给换了20年没人发现呢。双儿胳膊上倒是生了一个，我一直觉得那胎记有点丑，这会儿瞧来，只要胎记不长在脸和脖子上，还是要长一个才安心。这一点明媛深以为然。在古代没有亲子鉴定，滴血认亲又不靠谱，还是长胎记才能保险一点。但是想到魏明城的胎记被割掉，长胎记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想换你儿子总能换掉的。哎，我方才忽然想起来，以前王妃生了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去探望，瞧见孩子脚趾头处长了颗小痣呢，我当时还笑来着，不知王妃可还记得呀？王妃没说话，曲妈妈点头：这事儿奴婢记得，是有这回事。虽然这痣不像胎记，后来也能长，但是长出来的可不会消掉。王妃也想起来了，大太太吩咐丫鬟去把三少爷请来。明媛摸了摸鼻子，这是要确定楚墨行脚趾头处有黑痣，从而确定他是王爷和王妃亲生的吗？看来大家对他是不是王爷王妃亲生的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啊。等了1刻钟，楚墨行就来了，他有些尴尬，只给老夫人请安。这孩子平常嘴甜得很，不便给你母妃请安，连着我这个大伯母都不叫了。楚墨行只尴尬地笑着，不能叫一个忽视一个呀。快坐下，把你左脚鞋袜脱了。为什么要脱鞋袜？你只管脱就是。楚墨行能怎么办？只能乖乖地把鞋脱了。曲妈妈蹲下仔细看了看，高兴道：是有颗黑痣。明媛看着楚墨行的脚，眸光收回来的时候，和楚墨尘的眸光碰撞了下。完了，一不留神就把这醋坛子给忘了，一会儿回去只怕要被他逼着看他的臭脚丫子了。这回可以放心的叫母妃了。楚墨行叫不出口。母妃不勉强你，等蓝环过门修改了族谱再叫也无妨。没事，我就先回去了。王妃想和他说2句话，结果一溜烟就跑没了人影。那边老夫人神情淡淡，脸上没有丝毫喜悦，望着楚墨尘和明媛。皇上传你进宫，去过了？还没有，我们这就回去更衣，然后进宫。等明媛和楚墨尘回沉香轩，定北侯府大少爷找回来的消息就传来了。夫人和侯爷盼这一天盼了16年呢，老天爷开眼，世子妃找回了大少爷，往后有大少爷护着，没人敢欺负你了。我的世子妃，我护不住吗？周妈妈当时脸就吓白了，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别理他，
让厨房有什么吃的尽快端来，我和爷一会儿还赶着进宫呢。等周妈妈转身，明媛才朝楚墨尘道：看你把周妈妈给吓的，把她吓病了，丞相轩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让你来管。这话真该让她听听。拐着弯的说我凶悍无人能欺，不需要人护着。明媛白了他一眼。很快丫鬟就把吃的端来，草草的用了些，就直奔进宫了。结果没见着皇上的面。皇上已经知道昨晚世子爷进宫拿药是为了救世子妃的兄长，虽然犯了宫规，但情有可原，就不责罚你们了，让你们回去，明儿个太后寿宴上再见你们。皇上是刚刚才知道这事儿的？半个时辰前就知道了。我惹皇上不高兴了？昨儿个世子爷进宫拿药花了2刻钟。说完这一句，德顺公公就转身进御书房了。明媛推着楚墨尘往回走，糊里糊涂道：公公那话是什么意思？昨晚皇上以为我进宫是找他的，等了我一会儿。德顺公公不好把皇上说的心眼这么小，又不敢得罪楚墨尘，所以说的这么委婉。而此时定北侯府丢失的大少爷找回来的消息传开，一字一句悉数传到恒王耳中。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只是还未放回桌子上，就在他掌心成了一堆粉末。王爷，要不要属下去灭口？不必，他应该不会蠢到把我招认出来。没有我帮他，他沈家2房永远也没机会坐上沈家家主的位置。王爷的意思是沈大少爷会救沈二少爷？恒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沈家16年的养育之恩，足够保沈二少爷一条命了。这顿饭我请，算我账上。等东王世子进屋后，小伙计麻溜地把门关上。齐大少爷心情挺不错呀，又多了一个表哥，当然心情好了。我看你是高兴多了一个表哥来抢镇南王世子之位，替你出气吧。镇南王世子的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现在又多了一个兄长，不知道这世子之位能不能保得住啊？我看希望不大。何以见得？隔壁的隔壁，恒王在请东王世子吃饭。恒王请东王世子吃饭，关镇南王府。什么事还没说出来，就被齐大少爷用果子给砸了胸口。你傻呀，郎环郡主可是东王世子的亲妹妹。镇南王世子又抢了恒王的未婚妻，这么微妙的关系还能没事？要说这郎环郡主也是妙人，怎么感觉她嫁谁就是你表哥？我对表哥不感兴趣。不对表哥感兴趣，难道你对表嫂感兴趣？猜对了，我就是对表嫂感兴趣。帮我想想怎么讨女孩子欢心。我得想想要不要和大表哥联手，一个抢世子之位，一个抢表嫂，双管齐下。我那混蛋表哥应该会痛不欲生吧？不是吧？别告诉我们你是认真的。我战书都下了，能是假的吗？一夜好眠，清晨醒来神情气爽。去长辉院请安的时候，大太太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下。明媛打算穿这一身进宫给太后贺寿。明媛这身打扮是哪里不合适吗？哪里不合适？从头到脚就没有合适的。大太太挑起了话题，却没有回话。听说你大哥中毒，请遍了京都的大小大夫，太医都请了不少，无一人可救他，你们却把他救活了。莫非江湖郎中就藏在京都？大伯母消息这么灵通，难道不知道沈二少爷和恒王走得很近吗？沈家偏院，那可是沈家的地盘。若是江湖郎中去了偏院，瞒不过沈二少爷。沈二少爷知道，恒王就会知道。这事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沈大少爷并非沈家长房亲生，却给了他少主的身份，可见沈家长房其他子嗣有多不成器。看来富可敌国的沈家将来要由2房继承了。明媛笑了笑，并未接话。寿礼准备的是什么？明媛亲自把锦盒打开，把里面的寿礼打开给老夫人过目。
那是一幅双面绣绣成的仙翁贺寿图，绣得栩栩如生，精致无比。世子妃准备的寿礼代表的是咱们镇南王府，若是你亲手绣的，那无话可说；若是买的，就太敷衍人了。明媛望向楚墨尘，眸光流泻。这寿礼是你挑的，你摆平。大伯母这话就太肤浅了。太后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就是把整个镇南王府当成寿礼献上，太后也不会稀罕。这双面绣是一位100岁老夫人花了3年绣成的，要价6000两。明媛贴了1000两，都没找母妃补上。太后过寿，要的不就是个吉祥？文武百官送的贺礼多是玉雕瓷器，也没几件是自己亲手雕刻的吧？一番话堵得大太太哑口无言。要她看，这两人不是信口胡诌，就是遇到骗子了。100岁老人连米饭都不一定看得清楚了，还做绣活，还是双面绣，谁会信？寿礼是我和世子妃一起挑的，今天就是太后寿辰，也来不及重新准备了。来年还是让其他人准备吧。那100岁老人可还活着？老夫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份寿礼，我想太后应该会喜欢。保不齐想见见那位眼神很好的老夫人，讨教一番养生之道。这还真有可能。我们上哪找这一位眼神很好的100岁老人进宫见太后啊？谁规定100岁老人就一定是京都的？人家指不定在千里之外呢。太后总不至于要人家颠簸进京吧？王府库房里头稀罕宝贝也不少，要是不合适就换一件，没人怪你们。这时候屋外有脚步声传来，好几天没见着人的三太太走了进来。三弟妹怎么来了？身子骨大好了？多谢大嫂关心，我身子好多了，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下去。今儿太后寿辰，我得进宫给太后贺寿。要是身子还没好，就别太勉强自己。三太太朝他一笑，然后上前给老夫人请安。老夫人眼神冰冷，如寒霜般凌厉的眸光。三太太憋闷的心情反倒好转了几分。这么多年，还得谢谢他们叮嘱她把邢儿当亲生儿子疼，免得被人察觉出不对劲儿。邢儿对她这个娘敬重有加，反倒是他们疼树子的时候狠狠地扎了邢儿的心。如果她死了，邢儿对他们绝对没有多少感情，这就是一道护身符。太后寿辰，身子撑不住就别进宫，免得一脸憔悴，太后见了不喜。这些天我也想通了，邢儿虽不是我亲生的，可他在我心里就是我亲儿子。他现在回了王爷王妃膝下，老爷就没有了嫡子，是我没管好下人，对不起老爷。我会把庶子过继到膝下，给他一个嫡出的名分，也好让陶姨娘安心养胎。现在三太太主动要求把庶子过继到膝下，老夫人和三老爷不答应，回头他们想要嫡出身份的时候，三太太就不会同意了。老夫人就这么舍不得陶姨娘骨肉分离吗？一个屋檐下，算不得骨肉分离。这事儿啊，我答应了。等郎环郡主进门，一起修改族谱。这就是身为妾室的悲哀，连孩子都没法留在身边。不过陶姨娘是自找的，不值得同情。时辰不早了，该进宫了。大太太见了走过来，扶三太太起身。这好像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啊。马车在宫里停下，清怡郡主就过来道贺。恭贺明媛姐姐找回兄长，并册封世子。不止清怡郡主，还有东宁侯府沈三姑娘沈妙妍，以及护国公府的姑娘周怡彤，他们是一起过来的。他们拿明媛当闺中好友，替她高兴。那边齐大少爷走过来，手一动，轮椅就转了2圈。要不是楚墨尘用脚抵着地，都不知道要转多少圈才停下。表哥用的是右脚呀，他蹲的不正是右脚吗？要不是腿能走了，绝不可能让轮椅停下来。本来就是消遣一下楚墨尘的齐大少爷瞬间逮住了把柄。表哥轮椅玩的挺溜啊。有事？非要有事才能来找你吗？我就不能来看看魏姑娘？
她是你表嫂。什么表嫂啊，表哥，你这是一厢情愿，你知道吗？你是镇南王世子，人家都没有看上你，回头你不是了，就更不招人稀罕了。谁告诉你他没看上我？我2只眼睛告诉我的。你看，你坐在轮椅上，人家头都不回的走了，能是看上你了吗？楚墨尘气得不想说话，他就没指望从齐瑶嘴里听到几句中听的。我看你还是主动把世子之位让出来吧。邢表哥是长子，你又断了腿，脑子还不好，到处树敌，连恒王都帮着邢表哥，你哪有什么胜算呀？与其爵位被人抢走，到时候丢脸，我看你还不如主动把爵位让出来，好歹落个兄友弟恭的好名声。恒王帮着三哥，你继续坐在轮椅上凉快吧，我就不陪你了。再说明园，在御花园逛了一圈，明园发现清怡郡主一直陪着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即便想扑蝶，离明园稍微远一点，他就回来了。不用你陪着我，